婉一睁眼，就看见眼前有个男人面无表情，正在对他进行着不可描述的动作。啊，这男人身上居然穿着龙袍。啊，亲吻了，再睡会儿。哎，我丢！这是哪？我怎么在这儿？这里怎么和爷爷买的那幅画一模一样？我就说那画邪门，非得挂墙上。这时，脑袋里一阵电闪雷鸣，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涌上脑海。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叫冷清清，是个冷宫弃妃。冷清清呢是个恋爱脑，一直爱慕着皇上江北宇的美色，但江北宇非常讨厌他。终有一日，他得偿所愿地入了宫，成了他一名妃子。奈何好景不长，他一个宫斗脆皮，不到半月就被其他妃嫔陷害，被打入了冷宫。哎，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狗皇帝嫌弃他，为什么还翻了他的牌子要他侍寝呢？问，那就是冷家突然祖坟冒青烟。冷清清的兄长在沙场建功立业，从一名将军混成了一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饱受士兵和百姓拥戴，手上还掌握着兵权。冷清清他从商的老爹也特别争气，这2年风生水起，一夜暴富，赚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在江国富甲一方。为了拉拢大将军，也为了筹集军饷，狗皇帝是不情不愿地翻了他的牌子。这本是冷清清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奈何这时候他突然占据了冷清清的身体。秦婉仔细打量晕过去的皇帝，长得倒是蛮好看的，不输现代的古偶流量明星，只是他隐约看见这皇帝的袖子里，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里，居然紧紧攥着一只，这多冒昧呀！这都有求于人了，就不能主打一个真诚吗？哎呀，这还用上道具了，是对原主太过嫌弃，还是觉得自己不行啊？啊，什么？手机？你也一起来了？他连忙捡起手机，拍了拍日渐暴富的手机壳，还好屏没碎，就是没有信号。时间呢，好像也一直停留在他来的时候。正想着带着手机逃之夭夭，地上被砸晕的男人手指动了动，哎，醒了。快来人啊，有刺客，皇上受伤了。皇上，快传太医！冷清清，你好大的胆子！皇上，不是臣妾，刚才臣妾看见有刺客在皇上身后袭击皇上，这才拿着瓷枕砸刺客，谁知刺客还是伤了皇上，还打晕了臣妾。皇上，您就是臣妾的心，臣妾的肝，臣妾那么爱皇上，怎么舍得伤害皇上呢？那你说的那个刺客在哪里？臣妾刚才也被刺客打晕了，不知道刺客逃到哪里去了。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搜！大内侍卫挖地3尺，还真的找到一个刺客。两国交战，敌国派刺客行刺也在所难免。今晚真的刚好有一个潜伏在江北宇的寝殿外，谁知道躲得好好的，还没行刺就被抓了，一脸的懵逼。这件事儿算是蒙混过去了，鸡飞狗跳了大半夜，秦婉被送回了冷宫。到地方，哎，他都惊呆了。第一次住那么破的地方，角落都是蜘蛛网，地面也坑坑洼洼，感觉连一个下脚的地方都难。娘娘，听说您侍寝的时候皇上遇刺了，您有没有事儿啊？秦婉心笑，哼，他就是那个刺客，
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快去睡觉吧。娘娘，我都快担心死了，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傻丫头，我没事儿，快去睡觉吧。这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才起，醒来洗漱的时候，她捧着铜镜惊呆了。昨天没看，她今天才照镜子。哎呀，这画的叫一个什么鬼呀？脸上2坨腮红像高原红，眉毛画的又粗又浓像2条虫，还有一张血盆大口，吓得她赶紧洗得干干净净。素面朝天的样子可顺眼多了，冷清清的相貌竟和原本的自己有8、9分相似。娘娘，您今天怎么不擦胭脂了？都沦落到住冷宫了，就我们2个人，有什么好画的？小芝麻嗫嚅了一下唇，想说不定皇上一会儿就来了，又闭上了嘴。另一边，江北雨正在让太医给他换药，额头上缠了一圈一圈白色的绷带，在药物的刺激下，他疼得咬牙切齿，可却忍着没有闷哼出声，一张脸黑得都快滴墨了。越是回忆昨晚的事儿，他的脸色越是阴沉。那该死的女人在骗他，他在他身下用瓷枕砸他，所以他受伤的地方是在前额。如果真是刺客砸的，那他的伤应该是在后脑吧。想到这里，他面上寒气森森，呼的一下站了起来。摆下招台弓。冷将军到。微臣参见皇上。免礼。微臣听闻皇上昨日遇到了刺客，伤了龙体，特来进宫探望一下皇上。如你所见，刺客来自北国，竟敢直接闯入宫中行刺，简直不要太过嚣张。毕竟他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砸他的就是他的妹妹，也不想因此挑起他和冷冽的矛盾。昨日发现的北国刺客也是事实，不如就此激一激冷冽，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北国人果然嚣张无耻，所幸刺客当晚就被抓到了。只是臣听闻皇上遇刺时，臣的妹妹也在场，并且也被刺客袭击，可否让臣见妹妹一面？江北雨心中冷笑，哼，好啊，就让你见一见，反正他也是要见这个女人的，不如当面对质，再盘一盘昨晚的事情，他就不信那个女人不露出马脚。哼，朕倒要看看你要怎样跟朕求情。来人，传冷妃。臣妾参见皇上。江北雨了一声，不知为何他感觉到大殿里冷飕飕，尤其是他的头顶，感觉都要被他钉穿了。你哥哥担心你出什么事儿，特地过来看看你。你把昨晚的情况说一下。今晚这才注意到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眼前骤然一亮。眼前这人正是冷清清的亲哥哥。妈耶，这哥哥长得也太帅了吧！可一想，这人是这具身体的亲哥哥，又按耐住了。不能磕，是骨科。江北雨看着这女人看见冷将军又惊喜又怪异的表情，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过更让他奇怪的是，他似乎感觉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今日的他貌似顺眼了许多。什么玩意儿？顺眼？这该死的女人昨天还砸了他，他居然觉得他顺眼？
冷妃，昨晚发生了什么？你跟你哥说一遍。多谢哥哥关心。昨晚来了个刺客，好在大内侍卫来得及时，我并没有什么大碍。及时吗？江北宇感觉到脑袋又在隐隐作痛了，他盯着他。朕一直觉得奇怪，既是刺客，为什么没有直接杀朕，只是砸了朕的脑袋呢？还有啊，既然你当时看到了刺客，为何他砸朕的时候你不喊人，非要等他把朕砸晕了才喊？冷清清眸子闪烁了一下，已经断定这皇帝已经知道昨晚给他脑瓜开瓢的是他了。不过碍于他的父亲兄长，现在这个局势不好跟他发作。皇上为何这样质问我？难道怀疑我跟刺客是一伙的吗？青青，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皇上怎么会这样怀疑？怀疑你，莫不是在怀疑我们整个冷家？江北宇一双狭长的凤目去了冷冽一眼，看着这两兄妹一唱一和，眸子里的冷意加深。朕没有这个意思。臣妾当时也被吓懵了，只想着该如何保护皇上，奈何不是那刺客的对手，回过神来才想着喊人。对不起，都怪臣妾愚钝，要不是臣妾反应慢，皇上昨晚就不会受伤了。爱妃昨晚也受到了惊吓，朕又怎会怪你呢？他伸出手，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拍，充满压迫感的眼神依旧盯着他。若不是爱妃及时呼喊，刺客也不会那么快落网啊。说到底，朕还需要感谢你。既然爱妃护驾有功，不如朕恩赐你离开冷宫，回你的荣华殿。闻言，秦婉一双杏目倏的一下瞪得溜圆。他自小到大就善于察言观色，知道这男人现在恼了，正压着火呢。不，皇上受伤已经让臣妾很愧疚了，臣妾又怎能借此机会出来呢？保护皇上本就是臣妾的职责，臣妾不要任何赏赐。你不走？走，当然要走。臣妾当初受人陷害才被皇上责罚，虽然皇上不信，但既然要出去，臣妾要以自己的能力洗刷冤屈之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江北宇看了冷冽一眼。既然如此，那就是朕事多了。看来冷妃还是比较喜欢冷宫的生活。好，那朕就不勉强你了，退下吧。臣妾告退。江北宇望着出了门就像只田鼠一样迅速溜走的身影。做贼心虚。冷将军也看到了，冷妃生龙活虎，没什么事儿，这下可以放心了。微臣来主要还是担心皇上，线下见过了也就定心了。微臣告退。哼，虚情假意。退下吧。秦婉离开时回望了一眼身后巍峨的宫殿，金灿灿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隐约氤氲着些紫气，一看就是阳水和风水极好的地方。方才他去的地方是书房，而画中的宫殿是皇帝的寝殿，在书房的旁边。他试图朝那个宫殿走去，一个侍卫立马拦住了他。娘娘，您走错了，冷宫是在那个方向。来到斑驳破败掉了朱漆的大门前，两只乌鸦从枯枝上冲天而起。他推开门，咣当一声，门板居然掉了。奶奶的，这破地方他是一天都不想多待了。娘娘回来啦，饿了吧？马上就可以吃饭啦。就这，我们中午就吃这个？啊，
我们一直以来吃的就是这个呀。如果您吃腻了，下午奴婢去院子里挖点野菜给您包饺子。啊，那院子里不是有只大公鸡吗？哦，那是内务府给每个宫安排打鸣用的，让娘娘保持早起的好习惯。炖了它。啊！俩人一起在院子里吃着香喷喷的鸡肉，喝着鸡汤。今晚忽然听见柴房里传来呜呜呜的声音。啊，什么玩意儿在装神弄鬼啊？他一推门，居然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只小藏獒，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都瘦成皮包骨了。这是……又一段记忆涌入脑海。原来这只藏獒叫做发财，是原主的宠物。都说了狗仗人势，一点没错。这原主没事，连条狗也怂得很。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弱的藏獒。今晚扔给发财一只鸡腿，抱着臂看着他。从今以后，你叫雄霸。他想清楚了，既然一时半会儿离不开，那就把这里的一切当成一场游戏。这日子嘛，还是要舒舒坦坦的过的。能把这个号练好，就把这个号练好，在一边寻找回去的办法。他回到小桌前继续干饭，忽然听到门口有动静传来。皇上驾到！小芝麻还没反应过来，秦婉立刻将鸡汤藏起，端上了一碟发馊的咸菜。皇上，你怎么来了？哼，朕自己的宫殿，想来就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下意识地看了眼桌上的菜色，嘲讽了一句：你不是挺爱住这儿的吗？怎么连门都给拆了？那是质量不好，质量不好。大抵是那门知道皇上今日来，激动坏了。江北雨呲了一声，从前怎么没发现这女人这样巧言令色呢？朕过来还是为了方才的事，朕想给你赏赐，你不好意思要，但朕可不能不给。朕思虑了很久，既然你不愿意出冷宫，就决定再赐你2个伺候的小太监。你这里的确冷清了些。说完，从他身后走出了2个半大少年，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都穿着一致的太监服。从今往后，你们就是冷妃的人了。参见冷妃娘娘。狡猾的狗东西！那多谢皇上恩典。他磨了磨牙，朝他扶了扶身。不谢，朕还有事，先走了。然而，今日皇上去了冷宫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宫殿。张妃、淑妃还有喜嫔，反正他们3个是一个也不信。皇上登基不到2年，励精图治，经常批奏折到深夜，极少召集后宫的嫔妃侍寝，因此到现在都没有子嗣。有一个妃子被翻牌子，在宫里都是大新闻。他们仨只有淑妃和喜嫔被翻过牌子，一个是侍寝的时候忽然昏睡过去了，一个是侍寝的时候大殿吹了灯，俩眼一摸黑的，结束后就喝了碗避子汤。那昨日冷妃到底有没有侍寝成功？你们打听过吗？我只打听到冷妃侍寝有了一会儿，刺客才出现的，并且皇上事后没去送避子汤，会不会其实还没有侍寝？可为何皇上今日又去了他那儿？莫不是那小妖精功夫了得，让皇上念念不忘？蠢货！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懂？
皇上发那牌子，还不是看在冷将军的面子？北国都快爬到头顶上了，现在正是皇上忧虑的时候，自然希望冷将军对他尽忠，全力配合他攻打北国的。啊，还是姐姐聪明啊！爱妃昨晚也受到了惊吓，朕又怎会怪你呢？他伸出手，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拍，充满压迫感的眼神依旧盯着他。若不是爱妃及时呼喊，刺客也不会那么快落网啊。说到底，朕还需要感谢你。有名字吗？娘娘怎么叫我们，我们就叫什么名字。那好，你叫小花生，你叫小桂圆吧。哎，无他就是好记，他宫里小芝麻、小花生、小桂圆都有了，再来几个就能凑成一锅八宝粥了。冷将军到。我哥怎么来了？你们先退下吧。是。哥。门口那门怎么回事？啊，就坏了呗。赶明儿哥给你送扇金的过来。啊？容不得他拒绝，他又说：我向皇上讨了个恩典，过来看你一眼。下个月我可能就要出征了。那哥哥你要多保重啊。青青，你放心，你很快就能从这里出去的，谁都别想欺负你。你是我冷冽的妹妹，我要让那个男人把你捧上高高的位置，让天底下所有人都敬重你。秦婉心头涌上一阵感动，她在现代是独女，从未想过有哥哥宠爱是怎样的感觉，但爱一定是相互的。哥哥，你自己注意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宫里什么位置不重要，说实话，在这里也挺好的，我只想要你好好回来。冷冽感觉到眼前的妹妹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懂事会关心人了，不像以前一样任性，喜欢无理取闹。他伸手捏了捏妹妹消瘦的小脸。哥哥这次来还有件重要的事情。什么？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暗卫，轻功绝佳，武功高强，跟随我很多年了。今后就由他来保护你的安全，无论是刺客还是有人想要欺负你，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啊，在哪儿呢？现在就在你的屋顶上。哦，他叫什么？他叫冷影。秦婉一口盐汽水差点喷出来。什么？冷眼？属下在。哎呀呀，这是捅了美男的窝了吗？从今以后，属下一心效忠娘娘，娘娘有什么吩咐，喊属下名字或者吹动这个哨子，属下就会出现。说着，他递给他一枚鸽哨。好了，没有其他事，哥哥就先走了。你一个人在宫里好好照顾自己。冷冽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中有些不放心，可最终还是转身离去。送走了冷冽，秦婉闲闲地往院子里破破烂烂的躺椅上一躺，拿出了手机。他的手机是线下最新款，支持太阳能充电，所以就算没带电源充电器依然可以使用，就是没有信号和网络，并且这时间还是停留在了他来的时候。他打开相机，给自己来了张美美的自拍，然后尝试着搜索信号。喜嫔娘娘到。喜嫔？又是什么鬼？哦，是他啊。冷妹妹，冷妹妹一个人在院子里呀？有事儿？有，当然有。
听说昨晚冷妹妹伺候皇上的时候遇刺了，这不带了点点心给妹妹压压惊。呵呵，不该来的东西来了反而是惊吓，你说是吗？毕竟姐妹一场，恭喜妹妹又被皇上翻了牌子。当年的事，相信妹妹是不小心的，我也没有怪你了。希望妹妹能早日获得皇上的宠爱。秦婉不动声色地将手机调成了录制视频的功能，对着喜频。这里呢又没有外人，你也不必装了。当年是我推你下湖的吗？你说你早晨吃食的时候噎着了，我好心帮你拍嗝，结果我一拍你的背，你就跳下去了。喜频，你演的一出好戏呀，戏班子都没你会演。你把我害得那么惨，在冷宫待了那么久，今天又假惺惺的来看我，你安的什么心啊？那河边那么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下去了。之后我一直在昏迷，也不知道妹妹被打入了冷宫。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妹妹辩解，我说妹妹不是故意的，奈何就没有人相信我啊。哼，你那是在为我辩解吗？屎盆子都扣我头上了，还说在为我辩解？他忽然变得像万分委屈、泫然欲泣的哭诉。你说你希望我早日获得皇上的宠爱，这可能吗？昨日好不容易等来一次侍寝的机会，都被刺客搅和黄了，我连皇上的一边边都没碰到，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原来昨日她并没有成功侍寝，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机会翻身了，真是活该。冷青青，你就是个蠢货，你还想伺候皇上，你不配。实话告诉你，那日是我自己跳下去的，那又如何？你有证据证明是我自己跳下去的吗？你有办法从冷宫出去吗？你这个位置迟早就是我的。秦婉心满意足地按下了录制完成的按钮。哦，你想来冷宫啊？成全你，相信这里很快就会是你的了。你居然敢诅咒我！红茶绿茶上！一个冷宫贱婢，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绿茶朝他高高扬起了巴掌，秦婉继续懒洋洋地躺着，甚至一动未动。暗处闪电般地扑上来一只狗，就看见那只狗扑上去，直接咬断了绿茶的一根手指，还挠花了他的脸。小花生、小桂圆，这人都欺负上门了，你们还在看热闹吗？小花生、小桂圆犹豫了一下，他们其实是皇上派来监视冷宫的，但皇上又当他的面说了他们供他差遣，那他们是不是也是冷宫的太监呢？想到这里，两个人从后面出现了。喜嫔一看，脸色微微一变，没想到这里还有皇上的人，还有恶犬。红茶绿茶先撤。接着作鸟兽散。嘿嘿，我的雄霸刚才做得好棒，晚上加鸡腿。雄霸呜呜了两声，躲避他的目光，哎呀，居然有些腼腆。晚上，秦婉拿了一根很大的肉骨头放到了雄霸面前，接下来他要努力把雄霸喂胖，喂得高大威猛。娘娘，您哪来的肉啊？秦婉笑了笑，他才不会说是他安排冷饮给他去御膳房偷的。小花生、小桂圆也在纳闷，但见他又拿出了烧鹅、荷包肉、桂花糕、大馒头，甚至还有一坛酒。啊，快来吃啊，再不吃就要凉了。小花生、小桂圆有点不好意思，他直接过去把他们拉过来了，
一人塞了一双筷子。哎呀，快吃，来这就是一家人了啊，哪能饿着你们呀？你是说皇上的人在那里？是啊，之前2个在内宫当过差的小太监，原本没打算出来，被他叫了才出来的，没说话。行了，知道了，一会儿我派人去打听一下。那这事儿，你跟本宫说，本宫怎么给你解决？难不成想让本宫杀到招台宫给你主持公道？你跟皇上说去啊！你说他放狗咬人，宫中怎能养恶犬？就这一点，就能把他撂倒了。多谢娘娘指点。他带着受伤的绿茶转身离开了。张飞翘了翘嘴角，望着他的背影，口型是蠢货。望着满桌的菜，他还是没了胃口，喊了声连翘。夜深了，秦婉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下午的视频已经保存在了手机相册里，想什么时候翻盘出冷宫，就看他什么时候想了。他继续搜索着信号，然而仍然失败了。唉，算了，早点睡吧。皇上，今日冷宫那位可有什么异常吗？娘娘没什么异常。哦，也没发生什么事吗？他们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喜嫔来闹事的事说了一下，解释清楚了，是喜嫔先让下人动手打人，冷妃娘娘被欺负了，她的狗反击，喜嫔的下人才被咬了。江北宇若有所思，方才喜嫔已经找他哭过一趟了，说是冷妃在宫里养恶犬，咬伤了他的人。他人在冷宫，恶犬也是在冷宫，怎么伤了你的人呢？喜嫔的表情凝滞了一下。哦，就这一句哦，被他说的意味深长。他抬头看向了喜嫔。臣妾该死，臣妾不该靠近冷宫的。臣妾只是听闻冷妃妹妹昨日遇了刺客，担心，所以才前去探望。臣妾下次不会去了。那你还挺讲情义。这样吧，朕明日会去看看。喜嫔万万没想到，他前去告状，竟又给那贱人迎来一次探望的机会。是希望皇上明日看到那贱人的狗，会把他杀了。何人在此喧哗？没人，本宫的一个小玩具。唉，吓死奴婢了。不过这里面怎么会发出声音？是关了个人吗？哎呀，说了你也不懂，反正这不是一个活物，就是供人消遣的一个小物件罢了。哦，既然是娘娘的宝贝，虽然觉得稀奇，小芝麻也没过多去打听，继续伺候她梳洗了。梳洗完毕，吃过早餐，秦婉觉得是时候出去寻找回去的方法了。哦耶！他用胳膊肘支着地，正要爬出来，忽然看见眼前停了一双明黄色的皂靴。皇上驾到！朕接到举报，冷妃娘娘在宫中养恶犬，没想到这恶犬居然是你啊！哎，皇上，您是皇上95之尊，但人身攻击就不太好了吧？什么人身，什么攻击？他板着一张脸。冷妃，难道现在不应该是你跟朕交代你的这种行为吗？违反宫规，
擅自离开冷宫。你堂堂一个妃子，为何要钻狗洞？这成何体统？秦婉脑瓜子转得很快，知道现在不是和他硬刚的时候，忽然哇的一声，极为委屈地哭了出来。哼，我为何要钻狗洞？我愿意钻吗？若不是没有办法了，谁愿意钻狗洞啊？都成冷宫弃妃了，还堂堂嘞，连饭都吃不上了，臣妾又能怎么样啊？你天天就给我吃馊咸菜和白粥，昨天又往我这塞了2口人，我不得管饭呀！啊！你钻狗洞是为了取些食物？秦婉越演越嗨，一双漂亮的狐狸眸，眼泪汪汪的，用袖子擦着泪水。皇上，臣妾饿，招太公已经没米下锅了，臣妾不能让别人跟着臣妾一起饿呀。看着他把一张脸擦成了小花猫，他心有些软了，俯下身将一只手伸给了他。哭什么哭？还不快出来！秦婉犹豫了一下，看他长得不错，伸手握住了他的手。一旁的喜公公看了一眼，忍不住偷笑了一下。江北宇很快就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仍然嗔怒地瞪着他。昨天让你出来，你又不出来，今天要钻狗洞出来，你自找的。秦婉低着头没说话，跟在他后面和他一起进了招台宫。啊，娘娘，你什么时候出去的呀？再一眼看到那个穿着龙袍的男人，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奴婢去给皇上泡茶。秦婉跟着他走到厨房，看见他要拿他哥哥昨天偷偷塞给他的茶叶，连忙制止，让他直接上了2杯白水。江北宇瞥见了院子里正在用火柴棍搭狗窝的小桂圆和小花生，呵，这女人倒是精明，她监视她的人都能到她底下被安排去做苦力。抱歉，皇上，冷宫里只有白水，没有茶，您就将就一下。那是什么？狗窝。喜嫔说你养恶犬，昨日你的狗咬伤了他的人。秦婉恍然大悟，好家伙，他就说他今天怎么又来了？这是来给喜嫔主持公道的？哼，臣妾住在冷宫里，哪儿都出不去。臣妾的狗也是陪着臣妾好好待在这冷宫里。臣妾的狗怎么会咬到喜嫔的人？他说他担心你，来看望你。臣妾需要他看吗？臣妾进冷宫就是因为他。他说臣妾当初推他下湖差点死了，那按理来说应当和臣妾水火不容，又怎么会担心臣妾来看望臣妾呢？臣妾在宫中安分守己，是他上门挑衅。昨日他前来的一切前因后果，2位公公都是看在眼里的。相信皇上是明辨是非、明白事理的人，绝不会因为某些人的3言2语而有失偏颇。江北宇心想，从前怎么没有发现他还挺聪明伶牙俐齿的。他故意说道：那你的意思是，朕不向着你就是不明事理，有失偏颇？无论如何，宫中不能养恶犬。恶犬吗？恶犬吗？这女人居然把藏獒抱在了怀里，那可是藏獒啊！别看它那么大只，我们家雄霸很乖的，从不乱咬人，是不是啊，雄霸？雄霸超配合的滴滴嘤嘤嘤了2声，而且这是我哥哥最喜欢的狗了。关键时刻还得要搬出他哥，他是因为要时常外出征战，才把这只狗给我养的，也是为了让他保护我。要是他回来以后知道他不在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江北雨听着，感觉他好像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将军征战在外，他却要杀了他的爱犬。养着吧，好好拴着。谢皇上。秦婉发现这个男人还挺有人情味的，也不算太狗了。皇上要不要留下来吃午膳呀？你有吗？臣妾也就客气客气。不久，御膳房就送来了吃的，几斤牛肉、猪肉，几颗白菜，一袋鸡蛋，一袋大米，一袋面粉，一根肉骨头，还有一罐茶叶。酒足饭饱，秦婉躺在床上准备眯个下午觉。娘娘娘娘，您快出来看呀！将军让人给您送门来了，送了一扇新门，金子做的。啥？秦婉觉得自己听错了，起身跟着小芝麻走出去，往那儿一看，眼珠子都差点被闪瞎了。这没钱用的时候，从门上抠下一个钉子来，都能用好久吧？秦婉心想着，还是古人豪横啊！他家就算在现在是顶级豪门了，可他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块金子。我亲哥，这真是我亲哥呀！华尔街呀，华尔街呀！看着欢快着实的鹦鹉，不知为何就想起那女人一双狐狸眼，蓄着一大包泪水，可怜兮兮的在地上说着：“皇上，臣妾恶。”到底是哪儿变了呢？皇上，冷将军给少太公送了一扇门，是扇金门。一扇门有什么大不了的？金的。忽然想到了什么，男人一双寒眸深沉如渊。昨日冷冽才去他那儿看过他，能给他送一扇大金门，还能让他饿着吗？哼，这诡计多端的臭丫头，一次次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冷青青，你给朕等着，朕今晚就收拾你。由于这道门太闪，冷宫装上了一扇黄金门的消息，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后宫。齐妃带着侍婢出逃来到昭台宫的时候，就看见了冷妃亲自拿着刷子在给大门上漆的画面。你为何要将这黄金做的门刷朱漆？啊，你误会了，这哪是黄金做的门啊？大家都以讹传讹，这就是普通的门，刷了一层金漆而已。这颜色我不喜欢，就换了。齐妃明显不信，伸手要去扣。啊，当心，油漆未干。哎呦，你的手那么白皙漂亮，沾着漆可就不好了。不让碰就不让碰，有什么了不起？秦婉笑笑，继续刷漆，没理他。你不认得我了吗？齐妃嘛，认得，但不熟。怎么，有事儿吗？我是丞相嫡女齐怀玉。知道啊，你有事儿吗？齐妃一下子就僵住了。不是，不过是路过来打个招呼而已。出逃，我们走。齐妃很生气，因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一想，不过是个冷宫弃妃，何必跟她生气呢？终于和小花生、小桂圆刷完了一整扇大门，秦婉累得坐在院子里。小芝麻从井水里拉起了一个冰镇大西瓜，切了拿了一块给她。小花生和小桂圆觉得，自从来了冷宫，他们的日子过得可太好了。秦婉一边吃着冰爽的西瓜，趁着阳光好，一边把手机拿出来放在石桌上，太阳能充电。这里面有个人。
小花生也朝他的手机看去。娘娘，您不是说这里没人吗？啊，是没人啊，一个画像而已。秦婉摁亮屏幕，大大方方地展示给他们看他的手机屏保，是他的爱豆王耶波。这话倒是栩栩如生。怎么是个男子呢？秦婉没有在意，毕竟是在后宫。抬起手机，随手自拍了一张，不动声色地把壁纸换成了自己的自拍。什么？冷妃身上偷偷藏着男人的画像？哎，这下可算是被他逮到机会了。皇上，该翻牌子了。冷妃的牌子呢？冷妃娘娘在冷宫，她的牌子也要加上吗？朕什么时候下过旨撤掉冷妃的牌子？哼，狡猾的像狐狸一样的女人，今晚朕就跟你算总账。这一次朕倒要看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娘娘，告诉你个好消息，皇上又翻您的牌子啦！秦婉脑子里嗡的一下，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什么？他还来啊！恭喜娘娘，贺喜娘娘！这次机会您可要好好把握，说不定您就能出冷宫了。秦婉苦笑了一下，哎呀，这可咋整啊？上回是打晕了他，这回可咋整啊？脑子里想了无数个拒绝侍寝的方法，可忽然灵光一闪，他之前穿过来的时候就是在那狗皇帝的寝殿里，回去的方法会不会也在那里呢？除了侍寝，他目前也没机会进入那里，会不会去了那里，到了那天晚上出现的时间，他又咻了一下回去了呢？想到这里，他倏地睁眼，去，今晚下刀子他也要去，不过嘛，嘿嘿嘿嘿嘿。哎，这龙床还挺舒服的，等回去给爷爷安排一个，他一定会喜欢。就照这个规格打。他拿出手机，兴高采烈地对着龙床拍着。忽然，床帐子被掀开了，一道颀长的明黄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嘿嘿，皇上，您来啦！江北雨负手而立，望着那张猴屁股一样的脸，眉头微不可见的一蹙。皇上，您怎么才来呀？人家等了你好久好久呀。果然，眼看着这男人的眉眼间的嫌弃更浓了。皇上，您快来呀，被窝臣妾已经帮你暖好了。现在是夏天，不用暖被窝。江北雨面无表情，心想这怎么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他方才批折子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折子里塞了一张字条，举报冷妃和野男人苟且，还随身携带着男人的画像，这一切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所以让他侍寝的时候，他打晕了他，留在冷宫是为了方便和野男人苟且，钻狗洞也是为了私会野男人。哼，就看你还能装到几时吧。皇上，臣妾好想你，臣妾好喜欢你，臣妾要跟你生娃娃。他故意撅着一张大红唇朝他的脸亲下去。江北雨终于破防了，他一把将他推开。你别碰朕！你不喜欢臣妾，为什么还要娶臣妾？为什么还要翻臣妾的牌子，让臣妾侍寝呢？你知道臣妾今晚有多么开心吗？
你知道换来的却是皇上如此的冷漠与嫌弃。他一边哭诉着，一边等待着。他已经竭力作妖，拖延了那么长时间了，9点半怎么还没到呢？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时，终于听到门外打更的声音，他如闻天籁，连哭声都一下子停滞了。亥时2刻，他就是这个时间不小心来的，心脏砰砰砰地跳得很快。他拿出手机看了眼，手机上停住的时间已经和现在的时间重合了。他心里默念着：消失，消失，请让我原地消失吧。多希望眼一睁一闭，他就回到了家里舒舒服服的客厅。然而等他睁开眼，什么都没有发生。再看了眼手机，他察觉到有些不对了。我靠，他看到了什么？啊 ，WiFi 信号！返回设置看了眼，是他家客厅里的 WiFi。他的手指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这狗皇帝寝殿里居然连得上他家客厅的 WiFi， 那说明这2个地方的空间或许是重合的。他正试图发一条信息看看 WiFi 能不能用，手上一空，手机忽然被男人抢去了。哼，朕听闻冷妃随身携带着一个男人的画像，在一个巴掌大的黑色扁盒里，想必就是这个了吧。手机有抬起唤醒功能，这时候屏幕刚好亮起，他转眸一看，是他自己。他看了看画像上的美人，又看了看对面故意把脸弄得乌七八糟的女人，眸光变得意味深长。呵呵，故意扮丑是吗？哼，是谁在污蔑臣妾？皇上看清楚了，这画像上的人是臣妾自己，可不是别人。臣妾一心只有皇上，一心只爱着皇上，又怎么会有别的男人的画像？一心只有朕，一心只爱着朕。方才朕因为那件事觉得心里不舒服，现在嘛，误会已经解除了，的确是有人在污蔑爱妃。他一边徐徐说着，一边用指腹一点点擦去他脸上的腮红和口脂，直到那张清秀的小脸再次浮现。他的呼吸越来越近，近到他鼻尖，一直萦绕着男人身上霸道的裹挟着荷尔蒙气息的龙涎香味道。冷妃，你可以侍寝了。今晚犹如当头棒喝，要不再给他脑门子上来一下？酒足消消乐就消消乐了，反正消的又不是他的酒足。可一想到下午刚给他送了扇大金门的哥哥，他终归还是下不去手。哎，算了，就当会所睡男模了。都是成年人了，谁怕谁啊？他长得还挺好看的，不吃亏。那皇上，臣妾来了。姐姐，你得到消息没？昨晚冷妃又侍寝了。怕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侍寝了如何？没侍寝又如何？他人还没出冷宫呢，你就慌成了这样子，自乱阵脚。我是怕。哼，就算出了冷宫，他有证据证明当初是你自己跳湖嫁祸于他吗？这件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根本不可能为自己翻案的，只能哑巴吃黄连。况且就算他心怀怨恨，他感动你，敢报复于你吗？如果他感动你，你不就又有了2次把他送回冷宫的理由吗？善妒是大忌，
皇上可是最讨厌在后宫制造不睦、擅兔的女人。但愿如此吧，只希望那个女人一辈子住在冷宫里。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昨日有人让皇上身边的茶室偷偷往奏折里夹了一张弹劾娘娘的纸。是谁？西嫔。切，他这是恶狗下茅房，上赶着找死啊！哼，不急，本宫这就送你归西。皇上，冷妃娘娘求见。不见。冷妃娘娘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您。她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江北宇想晾他一会儿，批完手上的折子再说。可一想到昨晚不见他，又感觉心烦意乱。让他进来。不一会儿，冷清清从门外施施然地走了进来。你有何事见朕？臣妾说过，臣妾当初是被人陷害才被皇上打入冷宫的，现在臣妾已经找到能够自证清白的证据了。你能有何证据？那是自然。什么证据？秦婉朝他走去，回想起昨晚，他警铃大作，立即道：你这是要干嘛？把证据呈给皇上看啊，这份证据需要皇上亲眼过目。他走到江北宇的书桌前，淡定地把按下视频播放键的手机放到江北宇面前。皇上且看。喜嫔？若非要维护君主威仪，只怕他要跳到龙椅上来了。他为何会出现在这个盒子里面？这是一个能实现情景再现的宝物。毕竟这狗皇帝之前也没接触过手机，可能会质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秦婉决定当着他的面再跟他演示一遍，他能够把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一遍。他说着，打开了重新录制视频的按钮，切换到了自拍模式，凑到江北宇身侧开始录制。那就比如现在，他将镜头对准他和江北宇，捏着手指比了一个爱心，眨了眨一只眼睛，说了句：皇上，臣妾爱你哦。点击录制完成，再将视频回放给他看。江北宇居然在那个盒子里也看到了自己。江北宇一脸见了鬼的表情，指着那个手机怒斥：妖物，摄走了朕的精魂！秦婉忍住不笑，这跟清朝人第一次照相的反应一模一样。哎呀，愚昧的古人哟！皇上不必惊慌，这只是一个能记录发生过的事情的小物件而已，对皇上的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皇上刚才也看见了，只要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都能被这个东西记录和重现。现在我们来看喜嫔自己说的话吧。他又切回了上一段视频，镜头怼着喜嫔那张大脸。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也不必装了。你想来冷宫啊？当年是我推你下湖的吗？成全你。视频有几分钟，怕他看着没耐心，他直接快进到最后。你就是个蠢货，你就是个蠢货，还想伺候皇上？你还想伺候皇上？你不配，你不配。实话告诉你，我自己跳下去的，是我自己跳下去的。那又如何？你有证据证明？你有证据证明吗？是我自己跳下去的吗？你有办法从冷宫出去？你有办法从冷宫出去吗？你这个位置，迟早就是我的。江北宇的脸色从原本的不屑到错愕意外，再到最后狠狠地沉了下来。他把完整的视频又看了一遍，下颌的线条明显紧绷了起来，脸色漆黑的像块炭。那你就这样一声不吭的在冷宫待了那么久？秦婉心想，那还不是因为冷清清太脆皮了吗？嘿嘿，到那时候
大量北国士兵伤口感染，对方一定会投降来换取解药。那你想要和，那我们肯定要补偿啊，价格多少，我们来开。冷冽和江北宇对望了一眼，表情明显都在质疑。长矛沾上粪便，只要一点点伤口，就能让对方致命。对啊，反正在出征前往长矛上抹一点粪便，也就是随手的事情。哥哥可以让大家伙试试看，就知道效果了。荒唐，怎能在出征前干这种事？说出去，怕是要笑掉人大牙。既然此事鲜为人知，你又如何知晓？臣妾在冷宫将近1年时间，闲来无事就每日翻阅古籍。反正穿越女不都是这么回答吗？害怕他让他拿出看的是哪本书，他赶紧又说：哦，这是我偶然翻到的，哪本书上看的忘记了。荒唐，你以为打仗是在过家家？冷冽害怕皇上发火治罪，连忙制止了。江北宇眸光深邃，他看了眼他手上拿着的方才那个黑色盒子，不知道在想什么。须臾对冷冽开口：冷将军试试吧。冷冽意外，秦婉也有些意外。只是若此方法奏效，对方也用这个方法来对付我们，又当如何呢？哎呀，没事儿，我知道破解之法，但我建议不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那就这样办吧。冷冽看了眼秦婉，不知道说什么，最终还是说了句是之后，冷冽离开，秦婉也回了招台宫。这狗皇帝效率可是真快，下午的时候他就接到圣旨，称皇上已查明先前他谋害喜嫔一事是被人构陷，让他即日搬回荣华殿，接着召见了喜嫔。整个后宫大为震惊。奴婢参见娘娘，恭喜娘娘回宫。平身，都起来吧。他目光扫过眼前的宫人们，不忘先立个威。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大家相处起来可以随意一点，愿意把这当成家，跟本宫一条心的，本宫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但要想吃里扒外的，本宫不但能把你的锅砸了，还能把你的牙打了。听到了吗？听到了。行了，都各自去忙吧。正当秦婉美滋滋喝着珍珠奶茶时，听到门外下人唱道：皇上驾到！什么？这家伙怎么又来了？皇上，您又来啦。哟，你貌似不是很欢迎朕呢。那可不是吗？没有，皇上，您大老远过来我这儿辛苦了，这是我刚买的珍珠奶茶，您尝尝。我给南哥也买2杯。朕过来是有一事要问你。何事啊？朕想问问，你那黑色的盒子究竟是何物？宝物。此宝物从何而来呢？江北宇深邃中带着探寻的眸光望着他。他只看到了此宝物在军事上的重要价值，可以瞬间记录下场景，这样两军对战时只要在高处拍下一张画，那对方的布局防守一目了然，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臣妾不偷不抢，此宝物是臣妾偶然所得，皇上为何要用这种眼神看着臣妾？朕只是好奇，你先前一直在冷宫，又从哪里偶然所得这件宝物呢？是臣妾的陪嫁，先前皇上从来不关心臣妾，也从来不爱护臣妾，视臣妾于无物，又怎么会了解呢？江北宇一噎，竟无从反驳。那朕长话短说，
你那宝物可否借朕观想一阵？不行。秦婉拒绝得很干脆，里面都是他的隐私，还存了不少18禁，怎么可能给他看？他疯了吗？朕是想找一些手脚伶俐的能工巧匠，研制出类似的宝物。既然要研制，肯定要拆开，万一弄坏了怎么办？他才不会相信凭古代的技术和那些工匠的能力可以研制出一模一样的来。朕可以给你赏赐，你想要什么尽管提。臣妾不要赏赐。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是朕能满足你的，你都可以提。咦，这狗皇帝该不会想卖身吧？咦，退！反正这手机是不可能给他的，坚决不能给。皇上，不要再逼臣妾了好不好？这样东西对臣妾也很重要。君子不夺人所爱，相信皇上不是那种仗着身份掠夺的人，对吗？看着他害怕东西被抢走，委屈又可怜的模样，江北宇一下子就觉得他真该死啊！一个男人怎么能对自己女人的东西动心思呢？哭什么？朕不要了，朕就是提一嘴，你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就算了，哪里会逼你？皇上最好了呢。行了，朕走了。不知为何，看着他失落离开的背影，秦婉竟有一点点难过。这样难过的心情只是一闪而过，他劝说自己别圣母。毕竟这个东西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他也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到回去的方法。这里虽然新奇有趣，当做旅游玩玩还好，他可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接下来他要想办法去他寝宫里连 WiFi， 看看能不能和原来世界取得联系。今天就算了，太累了，还是歇会儿吧。皇上，后宫传闻冷妃娘娘的宫殿里闹鬼，娘娘们请求找个道士去荣华殿看看。朗朗乾坤，朝朝日月，这世界上哪来的鬼啊？其实他已经问过了小花生和小桂圆，发出声音的正是他那宝物，就是那个扁扁的奇怪的黑盒子。既然那个盒子能实现情景再现，想来是他从前听曲的时候录下来的，能发出唱歌的声音也不奇怪。是。这一处就是皇上的寝殿了。终于到了。秦婉拿出手机开始搜索信号，然而却没有。应该就是在这附近了。他往几个方向都试了一下，顺着信号感应最强的地方挪动着。我去，连上了！我去，狗皇帝！来！眼见着男人要喊人了，他下意识的就凑上去，直接堵住了他的嘴。他翻车就翻车了，必须为冷影争取逃跑的时间，别害得他也被抓了。他可不是猪队友。他将头套和脸上的面罩一拉。皇上，是我呀！冷妃。毕竟屋顶被踩破了，这么大的动静，担心刺客入寝，齐公公还是带着一干侍卫破门而入。但他们冲进来，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公公，没事儿，我找皇上有点事情。齐公公看了眼皇上，觉得眼前的画面实在非礼勿视，立刻又带着侍卫们离开了。门重新被关上，冷清清略微松了口气。
冷清清，你最好找朕有事。臣妾。秦婉根本不敢看他，更不敢低头，因为那浴桶里只漂浮着一些花瓣和薄荷叶，底下的东西若隐若现。都怪臣妾过于思慕皇上，没见到皇上，臣妾一口饭也没吃，一口水都喝不下。本想偷偷看皇上一眼，就看一眼就走，岂料这屋顶的瓦片质量太差，臣妾居然掉下来了。这就是你说的有事？这当然不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是过来连 WiFi 想办法回去的嘛。啊，等等，他的手机！要死了要死了，别进水了！他连忙在浴桶里捞啊捞，忽然抓到坚硬一物，看见男人的脸色更黑了。冷清清！他连忙松手。啊，皇上，臣妾不是故意的，臣妾的宝物不见了。说清楚，你闯入朕的寝宫，目的是什么？不说清楚，朕就把你的宝物丢出去。臣妾真的好想你嘛，又不敢打扰你。皇上今天没翻臣妾的牌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翻臣妾的牌子。你不来见臣妾，臣妾只能偷偷来看你嘛。你说的见朕，就是来房顶偷窥朕洗澡？谁知道你在洗澡啊？再说了，我是你的妃子，偷窥你又怎么了嘛？你走开，你都要把朕的腿压断了。秦婉这才发现，原来刚才一直坐在他腿上，连忙往后退了退。男人耳尖微红，脸上浮过一抹不自在，似在思索。真的是因为想朕？他点头如捣蒜，他这才把他的手机还给他。看够了吗？穿上衣服滚回去。谢皇上。现在什么时辰了？回皇上，申时一刻了。难怪朕肚子都有些饿了。皇上，御膳房采购了些新式小食，您尝尝。对了，冷妃现在在干嘛？这个时间，娘娘应该在御花园遛狗呢。江北雨忽的一下起身。皇上要去御花园找冷妃娘娘。谁去找她呀？朕是去看看朕在御花园里养的几株名贵牡丹，别被狗给刨了。这时秦婉正牵着狗在慢跑着，却不知暗处一个小太监看到那一人一狗的身影徐徐靠近，一边给白雕喂食，一边把白雕往路这边引来。秦婉听到一声雕鸣，抬起头看到不远处那只雕的时候，揉了揉眼睛。哎，看过《神雕侠侣》吗？对，没错，就是像里面杨过身边的那只雕一样大。它收起了翅膀，大摇大摆的像个人一样的在走路。啊，雄霸，快躲开！敢欺负我的雄霸，看老娘不揍死你！臭雕，我管你主人是谁，以后见到老娘乖一点，不然就把你炖了吃掉，听见了没啊？你这么肥，应该够炖好几锅了吧？朕的宠物，你欺负够了没啊？啊，原来这是皇上的宠物啊！失敬失敬。他落落大方的起身，张开手，手上几根羽毛随之散落在地。你就这样欺负朕的雕？是他欺负臣妾的狗在先的，
臣妾方才在遛狗，没有招惹任何人，是这只雕大老远的飞过来，就要啄臣妾的狗。臣妾这是正当防卫，相信在场只要长眼睛的都能看到。你的意思是朕没长眼睛？是朕在冤枉你吗？没有啊，臣妾只是客观表述了一下事实。当然，如果皇上想要抛开事实不谈，不讲道理，想要责罚臣妾欺负了你的雕，那便想怎么罚就怎么罚吧。哼，朕要罚你就是朕不讲道理。冷妃，你是懂得给朕定罪的，你哥都不敢这样跟朕说话。那我哥还不敢给皇上示警呢，我怎么敢？江北雨虽然怒斥着他，可他眼见着他耳尖一红，脸上露出一抹不自在。罢了，算朕倒霉。既然你已经教训过这个畜生，那么这畜生的过错也就此抵消，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但是他看了眼他那只傻雕，既然你已经知道这是朕的雕，那以后就不许再欺负他了，听到没？当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雕也一样。听到主人居然不罚他，白雕猛地摇头，又往前朝他走了2步，用翅膀捋了捋他的袖子，呜呜呜地撒着娇，眼睛里鼓了一大包泪，想让他给他出气。江北雨直接把这个现眼包一推。今日是谁负责伺候小白的？重打20大板子。皇上，是齐妃娘娘叫奴才这么做的，奴才不做，就要把奴才的妹妹卖到青楼。齐妃？你有何证据证明是齐妃指使？小太监摇了摇头，不过是一件小事儿，臣妾和皇上都没什么损失。皇上平日里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就不必为了此事费心了。想不到冷妃竟然如此大度。哼，不过一码归一码，朕最讨厌这种在背后搞小动作，把后宫搅得乌烟瘴气的人。更何况他利用的还是朕的爱宠。此事朕会查下去。爱妃今日受惊了，早点回去歇息吧。到底会是谁呢？不行，你不能进去，我们娘娘还没起呢。哼，你骗谁呢？这个点儿，驴都拉完3盘磨了，猪也满窝打滚了，怎么可能还没睡醒呢？哎，我说本宫起得晚，也没吃你家大米，犯不着人身攻击吧？齐妃朝他看了过来，见他神色倦懒，青丝松散，身上穿着寝衣，的确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出逃！掌嘴！掌谁？你自己。哦。出逃真的打了自己2个耳刮子，很干脆。这样可以了吗？你有事儿吗？昨天的事，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不是我没那么无聊。这件事儿是皇上在查，你不用跟我解释。你我2人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我也不想你被有心之人利用，挑起我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我还是特意过来给你解释一声。我最讨厌被人误会。放心，我没那么傻。秦婉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同了，他挺喜欢他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而且他这种谁都看不起的样子也蛮酷的。你相信我？就算不是你，那也是和你有关，而且我相信你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证据。我去洗漱了。是夜，月黑风高，秦婉换上了一套小太监的衣服，借着夜色的掩映，她悄悄潜入了狗皇帝的寝殿。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花50两银子的巨款买通了当晚当值的一个小太监青丘，条件就是替他当1个时辰的值。寝殿安安静静的，狗皇帝还没来，不过寝殿里当值的太监还是笔直的站岗。秦婉见没人注意，偷偷从袖子里摸出了手机，解锁屏幕，他看见了一下子跳出的 WiFi 图标，网络自动连上了。他激动的手指蓦地一颤抖，马上点开了绿色的某信图标。他下意识的自然是第一个联系他的冤种闺蜜马叔叔。救命啊！他摁下发送键，那条消息在不停地转圈圈。难道是网络不好？他等了将近1分钟，那个圈圈还在不停地转。他又打开了抖音，奇怪的是，视频播放流畅，一个又一个视频刷过去，视频不见卡顿，可是切回某信页面，那条消息仍然没有发出去。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难道这个空间有结界，不让他和原世界取得联系？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他的眸子一直盯着他的手机屏幕，这时候发现屏幕上原本一直定格的那个时间显示分针的地方突然翻了一页。我去！他手机上的时间从这些天来一直定格着的21点30分变成了21点31分。原来他手机上的时间是会变的。他从来这边到现在差不多过了12天，也就是说，这个时空里的12天相当于原世界的1分钟。正想着，他听到门外一阵声音传来，往外一瞥，只见10几个提着灯笼的工人簇拥着一道明黄色的身影走进了寝殿。来福。皇上，来福今日身体不适，当值的是青丘。叫他过来。上去伺候皇上洗脚。他就是个倒霉鬼，这狗皇帝怎么就指了他去伺候脱靴呢？小太监正抬着他的脚泡进水里，而他忽然一眼瞥见小太监一双白嫩睾腕上带着一个似曾相识的银镯。抬起头来。秦婉心头10000只草泥马呼啸而过，这不得完犊子呀！嘿嘿嘿，皇上，又是臣妾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怎么又是你？因为臣妾又想皇上了，见不着皇上，臣妾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在怀疑朕的智商吗？既然想念朕，为何大白天不见你人影？你分明可以正大光明的来找朕，比如过来给朕送一点点心或者茶，再或者你亲手做的绣品，你为何非要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出现在朕的寝殿呢？他越说越生气，越说越觉得他的话难以信服。如果朕信你，你就会把朕当成傻子，一次次把朕玩弄于股掌之上。说，你偷偷潜入朕的寝殿，到底有什么目的？秦婉都要哭出来了，他的目的就是连 WiFi 求救，找方法回去啊。臣妾的目的已经说了，皇上信不信随意。朕说了，朕不信。那就把臣妾杀了呀，杀了臣妾，一了百了。你以为你只代表你自己吗，冷清清？一旦你有问题，你的兄长、父亲，你的全部族人都要陪你去死，你知道吗？臣妾就是没问题，所以才不用担心。
皇上生气了，或者看臣妾不顺眼，这没什么，总不至于因为臣妾过分思念皇上而潜入了皇上的寝殿，就把臣妾的全族都杀了吧？你还不老实？都怪朕从前太过善良，对你太过于信任纵容，才让你一次次的肆意妄为。哼，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身为后宫妃嫔，更应当遵守宫规。就算你没有什么，妃嫔私自潜入皇帝寝宫也是罪。来人，把冷妃押下去，禁足。没有朕的命令，谁都无法探视。秦婉什么话都没说，脸上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这样任由侍卫架起他拖了出去。江北宇望着他被拖走的身影，凤眸眯起，胸膛起伏了一下。他也不愿意相信他别有目的，希望这一切如他所言，是思念他才扮成小太监偷偷潜入他的寝殿。但是现在是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他哥又是将军，他不得不这么做。万一他真是细作，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只能暂时将他软禁，阻断他与任何人的一切交流。此事需不需要汇报给将军，让他想办法救你？不必，我这还算凑合，我哥他打仗了，别打扰他。哎，这事儿你千万别跟我哥说，等他打完仗回来再说吧。那您想吃什么？明日属下再给您去御膳房偷。对了，明日给我偷个酱肘子来，炸鸡有点腻了，吃了嘴巴干。有水果的话给我来几个，橘子就好了，不用洗，挑大的啊。冷影嗯了一声就消失了。有人来了。江北宇在书房批完折子，正打算入寝，在路上瞥见角落的那间屋子里散发着暗淡的橘色光线。3天了，这女人被关在这里面一声不吭。他让暗无伤底下的暗卫去查过，没有查出冷家上下和来往的人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难道真的只是误会？推门进去，他隐约闻到空气中有炸鸡的味道。身后藏着什么？没什么。你要想从这里出去，就跟朕说实话。不出去了，这里也挺好的，冬暖夏凉。什么？啊？臣妾说什么你都不信，不出去了。臣妾从来没有害过皇上，也从来没有做任何出卖江国、对江国不利的事儿，无愧于心。既然皇上认为臣妾偷偷潜入皇上寝宫有违宫规，该罚，那罚便罚了。男人徐徐伏下了身子，伸手随意捻掉了他粉腮上的小渣渣。那你嘴边的又是何物？出其不意，他长臂一伸，伸到了秦婉的身后。这是什么？这是臣妾给皇上绣的香囊。上次皇上说臣妾应该给皇上送臣妾亲手做的绣品，而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跑来看皇上，臣妾就绣了。这里光线不好，臣妾绣得慢，还经常扎到手。原本想等绣完再交给皇上，没想到居然被皇上发现了。说话时他一直低着头，声音小小的酿着委屈。江北宇感觉到胸口一震，违心地说：绣得很好，只是你绣给朕的，为什么要在上面绣一条虫呢？啊，皇上，这是一条龙啊。这龙？
你秀完再给朕吧。嗯。嘿，小样，这还拿不下你啊？等明日，朕派人送几盏亮些的灯来。今日天晚了，你早点休息吧。他点点头，他一起身，正要离开。皇上，臣妾想吃大西瓜，想吃酱肘子。男人没有说话。第二日一上午，秦婉就如愿以偿地吃到了冰镇的大西瓜、酱肘子，却不知他正美美啃着大肘子的时候，几个后宫妃嫔又在集会了。哎呀，那狐狸精也有翻车的时候啊，真是活该。还是姐姐英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的意思啊，是之前姐姐就预测过，那个女人很快就会失宠，变得啥也不是。姐姐啊，真是英明。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冷妃之所以被皇上责罚，是因为偷偷潜入了皇上的寝殿。这件事情嘛，可大可小。往大了说，他可能在窃取机密，整个冷家都能被他拖下水。往小了说，这就是帝妃情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在朝中推波助澜，弹劾冷将军通敌，才能有机会彻底将他钉死。可是光弹劾有什么用啊？没有证据啊。哼，弹劾就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刀。冷将军如若战败，不就坐实了罪名？那万一冷将军没有战败呢？看来你们对朝政时局是一点也不关心呀。此番北国采用了新锐兵器，锐不可当，锋利无比。冷将军拿着我们的老式兵器去跟人家拼，那堆破铜烂铁怎么可能会赢？秦婉吃了酱肘子和大西瓜，打了个饱嗝。这时候看着大门忽然打开了。这时鱼贯走进一群工人，搬进了一张软榻、书桌、书架，几盏明亮的灯，绿植摆件，甚至连雄霸也给他牵过来了。由于你的兄长是将军，现在时局敏感，你潜入朕的寝宫容易惹人猜疑，所以在与北国一战结束前，朕只能把你安排在这儿。这门外有朕的人看守，除了朕，隔绝了你和任何人的交流，这样是保全你和冷家的方法，你明白吗？秦婉点了点头。朕每日都会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朕说。嘿，皇上，你人还怪好的嘞。别贫。他看了眼桌子，上面是空荡荡的大盘子，他有些意外，因为那酱肘子起码有2斤。都吃了。吃啊。西瓜甜吗？甜。看着他毛茸茸的脑袋和有点傻乎乎的样子，他伸手抓了抓他的脑袋。朕走了。这狗皇帝走是走了，黄昏的时候又来了。朕来问问你，还有什么需求吗？皇上，雄霸是大型犬，每天都需要人遛一遛的，可否找个人帮臣妾遛一下？给朕吧。鹿雄赳赳气昂昂，那只白雕看见了，直接气得哇呜了一声，一头扎进了树丛里。皇上，臣听闻冷将军与敌国将军李治在战场上耳语，之后我们就无故退兵。原本那一仗我们胜利在望，这突然退兵，也不知是何缘由。是啊，自冷将军出征以来，师弟一直久攻不下，好不容易才看到胜利的曙光，这个制胜的机会却被冷将军轻易丢弃了，导致我方士气低落，
希望冷将军能给一个说法。就是啊，臣还听闻这冷将军的妹妹冷妃还曾偷偷潜入皇上的寝殿，也不知是不是在帮他兄长窃取什么机密，让人不得不怀疑啊。哼，朕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朕的后宫之事，诸位都如此了如指掌了。一双冷锐的眸子划过诸臣，不怒而自威。冷妃替他兄长窃取情报，不瞒诸位，朕与冷妃情感甚笃，所以冷妃近日一直居住在朕的长青殿，从未出去过。除了朕，她也没有接触到任何人，根本没有传递情报的机会。至于冷将军是否通敌，朕相信冷将军自有他的战术，他会用战功给大家一个答案。现在说什么都言之过早，结果如何，大家拭目以待。在这一战结束前，朕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冷将军的弹劾。诸位，还有其他事要奏吗？几位大臣暗中交换了一下眼色，有皇上这句话，他们就放心了。冷妃，哎呀，不是说一天来看一次吗？怎么他一天往这跑个17、8趟啊？皇上，皇上下朝啦，累不累啊？有茶吗？秦婉是没有喝茶叶的习惯的，不过喜爱喝果茶。茶壶里刚好泡着他起来后泡的金桔柠檬茶，就给他倒了一杯。江北雨接了过来。凉的？怎么这么酸呢？古有勾践卧薪尝胆，如今臣妾关在这小黑屋之中，就每日喝些酸的自省。你啃大肘子和吃西瓜的时候也在自省吗？皇上，臣妾自省归自省，饭总归是要吃的呀。有道理。余光瞟见他书桌上的正字，在练字。臣妾在记录呢。今日是臣妾被皇上关在这小黑屋的第5天。想出去？秦婉没说话，继续搓着自己的裙带子。不过从他黯然的神色和根根垂敛的长睫就知道答案了，心头猝不及防地涌上一阵心疼。这丫头傻傻的，当初被人陷害，被他打入冷宫，也是这样闷声不吭地数着日子过。怎么样，后悔吗？秦婉是只见识过现代绿茶是怎么把直男们迷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的，在后宫生存，要想混得好，自然要效仿一二。不后悔，臣妾怎么会后悔呢？臣妾只知道想皇上了，臣妾就来了，身体已经代替臣妾做了决定，臣妾只怕到下一次，臣妾还是会这样做。话音刚落，忽然被男人猛地拉进怀里。除了自己妹妹小时候外，江北雨其实还没有主动抱过女人，所以动作有点生硬，但抱到她时居然有种踏实的感觉。下次你直接过来，不用偷偷摸摸的。你是朕的妃子，来看望朕，天经地义。最后多说一句，瓜子6万6就能买宝马，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哎呀妈呀，这果然好使啊！直男对柔柔弱弱的绿茶果然毫无抵抗力。其实要是搁他自己，对方关了他，还来了句后悔吗？他早就一个大背兜子伺候上了。皇上，该去处理正事了吧？别在臣妾这里浪费太多时间。绿茶技能用过了，接下来就要开启贤妃模式，让皇上觉得自己识大体。果然，男人大为所动，深深凝了他一眼。那朕先去书房批折子了。
爱妃。再次见到冷清清的时候，江北宇眼眸里满是炽热。秦婉已经回到舒舒服服的荣华殿，一旁宫女摇着扇，而她正在剥着一颗新鲜的冰镇荔枝。多亏你的计策，现在江国大败，正在与我们和谈。哦，所以皇上想到要讹点对方什么了吗？这个朕到时候再与众臣商议。爱妃想要什么奖赏？臣妾的奖赏不重要。如此大功，朕肯定要赏的。既然爱妃如此谦虚，那朕就随便赏些了。接着一队宫人鱼贯而入，每个手上端着的托盘里都盛着宝贝。秦婉斜睨了一眼，看到打头的是一盘胖胖的小金元宝，一盘小银元宝，古董花瓶、玉器、金钗、手镯。秦婉当即就忍不住咧嘴笑了。还有一事，就是爱妃可知道如何调配出解药？这个臣妾自然知道，就是这道工序复杂，需要3-5日的时间。可以，双方正在谈判，我们刚好趁这个时间准备解药。除此之外，臣妾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什么条件啊？臣妾今晚想去皇上寝殿。嗡的一下，闻言江北宇的耳朵一下就红了。你成何体统？最后4个字的声音很小，竟带着几分宠溺。你想来便来吧。秦婉一脸蒙圈，这货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他只是想不用偷偷摸摸的，想要光明正大的去他的寝殿连他家客厅的 WiFi 呀。上回刚刚连上，还没琢磨明白呢，就被他点过去洗脚了，然后翻车，直接小黑屋里11日游了。哎，不管了，反正这狗皇帝给妃嫔翻牌也是被迫营业，只要他不主动，绝对无事发生。什么时辰了？皇上，戌时2刻了。直到亥时，忽然听见门推开的声音，几个宫人喊了句娘娘，秦婉款款而入。而秦婉竟随身带了个小马扎，直接在他床头放下，坐了下来。你这是为何？皇上，您睡您的，借宝地一用，臣妾一会儿就回去，不打扰您。你不是来侍寝的？不是啊，臣妾只说今天晚上要来皇上寝殿，何时说过要侍寝？他解锁手机，发现 WiFi 自动连上了。其实他也不想坐在他床头，可谁叫这信号最好呢？江北宇感觉到困惑，并大为不解，感觉像是被耍了一样。可一看那女人捧着那黑色的盒子，已经聚精会神，投入的鼓捣起来了。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差一点到亥时2刻。他看了一下某信，之前的消息居然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出去了。不过过去了12天，依然没有收到闺蜜的回复。他点开了短视频平台，网络流畅，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刷视频，然后打开搜索引擎，发现也可以正常的搜索。为了避免之前的记忆有疏漏，他再次搜索了一下青霉素的提取方法，将步骤截屏保存到相册，之后返回了主屏幕。他紧紧盯着上面的时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外面传来打更的声音，这一次他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显示时间的地方跳动了，又翻过了一页，从这些天来一直定格着的21点31分，又变成了21点32分。这下他确定了，这2个世界虽然共享着一个空间，
但是时间换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12天相当于他现代世界里的1分钟。秦婉，好端端的，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穿越了。我穿越到我家客厅的画里了，这里和我家客厅共享一个空间，12天相当于现实世界的1分钟。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去，帮我想办法。现在第一时间去我家客厅，救我！发完这些消息，她略微松了口气。不管闺蜜有没有办法，这件事儿总算是对人说出去了，心里会好受一些。而且闺蜜也是高学历高智商的白富美，现在又多了一个人帮她想办法。闺蜜跟她住在同一个别墅小区，就在旁边隔着几栋，最快3分钟就能到她家了。而且她给她录过人脸识别系统，可以直接进来。也就是说，她也只需要再等36天，就能等到闺蜜到她家客厅救她。说不定闺蜜能发现异常，帮她找到破解之法。她那边正在慷慨激昂地给闺蜜发着求救短信，没发现旁边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正在审视着她。你在做什么？为何你那黑盒子还能发出奇怪的声响？臣妾在刷视频呢。反正来都来了，不如刷会儿视频再回去，这段时间可闷死她了。可好死不死，这个视频刚好是一个敞着上身的肌肉美男，还白白净净的，真好看呢，一看就是他的菜。冷清清，别人没有冤枉你，你果然偷藏别的男人的画像，在朕的面前你还在看这种不干不净的东西。没有啊，皇上，这是人家发的，这人我都不认识啊。视频一下就划走了，下个视频是美食，他松了口气。人家发的是什么意思？你上来。他只能上来，坐在他身边。那只握着手机的手被他的那只大掌缚住了。他模仿着他刚才的样子，用大拇指在屏幕上轻轻一划。下一个视频是：家人们，谁懂啊？家人？谁跟你是家人？大胆！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看了几个视频后，他忍不住开口：你这黑色的小盒子还挺别致的，有趣儿。为何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人在里面？这就是那个宝物别致的地方了，就像一个天眼一样，让你足不出户可以看到这世间千奇百怪的地方，并且都是随机出现的。刚才那个也是，臣妾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男人。江北宇勉强相信了他的说辞，一个一个视频刷下去，看得入了迷。而他看着看着，秦婉发现他不知不觉被他圈到了怀里去了。他衣袂里散发着身上沐浴过的淡淡暖香，而透着松松垮垮系着的锦衣素带。秦婉发现狗皇帝的身材和肌肉好像比刚才看到的男菩萨还要白皙漂亮。正想着，那身漂亮的肌肉就在眼前，在那身单薄的秋香色锦衣里，像一只钩子一样勾着他。朦胧最美呀，脑袋里刹那涌上一抹邪念，他差点就要把手从那个缝里伸进去了，想要摸一摸，可一瞬间又克制住了。好了，皇上，时候不早了，臣妾该回去了。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呢，还是早点休息吧。你回去？你今日不睡在这里吗？皇上，臣妾明日还要研制解药呢，任务艰巨，也要回去好好歇歇了。那臣妾就先告退了。紧接着他就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他的寝殿。嘿，
玩的就是一个欲擒故纵。回到寝殿，秦婉就给自己定了个闹钟。明日的确是要早起了，研制盘尼西林需要几日的时间。江北宇觉得自己有点走火入魔了，无论是上早朝的时候，还是批奏折的时候，脑子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天晚上把玩那个黑色盒子时听到的各种声音。他很喜欢那天晚上搂着他，用那个黑色盒子看尽世间万物的感觉。后来他去荣华殿找了他几次，得知他在闭关炼药，又折了回去。北国使节与我们谈判，他们愿意对江国支付赔款，但要我们提供解药配方。给他们解药已经够仁慈的了，还想要解药配方？不好意思，那是另外的价钱。哦，那你打算给他们开什么价钱？啊，臣妾只是顺嘴一说，皇上您可千万不能答应啊！他们现在问我们要配方，就是担心我们下次再用这种方式来治他们，说明他们死性不改啊，仍然想要侵略我们。我们只要把这配方牢牢掌握在手里，这就是一个筹码，对方也会因此而忌惮我们，而这份忌惮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所以皇上，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想法，但是对方态度坚决，一定要我们将配方一起给他们，才答应立即支付赔款。那就解药也不给了。放心，他们等不起，中毒的又不是我们的士兵，我们陪他耗。江北宇望着秦婉，眸中闪过欣赏的亮光，对冷冽说：就按他的意思办。是。本将军听闻，在本将军在沙场杀敌的时候，有人弹劾本将军通敌，是谁？本将军跟你们有话要聊。朕记性不好，当初是谁弹劾冷将军的，都自己站出来吧。几个武将一个个把头低着，一声都不敢吭，谁也不敢站出来。看来都是些没种的。当初弹劾本将军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能说，现在呢，都哑巴了。别以为你们一个个躲着不吭声就能逃过一劫。今日我带着金条来，就是来抽你们大嘴巴子的。抽完了你们，我再跟皇上负荆请罪。冷冽，这是朝堂，朝堂之上岂容你放肆？本将军今日就放肆了这一回又如何？本将军有战功，可以将功抵罪。你们呢？你当初污蔑过本将军的，今天抽定你们了，一个个都别想跑。冷冽啊，在朝堂上用金条抽人，的确有些不妥。这样，你们就各自掌嘴5下，就算是给冷将军赔罪吧。都愣着干嘛呢？非要等到冷将军用金条抽你们吗？很快，扇巴掌的声音在朝堂之上此起彼伏。冷将军，这个赔礼你满意吗？一个个的都没吃饱饭没力气吗？再来5个。最后多说一句，瓜子6万6就能买宝马，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冷将军到。青青，这一回多亏了你的妙计，才能这么快取得胜利，否则这一仗一定打得艰难。这次胜仗，朝廷给了许多赏赐，这些裙子都是哥哥的心意。啊，这也太多了吧，穿不完，根本穿不完啊！还有这些荔枝，啊，你自己吃啊。我留了半筐泡酒，剩下的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爱吃多吃些。望着他宠溺的眼神，秦婉心里涌上一阵感动。难道这就是有哥哥宠的感觉吗？那就谢谢哥哥啦。哥哥就先回去了，你一个人在宫里好好照顾自己。要是皇上欺负了你，写信给哥哥。知道了。
江北宇正在批折子，看到工人抬进的一筐荔枝，有些奇怪。以往都是别国有蔬菜瓜果进贡，他赏赐到各宫，这还是头一次有妃嫔反送他东西的。那女子又在以这种方式引起他的注意，不就是想让他翻他牌子吗？居然拿荔枝来贿赂他，哼，他才不上当呢。娘娘，恭喜您，今晚皇上又翻您的牌子了。齐妃的神色羡慕，有些落寞。哎呀，这狗皇帝又翻牌子干嘛呀？哎呀，罢了，就当去蹭个网吧。既然你晚上要伺候皇上，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不急，晚上留在这儿吃个饭吧。吃完饭我们去遛狗。冷妃总是特立独行，别人都是抬过来，你要做不撵。天太热了，臣妾不想像个卷饼一样裹在被子里，再捂出一身汗，怕熏着皇上。皇上建议的话，就翻其他姐妹的牌子吧。你让朕翻别人的牌子，你在教朕做事？哼，朕就翻你的，怎么了？没什么，谁叫您是皇上呢？接着推着他朝里面去一点，准备坐下来。臣妾知道皇上其实不喜欢翻牌子，翻臣妾的牌子是因为跟臣妾在一起比较轻松，是吗？还没等他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就在他的身边挨着他坐了下来。臣妾可以跟皇上约法三章。什么约法三章？很简单。哎呀，大家都别装了，臣妾知道皇上并不爱臣妾，也不爱这宫里的任何一个人，每次翻牌都是迫不得已。这是他从冷饮这里得到的消息，说这皇上很少翻牌，之前翻牌之后都是熄了灯，让侍卫代替，然后再服下避子汤，或者直接用迷香让嫔妃一觉睡过去。这件事情鲜为人知，但刚好那个侍卫是冷饮的同门师兄弟，一日酒后不小心对他道出的。或许皇上心中另有所爱，打算为他守身如玉，又或许皇上是还未遇到真正喜欢的女子，不想随随便便的与后宫妃嫔们合房，却又碍于这个身份迫不得已。江北宇神色微妙，那么臣妾可以和皇上合作。皇上呢翻臣妾的牌子，臣妾可以给皇上做掩护，臣妾来皇上的寝宫，皇上也不用跟臣妾虚与委蛇，大家各玩各的，如何？江北宇有些好笑。各玩各的？哼，那你的意思是，其实你不爱朕，也不想侍寝？秦婉感觉到周围的气压瞬间低了下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让他的小心脏瞬间抽紧了。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伴君如伴虎。臣妾爱啊，臣妾年少之时就对皇上一见倾心，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又怎么会不爱皇上呢？但是臣妾明白，爱是相互的，爱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他偷偷观察他的神色，所以臣妾愿意等到皇上也爱上臣妾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就算皇上翻了臣妾的牌子，臣妾也不会逼迫皇上跟臣妾。接着他拿出了手机，今后臣妾来这儿就玩这个黑色的盒子，皇上您可以看看书，随便做点什么事情，等到点了臣妾就回去，怎么样？那你就不能跟朕一起看这个黑色的盒子吗？那晚一起看的那个还怪有意思的。当然可以啊，只要不叫他侍寝，让他干什么都可以。
能够陪伴皇上，是臣妾的荣幸。果然，连古代皇帝也拒绝不了现代的短视频呢。江北雨目光悠悠地瞥了他一眼，心想：瞧他这没出息的样子，朕愿意陪他看个盒子，就开心成这样。趁这个空档，他迅速打开某信，瞟了一眼，上次给闺蜜发的消息已经成功发出，应该是已经朝她家赶了，只是还没收到回复。接着他若无其事地切回了某音。这小猫还挺可爱的。男人和上次一样，一手握住她娇软的小手，替她拿手机，伸开另一条手臂，随意地揽住了她。人肉靠枕，人肉手机支架，刷视频还不用他翻。哎呀呀呀 ，nice 啊！他靠在他怀里，看着看着，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四仰八叉的躺在龙榻上，身边已经空空如也。娘娘，您是皇上登基到现在啊，第一个在皇上寝殿留宿的娘娘呢。看样子啊，皇上是真的宠爱您呢。秦婉笑了笑，没说话。估计那狗皇帝昨晚自己也刷着刷着睡着了，不然肯定一脚把他踹下去。洗漱完毕，刚想走，又见几个工人端来了一盘盘点心。娘娘，这是皇上吩咐御膳房给您准备的早膳，吃了早膳您再走吧。秦婉一听又站住了，这可是长青殿提供的早膳呢，那可是皇上吃的早饭，他高低不得尝尝？一道道品尝完，得知皇上已经下朝了，直接去了御书房见大臣。他慢条斯理的拿着绢帕擦了擦嘴，又坐着步辇回宫了。正当他的步辇一摇一晃地抬过那条开满粉色蔷薇花的宫廷小道时，忽然停住了。竟敢挡本公主的道，你给我下来！眼前出现一个约莫17岁的美貌女子，穿着一袭奶橙色香云纱的连衣裙。原主关于此人的印象也浮上了脑海，原来此人是骄阳公主江北雨唯一的嫡妹江南歌。你没吃饱饭吗？步辇也不会抬。公主，不是奴才抬不稳，是刚刚有人用石子在奴才的膝盖上弹了一下。江南歌一看，果然那工人的小腿都流血了，当即就气愤地朝停在一旁的步辇上喊：冷青青，你给我下来！你叫本宫下来，本宫就下来，凭什么？觉得你年纪小，让你已经够给你脸了，按辈分你还应该叫我一声皇嫂呢，结果你非但没叫，还在本宫面前撒泼打滚。你皇兄把你送出宫，就是让你好好学习礼教的，这半年你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欺负我，我要告诉我皇兄，你死定了！哎呦，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你了？公主殿下，你要是有证据证明方才是我的人害你的人摔跤的，让我跪下来给你磕2个头都可以。可是要是你污蔑本宫，2日前朝堂上有过例子，随意污蔑别人的人可是要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子的。谁诬陷你了？不是，你才有鬼了！冷青青，你就是记恨我当初说你是癞蛤蟆，存了心想要报复我。告诉你，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会让你跪下磕头对我道歉的。说着，他也不顾摔疼的腿，直接气冲冲地朝御书房跑过去了。秦婉叹气，哎呀，这古代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
总有人想让他不好过。江南哥，你这么大个人都快要嫁人了，怎么还整天哭哭啼啼的？你说是他让你从布辇上摔下来的，你有证据吗？后面没有别人，一定是他。他就是记恨我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今天还骂我是狗。他骂你是狗？那他是怎么骂的？江南哥就把他刚才说的话学给他听了。嗨，你从前不是还骂过他癞蛤蟆吗？那他骂你是狗，不就扯平了？这不一样。那他摔我的是怎么说？他就是仗着皇兄你对他的宠爱，在宫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皇兄，你管管他。他说的有道理，他现在是你皇嫂，你应该尊敬他。你要说是他做的，就找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是他，那皇兄也不能仅凭你的一面之词就惩罚他吧？这是不是明显的吗？刚才就只有冷青青在场，不是他，那还有谁？这事情都过去了，刚才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我上哪找证据啊？皇兄，你这不明显的护短拉偏架。江南哥的心都要碎了。你就是护着他，哼！而江南哥跑开后，江北雨感觉到心头升腾起几缕微妙，有种别扭的感觉。他护着他。今日的早膳觉得如何？啊，好吃啊！是谁口口声声的说到点了就回去啊？昨日在朕的龙榻上睡得可香，朕的一脚上全是你流的口水。秦婉面色一窘，嘿切，跟谁爱睡似的。他这不就是一不小心睡着了吗？是臣妾说的，但是皇上的怀里太舒服了，臣妾一不小心就睡着了。下次皇上直接喊醒臣妾，臣妾就回去了。下次？看来你很期盼睡在朕的身边吗？他勾了勾唇角，下意识地伸手一揽，抬起了他的下颚，可脑子里电光火石地想起了江南哥那句：你就是护着他。又猛地将手缩了回去，脸上浮现一抹别扭。这狗皇帝又在发什么疯啊？朕过来是跟你说，北国答应了只拿解药，现在你研制的解药已经送过去了。哦，那皇上还有事儿吗？江北雨想说没事儿了，可看他一副想赶人的样子，思索了一瞬。朕听说今日你与南哥有一点摩擦。怎么，皇上这是来为你的妹妹主持公道了？难道皇上也认为是臣妾没事找事摔了他吗？没有，朕是想说，如果不是你，就应该好好注意周围。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多谢皇上提醒。虽然朕最近翻了你几次牌子，也来过你这几次，但别以为朕宠爱你。如果是你，朕绝不会护着你。哦，切，谁稀罕那狗皇帝？你不护着我，老娘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走了。江北雨说完，便转身离去。皇上，找臣妾何事啊？你那黑色的盒子能否借朕看看？路上无聊。啊，这路上也没信号呀。何为信号？就是秦婉挠了挠头，挠起了一撮呆毛。哎呀，这个黑色的盒子有个神奇之处，
就是只有在特定的地点才能使用。我们晚上看的东西，出了皇上寝宫就看不到了。你又在骗朕！我没骗你啊。秦婉坐在他身边，打开某音，果然显示没有网络。江北宇伸手划了划，发现划不动了，有些郁闷。为何在朕的寝宫才能使用啊？因为在你的寝宫才能连上我家客厅 WiFi 啊，笨蛋。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或许这个黑色的盒子和皇上有些渊源。江北宇眸色一暗，划过了些许的皎洁。哦，既然在朕的寝殿才可以用，那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宝物其实原本应该是属于朕的呢？啊，我呸呀！这货好不要脸啊！他眸底划过一抹笑意，本着想逗逗他玩的心态，他伸手直接把他手上的手机抢走了。秦婉一惊，连忙伸手想要抢回来，奈何他手长脚长，不自觉的整个人就跨坐在了他的身上。他身上穿的本就是轻薄的寝衣，领子还低，经过方才的争抢，又被拉扯下去了一些，露出了一片血软。男人的眸光幽深了一度，喉结滚动了一下。臣妾人都是皇上的，这个黑色的盒子四舍五入的确算是皇上的，只是皇上说过不会抢臣妾的东西的。皇上说过的，怎会介于自己女人的东西？哭什么？朕逗你玩的，那还给你。奈何他委屈的一双眸子水汪汪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不许哭，朕命令你不许哭，听到没有？冷青青，你不是从小就害怕骑马的吗？什么时候会骑马了？嘘。什么？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匹听我话不会摔我的马，你可别大声嚷嚷，把他给吓到了。江南哥一听来劲儿了，故意凑到马耳边吼了一嗓子。马受到了惊吓，扬起前蹄，而冷清清手上握着缰绳，稳稳地坐在马背上，岿然不动。看着他一脸的嘲弄，他就知道他上当了。冷清清，你敢与我赛马吗？如果你赢了我，那我对过去的一切既往不咎，并接受你成为我的嫂嫂。如果你输了，就要接受我的惩罚，让我抽你3鞭子，敢不敢？哼，我为何要与你比？你想与我比，我就要与你比吗？你都知道我从小害怕骑马，不擅长马术了，我跟你比，不是自取其辱吗？条件我刚才说了，只要你赢了我，我就心悦诚服的认你做我的皇嫂。输了，只要你接受惩罚，乖乖让我打3鞭子，过去的一切我也既往不咎。你虽是皇兄的妃子，但我也是皇兄唯一的嫡妹。我想你也不想与我不睦，让皇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吧。我赢了没奖赏，输了却要被你抽3鞭子，你不觉得这对我很不公平吗？你觉得你对我的态度对我来说很重要吗？那你想要什么？输了就要乖乖听嫂嫂话，这一路上都不许咋咋呼呼的找嫂嫂的麻烦，做得到吗？好，我答应你。现在比吗？秦婉默不作声，只是神情变得肃然。他拿出手机，打开相机，不断地将镜头往前拉近，再拉近，查看了一下前方的路况。须臾，他收了手机，开口说：“比。”看到前方那座亭子了没？待会儿
我倒数3个数就开始，谁先到亭子里，就算谁赢。好，3、2、1。2匹马儿绝尘而去，江南哥抢先了一步，秦婉紧跟而上。刚好他也好奇现代马术和古代马术的碰撞，哪个会赢呢？是谁教他这样骑马的？皮挺挺的坐着，跟个杆儿似的，丢人现眼。身为大将军的妹妹，居然连马都不会骑。秦婉现在用的是现代马术的标准姿势，因为古今的文化差异，古人不能理解也正常。不过他依然不慌不忙。又跑了一段路，此时原本一路高歌猛进、稳操胜券的江南哥，却突然猛地一拉缰绳，紧急把马勒住了。秦婉扬起了朱唇，灿烂地笑着：“先行者探路。”他方才用手机查看过了，前方有一小节路是泥沼。秦婉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绕路，可江南哥率先的那段路就算是白跑了。他现在摆在面前就2个选择，一是倒回去跟他一样绕路，二是冒险穿过泥沼。看着他已经领先一步选择绕路，与他的距离越拉越大，江南哥咬了咬牙，选择了穿过泥沼。可没想到，不过才跑了几步路，他的马蹄就深陷在了泥沼中。冷清清看着他已经扬长而去，他气得咬牙切齿。可他现在已经进退不得，而且马儿的腿还在越陷越深。救命啊！快来人啊！救命！然而这里已经偏离了大部队，周围除了风吹草动的簌簌声，安静无比。江南哥慌了，救命啊！来，喊声嫂嫂，我就来救你。此时原本已经扬长而去的秦婉又去而复返。我不喊，我又没输给你。哦，那我继续比赛咯。回来！冷清清，我的意思是，这只是个意外，你今天运气好而已，我并没有在马术上输给你，不是吗？比赛规则是谁先到亭子里谁就赢吧。如果我现在抛下你不管，是不是先到亭子里的那个是我？你是不是就输了？江南哥抿了抿唇，不讲话了。不喊？那不喊我走了啊。你通知别人来，我不要你救我，你通知一下就可以了。不行，喊我就救你，不喊不救。你冷清清，我不见了，你也没办法跟皇兄交代吧？何必这样呢？哎，我就要这样，你人都快没了，而我只是差一个交代，谁赚了？秦婉感觉逗这个小公主还挺好玩的，惹她生气她就开心。江南哥感到马的四肢不断的在下陷，已经快陷到了马膝了，终于绷不住喊了一声：嫂嫂。什么？大声点儿！嫂嫂。话音刚落，江南哥忽然发现他已经走到了他身边。他在地上铺了几片叠在一起的阔叶，直接踩了过来，把他从马背上扛在肩上抱了下来。踩在叶子上，自己走回去，走快点啊！江南哥小心翼翼地踩在叶子上，跑过了这片沼泽。那我的马怎么办啊？你回去找几个人把他拖出来。眼看他要丢下自己跑，江南哥连忙追了上去。你等等我啊！俩人回队伍的时候，骑在一匹马上，不少人都惊掉了下巴。到了，快下去！哎呀，你重死了！你
这个小插曲，秦婉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回到马车上洗了把脸。没过了多久，江南哥又找人给他送来了一盘点心，为了感谢他刚才救他。他尝了一口，是冰皮麻薯，芒果味的，糯叽叽的，味道还不错。吃着麻薯，他忽然想到，之前有人挑拨齐飞和他，结果齐飞主动与他交好。现在想挑拨他和那个刁蛮的小公主，结果阴差阳错，也让人感觉小公主和他之间的关系不错。那么背后想要借刀杀人的人，估计此刻已经被气到爆炸了吧。妹妹真谨慎啊，外出都不忘在帐篷周围撒上驱虫粉。还好吧，这不是基本操作吗？我这次出门急，没准备，可否借我用一点？借这个？那你不如到内务府去问问吧。我出门就带了这么多，还不够用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前不久这位淑妃的舅舅就弹劾了原主的哥哥，冷冽通敌，所以他干嘛要借他呢？我问过御膳房了，他们说这雄黄粉最近百草堂断货了，他们也想买，买不着，所以我才向妹妹开口，药粉都不愿意借我。你这么多呢，怎么会不够用？就这点药粉，我还要去找内务府？哎呀，你没带是你的事儿，你爱去要不去要，我的东西我爱借不借，我就不借给你，你能怎样？你好，不借就不借，以后最好别有事求我。天渐渐暗了，秦婉躺在帐子里休息。不多时，小芝麻就把分到的食物送了进来。御膳房的人悄悄对奴婢说，这是皇上特地吩咐给您的，别的妃嫔都没有。秦婉寻思着，这莫不是刚才和狗皇帝一起打下的2级保护动物？他给小芝麻也分了一些烤肉，正打算美美享受晚餐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条手臂粗的大蟒蛇从帐外缓缓地溜了进来。两个人正屏住呼吸，忽然下一秒，他的帐帘被人掀起，江北雨从外面走了进来。冷妃，你那份吃了没？御膳房弄错了，给朕的这份里加了辣椒，你的应该是没加的，给朕换一下。皇上，蛇！江北雨瞳孔一缩，下一秒，那条蛇忽地亮出了锋利的獠牙，闪电般的朝他的腿上咬去。这时，男人脸上划过一道阴历，他瞬间感觉到了杀气腾腾。加餐了。朕8岁的时候就会捕蛇，那时捉住了就烤着吃。平时见你胆儿挺大的，怎么一条蛇就吓成这样啊？男人有点想笑，伸手试图抓了抓一下他的脑袋，发现那只手刚才抓过蛇，又缩了回去。怎么不说话？真吓着了。皇上，你没事吧？臣妾刚才吓死了。还好没事儿，不然赶我这里我还说不清了。正好着呢。好了，朕走了。野外就是蛇虫多，一会儿让人在你帐边撒点雄黄粉。臣妾撒过了呀。说着，然后出门去看，发现帐篷外撒的雄黄粉和防虫粉都被人扫掉了，当即火冒三丈。是淑妃！蠢货，你可知道你放的蛇差点伤到了皇上？冷妃，你怎么张口就来？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条蛇是我放的？我在帐子周围撒了雄黄粉和驱虫粉。哦，这不风吹走的吗？怎么能赖我呢？哦，我有说过我撒的粉没有了吗？不是你让人偷偷扫走，你怎么知道没有了？
淑妃脸色微变，不过嘴硬的辩解道：“都进蛇了，那肯定是没用了，这还用说？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时，江北宇从帐外沉着脸走了进来。他方才观察过冷妃帐子周围的药粉有被人扫过的痕迹，就跟了过来。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听到淑妃在盘问下说出的话，已经露出了马脚，已经确定是他，他这才从帐外进来。大胆淑妃，朕还以为冷妃帐中进蛇只是意外，没想到竟是你放的。你好恶毒的用心呢！你可知这条蛇刚才差点咬到朕？皇上恕罪，这条蛇真的不是臣妾放的。臣妾下午时跟冷妃有过几句口角，因为冷妃手上有一大袋驱虫药粉，却一丁点都不借给臣妾，还出言激怒臣妾。臣妾实在气不过，才天黑后命人偷偷把冷妃帐外的药粉扫走，撒到了臣妾的帐外。一则是臣妾的确需要药粉，二则就是与他斗个气。臣妾心想，他手上还有那么一大包药粉，看见没了还会继续撒上的。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进了蛇，这条蛇真的不是臣妾放的，臣妾只是与他小打小闹，臣妾一时半会儿也捉不到那么大一条蛇呀。小打小闹？如果不是皇上在，我就被这条蛇咬死了。你告诉我这是小打小闹，那如果换作是你，今日我恶意扫走你帐外的药粉，害得你被毒蛇咬伤，你会认为这是小打小闹吗？皇上，请为臣妾主持公道。今日之事若不处理，臣妾不知道今后还会经历过多少小打小闹，臣妾惶恐每日都无法安眠。你想要朕怎么处理？很简单，臣妾也想和淑妃姐姐小打小闹一次。这旁边就是丛林，把淑妃姐姐的营帐单独搬到丛林里，且周围不允许撒驱虫蛇的药粉。只要经历过这一晚，臣妾就原谅淑妃姐姐的这次小打小闹，如何？有道理，就这么办吧。来人！皇上，臣妾不敢了，臣妾再也不敢了，臣妾真的知错了。你们把淑妃的营帐搬到距离大本营半里外的山林里，周围不许有人看守，而且不许在营帐周围撒上药粉，也不许点灯。是。冷妃妹妹，求你不要，我不会了，下次我真的不会了。这次是这次，下次是下次，这是这次的惩罚。下次你若还敢，本宫更加不会心慈手软。要是害怕，今晚可以到朕的帐子里来。我不怕。不来就算了。这狗皇帝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坛小酒，喝了一口。哎，你在喝什么？能不能给臣妾也尝尝？毕竟是御酒，那必定是玉液琼浆，那得嘎嘎好喝的。男人眼波微动，递了过去。秦婉尝了一口，这酒很甜，满口都是甘醇，像甘露一样，就咕噜咕噜地灌下了好几口。咽下去的时候才感觉到后劲儿，淡淡的桃粉慢慢爬上了脸颊。嘿嘿，谢谢皇上，谢谢皇上今日帮臣妾出气。要不是皇上，臣妾还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啊不，臣妾可能当场就被这蛇咬死了。应该的，朕最讨厌在后宫争斗，搅得一团乌烟瘴气的人。哎，正常，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这是后宫，要怪就怪你妃子纳的太多了。嘿嘿嘿。朕的妃子纳的太多了。
皇上，你刚刚抓蛇的样子好帅啊！就这样，就抓住了。嘿嘿嘿嘿。他一边说着，一边演示着他刚才的动作，笑哈哈的，脸上的酡红愈加浓了。江北雨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一句诗：酒不醉人人自醉。帅吗？半天没听到回答，只感觉到咚的一下，一个小脑袋歪倒在他的胳膊上。原来是喝醉了，不能喝还要喝。好好照顾你们娘娘。没想到你还有勇气来比。上回我们的比赛没有比完，上回不算。我们趁着这次机会重新比怎么样？你想怎样？还是上次那样的规则？你赢了我，我就心悦诚服的认你做我的皇嫂。输了，你要接受惩罚。乖乖让我打3鞭子。这么记仇？你是天蝎座吗？可是上回你已经喊过我嫂嫂了。上回的不算，上回是你威胁我。既然你有信心能赢我，就再比一局又怎样？左右不过就是3鞭子，你输不起吗？南哥，不要胡闹。冷青青，你从小就不擅长习术和射术，这比赛你是一定要参加吗？当然，来都来了，输赢不重要，重在参与嘛。比赛不是过家家，还是有一定危险的。你小时候骑马不是都摔了吗？你又不怕骑马了？自从上次皇上亲自教过臣妾骑马射箭之后，臣妾已经克服对马的恐惧了。皇上，您是臣妾的老师，就不想见证臣妾的学习成果吗？你可千万别说是朕教给你的啊！你非要参加的话，注意好自己的安全。好的呢，那臣妾先去准备了。转身正要走，江北雨喊了声：“等等！”然后没好气地把膝上的护具解下来丢给他。一旁的江南哥深深地望了一眼自己的皇兄，眼里满是一眼的看透和嘲弄。这心都偏到西伯利亚了，还嘴硬呢。自己的妹妹就在边上，凭什么护具拆下来不给她丢给冷妃呢？女孩子家家的，别老想着打人。你非要跟她比，就把赌注换成钱吧。你输了给她30两银子，她输了给你30两银子。皇上看不起臣妾吗？用银子换成金子怎么样？想必南阁公主也不缺这点金子吧？倘若换成30两金子，我就跟你比，如何？比就比，就比30两金子。这人连马都不会骑吧？疯了吧？羌国那边是没人了吗？怎么会让他参赛？那些人说的是他们当地的语言，秦婉听不懂，但明白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哟呵，可以呀！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从没想过他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和冲击。不是人人都说他不擅长吗？原来他是故意的，故意藏着一手。看他骑马的怪异姿势，他也先入为主，觉得他今天可能要闹笑话，可没想到他真能给自己长脸啊！那些蒙族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这样优秀的一个人是他的妃子，也是他的骄傲。金子我带来了，是我输了，心服口服。虽然这样说着，但他的表情还是有些小傲娇的，接着有些别扭地朝他叫了句：嫂嫂，你可是我第一个承认的嫂嫂，我皇兄后宫那些莺莺燕燕，我一个也不喜欢。秦婉笑了笑，没说话。那嫂嫂，你能教我射箭吗？我发现你射箭的方式好像跟我不一样，但特别准。教你可以，但那是另外的价钱。行，你要多少金子，我马上给你。我说的不是钱，想好了再告诉你。恭喜啊，你赢了。谢谢啊。南柯把银子给你了吗？给了。你的骑术和射术究竟是谁教你的？皇上呀。你少骗朕，朕可没教你那样的方法。再说朕就教了你一回，你就会了？皇上是真龙天子，那能和一般的老师一样吗？皇上可以去查，臣妾的确没有第二个老师。如果皇上不信这是皇上的本事，那就当是臣妾自己研究琢磨的。臣妾是野路子，自然跟别人不一样。话已至此，江北雨听明白了，这应该是他自己的天分，想给他脸上贴金，才故意说是他教的。冷妃，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什么？乞巧节快到了，朕记得你之前给朕绣过一个香囊，你绣到哪里去了？朕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哦，这事儿啊，你等等，臣妾找找。他一阵翻找，从针线盒的最底下翻出了那个快被他遗忘的香囊。臣妾绣技拙劣，其实早就绣完了，一直不好意思拿出手。拙不拙劣的，不都是你对朕的一片心意？朕不会嫌弃的。秦婉尴尬的脚趾抠地，可只能硬着头皮把香囊给了狗皇帝。这隔天，所有人都看到了皇上身上佩戴了一个与他格格不入的香囊，那香囊上绣着一条歪歪扭扭的、长着胡须的黄色大肥虫。皇上，今儿天气……你怎知冷妃给朕绣了一个香囊？皇上用过午膳了吗？你怎么知道朕今日佩戴了新的香囊？这冷妃偏要给朕绣的，朕不要还非得给朕，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好看。江北雨满面春风，不自觉地伸出手指，在那条大肥虫上摩挲了一下。朕也觉得。娘娘不好了，小芝麻姑娘方才在湖边打水，好像是遇到了什么野兽，被拖到林子里去了。他没有呼救吗？奴才就是听到呼救声跑过去的，隔得远，跑近时看见人已经被拖到林子里去了。您看看小芝麻还在吗？小芝麻，小芝麻。他跑到湖边，果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打翻的水桶。他立即跨上了一匹马，带了2个侍卫进山了。等进了林子，他才发现关心则乱，他身上没有穿防护的骑射服。正打算回去，忽然在林子边发现了一截被扯下的粉色的衣角。皇上，娘娘进山狩猎了。他在哪里？小太监只说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江北雨策马过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人，不过这难不倒他。他摘下腰间挂着的一枚羊脂白玉制成的哨子，朝着天上一吹。不多时，一只白色的巨雕在天上盘旋着，从天而降。
江北宇凑近，在巨雕耳边说了几句话，白雕有些不乐意，气哼哼的。这样，你带朕找到他，朕回去给你找个母雕。白雕这才一脸傲娇地拍了拍翅膀，冲上了天。盘旋了片刻，须臾带着他去了一个方向。此时秦婉已经发现了第3块布条，这时他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这些布条指引他的方向是禁区。可能这一切是个圈套，但如果真的是小芝麻在向他求救的话，现在被拖入了禁区，处境无疑更加危险啊！娘娘，这里面是禁区。你们在这里等我，如果半个时辰我没有出来，就速去禀报皇上。禀报朕做什么？指望朕来给你收尸吗？皇上，你怎么来了？不是晕血吗？怎么来了？朕原以为你不敢狩猎，没想到直接来禁区，想玩把大的？臣妾的贴身宫女小芝麻不见了，可能被野兽拖进了这片森林里。朕和你一起进去。皇上，禁区凶险，您没必要陪臣妾一同涉险。如果有多余的人马，借臣妾一些就好了。朕13岁时就闯过这片禁区，里面的一草一木朕都熟悉得很，可以帮你寻找。带一大帮人反而打草惊蛇。他才不要一帮乌泱泱的人跟在后面打扰他。你留在这里，你去找喜公公，让他调集护卫在这里等朕出来。如果朕和冷妃娘娘一炷香的时间没有出来，再进来搜寻，听到了吗？是。怎么进山连护具都不穿？你对你自己就那么自信吗？臣妾走得急。啊，皇上把护具给了臣妾，那皇上怎么办？朕用不着这玩意儿，你保护好自己就是给朕省事儿了。那谢谢皇上。秦婉继续用手机摄像头拉近搜索着，找到了第4块布料，在一个黑黢黢的洞口。他立即上前。那里好像是个虎穴。你怎知道？话音刚落，就见一只吊睛大白虎匍匐着从洞穴里走出来。一声震天动地的虎啸传来，连大地都在颤抖。江微雨，快跑啊！然而领地被冒犯的老虎此刻处于狂怒状态，他只感觉到背后一阵凉气涌起，那只白虎竟一个起跳，张开利爪朝他扑来。这时一只巨大的白雕忽然瞬间从天上俯冲而下，有力的爪子握住了虎爪的肩胛。江北宇自始至终都淡定得很，看着小白和那只大白虎缠斗着，下了马走到他身侧。他直接把他抱下马，就这样淡定地抱他进了虎穴中，进了洞。洞穴，秦婉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被他抱在怀里，连忙跳了下来，拿出火折子照明。虎穴里面空空荡荡，但有2只嗷嗷待哺的刚满月的小老虎，奶乎乎的，很可爱。你的那个宫女，她在哪儿呢？咱们还是先出去吧。秦婉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就是一个陷阱，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娘娘，您回来了。哎，你到哪里去了？奴婢去湖边打水来着，莫名其妙的被人打了一闷棍，之后就被装到麻袋里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被扔到了柴垛里，奴婢大声呼喊，才有人来救奴婢。这一切果然是计。你去通知皇上，小芝麻已经找到了。是，
是夜，他带着话走进了江北宇的营帐。这就是告诉我小芝麻被野兽叼走的小太监。徐公公，你看看，这是哪个宫的？皇上，此人并不是宫里的太监。查。是。既然你已经被人盯上，不如今晚就留在朕的帐中，安全些。正是因为臣妾身处险境，更不能留在皇上的帐中，怕是要牵连皇上，影响皇上的安危。臣妾告退了。秦婉刚回到帐中，一道黑影便出现在他眼前，是冷影。其实他今日一直在暗中保护他，随他一起潜入了禁区，但因为皇上在，他不方便现身。他已经查到了那个人。娘娘，那个太监是蒙族人假扮的。蒙族人？我与蒙族人无冤无仇，这蒙族人设计陷害我做什么？难不成就是因为我那日赢得了比赛，让蒙族人脸上无光？还是说有人和蒙族人勾结？江北宇显然也查到了，第二日便将此事告知于他。既然是蒙族人参与，臣妾不便干涉，此事全凭皇上作主。毕竟臣妾也没什么大碍，臣妾的侍女也没有受伤，皇上怎么处理，臣妾都没有意见。哼，你觉得这件事情朕会忍下吗？朕怎么会让你受委屈呢？区区一些蒙族蛮子，怎敢凌驾于朕之上？青青，你仔细看，是不是他？就是他。传蒙可汗。下一秒，就见那人要咬舌自尽，秦婉连忙拿起桌上的一个水果，猛地塞进了他嘴里。若没有其他事情，臣妾就先离开了。不多时，蒙可汗来到他帐外，给他赔礼，还送了他一些玛瑙蜜蜡作为道歉的礼物。娘娘受惊了，本汗调查过，那人是当地的一个牧民，为了接待皇上，人手不够，临时让他来马场做活。扮成太监是因为想浑水摸鱼，跟随皇上去京城，绝无恶意。的确是本汗管束不周，本汗已经对他进行了处理，代他向您道歉。秦婉越听越想笑，这古代也用临时工来搪塞了。他的确没有恶意，只是单纯想要本宫的命而已。他将本宫和皇上引入森林，设局杀害之事，你是一点儿也不提呀。此人只是假扮太监，并没有设局伤害皇上和娘娘。哦，本宫和皇上遭遇皆是受他之也，你有何证据证明与他没有关系啊？他与娘娘无冤无仇，此事的确不是他所为。可汗是如何将他处理的？本汗已将他处死。很好啊，现在已死无对证。本宫与可汗无冤无仇，可汗为何要把本宫当成傻子？道个歉还避重就轻，毫无诚意。本宫不接受你的道歉，回吧。如果娘娘觉得本汗的道歉没有诚意，本汗割下一条手臂给娘娘赔礼如何？放肆！明知本宫晕血，还在本宫帐前整这死出，你是在挑衅本宫吗？本宫不要你的胳膊，要一个交代，你退下吧。蒙可汗把人杀了，现在死无对证。站在他的立场上，他必须这么做。那皇上认为臣妾做错了吗？若是皇上，又会怎么做？哼，青青没有做错，青青跟随自己的心意处理就好。
秦婉发现，自从上次在林中失口喊过他江北语之后，他对他的称呼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青青，朕可以为了两族的关系大事化小，只是如若此事朕容忍他，他便会认为朕在忌惮他。该忌惮的人是他，朕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委曲求全。秦婉听到这句话，莫名觉得心口一酥。再看那张阴沉沉而又棱角分明的俊脸，忽然觉得这狗皇帝还挺霸气的。来，秦婉不知他何意，走到他身侧，下一秒却被他一拽放在了腿上。秦婉脑袋瞬间懵了。你曾经说过，爱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愿意等到朕也喜欢你的那一天。朕好像有一点儿……秦婉脑子里嗡的一下，好像有一点什么。没什么。他惊讶地转眸，看见他鲜密的长睫毛根根垂敛下来，又有些小别扭地将那张轮廓分明的脸转过去了。哎呀，好像小奶狗啊！近距离观察这张俊脸，发现他长得真好看。他恶从胆边生，用一只手揽住了他的脖子。皇上好像有一点什么啊？话说一半，吃饭可是会打嗝的哟。就这么想知道答案吗？他徐徐勾了勾唇角，那只骨节分明的手指擒住他的下颚，忽地凑近。皇上。秦婉暗暗松了口气，连忙起身。进来的正是他的兄长冷冽。皇上，北国传来消息，上回送去的解药，士兵用过已绝大部分好转。北国国君陆航声称，两国还是当以和为贵，下月将派使臣来访。江北宇有些许的不悦，又很快压了下去，面容冷峻。想打就打，想和就和，这个北国国君当是在过家家吗？哼，谁知道他们又在打什么主意？如果皇上不想见，那微臣找个说辞拒了吧。不，朕等着他们放马过来。这是我侍女摘的，她昨个在湖泊旁发现好大一片野草莓，摘了好多，吃不完，根本吃不完。那多谢了，我最爱吃草莓了。他笑嘻嘻地将篮子接过来，半开玩笑地说了句：“嘿，不会毒死吧？”齐飞白了他一眼，直接坐下了，漫不经心地说：“听说皇上抓了个蒙族人啊？那这瓜你也在吃啊？吃瓜？吃什么瓜？我没吃瓜。就是看戏的意思。我没有要看你戏的意思，我只是听说这个蒙族人之前在马场做事的。我在想，我之前比赛时选的那匹马忽然拉稀，会不会也跟他有关？为什么张飞的马好好的，我的马就变成了那副死样子呢？你是怀疑那个蒙族人是张飞的人？娘娘，皇上让您去主账一趟，案子有新进展了。齐飞和秦婉对视了一眼，俩人一起走了过去。皇上，虽然本汗一时冲动杀了那个罪人，但是他的婆娘还在，方才经不住拷打，已经招供了。他婆娘说，是一位宫女联系的她丈夫交代她做这件事的，似乎是一位娘娘的侍婢。余下的她什么也没有干，收了这钱就埋院子里了。皇上可以看，这是官银，我们蒙族一般用铜币和普通银钱，官银一年到头都很难见一次，所以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并非我们所为。皇上想要查出凶手，还是先内部自查吧。
官银在蒙族虽然少见，但也不是一个都没有。以可汗的本事，想要搜刮到这些也并不难。谁知道你是否是因为想要推卸责任而故意找来这些官银呢？天地昭昭，绝不是本汗在说谎。如有半句虚言，本汗甘愿遭受天打雷劈。本汗只是不想皇上被蒙蔽，立刻将此事告知皇上。毕竟真正想要伤害冷妃娘娘的凶手还逍遥法外，可能再度威胁娘娘的安危。秦婉心想，不得不说，这个可汗还是有点口才的。这些官银会成为这个案子的转机吗？为了协助皇上找到真凶，本汗愿意献出10条猎犬。这些猎犬自小经过特殊训练，嗅觉绝佳，只要嗅到了一样物品，就能找出触碰过的人。那可太好了，我手上有一些撕碎的布条，就是那人诱我留下的，就让那些猎犬嗅一下。这件事朕先依你所言，退下吧。是。不多时，蒙可汗就让人把猎犬牵了过来。江北宇也下令召集了昨日所有留在营帐的工人。命令才刚下达，这时门口的侍卫匆匆跑了过来。皇上，昨日孙嬷嬷外出打水，看见了在湖边将小芝麻姑娘打晕的人，她要前来指证。让她进来。参见皇上。免礼。既然你看见了，为何到现在才说？奴婢入宫多年，自然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可是此事已经牵扯到蒙族，奴婢的外祖母其实是蒙族人，两族之间多年来一直有纷争，好不容易近些年才平歇下来，百姓安居乐业。奴婢不想看见江国和蒙族因为这件事情再起风波，遂下定决心站出来指认。你看见了？是谁？是西霞宫的出逃。西霞宫是齐妃的宫殿。出逃？昨个你有没有去过湖边？去过了。那是你打晕了小芝吗？不是，怎可能是奴婢？奴婢是去湖边采野果的，绝对没有害小芝麻。你撒谎！老奴看得真真切切的。什么采野果？你拿了个换衣的棒槌，就藏在你挎的那个篮子里。打晕了他后，又若无其事的去采野果的。等你走远了，来了个人把他装在麻袋里扛走了。你自以为没有人看见，却不知老奴那时候也在湖边，在草丛堆里解手，看得清清楚楚。冤枉了，不是奴婢，真的不是奴婢啊！哼，少在这儿装可怜，不是你，那还有谁？这么说，昨日你也在湖边，谁知道是不是就是你干的，还反咬奴婢一口。秦婉捏了捏眉心， CPU 都快要干烧了。哎呀，这到底是谁呀？算了，爱谁谁，这鬼地方他是一天也不想待了，他要回家。又是你那位好姐妹呢，这一次你还是选择要相信她吗？臣妾不敢武断，到底还是要讲证据的。放狗吧。说完，10只猎犬牵了过来，秦婉给他们嗅了嗅昨日捡到的布条。还未等将猎犬牵到他们跟前，那10只猎犬竟直直地朝着出逃跑了过去。传齐妃。这件事儿尘埃落定，证明诱杀一事和蒙族人没有关系。蒙可汗松了一口气，无论齐妃是不是背锅侠，最终以他挨了10个板子降为齐嫔而结束。出逃也被逐出了皇宫。
距离离开皇宫算算差不多有1个多月了，还不知道她的冤种闺蜜马叔叔有没有给她回消息。她带着手机迫不及待地去了江北宇的寝殿。这段时间跟他混熟了，不用等翻牌，通报一声就让他进来了。刚进门就收到了手机的新消息提示。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去，快帮我想办法！现在第一时间去我家客厅，救我！666，这么神奇的吗？等着，姐来了。接着又发了个猫咪踩着滑板冲的表情包。这边的事件已经过去30多天了，回消息的时间在3分钟以前。如果他已经出发了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快到他家了。冤种闺蜜能想到办法救他回来吗？他期待着，一颗心咚咚咚的剧烈跳了起来。最后再多说一句，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听说了吗？皇上的寝殿今早上莫名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女子，连衣服都没穿，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啊，是刺客吗？听说长得还挺好看的。不清楚，反正长庆殿看守的侍卫们全被罚了1个月俸禄，还挨了板子，可惨了。秦婉心头咯噔了一下，涌上一种特别的预感。难道是？他迅速跑去了江北宇的寝殿。江北宇人在书房，他朝他寝殿里张望了一下，里面空空如也。问了在寝殿当值的小太监，早上的时候的确闯入了一名奇怪的陌生女子，不过已经被押到天牢了。娘娘，您有什么事儿吗？没有。你可知皇上打算如何处理那个女子？好像是交给冷将军审问了。叫什么姓名？马叔叔。哪国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男人眉头频蹙，脱下身上的披风扔到他肩上。马叔叔以为他是给他垫着做的，笑嘻嘻地说了句：谢谢你啊，你人还怪好的嘞。接着就垫到了地上。你……冷冽顿时懵住了，毕竟对面是个年纪比他小的女孩子，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老实回答，你究竟是哪国的？又是如何潜入皇上寝宫的？来江国究竟是什么目的？我真的是中国的，不信我给你看身份证。马叔叔掏出裤子口袋里的身份证给他看。至于如何潜入你们皇上寝宫来的，我也不知道啊，莫名其妙就出现在这里了。我来找我闺蜜，无意冒犯，我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冷冽给一旁的狱卒一个眼色，狱卒将他手上的卡片接了过来，递给了他。冷冽接过那张卡片，仔细看了眼，发现这样小小的一张卡片上居然有他的画像，还栩栩如生的。那张巧笑如烟的笑脸正是眼前的人，上面用异常工整的小字写着姓名马叔叔，民族汉，国籍正是他方才报的那长长的一串。我并没有听过这个国家，在哪里？你当然没听过了，这都是千百年以后的了。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遥远。你在撒谎！男人一双冰冷的寒眸攫住他，属于一个征战多年的铁血将军的压迫感扑面而来。这世界上还没有我不知道的国家，你还是老实交代，别逼我对你动刑。我真的没有骗你啊，帅哥。身份证也给你看过了，那是足以证明我身份的证件，你要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了。马叔叔无奈极了，要怪只怪他的冤种闺蜜呀。
他就是去了他家客厅之后，才莫名其妙的来到了这个地方。看来你还是不打算老实说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来人，动刑！现在可不是怜香惜玉的时候，对于这个疑似别国的刺客，又不肯老实交代的女子，他不能手软。马叔叔，狱卒正将一个沾了盐水的鞭子从桶里拿起，正要朝他抽上去。且慢，他是我朋友马叔叔，从小脑子不好，不是什么刺客。你认识他？认识的，他偷偷来宫里，想要找我玩，走错了才误入皇上的寝殿。你看他手无寸铁，连只鸡都打不过，又怎么可能是刺客呢？地上的马叔叔一点了点头，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湿漉漉的，无辜的像只小奶猫。此事我需禀明皇上，可是他既然是来找你，又是如何混入宫中的？秦婉的小脑袋瓜飞速地转动着。考验闺蜜之间默契度的时候到了。昨日皇上秋收的大部队归来。我偷偷爬上了一辆马车。马叔叔瞬间秒懂。此事我会去禀明皇上的，虽然你是我妹妹，但是我不能对你有任何偏袒，该怎么处理，全凭皇上。说着，他便大步离开了。这些是朕看过的折子，你帮朕都盖个章。秦婉拿起章就麻溜的盖呀，盖了一本又一本，却见案几前的男人专心致志地批着奏章，压根儿就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哼，好家伙，这原来是把他拉来干苦力呀！盖了差不多一半多了，他的手都有些酸疼了，终于忍不住开口：皇上，这天牢中有一名女子，是臣妾的朋友，她为了见臣妾，偷偷进了宫，不小心进了皇上的寝殿。臣妾以项上人头担保，她绝对不是坏人，可否请皇上将她放了？你觉得朕的皇宫是菜市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吗？还是觉得这段时间朕太过宠你，在朕面前你可以恃宠而骄？秦婉的瞳孔微微一缩，他没想到开口求江北雨竟然是这样的结局，难怪他先前什么都不说，是将掌握主动权这一套玩的是明明白白的。这些是朕看过的折子，你帮朕都盖个章。秦婉拿起章就麻溜的盖呀，盖了一本又一本，却见案几前的男人专心致志地批着奏章，压根儿就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哼，好家伙，这原来是把他拉来干苦力呀！盖了差不多一半多了，他的手都有些酸疼了，终于忍不住开口：皇上，这天牢中有一名女子，是臣妾的朋友，她为了见臣妾，偷偷进了宫，不小心进了皇上的寝殿。臣妾以项上人头担保，她绝对不是坏人，可否请皇上将她放了？你觉得朕的皇宫是菜市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吗？还是觉得这段时间朕太过宠你，在朕面前你可以恃宠而骄？秦婉的瞳孔微微一缩，他没想到开口求江北雨竟然是这样的结局，难怪他先前什么都不说，是将掌握主动权这一套玩的是明明白白的。臣妾可以跟皇上交换条件。他没有退缩，否则冤种闺蜜可能真的小命不保。放了她，对于皇上无关痛痒，但只要皇上放了她，以此作为交换，
皇上可以对臣妾提任何一个条件，只要臣妾可以做到的。哦，可是朕好像也没有什么要求想要跟你提的，但是你这条思路是正确的，要想让朕放人，就必须要付出或是惩罚，不然明天张三来，后天李四来，后宫妃嫔也纷纷效仿，七大姑八大姨都来，那朕的皇宫真成菜市场了。这样吧，朕就罚你到朕的书房来做工，接下来的10日，你就在朕的边上伺候着，给朕研墨沏茶，奏章盖章，还有给吉祥铲屎，每天早晨带他去御花园溜一圈，就类似于这样的事，你10天内供朕使唤，能做到吗？10日啊？能不能5日啊？15日。啊，好，10日就10日。等10日满了之后，朕就放他出来。叔叔，这些都是御厨做的，快尝尝，我让他们做了你爱吃的菜。哎呀，秦王，我不想吃菜，我想回家。这都是些什么鬼啊？为什么我来你家客厅就穿越了？还有啊，别人穿越都是当公主皇后的，我穿越开局就进牢房，还被那个凶巴巴的男人审问，什么鬼啊？哎呀，淡定。哎，你快跟我说说，你到我家之后发生了什么吧？我刚进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就是听你说了那幅画什么的，我就走过去了，我就直奔那幅画，结果发现那幅画里居然在发光，就像现在网上卖的那种灯光画一样的。我就盯着那画里的那灯光，寻思这画还挺好看的，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有一道光从画里出来了，从我眼前闪过，然后就失去了知觉。我当初也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就穿过来了，所以找你来救我，没想到你……哎呀，我快被你坑死了！现在要怎么办啊？哎，不急，我已经跟狗皇帝谈好条件了。我呢，给皇帝使唤10天，他就放你出来，可能要委屈你在天牢里待10天。不过天牢这管事儿的是这具身体亲哥的下属，早晨审问你的就是他亲哥哥，会照顾一下你的，有什么需求就提。啊，这具身体啊，什么意思啊？我穿过来的时候并不是我原本的身体，而是附在了别人身体上了，所以我在这里有另外一个身份，冷清清。你以后就喊我这个名字，别露出破绽了。奇了怪了，为什么我穿来是借用别人的身体呢，而你却是本体？哎，对了，你来我家的时候看见我的身体了吗？马叔叔顿时愣住了，他努力回忆着。我好像没有。秦婉顿时懵了，那他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马叔叔拉住了他的手腕。婉婉，我们还能回去吗？还能吧。一天没吃饭的马叔叔拿起筷子戳了一个小笼包，还没放进嘴里，脑子里就开始自动播放了一个 BGM。 他嘴巴一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婉婉，我受不了这委屈，这他喵是人过的日子吗？秦婉伸手抱了抱他，拍了拍他的背。乖宝贝儿，忍一忍啊，等姐回去了给你买帕拉梅拉。娘娘，这是皇上让奴才交给您的。原本以为是这狗皇帝心疼他，怕他路上热着，谁知那个小太监又对他说：
娘娘，皇上说这鹦鹉娇气得很，怕热，您在路上稍微给它挡挡太阳，扇扇风。哦。还有，皇上说这鹦鹉最爱吃蚂蚱，御花园灌木丛那边的草地上就有，您可以看着给它逮点，不用太多，给它逮10个就可以了。什么？10个？还不要太多？该交代的奴才都交代了，吉祥这就交给娘娘了。本宫知道了。哎，我逮，哼哼，我还逮。他趴在草丛里逮了一只又一只，终于凑够了10只蚂蚱，花了他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哎呀，痒死了！狗皇帝，狗皇帝，狗皇帝！哎，住口！别说。偏要说，我偏要说，狗皇帝，狗皇帝！你再说，我揍你了哦！哼，你不敢，你不敢！哎，我去你大爷的！秦婉气得都想飙脏话了，于是打开笼子，把那只鹦鹉拿了出来。原本只是想吓唬他一下，谁知道才刚拿出来，手一滑，没抓稳它细细的小爪子，那只鹦鹉就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啊，不是吧？这就飞走了？回来了。皇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吉祥他怎么了？对不起，吉祥被我一不小心放飞掉了。我不行了，冷影，你轻功好，能不能帮我把那只鹦鹉找回来？属下遵命。然而冷影在御花园里找了2天，依然没有发现那只鹦鹉的半点踪迹，可能早已经飞出了皇城。秦婉绝望了，接下来还要在狗皇帝的身边伺候6天。你也觉得是我吗？都过去了，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我只能说我不希望是你，毕竟天地良心，我不曾愧对于你。甚至他想说，他甚至还把他当成了朋友，可是后宫哪有什么真感情呢？反正是不是你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是你的话，你已经受到了惩罚，不是你就去找证据，想办法为自己平反，然后双倍奉还。我呢，不是圣母，我能相信你一回，无法再全心全意的信你第2回，因为我也需要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安身立命，且行且珍惜吧。且行且珍惜。他若有所思，起初不是传闻冷清清小时候学骑马的时候摔坏了脑子吗？脑子不太好吗？这样清醒而睿智，哪里像脑子不好的样子呀？好像他和过去的确不一样了。过去虽然他和他不熟，但每每见他都在对他花痴傻笑。现在虽然依然满口都是爱他，却没有过去那种馋乎乎的傻样了。难不成是一榕树，他被人偷换了？想到这个，他惊出了一身汗。第2日，秦婉照例去了他的书房，这一回却没见到他人。皇上让您帮他找几本书，他一会儿过来看。哦，他正要去书架，喜公公却转动了一个瓷瓶，打开了一扇暗门。这些书外头的书架没有，在这里面。秦婉没有多想，走了进去。他的目光掠过一层层书架，忽然在一面墙上停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他家客厅上
挂的一模一样的那幅古画。哎，这幅画怎么会在这里啊？这幅画会不会是连通两个世界的关键呢？朕让你找的书都找到了吗？啊，我现在就找。哼，就知道是个狗皇帝。秦婉专心致志地找书，却没发现书架那一侧立着一个大大的铜镜，和穿衣镜一个大小。江北宇的目光落在了铜镜里，这个铜镜是个宝物，名为照妖镜，就算易了容，也会在镜中显露出原本的样子。哎，皇上，这本书太高了，臣妾够不着，你能帮臣妾拿一下吗？江北宇走过来，站在他身后，轻而易举的便取下了最顶层书架上的书，漫不经心的瞟了一眼镜子里。哎，皇上，哎，那幅画是什么画呀？你问这个做什么？啊，臣妾觉得这幅画还挺好看的。你喜欢？嗯。这幅画是江国无价的珍宝，朕的寝殿外形就是根据这幅画打造的。此画里有开国时几个大师做的风水局，能保江国国运昌顺。秦婉一听，心凉了大半截。要是一幅普通的画，他还能嘴甜说几句好听的，让狗皇帝送给他，然后他回头再慢慢研究。可现在得知这幅画这么贵重，他要怎样才能得到呢？在朕立后前，这幅画必须藏着，待朕立后之后，这幅画就要挂在皇后的寝殿里。秦婉听完，剩下的那半截也凉了。所以要得到这幅画，就要做狗皇帝的皇后，那他指定是拿不到了。这些书是朕找来给你看的，这几日你一直在朕的旁边站着，打盹的时候口水都要滴到朕的书桌上了，所以朕把这些书找出来，没事吩咐你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看书，不许处在朕的身边。哦，那谢谢你啊，你人还怪好的嘞。你大爷的，这么多书，我太难了。不必谢，朕今晚想看黑色的盒子，自从上回去修手之后，就许久都没看过。今晚到朕的寝殿来。冷清清。哦。朕看到一个名为喜欢的地方，为何这里面全是些不正经的男子？秦婉顿时惊得瞌睡全无，往屏幕上一看，这不是他平日里收集的那堆擦边男菩萨吗？哼，朕研究过了，观看时只要点右边的红心，那个画面便会留下来，出现在那个地方，这代表着你的喜好，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完了，完了，全完了！在男人的怒意在他无法控制之前，他不顾一切的猛地抱住了他。您知道晚晚泪清吗？这上面每一个人都有皇上的影子。他将手伸进他的睡袍，在他紧实的腹肌上捏了捏。昔日皇上对臣妾爱答不理，臣妾只能看着这些人以慰相思，这些都是虚拟的人物，臣妾一辈子也见不到的。如果皇上介意，臣妾全都删去吧。你还敢留？赶紧删！秦婉接过手机，只能忍痛的跟这些男菩萨们一一告别，心都要滴血了。全没了，没了啊！朕现在就在你身边，只要你哄得好朕，想摸就可以摸到。但若发现你再收藏那些视频，朕打断你的腿。下一秒，唇上一麻，他竟然恶狠狠地吻了上来。我在江南撒把花，多无邪，你用斜阳揉碎了
你别以为朕亲了你就是原谅了你，朕是在让你明白，你是朕的妃子，不准再对别的男人想入非非。女子一双狐狸眸子湿漉漉的酝酿着羞恼和委屈。这是她的初吻啊，就这样被狗皇帝强取豪夺了，亲完还凶她。说完，不等他来得及反应，他转身就跑了，跑出了他的寝殿。好笑，笑死了！不赶紧开溜，等着待会儿被你吃吗？皇上，今儿个就是第10天了。来人，传朕旨意，将天牢里那个叫马叔叔。哦，叫马叔叔的女人放了。那明日臣妾就不来了。看到狗皇帝长长的睫毛，脸下似乎有点失落，他又鼓起了勇气开口：皇上，臣妾有个不情之请。知道是不情之请，就不必说了。哎呀，这狗皇帝果然狗啊！那臣妾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求皇上能答应。你说。那个马叔叔，也就是臣妾的好友，他在京城无亲无故，可否让他留在臣妾的宫中啊？冷青青，这是一个闯入朕的寝宫，疑似要行刺于朕的人，你想把他留在宫里？臣妾愿意以自己的项上人头担保，上次的事是个意外，他绝对不会行刺皇上。不行，只要皇上愿意，臣妾继续留在皇上书房当值10天，如何？哼，你不是很期待这10天快点结束吗？你确定再来朕的书房当值10天？你扛得住？能在皇上身边陪伴着皇上，是臣妾的荣幸，是臣妾所期待的事情，臣妾怎么会扛不住呢？那既然这是你所期待的事情，又怎能拿此事作为条件跟朕交换呢？这真的臭不要脸！不必担心他会露宿街头，这段时间为了观察他，朕把他安排在你的兄长，也就是冷将军的府邸，朕会让他彻彻底底查清他的底细。如若他真的清白，你想把他接进宫里，或是有其他的安排，朕都没有意见。事已至此，秦婉知道再说也是徒劳的，还会显得他无理取闹，于是说：好的，这样也好，那臣妾就先告退了。出了御书房，秦婉没有预想中那样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觉得情绪有些复杂。是因为狗皇帝没有立刻答应他让马叔叔留在他宫里吗？可是以狗皇帝的立场上来看，他似乎也没什么错。皇上，北国使节觐见。宣。哎呦呵，女扮男装。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吃瓜群众秦婉明显变得饶有兴味起来，而一旁的狗皇帝感觉到他盯着那名男子的目光，一张脸瞬间黑了下来。皇上，这位是北国尚书徐广义徐大人，还有陆宣陆大人，前来拜见您。江北宇了一声，目光淡淡掠过了陆宣的脸，细皮嫩肉，娘里娘气的，果然是那个女人喜欢的类型。你们皇上派你们来江国，所为何事？倒没有什么大事，我们皇上是派我们前来考察的，毕竟两国相邻，还是要以和为贵。我们皇上是想看看是否能在经济上与贵国建立一些合作，共同构建友好邦交。哦，这几年你们每年派来的细作，没有几千也有数百，朕还以为你们早将一切都了解透彻了，怎么还派你们来多此一举呢？自皇上登基以来，派往贵国的使节只有我们，这些事情臣闻所未闻，想必是有什么误会。无妨，就当是朕误会了，反正多你们几个不多，
少你们几个也不少。你们来一事，朕已知晓，朕会派人全程协助你们考察的。虽然过去发生了一点不快，我们皇上也是诚心诚意的想要和贵国交好的，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的派我们来这里。朕知道，如若不然，你们现在也不会活着站在朕的面前了。冷将军，劳烦你将这几位北国的客人安排到行宫。你……那皇上，我们就先告退了。诸位大人，这边请。人都走了，还念念不忘呢。皇上，可觉得此人有什么异常？朕可没有两眼睛一直盯着人家看。果然呢，这是直男察觉不到的。你察觉到了？臣妾察觉到了。臣妾察觉到，皇上吃醋了。娘娘，属下寻遍了京城的花鸟市场，没有寻找到类似的玄凤鹦鹉。属下打听了一下，皇上原来的撵池是极品，当初花了近1万两。多少？什么？1万两？那个狗男人花1万两买只破鸟？不过属下还有个好消息，属下这段时间其实一直让人在寻找这只鹦鹉，今日有人告诉属下在御花园里见到了，应该是没飞走。这是鹦鹉诱食果，能散发香气，引它前来捕食，将这个放在诱捕笼里，看能否将它抓住。你还敢来？秦婉笑嘻嘻地从身后拿出一个笼子，里面就是那个嫩黄的小鹦鹉。那你怎么证明是朕的那只啊？来，快点，给你家主子问安。狗娃你，狗娃你。空气再次凝滞。是你教的？不是我。秦婉真的没想到，为什么他只说了一次，过了10天他都还记得。不是你还能有谁啊？是他自学成才。秦婉福至心灵，最后一次模仿这只鹦鹉的声音喊了一声：“皇上吉祥，爱您爱您爱您。”然后撒腿就跑，回到寝殿已是气喘吁吁。冷影立刻上前：“娘娘，您让属下去查的事，属下去查了。如何？北国的确有几位18到20岁的公主，最受宠的那个叫做陆轩，今年19岁。陆轩，哼，不知这位娇贵的公主殿下来江国是所谓何事呢？气死我了！这江国皇帝他算哪根葱？我们千里迢迢的过来，就这样对我们，简直是门缝里看人，把我们看扁了。公主息怒，小心隔墙有耳。亏得我皇兄还想把我，哼！一切都以公主的意愿为主，公主若不同意，想必皇上也不会强迫公主。公主，趁这次机会考察考察江国皇帝即可，剩下的就交给臣吧。今日站在皇帝身侧的那个女子，我听着他们叫她冷妃，好像是冷将军的妹妹，解药就是她研制的，就是她给我们下的毒吧？没错，就是她。不过这毕竟是在别国皇宫，人在屋檐下，公主您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放心，我就是想心里有个数。爹，这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他却突然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熟悉感，像是很久以前见过这个人一样，不过是更年轻时候的他。青青啊，记忆里他还是一点点大的时候，坐在木马上，眼前的男人手中摇着拨浪鼓，在逗着他玩。院子里的海棠花啪嗒一下落在了地上。
那不像是冷清清的记忆，反倒像是他亲身经历一般。6岁前的记忆，他早就不记得了。爹爹，他喃喃地说了一声，试图想想起更多时，脑袋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接着就俩眼一黑，失去了知觉。叔叔，哎呀，你可终于醒了！大夫来给你看过了，说你大概是在马车里闷热中了暑，毕竟啊，京城秋老虎肆虐。他清楚他不是中暑，但至于是什么原因晕倒，他也不知道。你在这里还好吗？嗨，就这样吧，就是3餐不愁，古代啥都没有，怪无聊的。啊，这么久没直播，我的那些小可爱估计都想死我了。啊，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别的妖艳贱货勾搭走。啊，这个你放心，这里的12天才相当于那里的1分钟，在我们的原世界里，你仅仅离开了1分钟。那我们会老吗？我们的时间还是按原世界的来算吗？要是的话，那不是赚死了？我也不知道。哎，你来这里这么久了，快给我讲讲你和皇帝的事儿。你都成皇帝的妃子了，你有没有跟他那个呀？哎，你在想什么呀？我是那种人吗？我会在这个莫名的朝代里，就算成了妃子，就会失身吗？做人要有脑子的好法。哎呀，反正这也不是你的身体啊，你就不想体验一下？母胎 solo 这么多年了，反正原主是皇帝的妃子，跟他做也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的事儿。好你个碎嘴子，我打烂你的嘴！这时，冷冽刚好端着药从外面走了进来，敲了敲门。青青，喝药了。我来喂吧。哎呀，冷将军真是心细如发呀，心疼我家青青还放甜枣。马叔叔夸了一句。社牛马叔叔当年有个外号叫做撩遍3界。青青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青青是我妹妹，和你有什么关系？哥，她是我姐，我们结拜了。是的呢，哥哥。你别乱叫。没有呢，你是青青的哥哥，4舍5入也是我的哥哥呀。秦婉自己把药一口闷了，然后把那颗蜜枣塞进了马叔叔的嘴里。哇，好吃啊！看着青青宠他的这个样子，冷冽无奈，决定爱屋及乌。厨房还有，要不要再给你拿点儿？好呀，谢谢哥哥，辛苦哥哥啦。叔叔，你说既然是我占据了冷清清的身体，那冷清清现在在哪里啊？哎呀，你这样子好看啊！等会儿别动啊，我给你拍一张。啊，你的手机也带过来了？马叔叔先是给他拍好照片才说。是啊，还好啊，当初跟你一起买的太阳能充电款，不过也没用，这又没网啊，就跟废铁一样。狗皇帝的寝殿有，连的还是我家客厅的。什么？你家客厅？哎，我家离你家不远，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也找得到我家客厅的 WiFi 啊？这，要不你试试？我手机上安装了万能钥匙啊，就算没有我家的，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别家的。马叔叔打开了设置，开始搜索了起来。然而，打开无线局域网，底下却是一片空白。哎，他不信那个邪，端着手机继续搜索着。哎，有了！
猫晨晨猪脚饭。一开始只是极其微弱的信号，他循着信号朝着一棵枫叶树下走去，然后攀上了那棵树的枝头。啊，这里信号强一点。他利用万能钥匙开始破解。秦婉看了眼，他坐在树杈上，对面好巧不巧的就是他哥哥的书房。此时坐在树杈上的大冤种正对着窗户，冷冽在窗户里换衣服，正准备出门了。快吃晚膳时，冷剑锋才出现，还带了客人。然而在他宴请的宾客中，秦婉却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位是从北国来的陆公子。见过了，想不到陆大人居然跟家父也认识。皇上派在下前来考察，寻求合作的机会。冷老爷又是江国商会里的翘楚，自然要拜会一下的。今日与冷老爷交谈，收获良多。不知陆大人想要和家父合作些什么呀？目前还只是在洽谈阶段，因为具体的我还要禀报皇上。陆公子想要进一批铜炉和铁锅。哦，铜和铁？哎，这些都是制作兵器的重要材料啊，该不会是北国的铜和铁都炼兵器炼掉了，所以需要向我们进口了吗？接下来该不会还要拿这些铜炉和铁锅炼兵器吧？冷妃娘娘多虑了，我们北国人喜欢吃火锅，我就是听闻江国的铜炉火锅炖肉香才打算引进的。既然冷妃娘娘心存疑虑，不合作就是了。青青啊，多吃点菜，你爱吃酱牛肉，爹爹呀特地吩咐厨房做的。嘿，谢谢爹。江国果然不一样呢，在我们北国，家中之事女子从不干涉，尤其还是出了嫁的女子。哼，那你回你的北国去呗。这位是冷家的人，我也是来做客的。不过呢，我知道来做客就要有客人的样子，哪有在人家主家家里品头论足的呀？冷剑锋的脸色尴尬了起来，不过面对同样是客人的马叔叔也不好开口。哎呀，叔叔，吃你的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吗？陆轩显然更生气了，又不好发作。哦，我说的是我们北国，冷妃娘娘可不要误会了。不会。酒足饭饱后，陆轩从餐桌上起身。娘娘打算回宫了吗？我正好也打算回行宫，不如一起吧，刚好顺路。这个男女授受不亲，不太方便吧？也是。去，给陆大人准备一辆马车。秦婉的马车也在府邸门口，陆轩对他比了一个请的手势。打从我第一次见到娘娘，就觉得娘娘不一般。啊，是吗？哪里啊？哪里都不一般。陆大人，不妨有话直说，不要说这种似是而非、让人误会的话。冷妃娘娘，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呀？哎呀，陆大人多虑了。是我多虑了就好。如果你讨厌我，我会难过的。其实，我是女孩。我是女孩。哎呀呵，怎的？这就摊牌了？不装了？这时，门口不声不响地停下了一辆低调而华丽的马车。看到眼前的一幕时，却骤然怔住了。只见那男人把女人的手摁在了他的胸口上。皇上，朕只是路过，还真是不巧啊。
秦婉知道他是误会了，3步并作2步的上前跑向他。他负着手，一双犀利深邃的寒眸越过他，直直望向他身后的陆轩，似乎要把他盯穿了。你今日就留在此地，不必回来了。哎，皇上，您误会了，我和陆轩什么屁事儿都没有，这一切不是您想象的那样子。哼，误会？是你跟他手牵手是误会，还是你把手放在人家胸口是误会？你当朕是傻子不成？皇上英明无比，怎么会是傻子呢？臣妾是想说，有些事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样子，即便是皇上看到了臣妾跟他亲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大可放心，因为……你该不会要告诉朕她是个女人吧？哎，皇上可真聪明，她还真是个女人。冷清清，你给朕滚下去！哎呀，真的是这样的。当时他把臣妾的手放在他的胸口，就是为了解释这件事儿，那就像现在这样。就是这样的。臣妾如果欺骗皇上，天打五雷轰，皇上也可以打听打听，北国是不是有一位叫陆轩的公主。陆轩，连字音都一样，应该不难查吧？既然她都女扮男装了，那为何要告诉你呢？你跟她很熟吗？这我可就不知道了啊，谁知道他抽的什么风啊？哼，此事非同小可，在查清楚之前，朕不会原谅你。你说的没错，北国的确有一个叫做陆轩的公主。怎么样，臣妾说了吧，她就是个女的。这是她的画像，你自己看看吧。秦婉随意瞟了一眼，愣住了。画像上那个巧笑嫣然的女子和他见到的那个陆轩相貌上竟然没有半点关系。啊，这个画像皇上是从何处得来的？靠谱不？冷清清，事到如今你还在试图对朕狡辩，实在是太让朕失望了。从今日起，你在宫中禁足，没有朕的允许，不得走出你自己的宫殿。皇上，这其中必定有猫腻，您再去查查吧。还不退下！愚蠢的狗皇帝，觉得这事儿比较奇怪，于是又招来冷影，想要看一下陆轩的画像。此事需要派人前往北国，一来一回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没事，我就要他真实的画像。冷影，你拿着我的手机去江北宇的屋顶上面。是。马叔叔收到了他的消息，知道了他被禁足了。他现在为了蹭网，每天都爬到那棵枫树上，坐在枝丫上面看小说、刷视频，一脸姨母笑。长得挺水灵的一姑娘，可惜是个傻的。他一直记得青青一开始跟他介绍的时候就说他从小脑子不好，就没计较。他按照皇上的旨意查过了，没有在他身上查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但也没查到他的父亲母亲是什么人，更没有查到他所说的那个国家。他就像这个世界上凭空多出来的一个人一样。吃饭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自己寄人篱下不好意思，放着大鱼大肉不吃，他只吃一点点蔬菜，就是那种切成丝儿的各种蔬菜，跟喂兔子一样，加了一点点的鸡胸肉丝，小口小口的吃，就盯着自己那点蔬菜吃。他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夹了一个大鸡腿。想吃什么就吃，你是青青的朋友，既然住在这儿，我们就会替他好好照顾你的。哎，谢谢你啊，你人还怪好的嘞。被夸后的冷冽再接再厉，又冷着脸给他夹了一个大肉丸子。吃。这一日，马叔叔照例像个猫头鹰一样在树上蹭网刷视频，刚打了个哈欠，忽然看到一个黑影从冷冽的房里翻出来。啊，快抓小偷！别想走！
会武功？会啊。家里小时候给他报的跆拳道、拳击和击剑的兴趣班，他就是在那里认识的秦婉。女孩子嘛，总要学会一些护身的技能。冷冽眼疾手快，总觉得他手背上好像有什么晃眼的东西，拿过他的手一看，他的手背被刚才那人用棍子打红了。怎么不吭声？哎呀，过几天就好了，没事儿。去上点药。啊，喂！到了书房，他给他的手背上撒上药粉，他一声也不吭，让他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给你上了点活血化瘀的药，手背上很多重要的经络，可别小瞧了这点伤。啊，哥哥，想不到你还挺会关心人呐。哥哥，你人真好。冷冽一抬头，看着他一双璀璨而皎洁的眸子亮晶晶的，忽然有些无所适从，不敢看他。那些药需要揉开才能化瘀，他低着头，两只手握着那只白嫩的小手，在他手背上轻揉着。马叔叔最喜欢看着正经人被他撩得不好意思的样子。哥哥，你上药就上药呗，怎么连手都摸上了啊？他直勾勾地看着冷冽，虽然表面上看着还是人如其名，看上去冷冰冰的，可是耳朵尖已经微微在泛红了。这个不揉开就没有效果的，你忍耐一下。啊，没有不舒服，只是觉得哥哥的手好暖呀，一被握住就很有安全感。说着，他翻转了一下小手，反握住了他的，还用拇指在他手背上轻轻蹭了一下。不知道谁今后能有这么好的福气得到哥哥呢？伤好了，姑娘请回吧。谢啦。你那大哥又冷又纯呀，我可以撩他吗？是夜，秦婉仍然在禁足。冷影带着他的手机，按照他的吩咐去皇上寝殿上兜了一圈，等回来时收到了马叔叔的消息。啊，我说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女海王没讲全靠浪，你终将被浪反噬。那个，我劝你三思啊！就他那体格，他能把你弄死。因为太气了，他又让冷影跑了一次，给他传消息。此时，江北宇正在寝殿里看书。唉，好几日没看那黑色盒子了，甚是想念。难道是他又溜出来了？更期待了呢。你家那狗皇帝啊，看上去也不是细狗啊。闭嘴，他就是细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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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狗。由于没有网络，不能发表情包，只能找了个颜文字表达他的愤怒。冷影第3次跑到皇上寝殿屋顶上时，就被早蹲在屋顶上的暗无伤给抓住了。他那时手上还拿着手机，打开着某信的界面，在给他发消息。由于前几次试过，在离开网络太久的状态，未发出去的消息不能及时发送，秦婉就把手机设置成了常亮状态，让冷影打开某信，再次点击消息重新发送。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人赃并获的。细狗？细狗？这是何意啊？看着那个仿佛在破口大骂的小人，他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他拿起那个黑色的小盒子，打开往常和他一起刷视频的软件，点开搜索栏。他记得从前他遇上不懂的都会在那里查。他不会打字，好在上面有个语音的图标。他点击试着说了一句细狗，很快跳出了搜索结果。哎，奇怪啊，以他的速度应该早就回来了呀。娘娘，不好了！啊，刚得来的消息，冷侍卫被皇上抓了。闻言，秦婉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冷清清，娘娘抱歉，皇上对您下了禁足令，
没有皇上的允许，不能让您离开，否则我们的脑袋也不保。娘娘，这里也是不允许出去的，娘娘恕罪。姜维宇，真想捏死他！这狗皇帝把他拿捏的透透的，而且一定是故意的。怎么办？手机里可全是他的清白呀！此时，江北宇面无表情地望着那个黑色的小盒子，他的心情已经从最初的愤怒转化为平静。他开始认真地研究起了面前的这个小盒子来。屏幕上有很多个图标，往常就看到他经常点那一个，点其他的会怎么样呢？免费好书尽在番茄。哦，看画本子的。他随便翻翻，眼花缭乱。不用纸不用墨，竟然能将如此多的书汇聚在一起。神奇，神奇。接着退出来，又点进去一个。是卖包的。这些包的外形与京城大街上所见风格迥异。再看售价，个十百千，不知道往后拖了多少个零。他眉心微皱，不感兴趣，又切了出来。看到一个菊花形状，显示名为照片的图标，他喝了口茶，刚准备点进去，这时手机突然发出一阵奇响。你大叔对你发出视频邀请。冷冽，你为何会出现在朕的盒子里，还敢自称朕的大叔？皇上，臣有要事禀报。大晚上的，恐进宫打扰到皇上，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冷冽此刻坐在树杈子上面，蚊子不停地咬他的腿。半刻钟前，秦婉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哥给皇上打视频。犹记得之前好像只剩2格电，只要将电量耗尽，手机自动关机就行了。这3更半夜的，你这样就不构成对朕的打扰吗？朕都要被你吓死了。冷爱卿，有事就禀吧。这几日，北国使节有联系过家父，想要高价购买一大批铜锅和铁锅，家父拒绝了。臣怀疑，他们可能想要用这些铜铁制造兵器。北国人狡诈无耻，不可将这些可以制造成兵器的材料私自卖给北国人。有什么情况，及时给朕汇报。臣知道。说完，2个大男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冷将军还有何事要禀？皇上，今晚的月色不错。是不错，只是冷将军为何在树上？树上凉快。树下的马叔叔代替他用脚趾头抠地。冷将军还有何事要禀？眼看着对方要挂断了，冷冽福至心灵，又大喊了一句：等等！皇上，微臣想到北国这2年研制出许多精锐武器，我们上回与他们对战差点吃亏，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兵器改革了呀？言之有理。一谈兵改，冷冽口若悬河，就如同开闸的洪水，跟他侃侃而谈，又跟他大谈兵器改革的建议。江北宇打了个哈欠，感觉到有点困了，可只能尽力睁大双眼，耐着性子听他谈。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过去了，他仍在继续输出。江北宇不忍心打断，毕竟像冷大人这样兢兢业业的臣子可不多了，这是国家之福，社稷之福，也是万民之福啊。怎么黑了？
难道是被朕玩坏了？他下意识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忽然想起冷妃之前说的要没电了。这电不电之类的话，他推测这个电应该是维持这个黑色盒子运转的能源。忽然间，他恍然大悟，这个该死的诡计多端的女人，怪不得这个冷冽平日里少言寡语，怎么今晚突然找朕聊天，还净扯些有的没的。哼，看来那个女人很怕朕查这个黑色的盒子，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下朝后，江北与折子都没皮，再次琢磨起这个黑色的盒子来。因为天亮了几个时辰，虽然没有放在阳光下暴晒，但好歹也是吸收了一点光线的。他琢磨了一下，找到了侧边的一个小开关，一摁，起初没有反应，后来他长摁了一会儿之后，手机再次亮了起来。他还是有些开心的，不过等到手机正常开启之后，他发现提示他输入密码。他随便的摁下了几个数字，手机震动了一下，显示密码错误。他试了下他的生辰，然后又试了一下他的生辰，最后他又试了一下冷冽的生辰，全部都提示错误，并且上面多了一行提示，还剩6次机会。如若再次输入错误的密码，那么手机将被锁定。来人，替朕传个话。娘娘，皇上问您要小黑盒子的密码，说您要是给小黑盒子的密码，就放了您的侍卫，不然就要按刺客来处理了。秦婉冷冷一笑，忽然走到院中，往那井里一跳。快来人啊！娘娘跳井了！秦婉跳进冰冷的井水里，心想：想拿捏他，我呸呀，没门儿！之前利用这个井做过实验，水有多深，他清楚得很。可他忽略了井水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深度是不同的。青青，青青啊，青青，来，这是娘给你买的新衣服、新鞋。我们家青青是京城最勇敢、最漂亮的女孩了。娘亲，妈妈，青青怕怕？不怕。啊！皇上，娘娘已经脱离危险了。都退下去吧。江北宇吩咐了一句，房间里的人鱼贯而出。冷青青，你还挺狠的啊，对自己下手都那么狠，真嫌自己活得久了。今晚根本不想理他，索性就没睁眼。下一秒，他伸手捏住了他的鼻子。皇上不相信臣妾，臣妾只能以死明志。你活着的时候朕都不相信，你死了朕就信你了？是皇上逼臣妾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臣妾感到寒心。那位陆大人和皇上长眼睛的都知道谁长得好看。皇上玉树临风，高高帅帅，比那位营养不良的陆大人强了不知多少倍。臣妾既然有了皇上了，又怎么能看得上那个玩意儿？哇！明明是气鼓鼓说出来的话，江北宇怎么觉得听着那么悦耳呢？再说了，就算臣妾想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也要注意场合吧。臣妾是那种没长脑子的人吗？在冷府大门口和别的男人牵手，置臣妾的父母兄长于何地呀？眼看着狗皇帝的脸色在他这一通看似发泄实则彩虹屁的话之后明显缓和了不少，他暗暗松了一口气。不对呀，朕不是戏狗吗？这戏狗是何意？还要劳烦冷妃给朕解释一下。戏狗是一句溢美之词，就是形容皇上很厉害的样子。
溢美之词。秦婉仿佛听到了身后狗皇帝在磨牙的声音。冷妃，你是懂夸人的啊？朕信你个鬼啊！要不是朕自己查过，就要被你骗了，你个小骗子！皇上，药煎好了，送进来。起来，把药喝了。秦婉顿时有种乖大郎把药喝了的那种感觉，仍然背对着他瑟瑟发抖，一动不敢动。冷青青，非得朕喂你吗？哼，臣妾哪里来的福气能喝上皇上喂的药啊？快喝，不喝就要凉了。这井底寒得很，得把寒气逼出来，不然是要得风寒的。瑟缩的一小团没有了动静。哎呀，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呢？那你把臣妾的影卫还给臣妾，臣妾就乖乖喝。你还敢跟朕谈条件？我敢，那皇上敢不敢答应？你那个暗卫本事大得很，朕抓了他，第二天他就自己逃出去了。秦婉闻言这才起身接过他手里的碗，咚咚咚的喝了个干干净净。是夜，江北雨批完折子，又研究了一下黑色的小盒子，发现依然没有办法将其打开。修长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着桌面，若有所思。他把手机侧过来，在烛火底下侧着光看向屏幕。原本是想看他平日在输入密码时是否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结果却发现了另一个印记。那个黑色盒子的正下方，中间有个椭圆形的痕迹，像是指纹多次交叠印上的。没错，那就是指纹。衙门里签字画押就是用的指纹，因为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这就是这个小黑盒子认主的方式。朕倒要看看是不是。爱妃身体感觉如何了？好多了，臣妾没事了。他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今日感觉狗皇帝看上去怪怪的呢？尤其是那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总觉得憋着什么坏屁呢。哦，那朕给你把脉看看。皇上，你还会把脉呢？略知一二。行啊，小样，挺厉害呀。他没有防备，朝他伸出手。江北雨握住了他的手腕。起初，狗皇帝还是真的在认真的把脉。忽然，一个黑的盒子从他的袖子底下悄无声息地探了出来。趁他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的大拇指往上面一压。我靠，这狗皇帝！爱妃果然已经无碍了，这样朕就放心了。那爱妃好好休息，朕先走了。哎，皇上，你等等，站住！你把我的宝物还给我！大胆！你怎么爬到朕的身上来了？你下去！你不把臣妾的宝物还给臣妾，臣妾就不下来。上一次关机前，他调的是常亮模式，所以一旦被他成功解锁，他能一直玩到没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老底儿都要被扒光了。朕身上哪里有什么宝物？都说了君无戏言，你居然还骗人，就藏在袖子里，你这个骗子！朕身上没有。秦婉攀上他的肩，继续在他袖子里扒拉着。他索性敞开了袖子给他搜。冷青青，你要是能在朕身上搜到，朕就还给你；但是你要搜不到，你就要把你的宝物借给朕3天，如何？秦婉搜了一下，那只袖子没有，另外那一只也没有。哎，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刚刚明明都看见了呀！他心有不甘，再
再次在他身上仔细地摸索着，连腰带底下都没放过。冷青青，朕让你搜呢，是为了证明朕的清白，而不是为了让你趁机占朕的便宜。你手往哪儿摸呢？我呸呀！你可省什么狗皇帝，还清白呢？你可有个狗屁的清白！之后他恍然大悟，狗皇帝为什么突然这么大大方方的给他搜？原因就是手机根本就不在他身上啊！他方才就是故意让他看见的，断定他一定会追出来。其实手机悄悄留在他那儿，等他追出去之后，再由他身侧的公公带走。这一招叫调虎离山。皇上，您果然是清白的，是臣妾误会皇上了。您回去吧，恭送皇上，臣妾就不送了。爱妃也要早点休息啊。你赢了。娘娘，给您。你抢回来了？属下没有抢，就是皇上留在这里的。啊？今晚意外？这狗皇帝难道是良心发现了吗？所以他刚才都是在逗他玩的？逗他玩的也不行，他生气了。皇上，臣妾给您送点心来了。好，放下吧。皇上，这是回部进贡的葡萄，臣妾拿来，您尝尝。拿回去吧，朕没胃口。皇上，冷妃来了。不是皇上，大事不好了！北国的使节陆大人忽然犯病了，现在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江北宇狠狠一皱眉，他都快忘记他宫里还有这两个丧气玩意儿。什么病？请太医没有？太医院也没诊断出来。那位陆大人看上去还挺严重的，太医院让将此事速速禀报给您。怎么回事？臣等无能，没有诊断出陆大人的病症。陆大人怕是中毒了，这个症状好像跟前段时间北国在战场上士兵中的毒一致。徐大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怀疑是我们对陆大人下的毒吗？陆大人平时里身体健康，根本没有隐疾，好端端的住在你们行宫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肯定是中毒了，你们难道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徐大人，你好像已经断定陆大人是中毒了。皇上，求求您救救陆大人，求皇上就按照我们士兵的方法救一救陆大人，哪怕是试一试呢。皇上，人命关天啊！皇上，传冷妃。不是中毒，但我能治。你怎么知道不是中毒？我懂还是你懂啊？你若不信我，我就不治了。你打算怎么治？给我3天，这3天时间呢，不允许过问我用什么方法治疗。3日之后药到病除。听到这句话，原本还在偷笑的某人唇角的笑意顿时就僵住了。3日，要治3日，也就是说，他要跟那个小白脸在一起待3天，还是名正言顺的。多谢娘娘，娘娘大意。只是娘娘的身份特殊，为陆大人治疗还是有些不便的，不如让我们随行的医官辅助娘娘治疗吧。娘娘把治疗的方法告诉我们医官，可以尽量的减少对陆大人的接触和碰触，有第3人在场，也可保护娘娘的清誉。不必了。瞧瞧这嘴啊，不愧是外交官呐！这低情商说是偷配方，这高情商的就是不一样啊，保护娘娘的清誉还。来人，把本宫的银针拿来。娘娘，您还会针灸啊？不会啊，刚学的。他学针灸不是为了学怎么扎针，而是怎么避开此穴。此刻他就是容嬷嬷附体。秦婉取出一根银针，朝底下躺的人啾的一下扎了下去。因为疼痛，他的上身明显拱起，
秦婉将准备好的一团麻布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这样外面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哎，你看，这还是有点效果的。方才一动不动的人，现在会动了。娘娘，你好厉害呀！哎呀，一般般吧。这下一针，下一针我看看扎哪里呢？啊，涌泉，哦，脚底啊。躺着的人再次一颤，又一针下去，他还是憋住了没动。秦婉看着就生气，不就是仗着他们人在江国，江国要为他们的死活负责吗？哼，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哎，娘娘，我看一般人针灸都会把针留在上面，你怎么没有留针啊？嘿嘿，不好意思，我忘了。再来。躺在床榻上的人终于忍不住了，似乎为了抗议，开始猛烈地打起了摆子，试图阻止他扎针。秦婉一看，哎呀妈呀，影后啊，这要穿戴现代，那奥斯卡得拿到手软了吧？看来陆大人对针灸过敏啊，那本宫只能换一种方法了。来人，把本宫的药罐子拿来。秦婉吩咐了一声，这时立刻有工人端来一个药罐。认得这些药吗？奴婢好像看到了蝎子、蟑螂、蜈蚣，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何物。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何物啊？就是胎盘。躺着的人明显又动了一下。来，帮我把它扶起来，灌进去。好。小芝麻先把药从药罐里倒出来，惊讶道：呀，娘娘，这药倒出来怎么是绿色的呀？绿的好啊，绿更健康。哦。小芝麻把陆轩扶起来，秦婉手上拿着药碗，摘掉他嘴里塞的纱布，正要往里面灌，眼前的人突然猛烈的开始咳嗽了起来，边咳嗽边抽搐。哎呀呵，演技大爆发呀！来，继续。让演技飙得更猛烈些吧。来人，把他的手捆住，脚也都捆住，动得太厉害了，这药根本就喂不下去。陆轩现在已经确定了，他就是在故意乱治，根本不可能将他的治疗方法和解药拿给他的时候，一下子睁开了眼。刚想开口说话，趁这个机会，秦婉捏住了他的下颚，把药咕噜咕噜地灌了进去。灌完，继续塞上了方才那团抹布堵上。娘娘，您医术也太好了吧！药才刚刚喝下，他就好了耶。这还没好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还要继续巩固治疗，至少要3天以后才能痊愈呢。哎呀，本宫去吃午饭了，你们好好看着。这第1阶段的治疗初见成效，人已经醒了，还需要后1阶段的巩固治疗。对了，这是秘密治疗，谁来了都不允许探望，听见没？是。怎么样了？皇上放心，人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为何会突然暴病？你查到了吗？他为何会突然暴病？皇上还不清楚吗？你也看出是装的了。只是眼下他们人在江国，就算明白了他们的动机，继续装病，那我们也是哑巴吃黄连呢。此事皇上放心，臣妾会处理好的。面对无赖，就要用比无赖更无赖的方法。辛苦你了。哎呀，辛苦什么？那皇上会给补偿吗？他耳尖一红。你要什么补偿？我要去你的寝宫。他心头一动，一双凤眸也亮了亮，连 WiFi， 眼里的光倏的一下熄灭了。他还以为他要的是他呢，想不到念念不忘的终究是他寝殿里虚无缥缈的信号。比起那些能够让他快乐的虚拟的信号，他又算得上什么呢？你去吧，朕白日里在书房，也不在寝宫。好的，谢谢皇上。黄昏时分，陆轩被抬了出来，
今晚答应放了他，筹码是他存在钱庄的1000两黄金，外加一个秘密。今晚将取到的银票到金店里换了个闪闪发光的金枕头。皇上驾到！他连忙用被子盖住了他的大金枕头，心想：这个狗皇帝怎么成天有事没事的就往他这里跑啊？陆大人已经痊愈了，他们已决定明日启程回北国。哦，那恭喜皇上，心头又少了一件烦心事了。那位陆大人对徐大人说，是你治好了他。青青，是你替朕分的忧啊。嗨，为人妃子不就是应该替君分忧吗？爱妃还没歇息。哦，正准备歇息呢。朕刚从行宫回来，路过你这儿，今日批了太多折子，这会儿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说着就往他的床榻走去。眼看着他已经要掀开被子，今晚大喊一声：等等，臣妾床小，皇上会不会睡不舒服呀？没事，朕能克服。朕先休息一会儿。狗皇帝却在他身侧的位置拍了拍。今晚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坐了过去。在识破对方反戈一击之后，还能全身而退。青青，朕很欣赏你，有你是朕的福气。今后有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朕的寝殿利用信号。朕已经跟侍卫们说过了，不对你设防，也无需禀报于朕。真的？仅仅是对于你。多谢皇上。兴奋之后，秦婉才发现他搂着人脖子呢。抱歉，是臣妾失礼了。这不是失礼。你是朕的爱妃，抱抱朕又怎么了？臣妾怕皇上会不习惯。我就习惯了。说话间，他已伸手把她抱进怀里，低头看她，盯着她的唇瓣。哎呀，今晚不会是要失身了吧？换气。混蛋啊！怎么被朕亲一口你还委屈上了啊？接着他又像个孩子一样自己笑了起来，看上去心情不错。朕走了，今晚早点睡。他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起身。大金枕头不用藏了，那是你自己凭本事赚的，朕又不会跟你抢。金的太硬了，硌头，最好在上面再垫一层软棉布。不是，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呀？哎，先不跟你说了，有什么事明日再说，我要回寝宫了啊。在跟谁说话？是我的那位朋友。就是上次那个闯入朕寝宫的朋友。江北宇身上已经换上了香黄色的丝质的单薄寝衣，身材挺拔而颀长，单薄的寝衣下隐约可见饱满的肌肉轮廓。朕记得你之前跟朕说过，你的宝物是你偶然所得，世间罕有，为何你的朋友也有一个？要不臣妾怎么能跟他是朋友呢？嘿嘿，天晚了，臣妾就不影响皇上休息了，先回去了啊。你去哪儿啊？过来，朕有毒吗？让你趋之若鹜的，朕一来你就要走。臣妾只是不想影响皇上休息。朕嫌你烦了，自然会让你退下，不需要你那么自觉。明明不是第一次上他的榻了，可不知为何，自从他上次亲过他之后，就莫名有一点紧张。臣妾还未沐浴，怕脏了龙榻，这就回寝殿沐浴去。坐下。朕嫌你臭了，自然会让你沐浴去，不需要你自己那么自觉。再说了，说话时，他一手拉住他的手腕，又将他拽上了榻，嗓音酥哑。朕什么时候又嫌弃过你啊？秦婉心里的小人在疯狂尖叫，这说的是哪里的玛丽苏古早男主的台词啊？如果他这个时候在看话本子，兴许会流着口水来一句：我是土狗，我爱看。但此时此刻，他只想喊救命。可毕竟是古人啊，还是个皇帝，他是不能对他动真感情的。
他现在只想回家，回到他所属的时代。如果一旦对他动了真感情，依他的性子，他不知道会面对一场怎样的毁天灭地的灾难呢？要是不愿意跟朕在一起待着，你就回去吧。朕不喜欢强迫别人。青青啊，皇上在吗？皇上，冷将军找你。你有何事要报？皇上，臣府上的先生今日夜观星象，推算近日江南一带会有暴雨，可能引发洪涝，希望皇上尽快让沿江一带的官府疏通河道，修筑堤坝，并尽快转移低洼处的百姓。消息可准确？那位大师神机妙算，可算得天机，十拿九稳。朕知道了。冰的，这是冰的。冰冰甜甜，喝一口爽，真是爽啊！这人演得不错，赏。哎，你这招厉害呀！用现代思维在古代经商，必须完胜啊！小 kiss， 如果可以，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将连锁店开遍整个江国主要的城池，再就是这周围的所有国家。那婉婉，你不打算回去了吗？想回去啊，自然是要回去的。不过，无论在哪里，没钱是寸步难行。咱们钱先赚着吧，之后走一步看一步。和我想的一样。咱先努力赚钱，就算在古代，咱也要发家致富，骑宝马住别墅。哎，对了，听闻将军府上有个卦师，能够夜观星象，算得很准，有这么一个人吗？好像是有的，不过平日里不常露面。冷冽经常和他在一起密谈。那待会儿我跟你回去一趟。皇上，请。大人，娘娘回来了。皇上知道青青今日也来吗？朕不清楚啊，他自己偷溜出来的。冷冽震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青青，朕看你吃的有些撑了，陪你去府上走走。皇上，臣也陪你。闻言，害怕皇上暗地里问责青青私自出宫的事儿，冷冽也背着手跟在他们身侧。我记得小时候这片地方还不在我们府邸中，这片荷花池也没那么漂亮。我和哥哥经常来这里抓虾、摘莲蓬，小时候踩着一裤脚的泥巴回去，是吗？一旁负着手的江北宇忽然转过头看了他一眼，神色微妙，不知在想什么。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记得？可我记得有一阵子你不是把小时候的事全忘了吗？闻言，秦婉感觉到好像有人拿着一根弦靠近他耳朵边弹了一下，脑袋里嗡的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怎么看你心不在焉的？没有。今日钻了几颗狗洞啊？臣妾才没有钻狗洞呢。哦，那你又是怎么偷溜跑出宫的？秦婉扁了扁嘴，低下头不说话。朕还没罚你，怎么你自己个儿还委屈上了？你想罚就罚，我认。打板子你也认吗？认啊。有一种办法可以抵消。什么办法？20大板子，亲朕一下就抵消一下。青青，秦婉害怕了，她害怕自己终有一天会陷进去。可是她终归不属于这里，更不可能将自己托付给这个男人。皇上说过的，不喜欢强迫别人。现在这又是在干嘛？江北宇先是震惊，接着心头涌上了一阵寒意。其实他不喜欢他，从前的一切，还有他那些情话，全都是在虚凤假凰。冷青青，你是朕的妃子，哪怕朕今日在这马车里要了你都无可厚非，知道吗？你说过你是爱朕的，朕之前没有碰你，是因为朕还没有喜欢你，或者说没到这个程度。
朕现在喜欢你了，愿意碰你了，你来跟朕玩这一套，朕到底哪里对你不好，哪里对不起你了，让你这样子嫌弃朕？对不起，皇上，今日是臣妾状态不好。虽然演不下去了，但他也不想让这一切搞得太僵。你曾经对朕说过，爱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愿意等到朕也喜欢你的那天。这句话也是骗朕的吗？抱歉。停车，下去。秦婉转身回了将军府，看到他去而复返，冷冽很诧异。不过看他脸色不好，并没有说话。啊，你怎么回来了？和狗皇帝吵架了？我和狗皇帝之间应该完蛋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马叔叔满脸惊讶。唉，心疼狗皇帝3秒钟啊！那样的一个纯情 boy 被你骗到一半不骗了啊！你倒是继续骗下去啊，伤人家心啊！继续骗，我就要搭进去了。就像你开车，明明看见眼前是一条沟，你还会继续吗？我们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没有一刻不想着要离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哦，那你先休息一会儿吧，我去给你倒杯茶。那位先生已经离开了，就在你们刚刚离开的时候。何时再来？那位先生本就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来龙府只是暂时落脚，外出云游是常事。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秦婉的神色落寞下来。你别难过，你找他有事儿，我再派人去寻他就好了，或者他也可能会再次回来。谢谢哥哥。去看看冷妃回来了吗？没呢，皇上。知道了。需要奴才派人去把娘娘接回来吗？不必。掌柜的，烟被砸了。有人说昨天喝了我们的奶茶闹肚子，带了几个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的店砸了，小娇还受伤了。认得人吗？是谁带的人来？应该就是万福茶楼的，他离我们最近。老板是金兆乙郭大人的小舅子，嚣张的不得了，认识很多地痞无赖。他叫我们别开了，否则见一次砸我们一次。岂有此理！堂下何人？见到本官为何不跪？我怕你承受不起。放肆！让他跪下。我膝盖不好，弯不下来，还望青天大老爷体谅。看着此人气度非凡，想必家世非富即贵。堂下之人所谓何事？我有个朋友开了个奶茶店，今日上午遭到一帮地痞流氓打砸抢，还伤了店里的小二。我朋友报官了，为何那些地痞流氓没有得到处理，反而官府抓了店里的小二，还封了店呢？是这样的，你没了解全面。你那个朋友的店是因为有人喝了里面的茶闹肚子，本官封店也是为了协助调查。是谁喝了茶闹肚子？医官检查过吗？有依据是喝了店里的茶闹肚子吗？那些打砸的地痞流氓抓到了吗？大人又打算如何处理啊？这个就要看办案进度了，本官也是刚刚才受理此案。这种伎俩，秦婉见识多了，明显就是偏袒。那大人是否给一个期限，什么时候能抓到闹事的人？如果最后证明奶茶店是清白的，那奶茶店遭遇打砸抢的损失，以及调查期间奶茶店停业的损失，又是何人承担呢？
大胆！本官办案为何要给你期限？你是何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幼稚！区区吕乙之辈，还想让本大人为你排忧解难？京城上下数十万户人家，本官每个人的事都要管，岂不累死？退堂，哪儿凉快哪儿待着。郭大人要是嫌累的话，本宫就只能让不怕累的代替郭大人了。什么？本宫冒充娘娘侮辱本官，大闹公堂！来人，快给本官拿下！冷将军，不好了，我的奶茶店遭恶人打砸抢了。青青为我出头，去了府衙击鼓鸣冤，可那府衙的大人和那帮人是一伙的，我怕他们不认得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亏啊。闻言，冷冽立刻爬上了马车。谁敢动他，我就让你们郭大人见阎王！大胆，还不快把他拿下！行，你们先退下。秦婉抱着臂，吩咐一个衙役搬来一把椅子，直接在公堂上坐了下来。现在马上立刻给我抓人，这案子什么时候结案，我什么时候走。好，现在马上抓人。女侠，这案子也答应帮你审了，人也去抓了，你能放开我吗？不能。你就横吧，等我救兵来了，你们两个敢大闹公堂的，一个也跑不掉，诛你九族！大胆刁妇，居然敢威胁京兆尹大人！现在放下兵器，速速投降，还能从轻判。谋害朝廷命官，可是抄家诛九族的重罪。谁要抄我家，诛我九族啊？郭大人搬来的救兵正是冷冽的下一级巡城官杨大人。冷妃娘娘，京兆府郭大人玩忽职守，与地痞流氓沆瀣一气，愚弄百姓，本宫要彻查。下官一定彻查，带走。青青，没事吧？嘿嘿，没事了，解决了。此事我会向他的上级弹劾。那我的店呢？还有没有人赔了？赔？放心，一个也跑不了。都敢欺负到我的人头上了。啊，青青啊，你刚才是怎样制住他们的呀？我们都还没来，你就让人把那个郭大人抓起来了。我们这一路上呀，都担心死了，生怕你受人欺负。秦婉心想，还能怎样？自然是搬出冷妃的身份呗。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居然不知道这个身份原来这么牛。皇上，臣有事禀报，城中一奶茶铺子被砸，与另一茶楼系营业纠纷。该茶楼的老板是京兆府郭大人的一位远亲，郭大人在办案时的确有所偏袒，但事后茶楼老板已及时赔礼道歉，并补偿了损失。刘大人很闲，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朕说什么说？啊，此事牵扯到了冷妃娘娘，因为不巧，那位奶茶铺老板刚好是冷妃娘娘的朋友。冷妃娘娘听闻此事大怒，大闹公堂不说，立刻让人抓捕了郭大人。如今2、3日已经过去了，郭大人仍在牢中。臣想说，郭大人办案时有所偏袒固然不对，但茶楼老板已经赔偿损失，并已道歉了。如今由于郭大人被抓，京兆府里很多事务堆积着，无人处理。可否恳请冷妃娘娘能息怒，大人有大量，放了郭大人？你说此事与冷妃有关？他想起来那日在大街上看到的竹筒茶，还有那个和他拥有一样奇怪盒子莫名其妙在他寝宫出现的女子，目光深邃了起来。你是说他大闹公堂？如若不是遭遇了不公，谁又会去大闹公堂？道歉？既然之前办案有所偏袒，之后为何又忽然道歉？难道不是因为知晓了他的身份才道歉的吗？如若是个平民女子，岂不是任由你们欺凌？下官不敢。郭大人能偏袒他的远亲，朕就不能偏袒自己的妃子？怎么，你说出来还指望朕为你们做主？抱歉，是臣僭越了。臣只是担心郭大人在牢中，京兆府堆积着一大堆事情，不要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影响。怎么，没了郭大人，
京兆府就不能转了。没了他，就尽快找闲人顶上去。他一个能偏袒自己亲属的人，能办好什么案子？滚出去！刘尚书简直连滚带爬，生怕这火气把自己给点着了，到时候自己的位子都不保了。小没良心的渣女，一出去就惹事，受了委屈也不回来跟朕说。抱歉。小骗子，哪怕你继续骗朕呢，怎么又不骗了？朕很好骗的。我去，这不是那个夜观星象？啊！大师，等一等！你是？听闻您能夜观星象，实得天机未卜先知。嗨，瞎讲，都是我乱猜的，你别听人家乱说。难道他认错人了？可是像他这样穿着一身白色道袍，又在将军府里大摇大摆走路的，除了那位传闻中的神秘大师，那还有谁呀？大师钓鱼只打饵不打窝吗？什么打饵，什么打窝？跟我来。秦婉把他拉到了厨房，左手摊开，先挖了一大勺酒糟，再来一点剩饭团，再加蜂蜜、小茴香、碎肉末，一起揉成了一个大粉团。好了，走吧，把这个丢到湖里，保准让你今天满载而归。真的吗？你可不要骗我。秦婉直接帮他把窝料投掷在水里，这些东西都散发着浓烈的香气，混合着鱼爱吃的食物，能够把鱼群吸引到一窝。不过隔半个时辰再钓，效果最佳。下次可以提前放。钓吧。问吧，想知道什么？哎，青青，你在干嘛呢？哎，叔叔，过来。大师，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他从哪儿来的？你还需要问我吗？调皮呀！就在秦婉觉得他是个江湖骗子的时候，他又高深莫测地说：一个不可说的地方，你现在还不敢说的地方。那他还能回去吗？马叔叔也点了点头，急切寻求答案。解铃还需系铃人，人从哪儿来的，就得到哪儿回去。秦婉一瞬间犹如醍醐灌顶。我是从一幅画中来的，要想回去，是否也要通过那幅画呀？这个你还要问我吗？赶紧找吧。青青，你还记得你家那幅古画长什么样子的吗？我怀疑这个朝代也有一幅，是不是那幅画就像是一道连通另外一个空间的门，在特定的时间会打开，所以找到画，我们是不是就能回去了？秦婉在心头苦笑，画他已经找到了，那如果找到了那幅画，又该怎么回去呢？你找到了，再来问我吧。青青，快出来！怎么啦？哎呀，你家狗皇帝来了！回去吧，有什么好看的？青青，青青，皇上方才被蚊子咬伤了，这里离你的房间近，你去取点清凉膏。咬伤？蚊子？你个老六！皇上方才说你是因为帮你好友开店的事，这些日子在宫外，过几日就回去了。是，不过过2日叔叔的火锅店也要开了，估计又得忙一阵子。那你忙完这阵子再回来。好。底下的叔叔奶茶是你那位朋友名字的谐音，那么玩玩火锅又是何意？秦婉顿时怔住，这自然是他自己的真实名字，可是此事又怎能与他说呢？这
回头我问问我那朋友。哎，看到没有？那是火锅店的马老板。哦，她可是冷将军的女人啊！看到那柄剑了不？冷将军的剑给他镇场子的，一般人会给他剑？是啊是啊。还有上回听郭大人的小舅子来闹事，把店都砸了，你猜怎么着？人家第2天就照常营业了。郭大人想保他小舅子，结果连郭大人一起进去了，那当真是一锅端啊！沈郭大人现在还在天牢里吃糠呢。哦，皇上，臣是看在她是卿卿好友，又在京城举目无亲的份上，才照应她一下的。她绝不是臣的女人。朕什么都没问你，为何冷将军要这般紧张着急跟朕解释？冷冽心想，我还没问你呢，为何那位马姑娘新店开业，你下朝就迫不及待地从宫中微服出来，还要硬拉上她？娘娘，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哎呀，这不就回来了吗？不走啦，不走了。不走了吗？啊，参见皇上。你说的是真的？真的不走了吗？秦婉轻轻嗯了一声，躲避他的目光。冷青青，你给朕记住了，你是朕的妃子，在朕废了你之前，你生是朕的人，死是朕的鬼，不可以再擅自离开朕，知道吗？冷青青意外，这又是突然从哪里偷来的什么病娇剧本啊？你的心里有朕也好，没朕也好，你都是朕的妃子。虽然你的心里没有朕，那就换朕对你好，总有一天，朕会让你也喜欢上朕的。说完这句话，他耳尖微红，离开了。秦婉怔怔地站着，他刚才听到了什么？先是胁迫，再是表白。猜猜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钱？200两。格局打开。那1000两。哎呀，再打开。还能再打开？啊，负100两。哎，怎么回事啊？店里的羊肉为了新鲜，都是伙计凌晨4、5点去集市采购的。前2天还好，但今天羊肉忽然翻了5倍的价格，整个集市都一样。那就只能先买了，按照原来的价格卖了1天。偏偏今天生意好，火锅店倒亏了100两。等明日呀，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件事情一定有猫腻，就算是入冬，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涨5倍啊？我也觉得离谱，找人乔装成百姓去买羊肉，依然是比平时贵了5倍的价格。你找人也没用，别的饭馆采购的伙计他们都眼熟了，这一般百姓也不可能买这么多羊肉，一看就知道是你的人。眼下一定是有人在背后针对我们，应该还是和之前的事有关。他们明显知道碗碗火锅和叔叔奶茶是一个老板，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逼迫我们妥协。哎呀，那青青，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有我替你出头，冷将军用剑为你镇场子都没用，郭大人背后的水一定很深。现在我哥仍然在查他，他背后的人坐不住了，害怕我哥会查到他身上。他越是害怕，代表着背后的事儿越大，我就越要跟他刚。继续呗，这点钱老娘还是赔得起。赔什么钱？皇上，皇上，你要为民女做主啊！他巴拉巴拉的，小嘴连珠炮弹一样，又把事情说了一遍。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吗？御膳房有专门的采购工人，以后帮你们采购一份，朕看看他们敢不敢跟朕涨价。哇，这
这是真的吗？谢谢皇上，谢谢皇上！怪不得我们家青青啊，老是夸您好，夸您帅，您是真的很厉害。我们青青有您啊，真是他的福气呢。江北宇淡淡的嗯了一声，心想：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一旁的秦婉已经尬到脚趾抠地了，这冤种闺蜜为了这点羊肉，真是把她卖得彻底呀。你哥还在查郭长斌？秦婉嗯了一声。你让冷冽给朕视频。马叔叔立刻拿着手机去找冷冽。冷将军啊，冷将军。你这丫头怎么不知羞？哎呀，这有什么啊？哪个男人不长这样啊？又不是我故意要看你的。喏，你家皇上找你啊，要跟你视频。冷冽只好出门了，和往常一样，坐在那树杈子上整理了一下仪容，他给他拨了过去。哥，皇上，忠言逆耳，你不信微臣，自会有报应的。哥，怎么回事？皇上为什么要打你板子？你别管，快回去，这是我和皇上之间的事。你是我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皇上打你这么重的板子，我又岂能不管？你等着，我这就去找他算账。站住！大胆冷冽，不知悔改，还在金殿前辱骂朕，是不是想再挨20板子？皇上，朕已经收到无数弹劾，上将军冷冽仗着朕宠爱你的妹妹冷妃，打着清君侧的名义清除异己，你以为朕会色令智昏，任你为所欲为吗？臣所言句句属实。是，除了你，满朝文武都想谋逆，朕就是那最大的棒槌。冷将军身为一个将军，平日里好好练兵就是了，又何必狗拿耗子去管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朕打你板子，只是给你个教训，你若再不悔悟，下次朕直接摘了你的脑袋。皇上。冷将军，这是青青从宫里送来的。马姑娘，老奴还有事情要做，你来帮将军上吧。马叔叔表面上一脸蒙圈，实则暗自在窃喜，这可是光明正大的可以捏一捏他腹肌的机会。冷将军，我来帮你上药吧。男女授受不亲，马姑娘你还未成亲，你上多有不便。你去帮我找个侍卫进来。哎呀，没关系，成大事当不拘小节，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让侍卫上药对将军的威信恐怕会有影响。马叔叔偷笑，男人忍疼闷哼的样子最性感了，上个药搞得像在欺负他一样。不过真他妈带劲呐！这后背紧实的肌肉，还有这小山丘一样精瘦紧实的腹肌，轮廓分明，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伤的是后背，你捏我肚子干嘛？不好意思啊，馋呢，想捏，没忍住。嘿，上完了，手上还有点多余的药，没地儿擦。冷冽信以为真，从袖中掏出一方洗得白净的帕子，递给他。用这个擦吧。马叔叔接过一看，这男人一看就很爱干净，雪白的手帕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玉兰花的香气。那我先走啦，帕子等我洗完之后还给你。马叔叔闻了闻帕子，走了。等他走后，冷冽发现他带来的那瓶所谓的青青从宫里送来的药膏，和他府上的那瓶分明就是一模一样的嘛。这个女人，刚才莫不是在占我便宜啊？
好像自从上次看过他擦身子之后，他看他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了。他确定了，他就是在占他便宜，这个胆大包天的小色鬼。他又气又羞，心想以后绝不能再让他碰他身体。那个，借下你的手机，我有事要跟皇上联系。知道他对自己别有用心之后，见到他有几分尴尬不自在。可是这个是必须倾听在皇上的寝殿才能联系上他的，你确定他现在在吗？是。哦，那我们走吧。第一遍拨过去，没有人接，冷冽神态落寞。他只能给秦婉传了封歌书。秦婉接到歌书了，知道这会儿他们两个人在冷战，自然不能以冷妃的身份去，匆匆换上了一套小太监的衣服。嘘，我哥。所有人都退下，你过来给朕捏肩。皇上，效果不错。臣挨了板子之后，下午那帮人又聚在茶楼了，聚在一起，嘲讽着微臣。臣在茶楼里安排了细作，将他们的谈话全都记录下来了。自从上次北国的尚书徐广义出使江国后，又带来了几个细作，他们以做生意的名义盘桓在京城。有一个今天下午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计划着要倒卖在江国边境的一处铁矿场，以后暗自将铁矿石偷偷运送到北国，下个月就要行动了。冷将军辛苦了，身上还疼吗？冷冽心想，能不疼吗？就没说话。江北宇看了眼坐在小几边上像个仓鼠一样正在吃点心的小太监，知道他跟他汇报完轻轻就要走了，于是又硬是跟他找话题。你找些冰块冷敷一下，明日就故意出个朝吧，在家里好好休息。多谢皇上关心。你今日演得不错。皇上也一样。你府上的那位姑娘，新店开业生意如何了？冷冽看了眼坐在树下托着腮，已经困到小鸡打盹一样的人，心想：皇上莫不是针对这小色鬼动了什么心思？这可不行啊！他和青青是好姐妹，万一纳了他进宫和青青争宠怎么办？皇上，他生意怎样，微臣不知道。但臣为皇上鞠躬尽瘁，唯一私心只有希望皇上对臣的妹妹好一点，因为他对皇上一片真心，希望皇上不要辜负他。这样讲，他觉得还不够，于是下定决心。皇上，那位马姑娘，其实是臣心悦的女子。你醒了？马叔叔依然望着他。谢谢你，那今天就这样，晚安。你是说你喜欢我吗？那太棒了，我也挺喜欢你的。冷冽脑子懵了一下，心想，他能说他是不想让他进宫跟他妹妹争宠才这样跟皇上说的吗？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说，他又凑过来吧唧吧唧在他脸上亲了2下。那你以后就是我男朋友了。你先下来。不，我的男人，我的马，我想杂耍就杂耍。我要你这样送我回房。我腰疼啊，马姑娘。马叔叔差点忘了，连忙从他身上跳了下来，不过改牵他的手，一边牵还回头看了他一眼，美滋滋的傻笑。半夜，冷冽睡着睡着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是，我真该死啊！另一边，小骗子，我又怎么了？连你哥都觉得你对朕一见倾心，痴心一片，连你哥都被你蒙在鼓里，小骗子！若不是因为你哥也不会这样忠于朕。臣子忠于皇上本就是臣子的本分，只要皇上是一个明君，就会获得臣子的拥戴，和臣妾没有关系。那你觉得朕是一个明君吗？
后宫不得干政。其实臣妾对皇上算不上了解，但感觉皇上算是吧。为何？因为皇上没有用军权逼迫臣妾，没有因为是皇上就凌驾于臣妾之上，对臣妾强取豪夺。其实朕也可以对你强取豪夺的，怎么不躲了？因为我知道皇上不会啊，臣妾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如果皇上真的对臣妾强取豪夺，只怕是要失去臣妾了。哼！而且以后臣妾绝对不会再借给你小黑盒，让你和冷将军联系了，砸了也不借你。将军，您被贬职了，皇上刚下的旨，您被降了2级，现在成了骠骑将军。降吧。皇上，娘娘，您不能进去。皇上，皇上，你凭什么给臣妾的哥哥降职？来人，把冷妃娘娘带走。我不走，只要你不给我哥哥官复原职，我就不走。我承认那晚上和皇上吵架，偷跑出宫是我不对，但这跟臣妾的哥哥有什么关系？冷妃，后宫不得干政，这朝堂上的事，岂是你一个妇人能够掺和的？朕给冷冽降职，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跟你和朕那点破事没有关系。你再到朕这边闹，朕就把你打入冷宫，带走。娘娘，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冷将军遇刺了。冷将军今日下朝回府的时候遭遇了刺客，受了伤。今天将军遇刺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对方10几个人蒙着面，路过一段街市的时候，从屋顶跳了下来，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刀。将军原本每日出行都跟随着几个护卫还有暗卫的，今日经过闹市，是1月1度赶大集的日子，街上的百姓人多，护卫和暗卫都被冲散了，加上他前2日身上有伤，才被刺客趁虚而入。那时跟在将军身边的人只有我，他们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武功，这才给将军争取了时间，等到他的护卫赶到。而等行刺结束，那些人摘掉面罩，直接引入了赶集的百姓中，根本抓不到人。江北雨听完，脸色骇然的可怕。今晚也觉得有点自责。朕在思考，冷将军最初的策略是否正确，所有的计划全部停止。皇上想让臣停止调查，让潜伏在朝廷里的细作为所欲为吗？半途而废，那臣的伤岂不是白受了？冷将军上次禀报的事，朕已经让朕的人在查了。冷将军是朝中的肱骨之臣，在朕心中，冷将军的生命安全比这个案子重要得多。冷冽望着江北雨，心中涌上一阵感动，但眼神中还是有些不放心。你为了查案子，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你在明面上，朕在暗，朕出手会比你方便。这几日你在府里好好养伤，就不必来上朝了。过2日，朕会下旨放了郭长斌，让他们愈加得意忘形，然后全部收网。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昨晚上，我看见冷妃穿着小太监的衣服，从皇上寝殿里出来了。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其实，我想起之前冷妃也这样迷惑过皇上，于是昨日偷偷换上小宫女的衣服，想潜到皇上的寝宫。谁知道刚准备进去，皇上就把所有人屏推了出去，说是要睡了。我就一直站在寝殿外边，心想着就这样离去也不甘心。远远的就见着一个人过来了，天黑模样没看得太清楚，但好像就是冷妃。怎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定是那个小妖精迷惑人的手段？皇上现在不翻他的牌子，他想要用这个办法偷偷爬上皇上的床，挽回皇上的心。好不要脸的臭婊子！
知道了，你们就当没看见，让他们混进来。朕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要打什么鬼主意。一会儿我先来，你把风。喜嫔有些不满，她也想先上的，奈何位分比淑妃低，没有说话的权利，就只得答应。皇上，淑妃心情激荡，轻轻唤了一声，发现龙榻上那个熟睡着的身影没有半点要醒来的意思。俩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喜嫔从袖中掏出了准备好的香粉，轻手轻脚地打开了一旁的香炉。皇上，皇上没有反应，仍然背对着他躺着。他鼓起了勇气，伸手将他翻了过来，却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你是何人？淑妃娘娘，这是皇上的寝殿，我是皇上寝殿的侍卫。您问我啊，你难受也没用啊，臣妾又不是医生。你等等啊，臣妾这就去给你找太医。帮帮朕！秦婉身子一僵，他要不要帮他呢？啊，真要命啊！他不会真的要嘎了吧？青青，青青。秦婉终是咬了咬牙，吹了灯。黑暗中，床榻上的男子嘴角露出了隐约的弧度，他正等待着，期待着，闭着眼睛等着他的吻落下。然而下一秒，感觉到一只柔软的小手隔着一条绢帕擒住了他。你在干什么？给皇上解毒啊！身为21世纪的新兴女性，见过跑的猪多了，总会无师自通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江北雨额角的青筋突突突的跳着，只觉得羞耻。这是谁教你的？你放开朕！这可不可能啊！臣妾要是放开了，皇上岂不是要七窍流血而死了吗？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更何况救的还是皇上，臣妾今日真是功德无量啊！秦婉游刃有余。皇上，你忍一忍就好，很快的。快！冷青青，你对朕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没有误解。皇上，冷妃娘娘来了。谁来了？冷妃娘娘。哼，不见。冷妃娘娘，今日皇上身体不适，您先请回吧。有劳公公了，辛苦公公再替本宫传一句话。您说。你跟他说，本宫数3个数，3、2、1。皇上，冷妃娘娘还有一句话要转告您，本宫倒数3个数。什么话？3、2、1。江北雨沉了沉脸，最终道：“你让他进来。”阁又有新发现了。江北雨仍然沉着脸。将军府刚传来的消息，让我们与他视频。只是这大白天的，臣妾又是被皇上厌弃，即将被打入冷宫的冷妃，怎么能找个理由进入皇上的寝殿呢？江北雨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起身走到了一个书架前。书架上有一个不起眼的花瓶，他转动了一下，书架就移开了，里面居然是一条暗道。青青，对方交易了。我们潜伏在万福茶楼的小二听到，那座江国边境的铁矿场在他们的运作下已经悄然易主，而作为酬劳，他们能得到北国那位尚书大人存在钱庄的3000两黄金。由于3000两数额较大，怕引起注意，因此都是一笔笔散户加起来的。这3000两将分成数百笔，多的10几两，少的只有2、3两。好狡猾的套路！他
他们取钱的地方在江国还是北国？哦，在江国之取，九州钱庄。那就简单了，直接在九州钱庄附近几个做活的地方蹲守。如果朕没理解错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手上有数百个账户，里面的钱都不是户主本人的。可是，如果在钱庄附近蹲守，你又如何知道来往钱庄的人哪些是取自己的钱，哪些是为他们取钱？秦婉知道，在现代有那种发布兼职的 QQ 群，有些人会在群里发消息，办银行卡200元日结，就是在利用那些人的银行卡洗钱。他们有几百个账户的钱需要人去钱庄支取，这可是大工程。这段时间，钱庄附近的工会一定有人发布这样的活，让闲人去把钱取出来的。现在皇上要做的就是顺藤摸瓜，将这笔钱截胡，对方自然跳脚。他们想玩灯下黑，可没想到九州钱庄就是暗自由江国皇室掌控的，主动权全在他们手里。冷将军辛苦了。臣没有辛苦，这个线索是马姑娘查到的。上次你告诉朕，你心悦马姑娘，你们之间还分你的我的。臣怎么样是臣的想法，马姑娘并没有答应。啊，我答应了，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事情已禀明皇上，臣就不打扰皇上了。说完就仓促挂了视频。大胆冷冽，朕还没挂呢。你在笑什么？如若皇上按照臣妾说的方法，将这3000两黄金截胡，落袋为安，皇上可否给臣妾一个赏赐？你想让朕分你一点？不，臣妾想要的赏赐另有其他。你想要什么？江北宇觉得疑惑，他吃穿不愁，家里又有钱，能有什么赏赐是能让他开口跟他提的呢？难不成他是想要？只要是朕能满足你的，你想要，朕都可以满足你。皇上，臣妾想要皇上书房密室里的那幅画。冷青青，你野心不小啊！朕说过，那幅画是给朕的皇后的。臣妾没有这个野心，也自知以臣妾的德行与能力匹配不上这个皇后。臣妾为皇上借那幅画，只是单纯的出于对那幅画的喜欢。如果皇上愿意借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细心保管，用完就还给皇上。江北宇若有所思，用审视的深邃目光一直看着他。不知为何，听到他说对皇帝之位没有一点想法之后，心头涌上了淡淡的酸涩。哼，朕不借。朕说过，这是朕未来皇后的东西，借不借你由她决定。哦，既然如此，那臣妾告退了。娘娘，这是皇上给你的。这难道是？秦婉心潮暗涌，转身回房，在灯下仔细查看。当卷轴打开，那幅熟悉的画露出来的时候，他下意识的呼吸一滞。不是说不见吗？皇上，东西已经平安送到娘娘手上了。他了一声。如果一说借，马上就借了，那多没意思呀！这出其不意，才能更让人惊喜。叔叔，画已到手，先联系府上那位先生，等先生来了，我马上带着画出宫。知道，不愧是你呀！啊，冷冽，你府上那个神神叨叨的穿着白衣服的钓鱼佬哪去了？人家是大师，什么神神叨叨的钓鱼佬？那位先生不住府上，就偶尔过来钓钓鱼。怎么？你问他做什么？那你有没有地址什么的？你有事了要找他，怎么跟他联系呢？要地址了也没用，他居无定所，有事了他自会来找我。我一般不主动联系他。怎么？你有事要找他？
这……如果你真的有事要找他的话，我可以出动一些私兵，在全城帮你找。好啊，那太谢谢你了。冷冽一怔，再次憋了个大红脸。天刚蒙蒙亮，玩完火锅店的门板就被人拍响了。守店的小二睡眼惺忪地开了门，见几个宫里来的人驮着个大板车来，将上面大块大块的鲜羊肉卸下来，扔门口就走了。嘿，不用大惊小怪，这些啊都是宫里负责御膳房采购的人。这些工人呢，明天早晨还会来给我们送货。我们从今以后啊，都不用自己再去市场买高价的羊肉了。好嘞。冷冽刚好下朝回来，看见了火锅店的小二屁颠屁颠的从府里出来，拦住了他。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了？没出事儿。小二兴高采烈的把早上的事儿跟他说了。先前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不说？这种事又何须皇上出手？还有，皇上明明知道他，皇上出手又是什么意思？难道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对他贼心不死，想两个一起收了？等明日宫里再来人的时候，就告诉宫里的人，不用送了。啊！小二一脸蒙圈。由于将军说的和掌柜的说的差异太大，就只能硬着头皮又折返回去，跟他说了这个事儿。冷冽，你什么意思啊？冷家有田有地，有专门饲养猪羊牛的养殖场，根本吃不完，还需要让御膳房帮忙采购。那是你们冷家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跟我讲了吗？一边说喜欢我，想嫁给我，一面勾搭皇上，出了事儿还跟皇上去诉过。你什么意思啊？出这事的时候，你不是还不是我男朋友吗？我能跟你说吗？而且是我跟青青视频的时候，皇上听到的，自己主动说要帮助我的，这我能拒绝吗？那现在你拒绝，从今以后，猪牛羊肉都从冷家的养殖场里出。马叔叔一时愣住了，听见了没有？听见了。马叔叔见好就收，呆呆地望着他，心想：好 Max 的男友力呀！那价格怎么算啊？你说呢？马叔叔不喜欢占人便宜，要真的不给钱，以后跟他吵架都要矮一截。我按正常的市场价给你。对，就是你家客厅的这幅画，画成灰我都认得。他又仔细端详了一下，说：不过这幅画现在看上去更新，想不到你爷爷花3个亿买的古画，最早在这个朝代就有了。难不成这幅画真的是连通我们世界和这里的纽带？那位先生呢？不在府上，冷冽帮我们去找了。秦婉注意到，他对冷冽的称呼已经从冷将军变成了冷冽，而且无比自然。你真得跟他在一起了？对啊。可是，如果真的能回去，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相处，如果真的要回去了，那就好好告个别啊。秦婉愣住了。马姑娘，您要找的人，冷将军帮您找到了，冷将军让您过去看。走，我们过去看看。大师，上次说的话我找着了。哦，拿出来看看。大师，就是这幅，您看。这幅画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确定这幅画是真迹？我确定，这是真迹。姑娘，你说你是从一幅画中来的，就是这一幅？马叔叔点了点头。你再仔细跟我说一下跟这幅画的渊源还有经历。马叔叔说了一遍，但还是有所防备，隐去了秦婉也是从这幅画里穿来的事。看见大师的眸光明显变深邃了，这一回他蹲下来，眼睛贴着桌沿又仔细看了看，恍然大悟。这幅画上用暗墨做了一个风水局，也就是一个道家阵法。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暗墨显现出来的时候，阵法也就启动了。你说你是在差不多亥时2刻的时候出现在这幅画面前被传送过来的，所以说这个阵法开启的时间就在亥时2刻。但为什么是亥时2刻呢？暗墨亥时3刻其实不是关键，
只要能让暗墨显现出来，就能开启阵法，是吗？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暗墨怎样显现出来？愈潮、愈冷、愈酸、愈热，这几点通通都排除。他家的画只是挂那儿没人动，他就穿了。愈光，我好像记得我穿过来的时候，刚好有一缕月光照在那幅画上。对，特定角度的光照在那画上，就像一把钥匙，契合了暗墨，启动了画里的阵法，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这幅画的确就是连通两个空间之间的通道，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就会打开。只要将一缕特定角度的光照在画上，我就能回去了。你可以试试。好的，多谢大师。青青，我们有办法可以回去了。他为何要回去？不是只有你吗？马叔叔意识到自己失了言。你是说，你们两个原本都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人，都是通过这幅画来到这里的？马叔叔看向了秦婉，秦婉点了点头。奇怪了，我看他的面相推算出他的生辰八字，看得出他的确不是这里的人，可你的面相，你就是这里的人啊。秦婉的脑子瞬间嗡的一下，他率先认为自己莫非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原本就来自这里，后来反应了过来，他是魂穿的冷清清。这位大师率先所见的还是冷清清的面相和身体，所以并不矛盾。他是皇上的冷妃啊，怎么可能不是这里人？他就逗你玩的。哦，调皮。青青，我们现在要尝试了吗？听刚才大师的意思，我们不必等到亥时3刻，是只要有一束光照在那画上，角度对了，补齐了阵法，就能启动阵法，对吗？怎么办？我紧张。我也紧张。马叔叔取来的铜镜，但还是有点犹犹豫豫。青青，你说我们假如真的找对了角度，是不是就这样唰的一下离开了，然后从此之后跟这里再无关系？也许，你说我们的世界和这里的时间换算的关系是，那里的1分钟相当于这里的12天，会不会我们回到原本的世界以后，才过了1分钟还没反应过来，这里就已经过了12天？假如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休息半个小时，这里就已经过去了1年，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已经忘了我们，不过1天之后，他们就已至暮年，垂垂老矣。不知为何，秦婉的心已经开始疼了，就那么骤然疼了一下，脑子里浮现了江北雨的脸，傲娇的，忧伤的。青青，我们准备个几天，跟他们道个别，离开走吧。去过将军府了。秦婉嗯了一声。你哥的伤恢复得怎么样？好多了。怎么感觉你今天闷闷不乐的？有吗？秦婉感觉到奇怪，今天这么大的事解决了，她应该开心才对，怎么会闷闷不乐呢？瞎说。你来那么久都没玩你的黑盒子，发什么呆呢？外面太冷了，刚坐下，先暖一会儿。江北雨揶揄地望着他，谁知道秦婉竟主动上了他的榻，打开美颜相机和他一起拍了一张自拍。江北雨微微眯了眯眸子，觉得他今日有点反常。皇上，如果有一天臣妾离开了皇上，皇上会怎么样？会杀了哥，杀了你全家。秦婉暗暗心惊，心想还好他只是魂穿，至少这个壳还在。你想跑？臣妾不跑。为了转移话题，秦婉打开了抖音，结果第一个视频的 BGM 就对着他，满眼深意。秦婉连滚带爬的滑掉了。下一个是另一边，马叔叔在给冷冽换药。从前他都不给他碰，总说男女授受不亲，这2日才同意让他给他换药的。过几天我可能就要回去了。冷冽意外。回哪儿？回我自己的国家。那你的店呢？店随他去了。
如果我走了没人管理，你看得上就收了吧。为什么突然要回去？因为我本来就是这里的匆匆过客呀。其实我知道冷将军并不喜欢我，只是不想让我进宫，害怕我跟青青争宠，这些我都知道。冷冽一脸意外，忽然感觉到心绪复杂。可是青青也在这里，你是她的好朋友，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吗？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会回来了。冷冽感觉到一颗心蓦地一沉，他忽然抓住他的手，腹肌给你摸，别走。青青，我长话短说，你知道马姑娘的家乡是在哪里吗？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怎么了？她说她要回家了，再也不回来。看着他的表情没有什么意外，他又说，你已经知道了。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就说要走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欺负他呢。秦婉知道马叔叔一向坦坦荡荡，拿得起放得下的，于是说，他的故乡和这里的环境还有习俗差异还挺大的，如果他决定要回去，就让他回去吧。我没有要阻止他回去，只是这一切太过突然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陪他一起回去。秦婉震惊，这时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谁要走啊？是青青的那位朋友马姑娘。江北宇负着手转眸看向秦婉的神色瞬间就不对了。他也要走？秦婉瞬间心虚，朕也好奇马姑娘的故乡是在哪个地方呢？为什么冷将军查了这么久都没有查到？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明明存在却找不到的地方吗？自然是没有的，所以臣妾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一直盯着他的脸，好像预感到他也要和马叔叔一起离开一样。秦婉发现了，虽然告别是一种礼貌和体面，有时候告别反而是种节外生枝，尤其是在江北宇这样聪明的男人面前。他决定了，今晚就走，再不走就跑不掉了。准备好，可以了吗？马上准备。马叔叔调整着镜子的角度，直到月光的角度和那一晚的就要对上了。马叔叔手上的铜镜却是一颤，落在了地上。秦婉，我还是有点舍不得。反正我们回去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得，对吗？我们在这里待了那么久了，在我们现实的世界里也不过是过去了15分钟，这15分钟我们刷刷视频就过去了，即便再过15分钟再回去，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他拿出手机，现在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点44分，你过来的时候是晚上9点30分。他笑着说，你忘了我们经常半夜2、3点才睡的，现在才9点多，可是我们一旦回去了再来这里就是沧海桑田。你的意思是我们先不走，再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吗？是，我们是可以等到再过10年、20年，甚至30年再回去。即便这里过去了20、30年，我们的世界甚至还没有度过1天，可是等我们回到自己的世界，也变成了2个老太婆，这样我们回去还有意义吗？他就是这样，理智而清醒。这一席话就像一泼凉水一样浇在了马叔叔的头顶。他又重新捡起了地上的铜镜，正当他正要对准角度的时候，一个小宫女匆匆跑来。娘娘，不好了，皇上遇刺了，现在情况危急。那刺客抓到没啊？奴婢也不知道啊，皇上他现在就喊着想要见您呢。秦婉立刻提着裙子朝外赶去。娘娘，皇上不在寝殿，您别往那里跑啊。那他现在在哪儿呢？小宫女一路气喘吁吁地把他带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秦婉正四处张望着，忽然砰的一声巨响，一朵烟花升空，在夜空绽放出无数火树银花。不比现代，烟花在古代是稀有之物，制作工艺也有限，不过在他看来已经十分精美了。今日是青青的生辰呢。不是，老娘以为你要嘎了，你给老娘整这死出。
下一秒，工人鱼贯而来，手上端着御厨做的现代款式的蛋糕、点心、水果、美酒，还有几套黄金做的头面首饰。胭脂水粉摆了满满一桌。这是朕送你的礼物，祝你生辰快乐。接着，冷冽、齐嫔、小芝麻、小花生、小桂圆、冷饮，甚至还有那只大白雕都一起走了出来，像极了开生日派对。不是，今天也不是他生日啊。哦对，是冷清清的。虽然一开始是一整个意外和无语，可看见桌上的蛋糕、满桌漂亮的黄金首饰和胭脂水粉，他还是挺感动的。青青，从今以后，青青的每一个生辰，朕都陪你过，好不好？不知是谁推了一把，他直接被推到了狗皇帝的怀里。闻到他衣襟前熟悉的淡淡的香料气息，他不争气的鼻子一酸。从小到大，他都很理性，因为人一旦感性起来就要完蛋。可是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烟花一个接一个的在头顶璀璨的夜空炸响，他做了一个决定，等到自己能做到割舍掉这里的一切，真正的能够做到坦然放下的时候，再回去吧。他来到江国，先是千方百计的想拍下那座茶楼，没拍下还不甘心，又在旁边租了个店。然后他与我们合作，主动奉上了北国的机密，却只要1000精兵。朕也没有想明白，看朕签下协议时他露出的表情，朕也觉得他是在套路朕，但细想也没什么好套路的。等朕把这份秘方给冷冽，让他锻造出兵器来，就知道是真是假了。回宫后，江北宇便拿着陆夜给他的锻造配方，让冷冽秘密冶炼。3日之后，一个北国同款的兵器就出现了，果然是锋利无比，开封后比一般的兵器要亮多了。好剑，好剑！冷冽拿着新剑满意的端详着，俩眼发光，立即就把这个新剑送进了宫中。皇上，按照配方铸造的兵器已经锻造完成，配方是真的，锻造出的兵器锋利无比，且貌似不像是铁，因为用磁石吸附，没有任何反应。这不就是不锈钢吗？不锈钢？如果臣妾没有猜错的话，此剑不但不会被磁石吸附，还不会被锈蚀，哪怕在水中浸泡3年，依然能不锈不钝。你说什么？不会锈蚀？江北宇眸光惊喜地望着他，眼中又带着些许的探究。你是如何得知这种兵器不会生锈的？青青猜的吧？从小家里的兵器就不少，他时常摸，一摸他就知道材质的好赖。原来如此，果然是将门子女。狗皇帝并没有深究，这个话题就这样过去了。但是秦婉心里却有着什么东西在翻涌。在这个时代，惊现不锈钢，马叔叔打了3个感叹号。真的，前段时间北国不是研制了新兵器吗？他们的兵器秒杀我们，材质居然是不锈钢。你说，在这个时代会不会出现了别的穿越者啊？或许是巧合呢，比如勾践的剑还是记忆合结，千年不腐。我们就算现代也达不到这样的工艺，古代也有许多登峰造极的铸剑师，或许他们只是偶然研制出了不锈钢。不锈钢是不锈耐酸钢的简称，是指在空气及各种侵蚀性较强的介质中耐蚀的一类钢种。冷将军，你仔细看看，你看能否按照这个对我们的兵器进行制造和改良？你好，我是隔壁的，可否买你几壶茶，连壶带走？喝完以后再给你把壶送过来。这个你得问我们老板。马姑娘，稀客呀！
奇变偶不变。陆叶看着他的目光奇异了起来，是那种意味不明的笑。马姑娘见我，为何总是说出这种意义不明的话？上次是这样，这一次还是这样。看来不是啊。万一穿越者想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穿越者呢？他的目光再次探寻地落在他身上，忽然发现在他的腰带下方右腿的位置上隐约有一个手机的轮廓。我操！陆公子，敢问您这里是何物啊？马姑娘，男女有别，你盯着陆某人的哪里看呢？我怀疑你是我同乡，你给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了，就一眼。他现在只想着戳穿他的身份，规规矩矩的问来问去肯定不行，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拿出来看。你们在干什么？冷沉的嗓音蕴着昭然若揭的怒意，还有酸涩。马叔叔差一秒就抢到拿出来看了。哎呀，你来干嘛呀？我来干嘛？我还打扰到你们了是吗？如果我没来，就看不到你们在这里卿卿我我。冷将军可千万不要误会，我和马姑娘之间可什么事都没有。马姑娘美丽动人，聪慧可爱，虽然在下也很仰慕马姑娘，但也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不会违背道德，夺人所爱的。这句话说完，冷冽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得更黑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我没有胡说，我对马姑娘的想法是我个人的意思，与马姑娘无关。冷将军千万不要误会，也不要责怪马姑娘。清楚了。陆叶，你他妈有病吧？哎呀，冷冽，你一个大男人懂什么呀？出来呀，一起把话说清楚，别躲在里面不说话。无需多言，你要真喜欢他，本将军可以成全你。我喜欢个毛啊！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为什么要听一个陌生男人的一面之词啊？将军府里的丫鬟侍卫们一个个竖着耳朵在吃瓜。让他进来。既然你要把话说清楚，就好好解释清楚。你本就是开奶茶店的，店里茶水多的是，为何要去他的茶楼里买茶？哎呀，我的奶茶铺子在街西头，离那里有一段距离。还有，他若对你无意，为什么会把茶楼开在你客栈的旁边？因为他的目的啊，是那个客栈啊。你以为是我啊？那个客栈？那个客栈的地皮是镶了金还是镶了银？他5000多两银子也想要，脑子坏了。哎呀，就是啊，我也很想知道啊。马叔叔，你觉得这2个解释能说服本将军吗？本将军亲眼看见你往他身上扑的。如若说你对他无意，那么本将军现在就去砍死陆叶，你别拦着。冷冽，你别乱来啊！他是北国的齐王，如果他真的死在这里，江国也不好交代的。管他是谁，挑衅本将军的都该死，给他脸了，本将军这就把他剁碎了包饺子。哎呀，那你就不想想清清吗？你可知道今日一时冲动会是什么后果？冷冽愣了一下，然后甩开他。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冷家有块免死金牌，到时候给他。哎呀，冷冽，你别去找那神经病，老子喜欢的是你，老子嫁给你还不行吗？院子里一边干活一边竖着耳朵吃瓜的侍女和侍卫们心里全都是哇哦的一声。冷冽还是不甘心，马叔叔又喊了一句：冷冽，你给老子站住，你再往外走一步，老子就不嫁给你了。冷冽这才停住脚步。马叔叔也不知道事情怎么突然就搞成这样子了，自己怎么就迷迷糊糊就答应嫁给了冷冽呢？原本想玩玩的，怎么突然就要在古代成亲了？娘娘，这是北国齐王的画像。咦？他立即带了这幅画像去找了狗皇帝。这件事，朕已经知道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朕原本以为没有人有这么大胆子，敢在朕的面前假扮齐王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假扮齐王呢？这个齐王是不是假的另说，朕查过，北国有种易容术，可以改变人的容貌，变成与之前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秦婉一下子就想到了之前那位公主陆轩，那岂不就是李逵和李鬼？他找皇上共谋天下，还留了一手，就是怕万一皇上背刺于他，他也不是用齐王真实面容来的，这面具一摘，就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更绝的是，这个齐王这个时候在北国正在大婚，在北国，王爷或者臣子大婚后，可以获得1个月的假期，这1个月可以用于陪心腹回门，和带心腹游山玩水。妙啊！那既然没人知道他来了江国，那我们偷偷嘎了他，会怎么样啊？嘎？就是把他杀了的意思。你为何想要杀了他？那自然是敲山震虎喽，给对方一个警告，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踢着张脸跑到我们这儿来装神弄鬼。爱妃果然心狠，一招卸磨杀驴玩得得心应手，可他才刚刚给朕递了投名状，朕就杀了他，未免太不讲武德。况且他还与朕签订了协议。哼哼，谁说一定要皇上动手啦？陆夜醒来时已经被抓到了一处地下私牢里，身上被绑着绳索。你们是谁？一袭黑衣的暗无伤戴着半块遮掩住面容的面具，抱着臂站在他面前。找到了，找到了。很好，找到了就懒得他动刑了。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呀？啊，坏的吧。我直接让皇上把陆夜抓了，从他身上的确搜到了一部手机。啊，所以他也是穿越的啊？那好的呢？好消息是，那是一部古老的诺基亚，有通话、短信，还有简单的拍照功能，可以玩贪吃蛇。但像素较低，不能上网，并且现在只有1点电了。哦，所以啊，他是凭着对现代的记忆制成的不锈钢。从他的手机型号看出，他过来的年代跟我们不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高新的科技，还没有互联网。但是为毛他手机现在还有电呢？那种手机应该不像我们这样的能利用太阳能吧？诺基亚的电池那么牛吗？应该是个理工男，在他的院子里发现了他自己搭的小型发电设备，他一直靠这个给自己这个手机充电。哦，原来如此。那套发电设备也被我截获了，我想想可不可以复制几个，用在我们新开的旅社和我们的奶茶店和火锅店里。但没有稳定的电力系统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只能先试验试验，看能用在什么地方吧。啊，马姑娘，将军说让你今日别去当差了，等他下朝回来，陪你去街上和你一起置办大婚时要用的物品。啊，这么快吗？他前日不过是为了哄住他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他这么快就准备和他成亲了？他这是一不小心上了条贼船。等很久了吧？之前害怕你在府上待得不自在，才让你去当差。之后你就不用去了，这段时间好好准备大婚的事。以后你就是这府里的将军夫人。啊，这么快的吗？婚姻不同儿戏，你确定不再好好考虑考虑啊？再跟我成亲吗？我年少从军，13岁于行伍之间，在军营里根本没有接触女人的机会。后来我一战成名，成为了一名将军，所接触的女人不是图名图利，就是图冷家的钱财，而你不同。啊？哪里不同啊？你图的是我的色，冷家的财富富可敌国，可你来了之后，却努力自己在京城开店创业，甚至愿意每日巡街当差，赚一点碎银子也乐此不疲，证明你压根儿没把冷家的钱财放在眼里。你的好友是宫里的宠妃，
你与他相处自然，没有一点谄媚，证明你也不是图名图利的人。冷家就是需要像你这样品行的媳妇，而你又图我的色，这刚刚好。那如果我也图你的名利和财富呢？都要成亲了，将军府的一切还不都是你的？你不图谁图啊，小笨蛋？什么？昨日暗无商搜出的东西呢？被你独吞了？皇上都是臣妾的。你真是霸道啊！无奈的声音还带着些许的宠溺。下一秒，他却主动握住了他的手，把他拖到了房间里，让人掩上了门窗，这才拿出来递给了他。这个手机用旧了，已经斑驳掉漆。江北宇坐在他的榻上把玩，因为他已经会用秦婉的手机了，知道是触摸屏，可戳了半天，屏幕却没有反应。按键，他一眼按底下的键盘，屏幕才亮了起来，上面有提示按什么键解锁，连续按了2个键就解锁了，才在手上一会儿就跳出了电量不足的提示。就这也是个宝物？这也是个宝物。皇上，想要就拿走吧，省得说臣妾霸道。这要这个何用？用来砸核桃吗？秦婉揶揄地看着他，心想，如若狗皇帝没有用过他的手机，偶然间得到这个，一定也会视若珍宝。所以，为什么陆叶身上也会有这个？这个你应该问陆叶呀，问臣妾做什么？你敢让朕去问他吗？让朕杀了他，是害怕他会暴露你的秘密吧？臣妾有何秘密？你有何秘密，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朕想告诉你，朕之所以相信你之前那些鬼话，并不是因为朕蠢，而是因为朕不想失去你，所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朕是不会去问陆叶这个问题的。这个秘密，朕要等到你愿意亲口告诉朕的那一天。啊，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来的呀？你是马叔叔身边的那个人。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说吧，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来的？呀，是我2年多前从一个拍卖会上花了300银子买的。怎么，有问题吗？秦婉意外。那你为何会发电呀？什么电？电又是什么？那这张发电机图纸你从哪里来的？哦，这是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起给我的。怎么，有问题吗？那卖你这个东西的人是谁啊？哎，拍卖会能知道这东西的原来主人是谁吗？秦婉眯起了眸子，这人相当狡猾呀。他让牢房里的暗卫退下了，对他说，这样吧，假如这首歌你能唱出来，我就无条件放了你，如何呀？什么歌？秦婉用手机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观察着他的脸。陆叶一瞬间泪流满面。行了，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想回去吗？他决定换一种策略。想念你的家人吗？假如你乖乖听话，我就带你回去，如何？陆叶自知已经暴露，没有再做挣扎。哼，不想。哦，不想？你怎么会数年如一日的给你的诺基亚充电？还不是为了有一天能联系上家人吗？他看着他的眼神瞬间变了。哎呀，要是你能回去，你自己怎么不回去？啊，我才刚来这里，还没玩够呢，不想回去。不像你，已经来了这么久了。你要是不信我，那就算了，我也可以直接杀了你。你真能带我回去？能啊。你想知道什么？那万福茶楼里到底有什么秘密？事已至此，
行动彻底失败，他觉得也没什么好隐藏的了。茶楼里藏着一个账本，里面记载着江国许多朝廷大员和北国私通、收受贿赂的证据，每一笔交易的金额、谁、什么时间、收了什么、用于什么事，都记在上面。我原本想找到这个账本，掌握了这个账本，这些大臣也能为我所用，可没想到最后茶楼被你们拍下了。这个账本原本是郭长斌为了自己官运亨通，也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指使他的小舅子在暗中记下的。没想到皇上变脸太快了，他才刚从牢里放出来，后一脚就被流放，谁都救不了他。哦，原来如此。秦婉恍然大悟，起身将他的手机又塞回他的衣襟里。若有其他人问起你这只手机，就是拍卖会上得的。说完，他便离去。为何这灯没有点火就能亮？还有更神奇的呢，皇上没有发现这房间这么大，里面没有炭火盆，却异常的温暖吗？发现了，所以房中没有炭味，空气异常的清新。秦婉再次把他带到了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前。这个房间里的窗不是纸做的，而是烧制成的一整块巨大的琉璃，格外通透，外面的光能全透进来，所以房间采光特别好。打开窗，外面就是露台。这一面临河，3层的高楼可以俯瞰京城繁花如烟的盛景。妙在，妙在，此房妙在。那这回，皇上觉得这180两值吗？朕认为还是在抢钱，还有什么好玩的、新鲜的，拿出来。外头冷，俩人又进了房间。秦婉把他带到了浴室，里面有个浴缸。晚上的时候，皇上可以躺在这里泡澡，这个开关这么一开，就有热水啦。他拔下塞子，真的有潺潺的热水从管子里流出来。江北宇看着他的目光奇异而炽热。这些东西都不曾在江国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全都是新奇之物。而有些他却在那个黑色的盒子里看到过类似的。那个黑色的盒子和现在的江国是2个世界，而他一直在把那个世界里的东西带出来，直到他的生活与那边慢慢靠拢。皇上饿不饿？晚上想吃点什么？似乎为了缓解尴尬，秦婉将一份菜单递给了他。波龙，这是何物？58两银子一份，晚膳的价格包含在房费里面吗？晚膳的价格呢是另外出的，不过皇上想吃什么，今日可以随便点。好好。本来这次出来就是来宠他的，随便他想怎么样。朕的筷子呢？这个不用筷子，待会儿臣妾教你。皇上 ，Cheers！ 你让朕去死！哎呀，非也，这是一句餐前语，表示碰杯庆祝的意思。头顶的夜空依然繁星璀璨，这里和住的皇宫的确是不同的体验。兴许是有他一直陪着，他觉得在这里的每时每刻都很美好。什么时候他对他这么重要了？重要到了非他不可呢？秦婉，原来你叫秦婉，朕的婉婉。我家烈烈辛苦啦。你叫谁烈烈？叫你啊，怎么地啊？再叫一句，喜欢。准备揪他耳朵的手变成了一个环绕的姿势，搂在他颈上，点足就在他唇上亲了一口。冷冽一把横抱起他，就朝卧房走去。这要吃肉了吗？我知道叔叔缠我的身子很久了，我也恨不得现在就要了你，可是现在还不可以。哼，心机男。他就是故意诱惑他，又这样戛然而止。我希望我跟叔叔做这一切是在3书6聘明媒正娶之后，是在喜房的红床单上，而不是客栈的白床单。
我在城里举目无亲，唯一的朋友又在宫里。你娶我的时候，不如就在这里娶吧。到时候我把边上的至尊套房布置一下。那怎么想？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将军夫人，怎能在客栈娶你？你不必担心，我已经联系好了。我一个二姑就是从四品的官，让她认你做义女。到时候你从她的府上风风光光的出嫁。马叔叔又被震了一下，眼窝甚至微微发酸。他知道古代门楣有多重要，可他非但没有看不起他孤身一人，还替他安排好了人家，让他风风光光的出嫁。谢谢你，冷冽。还跑吗？他摇了摇头。在现代，他也无父无母，9岁时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学武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能够在古代嫁给冷冽，那他也算是有个家了。他忽然感谢那幅画，感谢秦婉把他送到了这里来。此时隔壁的秦婉正在泡澡。好舒服呀！热水从墙上的水管淅淅沥沥地流进了浴缸里，蒸汽氤氲了整个浴室。哎呀，完了，现在怎么办？让江北雨帮他拿吗？不，浴缸里一览无遗，让他蒙着眼睛给他送进来是万万不可能的。谁知道他给他送来了寝衣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呀？所以他打算接下来自己去拿。洗完了？不要回头。那朕去洗了。本来都快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间，手都要够到门把手了，可这时候他还是转过了身来，看见身上只裹了一条浴巾，畏畏缩缩的像个小鹌鹑一样的秦婉，他有点好笑。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故意朝他走了过来。爱妃，朕的寝衣在哪里？在房里，我一会儿给你去拿。哦，可是朕在宫里的时候，是有人伺候朕洗浴的。朕住了你朋友的客栈，不可能让小二过来伺候朕洗浴吧？你说对吗？那个臣妾让暗无伤进来。好啊，他要是有这个狗胆过来，你就让他过来。那臣妾，他硬着头皮。臣妾待会儿过来。好，那朕待会儿等着爱妃过来。说完，他转身离开。总算是走了，秦婉偷偷松了口气，拧开门正要进去，可这时门把手将他身上的浴巾一挂，哗啦，身上一凉，那条本来就裹得不是很严实的浴巾翩然落地。这浴室的门怎么开的来着？这一转头就看见了令他血脉喷张的那一幕。秦婉怯怯地站着，觉得这一瞬间空气都凝滞了。这一瞬，他甚至都想把门给拆了。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面不改色，重新拾起了浴巾围了起来，走了过来。重新回到房里，他趴在松软的床上，将小脸埋在被子里，紧紧攥着被角。丢死人了，居然被狗皇帝啃光光了！不过又转念一想，被看光光的是冷清清，和他秦婉有什么关系呢？殊不知，此时江北雨坐在浴缸里，刚才惊鸿一瞥的画面却总是在他脑海里挥散不去。他一遍一遍地试图平复呼吸，可他的二弟却平复不下去啊！进。臣妾来给皇上沐浴了。不用了，你走吧。
秦婉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好的机会，狗皇帝居然要放弃？朕让你退下，不用伺候了。哪个字听不明白？哦。江北宇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想起身去追，然而看了眼底下，又只能无奈地坐了回去。嘿，昨晚皇上睡得好吗？好，住着马掌柜180两一晚的房子，自然是睡得好的。冷将军昨晚睡得好吗？这里的床，臣一个人睡的确宽敞。昨夜臣一觉睡到大天亮。今日冷将军什么安排呀？啊，一会儿我们打算去游湖。朕刚好也打算去。冷妃，去吗？去啊。哟，那不是皇上和冷将军吗？皇上和冷妃娘娘昨晚上也住在这儿。秦婉心中暗笑，这个广告效果已经达到了，将来这间客栈根本不愁生意。听说了吗？公主正在准备嫁衣，要用990颗半寸大的淡水珍珠缝制。这么大的珍珠，一颗就要上百两。本国已经找到200多颗，剩下的只能从别国购买。现在已经涨到150两一颗了。乖，150两啊！那一件嫁衣得花多少钱？看见湖心那些摸棒的了吗？不都是为了摸珍珠？毕竟一颗就是150两啊！江北宇听着，暗笑北国皇室真是人傻钱多。他倒是有一壶珍珠，不知有多少颗，不如趁现在找人卖给那帮傻货。那你可知公主要嫁的人是谁？我怎么一点也没听到关于驸马的消息呢？什么驸马？公主要嫁的是江国的皇上。江北宇满头问号。他心虚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秦婉。秦婉因为不熟悉北国话，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啥。和马叔叔在船头已经拉开了鱼竿，俩人正在愉快地钓鱼。冷冽却是听得懂北国话的，方才那俩人在一旁说的话，他也在听。此刻悠悠转过头来，默默地看着他。无知刁民，胡说八道！这件事朕根本不知道。他转身去了船舱里，冷冽也跟了进来。我的，我找到就是我的。拿过来，这是船上的东西。再说是客人点的，再怎么样也不属于你。拿过来。那船小二扑通一声直接跳进了水里，水面上咕咚咕咚冒起了一串泡泡。啊，外头怎么了？马叔叔就神采奕奕地把打听的事情说了一遍。什么？一颗珍珠150两？秦婉惊讶，接着一阵狂喜。那这黑心钱他必须得赚呀！哼，被人狡诈，谁知道这背后隐藏着什么骗局？此事最好别理。冷冽默默地看了他一眼，眼神一言难尽，没有说话。正是因为北人狡猾，所以赚北人的钱没有负罪感吗？啊，青青，你有办法弄到那么多淡水珍珠吗？当然。朕不准。你凭啥不准呀？为他人做嫁衣，江北宇害怕他知道真相之后气得吐血。你身为一个宫妃，成天搞这些投机取巧、鸡鸣狗盗的事，成何体统？臣妾投机取巧、鸡鸣狗盗。熟悉他的脾性，这时候江北宇已经有点怂了，知道这时候他没有把桌子掀了是给他面子，故意朝冷冽挤了挤眼，想寻求场外救援。冷将军认为呢？皇上眼角抽筋了。皇上，臣以为还是如实说吧。北国那边传言，北国公主要嫁的男人就是皇上。这件事儿我早就听陆叶说过了呀，那位公主就是北国的第一美女陆轩吧？要不她怎么打定主意要赚这个黑心钱呢？她做她的嫁衣，
我赚我的钱，她能不能嫁过来，哼，那还是另外一回事呢。下午的时候，一行人游湖结束，打道回府。马车上，马叔叔偷偷地问他：“哎，你究竟怎么变出这些珍珠来的呀？”你要永远相信现代的养殖坑人技术。看过那些开蚌壳的直播没？只要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培育出一颗大珍珠。不管你要方的、圆的、爱心的、紫的、粉的，都可以。一个壳里可以养10几颗珍珠呢。痴心妄想，朕不可能与你合谋。北北，朕不会帮你的，奸商。朕岂能和你一起作奸犯科？哎呀，北北会帮我的，对不对？我们北北最好了。江北宇的身子一僵，一抹红从耳尖处开始蔓延，直到脖子根儿都红透了。朕只许破例这一次。秦婉顿时欢欣雀跃，没有什么比搞钱更让他开心的事情了。萱萱，还在气呢？那帮工人全部都是饭桶，气死我了！皇兄，我不管，那些珍珠我不要了，必须要全部重新给我收起。好好的珍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皇兄刚才看过，那些珍珠全都是好的。不是，一个蚌里出5颗珍珠，皇兄能信啊？显然是有人投机取巧，混了200多颗假的，骗过了那些愚蠢的工人。我堂堂北国公主，难道还能穿假珍珠制成的嫁衣吗？那还不被天下人笑死？谁说一定是假的了？这些珍珠全都是北国真金白银买来的，天下人有目共睹。皇兄说是真的就是真的。皇兄，你无需多言，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要么就穿着这些珍珠做的嫁衣出嫁，要么就别想家了。当然，那200多颗珍珠的事，皇兄也会查清楚。朕倒要看看，何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把我北国皇上当冤大头。这3万多两银子已经在秦婉的手上落袋为安，他数银子就花了一晚上，都数到了手抽筋儿。江国的新年即将来临，这是秦婉在这里的第一个新年。好离谱啊，他居然在古代待到了过年。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大珍珠吗？对啊，除了珍珠，他还喜欢玉器、黄金，总之值钱的他都喜欢。江北宇背着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知道他想要干嘛。新春来临，江南哥也从礼教回来了。你和皇兄怎么还没有生孩子啊？难道皇兄真如传言所说的那般？不行啊！秦婉大惊，心想这是能说的吗？就看见他身后江北宇脸上黑气翻涌。你还是小孩子，小孩子不能讨论这个话题的。过了年我就18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也只是不过比我大了1岁多一点点而已。秦婉只能给他眼神，疯狂暗示他江北宇就在他身后。青青，你怎么了？眼睛进沙子了？来，我给你吹吹。哎呦，皇兄，疼！送你去学礼教，一整年都学到狗身上去了吗？堂堂一个公主，就像一个市井长舌妇，在宫里聊这种不知羞耻、上不了台面的话题。我这不是在关心你们吗？之前那些女的你全看不上，好不容易看上一个，还指望你能什么时候生出个小外甥给我玩呢？朕生的孩子岂是给你玩的？要玩成亲了自己生去。我才不成亲，这亲要看别人成才有意思，孩子看别人生才有意思。你看隔壁的陆轩，这亲还没成，就让他兄长给他准备珍珠嫁衣了。我可没让你给我准备珍珠嫁衣，别逼我。你皇兄也不是给不起，小看你皇兄了是不是？你想要
分分钟就能给你做一件。秦婉在心里暗笑，我才不要。他陆轩穿珍珠嫁衣，我就要穿吗？我才不做跟屁虫。不对，我才不要嫁人。秦婉看了他一眼，低头偷笑。笑什么？没什么。秦婉暗笑，他刚才还装得挺像的，江北宇却以为他在笑话他不行，有些微恼。你别听他瞎说。他瞎说什么？哼，这行不行？你没试过，又怎么知道？我才不要试呢。青青，江北宇跟了上去。青青，他追上去，说出来却觉得脸臊得慌。你嫁给朕也有2年了，朕也想要有个孩子。皇上那么多的妃嫔，想生就生啊。可是朕只想要个跟你的孩子，可以吗？秦婉一时语塞了。其实这段时间他和狗皇帝相处的挺好的，每天都开心，只要不用侍寝，真的挺开心的。可一旦在肉体上和狗皇帝有了纠缠，只怕从此以后就要在这里越陷越深了。他割舍不了现代的生活，那边还有他的亲人。他知道他可能会在这里留个1年2年，但绝对不会长久。他也不想他的孩子还小，妈妈就不在了。可是臣妾不喜欢孩子。他硬了硬心肠，最终说出了这句话，留下一脸蒙圈的狗皇帝独自离去。皇上，知道朕为什么要翻你牌子吗？臣妾不知。因为整个后宫，你算是朕看得还算顺眼的。还未来得及庆幸，他下一秒的一句话让他一颗心瞬间沉入了谷底。但是朕不会临幸于你，聪明的话就跟朕好好配合，明日朕能恢复封你的位分为齐妃。机灵的话，应该懂朕是什么意思。臣妾明白。睡吧，睡一会儿回去了。恭喜啊，再过几天就要做喜娘子了。嗨，你我之间道什么喜啊？再过几天我们就真成一家人了。秦婉笑了笑。青青，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没事儿。绝对有事。狗皇帝欺负你啦？啊，前几天晚上我想找你讨论客栈的事儿，你说你不方便，怎么了？再次提及那晚，秦婉感觉到一根尖刺猝不及防地猛扎进了他的心脏。他跑到湖边，扶着围栏一阵干呕。有了？有你个锤子！回城的马车，江北宇发现他坐的地方又隔得他远远的。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其实他一直都知道，但他不能做那个戳破那层窗户纸的人，他要让他自己感悟到。说说。冷将军，可得答对了问题，才能将我们掌柜的娶走啊！问。马姑娘是哪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一个，马姑娘最爱吃什么？草。又姓马又爱吃草，这回答惹得人哄堂大笑。马叔叔的脸沉了沉。马叔叔也没说过他爱吃什么，冷冽只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就吃那种切成丝的各种蔬菜，跟喂兔子一样，一紧张就说成了草了。不对，得做10个俯卧撑，做完了才能继续回答。冷冽着急娶媳妇儿，但也只能按照里面的指示，穿着一身大红的喜袍，就在地上吭哧吭哧地做起俯卧撑来。做完俯卧撑的冷冽，再接着回到门前接受拷问。是樱桃。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马姑娘的？第一眼。
这个答案明显是让马叔叔意外的。他说他是图他色，缠他身子，他又何尝不是呢？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这小子藏得可够深的呀。下一个，马叔叔最好的朋友是谁？我妹。再下一个，以后府上谁管钱？叔叔管，我的一切都是叔叔的。门这才打开，清一色漂亮的粉衣女子堵在门前，朝他伸着手。祝冷将军和掌柜的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福寿安康。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叔叔，你一定要幸福啊！我要和你再见了。皇上，臣妾好像有点喝醉了，想先回宫了。朕与你一起回去。也好。上了马车没多久，江北雨却闻到空气中隐约而来的一股异香，接着就失去了知觉。皇上喝醉了，安侍卫，可否搭把手，帮我把皇上一起扶到寝宫？叔叔，希望你能一直幸福。娘娘，齐妃娘娘来了。哟，这大过年大晚上的又过来找狗啊？我也不想这样麻烦你，是因为这天太晚了，布丁还没有回去。秦婉没有跟他多言，单手从狗窝里拎出那只挨着熊爸睡的小白糯团子，就丢给了他。青青啊，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你知道的，我不喜欢绕弯子。皇上那日并没有临幸于我。他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气你，让你吃醋而已。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他知道必要时我会向你解释，告诉你真相。哼，幼稚。像心里堵了许久的大石头被人搬开了一样，秦婉忽然觉得自己没那么难受了。皇上的第一个孩子很重要，我想他应该是想留给你，跟你生，你才是他心里命定的皇后人选。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既然是他跟你做的戏，你提前告诉了我，就不怕他生气啊？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看见你就想告诉你。好了，现在说出来了，心里舒坦多了。狗皇帝，诡计多端的狗东西，你以为我会吃醋吗？我才不会吃醋呢！哼！他起身回了内室。纵使齐妃告诉了他的真相，但他去意已决，因为通过这个事情更让他明白，帝王就是帝王。现在他和齐妃或许是假的，那日后万一还有张妃、李妃呢？身为帝王，繁衍子嗣，将皇脉壮大并不是错，他也大可不必为他守身。这里是他不应该来的地方，他回去了，只不过将这一切归于原位。他将画卷取出来，展开悬挂在床头，之后打开窗，模仿马叔叔上一次的样子，站立于窗边，手中拿着铜镜。特30多。此刻秦婉手上拿着铜镜在研究着，记得马叔叔说过，那时看见月光落在画上，大概与水平线呈现探30度角的时候，角度快要对上了，外头突然传来了一句皇上驾到，他吓了一跳，手一抖，铜镜直接躺下去了。朕知道，其实这些日子你一直都在生朕的气，因为朕烦了齐妃。前几日在马车里的时候，你说朕小气，是你自己说的，
你不喜欢孩子，朕有那么多的嫔妃，想生就去找他们生。可是，朕翻了齐妃，你又生气，到底是谁小气？被窝里，秦婉的手紧紧攥着，她40米的大刀都快收不住了。可你知道吗？那一晚，朕和齐妃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朕只是想让你看清自己的心，让你看清，你是在乎朕的。朕只想要个跟你的孩子。虽然朕有那么多嫔妃，但是朕与他们从来没有过夫妻之实，因为朕想等一个朕真心喜欢的女子，和她相守一生。朕是不是还没有跟你说过朕太奶奶的故事？她就是江国唯一的女帝，也是青出于蓝最贤明的君主。她带着江国走向了盛世，但是她也从继位到薨逝，自始至终就只有过一位夫君。朕也想像她那样贤明治世，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如果你愿意与朕相爱，那你就是朕的唯一。如果你现在不想生孩子，也没关系，朕也可以等你，我们慢慢来。不知为何，啪嗒，一滴眼泪从他眼睛里落下来，落在了他枕上。说完这些，他徐徐起身走了出去。秦婉坐了起来，泪水突然决了堤。小奶狗的一番肺腑之言，居然让她一个雄鹰一般的女人落泪了。这狗皇帝干嘛跟她说这些呀？还怪感人的呢。果然，真诚才是必杀技呀。思考了一夜，辗转反侧，秦婉心想，他要真走了，狗皇帝还不得哭死啊？算了，还是先留下吧。不过这话得找机会先还回去，不然的话，狗皇帝只告诉过他书房密室的机关，要是发现画丢了，那肯定首当其冲怀疑他呀。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又将画收进了话筒。冷妃，早啊！这大白天的，秦婉倒吸了一口凉气。江北宇原本还不确定这幅画与他有什么关联，现在可以确定了，这幅画就是他回去的秘密。冷妃这一大清早的，不是懒觉，偷偷来朕的书房里偷画。臣妾实在太喜欢这幅画了，昨晚半夜3更夜不能寐，偷偷拿回去欣赏。臣妾这不就送回来了吗？哦，那你猜朕信不信？真这么喜欢，就努力做朕的皇后。秦婉心想，昨天还在他床头哭着喊着要他做他的唯一，现在却要他努力。可是臣妾懒，臣妾不想努力了。那只有皇上替臣妾努力一点点了。另一边，太阳都升老高了，将军府里一辆马车才徐徐出来。困就在我身上再睡一会儿。马叔叔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枕在他腿上，睡在马车里。冷冽整个身子一僵，拿起一卷兵书，试图转移注意力。他满脑都是昨晚的画面，白软的细腰，长腿，掐着那把腰，害怕将它弄碎了，可却着了迷的喜欢他咬着下唇，偷偷忍耐的模样。拿起兵书，低头偷偷看了眼他的宝贝媳妇儿，深深吸了一口气，又不敢乱动，怕他醒了。我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知道用什么狐媚手段勾引了冷将军。我听说他一开始是出现在皇上的寝殿里，连衣服也没穿。啊，那可不是勾引不上皇上，这才勾引的冷将军。谁说不是呢？听说啊，这将军夫人和冷妃的关系特别好，都是一路的狐媚货色。冷夫人，马叔叔的直觉告诉他，这几个人来者不善。原来这位就是冷将军刚过门的夫人啊！祝你和冷将军新婚快乐。齐怀觉手上的酒杯和他手上的酒杯一碰，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杯酒大半都泼到了他身上。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用不好意思，弄脏了赔就是了。这条裙子5000两，赔钱。哎呀，那么贵呀！齐姐姐又不是故意的。老夫人，你怎能如此计较，咄咄逼人呢？少拿道德绑架我！弄坏了别人的东西，赔偿天经地义。齐妹妹看得起你，才过来给你敬酒的。不就不小心弄脏了一点，你不会自己回家洗洗吗？竟然还讹起人来了！这里是什么场合，你不知道吗？瞧瞧你这丢人现眼的样子。哦，对了，该不会你知道齐妹妹是冷将军的青梅竹马，故意为难齐妹妹吧？早知道将军夫人是这个德行，我们才不会过来给你敬酒呢。就是，瞧他那穷酸的样子，哼，跟没见过钱似的。早知道他是这个德行，我们才不会过来给他敬酒呢。哼！哦，原来你就是我丈夫的青梅竹马啊！哼，那就怪不得啊，刚才会嫉妒的把酒泼在我身上了。但你嫉妒的发疯了也没有用，我丈夫说了，他此生啊只会娶我一个，你连当他小妾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呢。你！齐怀觉恼羞成怒，伸手就要打他。什么时候青梅竹马的门槛那么低了？叔叔，我与齐姑娘不过是认识而已，别听他们造谣。马叔叔哦了一声。齐怀觉，马上给我夫人道歉。齐怀觉万万没料到，平日里自带冷漠边界感，看见女人一句话都不说的冷将军，居然也会扎女人堆里来管女人的事儿，低声解释：“我真的是不小心的。”跟他说。对不起。道了歉，钱还是照样要赔的。明日我会亲自去丞相府向你父亲索要。齐怀觉吓惨了，那可是5000两啊！他爹能扒了他的皮。皇上，老臣得到最新消息，北国即将送公主陆宣前来和亲。什么东西？他要将人送过来，这就要照单全收吗？北国送来的和亲大礼是10座城池，当做公主的嫁妆。姜维宇震惊了，那些大臣们也都震惊了。皇上，如果北国真的愿意将那10座城池归还，倒不如我们就答应与北国和亲吧。同意和亲？北国随随便便塞个女人过来，朕都要照单全收的话，在北国人眼里，朕岂不是任人拿捏？这怎能说是拿捏呢？这可是10座城池呢！这10座城池如果能以这样和平的方式交付，对两国百姓来说算是幸事，对两国之间也算是美谈。更何况北国也没有要求让皇上立陆宣为后，皇上封个妃位就好了。对于皇上来说，无非就是后宫多了个女人；对于姜国来说，那是多了10座城池啊！对呀，皇上三思啊！你们怕是对美谈有什么误解？100-200年前，姜国送去10座城池为聘，是因那位姜国太子与公主两情相悦。那位太子自小在北国长大，也算是半个北国人。也是在那位公主的激励下，那位太子才夺回了江山。在两人的相互扶持下，带动两国一起繁荣昌盛。那位公主的价值早就超过了10座城池，这才叫做美谈。那位叫陆宣的，他又算什么？做一件嫁衣就大动干戈，劳民伤财。朕娶她来做什么？继续霍霍朕的江山吗？朕是不会去的。你们死了这条心。娘娘，您放心吧，皇上没有答应。奴才听御书房那边的人说，皇上发了好大的火，把劝皇上答应和亲的大臣们都赶出去了呢。本宫又没问，谁让你去打听的？是奴才自己想知道的，自己去打听的。秦婉心里稍稍舒坦了点，但是她知道这件事怕是没这么快就能过去的。第2日，
北国的国书果然已经送到了，满朝文武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如他所料，满朝文武都眉飞色舞，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齐齐劝谏江北宇，让他接受10座城池，同意与北国的和亲。此事无需再奏，朕拒绝与北国和亲。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犹如当头棒喝，所有大臣都诧异，甚至想破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于皇上而言，只不过是后宫多了个女人而已；于江国而言，没有任何损失。皇上为什么就不答应呢？此事不必在意，朕心意已决。诸位爱卿，如有其他事情，请上奏；若无其他事在意，那便退朝。皇上，钓鱼嘛，哪能不下饵的？皇兄，开心点儿。陆衍若有所思。待天下归一了，世间没有了江国，也没有了北国，天下间所有的城池百姓都是归于皇兄的。陆衍缓缓抬眸看他，这个妹妹有美貌，有才华，有脑子，主动请缨，让他有细心，他能将江北宇迷惑，帮他夺取天下。公主，江国那边传来歌书，最新消息，江国皇帝不答应和亲。哼，他会答应的。在江国的朝堂里，潜伏着许多出色的犬马，他们拿着江国的俸禄为北国分忧，江北宇却从不知情。前段时间在江国被撤职的只是冰山一角，他相信在那些人的运作下，结局不会让他很失望。皇上，不好了，百姓们在京城大街上游行，还望皇上三思，接受圣旨，与北国和亲。江北宇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退朝！整个金銮殿没有一个大臣离开，一直从早晨跪到了日暮。秦婉听闻了消息，神色落寞了下来。其实在他心里亦有一根紧紧绷住的弦，他在抗争，他在努力，他的那根弦也在越绷越紧。清江，哥哥求你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身为你的兄长，不该说；但身为一个臣子，身为江国的大将军，我必须找你。我知道，皇上如今和群臣和百姓抗争，不愿和北国和亲，全是因为你。所以呢？你是想让我劝说他吗？只有你能劝说他了。秦婉神色依然平静，他知道这是古代，以冷冽的立场说这样的话，他也没有错。可是这近10日我都没有见过他，皇上也从来没有找过我说这个事儿。我想，还是交给皇上让他自己处理吧。可是皇上他现在犯轴，甚至说出不接受和亲，依然能将这10座城池打回来的话。可是真的为这10座城池大动干戈，你可知道会有多劳民伤财，要平白流多少血？这10座城池现在能以这样和平的方式回归，的确是两国之幸。冷冽脸色沉重，万分无奈。清江，这就是你选择嫁的男人，他是皇上，你没有办法。行啦，我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再说吧。冷冽离开了，可秦婉只是又静静地在庭中坐了2日。道理他都明白，但他不是圣母，可以做到亲口劝他去纳一个自己讨厌的女子。他是秦婉，不是冷清清。北国国书第9日的夜晚，他终于来找他了。青青，有一件事朕要与你商量。你说。朕……他听到他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其实这些天你没有出门，朕知道那件事你是知道的。明日是最后的期限了。他声音很轻。朕答应你，就把它当成摆设，朕绝对
不会碰到一根手指，好不好？不行！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对他喊出了这句话，伴随着这些天的隐忍和委屈，泪水夺眶而出。你要是敢让陆轩过来，我就走。皇上，你还记得对臣妾许诺过什么吗？皇上说过的，臣妾从那之后就是皇上的唯一，这句话不算数了吗？门外没有了声音，久到他以为他早就离开了。青青，对不起，朕已经尽力了。好，心里这么多日紧紧绷的弦骤然松开了。秦婉像一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儿。皇上没有错，错的是臣妾。江北宇真的没有错，错的是这里根本就不是他的世界。江北宇回到书房，便踉跄地锁起了密道的开关。他想，等他冷静一段时间就好了，他绝对不会放他离开的，绝对不会。殊不知，房间里秦婉已经静静从床底下的暗格里拿出了一幅画。第一次他将此画借出，其实就已经偷偷找人仿制了。于是第二次他将画偷出来后，就偷梁换柱了。将画挂起来后，他果断推开窗，让月光照进来，手持一面铜镜调整角度。上一次被他那句从此之后是朕的唯一所打动，又陪了他这些时光，可以了。画面上灯光亮起，忽然整幅画发出了巨大耀眼的光芒。秦婉到此一游，今日到此为止了。狗皇帝，拜拜了您嘞。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已经回到了家中，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整个人蒙圈了有3秒，才确信自己是真的回来了。9点30分离开，9点54分回来，现实世界里只过去了24分钟。秦婉有些怅然若失，就在他刚才愣神的那30秒，那边已经过去5、6天了吧？狗皇帝发现他消失了吗？叔叔，我已经回到现代了。他给马叔叔发了消息，没有回复。这里每过去的1分钟，相当于那边的12天。现在已经距离他离开过去了差不多有1个月。他很冷静，喝了口咖啡，然后上楼洗澡。走进浴室的时候，他裂开了。为什么他身上还穿着古装啊？这他喵的是冷清清的身体啊！那他的身体在哪里呢？他提心吊胆，在家里找了一圈，没找着。他连滚带爬地抓起手机，又给马叔叔发了一条消息。对了，现在古代的那个人是谁？冷清清还在吗？前一条消息还没有回复，等了一会儿，他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对，还是暂时先放下手机进去洗澡。12天，又12天。突然间想到了什么，他猛地一拍大腿。哎呀，走得太匆忙，我的大金枕头忘带来了。还有一堆狗皇帝之前赏赐的上好翡翠、瓷器、古玩字画，还有那些胖乎乎的小金元宝。如果能带回来，爷爷一定会很开心的。算了，钱财乃身外之物，也不缺这仨瓜俩枣的。3秒钟之后，蒙女落泪。可是他一颗汗珠摔成8瓣，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当啊！要不等那边过去个几年了，再偷偷溜回去一次，把东西扛回来。秦婉擦着头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他掐指算了一下，他走了有大半年了。拿起洗手台上的手机再看了一眼，
怎么回事？怎么马叔叔还没有回消息啊？啊，该不会得知我跑路，江北雨龙颜大怒，把冷清清的9族里面包括马叔叔一起全嘎了吧？想到这里，他浑身涌上一阵恶寒。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吹干头发，他躺在床上也冷静下来，做了个决定。他决定等明天早上，如果还没有收到马叔叔的消息，就等那边的世界过去20年之后再回去一趟，看看那边是什么情况。出不出来吃烧烤？来，让马叔叔一起出来，他电话我打不通。叔叔他今天不在家。啊，没事儿，待会你自己来，老地方见。好。老地方是18铺附近的烧烤酒吧。你看你想吃什么，再点一点。美人爱吃的我都爱，就这些吧。我怎么感觉你的脸好像变了？打仗啦？没啊。后来想起来了，他喵的这身体是冷清清的呀，一开始差别还更大呢。叔叔哪里去了？上次说给叔叔介绍对象的事，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开高尔夫球场的男孩子，1.8米，20来岁。啊，不用了，他现在应该不需要了。啊？这么快就找着了？前2天他不是还吵嚷着自己单身，想要尝一尝爱情的苦果吗？找着了，人还不错。男的是做什么的？是个兵哥哥。这兵哥哥就等于兵加我哥。就知道他喜欢这一款的，在马路上，但凡看见个长得帅的、穿军装的，他都走不动道。那你呢？你要不要？肥水不流外人田，小伙子看上去就是个小奶狗，乖乖牌。不用，我可不喜欢小奶狗。说完就被咬了舌头。该死的，心里又缓过了那个狗皇帝变成小奶狗撩他的场景了。你怎么了？没事，就是有点渴了。一觉醒来，依然没有收到马叔叔的消息，他觉得很奇怪。自他走后，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啊？那个世界里，狗皇帝如果还活着，应该已经40岁了。那个世界距离他离开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他要再去看一眼马叔叔，然后拿回他的那些宝贝们。早年。另一边，江国皇宫，江北雨回到书房，便踉踉跄跄地锁起了密道的开关。在落锁的那一刻，他忽然隐隐察觉到，好像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儿。任他这样狡猾的性格，如果这幅画真是他的退路，又怎会乖乖地送回来呢？该死，画被换了！他立刻转身，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荣华殿。刚进院子，他就看见他从寝殿窗户里迸发出的白光。冷清清，你要是敢走，朕就打断你的腿，诛你9族！果然，等他推开他寝殿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悬挂在他床头的那幅画。他看见那画上的光芒渐渐熄灭了，甚至那张画还微微晃动了一下。青青，他慌了，他意识到了什么，找遍了整个寝殿，里面空无一人。是朕的错，朕错了，朕答应了你，从此以后就你一个人，是朕没有办到。他喃喃自语，可是他们所有人全部都在逼朕。他今年不过才22岁，少年天子，未及弱冠之年就继承了皇位，没有自己的倚仗和根基。他认为他也可以成为像太奶一样让四海都臣服的君主，可他竟然连自己喜欢的女孩都留不住。朕答应你，不娶了，不娶了，朕会与他们抗争到底，
只要你回来朕的身边，好不好？房间里安安静静的，无人回应他。忽然他看到了地上掉落的铜镜，捡起来在手中端详了一下，目光深邃，若有所思。铜镜画，怎么回事？他调整了一下角度，按照原来的方法再一次。啊，找你！依然无事发生。不是，他回不去了？难道说阳光不可以，一定要用月光？不知为何，他心里猛然一空。哎呀，走了，上班上班。秦总，这是公司新来的一批网红主播，昨天直播部的大区经理已经面过了，条件都很棒。他们的账号资料和过往作品、直播数据情况已经发您邮箱了。但今年公司力推打造的偶像网红名额只有3个，得由您亲自挑选。好。10分钟后，他去了练习室，只见10余个美男站成了一排，出现在他面前。都男的？本季度的推广方向是男网红，下季度是女网红。秦婉心想，这从前还没发觉，现在一看，这不纯纯选妃吗？要是手上再来个去或者留的牌子，就更像了。正想着，简安澜就把去和留的牌子递了上来。啥意思啊？这是前段时间我们拍广告片留下的道具，您看到哪个比较合您心意的，您就举。给他们戴上发套。工作人员们不解，但还是照做了。很快，从公司的道具房拿来了拍古装剧的头套，给他们安排上了。本宫，呸，居然嘴瓢了。我方才呢有个灵感，我想要打造一个穿越主题的直播形式，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个古代的身份，从今以后戴着发套模仿古人直播。直播嘛，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噱头。今天呢，我就不选了，给大家3个月的时间，你们靠数据为自己挣名分，往上晋升。3个月后，前3的可以获得公司的特别推广，一切都公平合理。好了，都散了吧。花美男们鱼贯而出。秦总，您这个点子好绝啊！还好吧，先看看效果再说。帝都时间的中午12点，这个时间狗皇帝应该已经快50了。江北雨啊，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青青，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我靠，今天晚上下雨啊，所以还要再等到明晚。明晚那就是24个小时之后了，那个时候那边已经又过去了48年，运气好，或许还能看见狗皇帝的孙子。今晚心头一暗，一辆粉色的兰博基尼冲出了别墅区大门，穿过雨幕，停在了一家花圈纸钱店的门前。他买了一个粉色和一个黑色的纸扎的手机，粉色的给叔叔，和他现在用的是一个款式，黑色的给狗皇帝，最新款。回到家，他翻出了一个铜盆，在阳台上将2个手机一起烧了。2个手机在顷刻间被火点燃，化成灰烬，火光在他的眸子里跳动着，明明灭灭。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吧？一睁眼，眼前再次浮现了那间熟悉的寝殿。秦婉满脑子问号，江国的皇室这么穷吗？近100年都没有换过装修。趁着夜色，他悄咪咪地下了榻，打晕了角落里的一个工人。秦婉悄咪咪地换上了小宫女的衣服，一路低着头。
既然回来了，他打算去他的荣华殿走一走，看一看现在的主人是谁。他从暗门潜了进去，去了他寝殿，看见他寝殿里负手伫立着的一道明黄色的身影。当那张脸微微侧过来的时候，他惊呆了。江北宇这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他孙子咋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嘞？皇上，搜遍了整个皇宫，没看到冷妃娘娘。朕知道了。我去，怎么还是江北宇啊？他不是早应该成为一块碑了吗？今晚不淡定了，他在现代都过了几天了，怎么再回到古代，好像还在他离开的那一晚上呢？难不成他从古代回到现代，时差就又反了过来？现代的12天相当于古代的1分钟？他崩了，所以他以为他离去了好几天，在古代却只是过去了一小会儿。下一秒，他看到了让他血压飙升的那一幕。狗皇帝摘下了他挂在床头上的那幅画，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拿在手里，转身离开了。在他离开后，秦婉吹了吹哨子，冷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快，送我离开这里。好。先前齐王走的时候送了他一块人皮面具。你回将军府吧，我不打算再做宫里的娘娘了。感觉这段时间以来你对我的照顾，你回去让我哥给你另谋一份差事吧。冷将军让我干的差事就是保护大小姐，和大小姐是不是娘娘了没有任何关系。大小姐如今出了宫，我还能继续保护你。嗯，好。虽然变了一张脸，但神态还是与他相似的。马叔叔立即朝他走来。接下来我会在这里躲一阵子，你时不时可以过来与我会合。你的脸？哎呀，贴的，没事。我回过一次现代了，就在刚刚。马叔叔震惊了。哼，我还回公司了，面试了一堆网红小奶狗，还和一个电影公司签了合同，下个月帮他们宣传即将上线的电影。以后有机会了，你也可以带冷冽回现代看看。到现代后，那边的12天等于这边的1分钟，我都待了好几天了，回来还跟走的时间差不多。那么快？对啊，不过还有个坏消息，那幅画现在不在我手上，我晚回来一步，那幅画被狗皇帝收走了。马叔叔感觉到不可思议，一眼看见茶几上扔着的爱马仕喜马拉雅 Birkin， 这个包是他过去没带过来的。我去，你真回去了一趟啊！哦天哪，鲁，你带 WiFi 来了，赶紧试试。好家伙，连上了！嘿，以后啊，你不用去你家皇帝的寝殿，随时可以与我联系了。可不是嘛！秦婉酷酷的给他抛了个媚眼。现在首当其冲还是得把那幅画搞回来，我要把这里搞到的宝贝通通运回去。那都运回去了，你是不是不回来了？如果回去方便的话，有机会我还是会隔3差5的过来看你的。马叔叔一听就假，不过对于闺蜜的选择，他向来是尊重祝福的。没关系啊，反正回去了一趟，就证明通过那个方法能回去。来日方长，你先留在这里，我们在计划着怎么把皇上的那幅画搞到手。哎，对了，我在这里的事儿先不要告诉我哥，如果他问起你我在哪里，你就说不知道。他是朝廷命官，如若知情不报，对他不好。嗯，好。行了，你先回去吧。现在大晚上的，出来久了我哥要多心了。有什么事儿，手机上联络。江北宇回到寝殿，想想还是觉得不甘心，又让人牵着猎狗在整个皇宫里寻了一圈，居然在他院子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套款式奇怪的黑色衣服。他嗅了嗅那套衣服，目光变得深邃了起来。他让人将那套衣服收好了，放在他的衣柜里，剩下一个墨镜，他试着戴了起来，眼前瞬间变得一片昏暗。什么玩意儿？
他又嫌弃地摘了下来。第二日一早，冷妃呢？皇上，青青真的不在臣这里，她没回来。那你知道她从宫中出逃了吗？昨天晚上有人给臣传了消息，臣知道了这件事，也派人去找了，没找到呢。哎，客官，这边取号，叫到您的号再进去。此时秦婉拎着一袋刚买好的水果和点心上楼，一抬头赫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四目相对，那人的目光悠悠落在他脸上。秦婉一脸淡定，直接别开。等等，为什么他不用取号啊？我问你，为什么他不用取号？小二刚想解释，他是我们老板的亲戚。秦婉莫名的退了回来，伸手：“抱歉，给我个号牌。”你这刁民，怎么如此污秽？这是别人进食的地方，你在这里吐痰？你这黄毛小儿，懂不懂礼数？我年纪可以做你爹了，轮得到你指教我？暗无伤连忙从暗处过来，拦住了大叔，给大叔悄悄塞了几两银子，这才平息了战火。秦婉以为狗皇帝这会儿该圆润的走开了吧，没想到狗皇帝忍了忍，又在别的地方坐了下来。秦婉把手伸进了袖子里，10根手指健步如飞，给马叔叔发消息：“快找个美男来陪我吃饭，我在玩完火锅58号桌，找个狗皇帝没见过的。”好嘞，57号，57号有吗？狗皇帝在他前面一个号看了眼自己的号牌，进去了。他在狗皇帝后面一个号，不多时也叫到了号，往里面走。2张桌子隔得不远，暗无伤默默站在他身边。你也坐下。暗无伤有点不敢相信。你负责给朕下菜。暗无伤哦了一声，他知道，他就知道。江北宇的目光又若无其事地朝另一桌看去，这时却见一个身高8尺有余、容貌屹立的男子朝那桌走去，在他对面坐下来。哼，来了。他手上的筷子差点掰断。他也就奇怪了，明明只是觉得那女子与他有些相似，还尚在观察，怎么这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秦婉刻意用左手吃饭，看到这明显的差别，江北宇蓦然失落了，是他多心了。火速干完这顿饭，江北宇起身离开了。辛苦你了啊，你表现得很好，有机会再合作。那人懵了，免费蹭一顿他平日里都舍不得吃的火锅，还有钱拿。冷青青，你究竟在哪儿？10多天了，几乎把京城翻了个底儿朝天，将军府也去过了3次，愣是没有一点他的消息。狠心的小白眼狼啊，这个60两银子一只，公子是要清蒸还是油炸，蒜蓉还是麻辣？清蒸，麻辣。好的，您稍等，美味马上为您送到。小二离去了，他拿起餐桌上供客人消遣的图册，随意看了眼。过了差不多1盏茶的时间，门就被敲响了。进。打开门，一个身高8尺、容貌屹立的小二推着餐车进来。公子您好，让您久等了。您点的清蒸波龙已为您烹制好，这是本店送您的水果拼盘，祝您用餐愉快。是你？这位客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13天前，你去了玩玩火锅店。小二想起那日收了银子，那位女子说：“若是日后有人认出了你，问你是不是来这里吃过火锅，你一律说他认错人了。如果问我是谁，你更不要回答。你今日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吃过火锅，也没有见过我。”没有啊，这位公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江北宇确定自己是不可能认错的，他否认更是欲盖弥彰。一起吃火锅的女子到底是谁？这位客官，
你真的认错人了，我根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江北宇冷哼了一声，那日是你老板叫你去玩玩火锅店的吧？实话实说，这锭金子就是你的。小二咽了咽口水，不过一顿饱和顿顿饱还是分得清的。他在叔父家当跑堂的，是多少同村人羡慕的工作。客官，这不合适。不是，我也不能为了钱胡说八道啊。江北宇又在旁边加了一枚50两的金元宝，一大一小都胖乎乎的，闪瞎了他的眼。小二只好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没错，是我。对不起了，老板，还有那位姑娘，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那日我趁着点卯的时间偷偷溜出去，和我未过门的妻子吃了顿火锅，害怕被老板发现才矢口否认的。您有什么事儿吗？您说，那个是你未过门的妻子？是啊。好了，没事了。狗皇帝把我的窝给掏了，不过没有掏到我。此时马叔叔正在和冷冽一起在树屋里追一部古装剧，看到浮窗上闪过的文字消息，顿时有点尴尬。嗨，垃圾短信太多了，影响看剧，我来设置一下。晚点再说，你哥在。回到房中，吹熄了蜡烛，俩人躺下。马叔叔一直睁着眼，一直听到枕畔均匀的呼吸声响起，这才蹑手蹑脚地下了榻，一路跑回了树屋。我回来啦，现在安全了，怎么说？我觉得可以找人去接榜，那是能正儿八经地接触到古皇帝的途径。你现在有计划了吗？有。外边待不好，可以让他回家。他不是有人皮面具吗？马叔叔一惊，呆住了，再往树下一看，没人了。被你哥发现了，他让你回来，戴着人皮面具。好。嗨，张裁缝，你来啦！来，开春了，你给我做几件衣裳。接着把人带进去。皇上，好消息，有人接了皇榜。是你接的榜？正是。你知道冷妃娘娘的下落？知道。那冷妃现在在何处？画里。哦。从哪里来，回到了哪里？哪幅画？大师故意不说话了。那你有办法帮朕找到冷妃？是也，自然是去了哪里就从哪里去找。好。朕可以把那幅画给你找来，你在朕的眼前进画里，把冷妃捞出来。皇上，画中世界凶险啊，皇上在边上容易误闯啊。将画交给在下就好，只需1日，在下便能将娘娘从画里拉出来。你要将画带走？自然，为了保证成功的概率，在下需要在一个冷妃自小熟悉的环境，在周围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若你能将娘娘带回，朕必然重重有赏。可你若什么事情都有成功和失败，在下也不能给皇上打包票，一定能够将娘娘带回来。但在下一定会全力以赴。若是失败还要受罚的话，那在下还是算了吧。皇上，请另请高明。可是这皇榜你已经接了。大师气笑了，心头涌上一念。好，如若失败了，在下任凭皇上责罚。如若失败了，要重打30大板子。好，丫头拿去。哎呀，花儿啊，花儿，你可算又回到我手上了。当他展开了画卷，淡淡的松香从画上传来。我靠，画是假的，这不是之前偷梁换柱忽悠狗皇帝的那一幅吗？哎，不好，
他意识到哪里不对，要跑路的时候，外头传来一声：“不好了，将军府被包围了！”哎，不是，他凭什么呀？不多时，江北宇就走进来了。冷将军，冷冽黑着一张脸。身为帝妃，冷妃擅自逃离皇宫，这本是株连九族的重罪。朕念在冷将军为我朝立下战功，一直给予冷将军弥补的机会，让冷将军叫人找回。朕也张贴皇榜，积极寻找，奈何到今日冷妃都没有下落。刚巧今日有人接了皇榜，说能替朕找到冷妃。朕给冷将军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全力配合大师，务必将冷妃寻回，如何？看你给的话是假的呀。朕给的话是真是假，冷将军会不知道吗？冷冽脸色微微一变，他清楚皇上心里都有数了，这一切不过是给他一个台阶。那如果明日大事失败了，会如何？自然是按律处置。如果明日大师也失败了，那只能将冷将军一家连罪捉拿了。柜子里，秦婉通过那条缝清晰地看见这个男人果决、冷酷无情的样子。朕今日就在将军府外，等着冷将军的好消息。确定他走了之后，秦婉推开柜子门走了出来，无奈地说：“明日我便出来跟他回宫吧。”这点事儿，哥哥还是扛得住吧？今晚我送你从密道跑吧，跑得越远越好。难道哥哥不觉得是我在胡闹吗？不，青青都这样想要逃了，留在他身边一辈子肯定痛苦。朝中缺乏良将，皇上不会就这样杀了我的。现在不过是想拿捏我，逼我主动交出你。只要我顶住，不交他就没办法。秦婉略一思索，目光坚定。不，我决定了，明日我跟他回去，有些事儿我必须要跟他说清楚。别委屈了自己，如果谈不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哥哥说，哥哥永远都是站在青青这一边的。秦婉心头涌上了一阵感动，点了点头。青青，他飞快下了马车，踉跄着向前。青青，你终于回来了。是，我再不回来，皇上还不把将军府给掀了。有什么事儿，回宫再说吧。回宫之后，回到荣华殿，秦婉屏退左右，郑重地说：“皇上，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要向你坦明。”江北宇注意到，他这次回来自称的是我，而没有再自称过臣妾。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秦婉，而并非冷妃冷青青。9个月以前，就在冷青青第一次翻牌被侍寝的那一夜，我通过我家客厅里的画，无意中穿了过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为了活命，只能一时惶恐地借助冷青青的身份，在宫里生存着，一边寻找着能回去的办法。那时候我每天如履薄冰，皇上嫌弃我，还总有妃嫔想要害我，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回去。后来我的情况好转了，皇上也不再那么讨厌我，也被我找到了回去的方法，就是皇上书房里那幅和我家客厅一样的画，想来应该是同一幅。其实我原本就早该回去的，只是那一日皇上拉住我，用真诚打动了我，让我做你的唯一。所以我暂时留了下来，试图试着和皇上相处，可是没想到不到3个月，皇上就出尔反尔。不过仔细想来，皇上并没有错，你是统领整个江国95之尊的皇啊，你的子嗣是这个国家的延续，你就该娶一堆老婆，生一堆孩子的。秦婉拿出一张身份证，这和当初马叔叔出事的那张一模一样，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秦婉。冷青青是皇上的妃子，而我秦婉并不是，我与将军府之间并没有关系，请皇上准许我离开。这件事朕早就知道了。
你真以为以朕的智商发现不了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朕就知道这件事了。那皇上昨日还为难将军府哦。哼，朕知道，不代表冷将军知道。冷将军明知你是朕的妃子，在明知你逃离皇宫的情况下窝藏你，甚至协助你离开，把朕玩弄于股掌之上，一样罪责难逃。既然现在一切都讲清楚了，那就好聚好散吧。好聚好散？秦婉，你是不是当朕是冤大头啊？嗯？第一次听狗皇帝叫自己的名字，感觉有点怪怪的。朕比对过你身上的胎记，你身上的每一粒痣与冷妃进宫时的记录做对比，你身上用的这具仍是冷妃的身体，对吧？那你还说你和冷妃和将军府没有关系？你走了，那朕的冷妃呢？秦婉意外，没想到他居然打听得那么清楚。那你想怎样？怎样才愿意放我离开？你可以对朕解释这些常人很难相信理解的事情，朕也愿意相信你。但你能让天下人都相信你的解释，相信你不是冷妃吗？在所有人眼中，你就是冷妃。当然，朕也可以把话借你，放你走。但是，朕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可以2选1。第一个，就是找到真正的冷清清。只要你能找回冷清清，朕可以马上放你离开。第二个，便是再留在朕身边半年。半年之后，如果真正的冷妃还没有出现，朕便会废了冷妃。这样，你就算离开，将军府也不会因此受累。你可以安安心心回去，从此天高任鸟飞。好。江北宇望着他，诚恳地说：“北国公主陆宣即将嫁过来，北国皇帝陆衍一向阴险狡诈，睚眦必较，这次竟然愿意主动割让10座城池，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朕需要你，秦婉。”哎呀，昨天呀，我和冷冽都担心死你了。昨天我跟狗皇帝坦白了我不是冷清清，而是秦婉的事儿。我在想，这件事要不要跟冷冽也坦白啊？我的建议呢，是在真正的冷清清被找回来之前，还是先不要吧。他那么爱他的妹妹，如果他知道了，得有多难过啊！毕竟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确是冷清清的，现在还活生生的在他眼前，也算有个寄托。等哪一天你真的回去了，我会跟他说的。也不知道真正的冷清清在哪里，还以为上次回去能回到我自己的身体里呢。你回现代之后也没有看到过他吗？秦婉摇了摇头。我也觉得很奇怪。什么？你不是冷清清的事儿，连之前对冷清清不是很了解的江北宇都能发现，更何况从小看着冷清清长大的冷冽呢？他难道一点都没发现吗？说到这里，俩人对望了一眼，细思极恐。府里的下人说，原来的冷清清自卑懦弱，和你的性格迥然不同。这么明显的差别，他不会真就一点都不知道吧？下了马车，俩人在一家面馆吃了一碗麻辣肥肠面，去了旁边的古董铺子。马叔叔从荷包里拿出了750两银票递给他。哦，对了，那位大师接皇榜的奖励拿到了，他说他没有拿到真话，成功让你回去，所以分给你一半的钱。秦婉笑了笑，接了过来，刚好拿这个钱买古董。他看上了货架上的一个鸡缸杯，刚要拿起，忽然一只纤细软白的小手拿住了另一端。不好意思，这是我先拿到。这不是当初被他扎的抬着他离开的那个女扮男装的陆宣吗？可是我也看上了。凡事得讲先来后到吧。谁给你先来后到的？我看上的就是我的。他正要从他手里夺过杯子，可秦婉力气更大，从他手里抢过，然后一松手，杯子4分5裂。哎呀，碎了呢。
老板，我不小心把你的杯子打碎了，这杯子多少钱？我赔。10两。老板，库房里还有吗？我要10个，给我打包。有，好嘞。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哦，你谁呀？陆轩欲言欲止，最终还是理智占先，没有说出来。不过一个宫女，竟敢如此嚣张，以后千万别落在我手上，当心我扒了你的皮。哦，婉婉，你的占有欲好强啊！不过是一个杯子而已，不要上纲上线哦。别说，在古代买古董是真便宜啊，750两，他扛了一大麻袋回去，买得多，打碎的那个老板也没算了。去哪了？他还以为他又要偷偷跑了。啊，去外边兜了一圈。江北宇起身，沉着脸别扭地走过来，瞅了眼他的麻袋里面。怎么买了一堆破铜烂铁回来？皇宫里是没有好东西吗？跟朕来。啊！穿过了宫里的绿瓦红墙，他在一处宫殿停下，用钥匙开了门，把他带了进去。喜欢什么就挑。秦婉大为震撼，不是，这是他老江家祖宗18代积累的财富啊，随随便便的就让他挑，这是顶级恋爱脑了吧？这孩子还有救吗？抱歉，无功不受禄。等我以后立下什么功，你再赏给我吧。朕是带你过来看看这宫里的好东西，你以后要是朕的皇后，这些全都是你的。皇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呀？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江北宇噎住，正想说什么，忽然一个侍卫匆匆跑了过来。皇上，不好了，北国公主的送嫁队伍在进入北国境内后遭遇匪徒，城器被抢走了，公主也下落不明。什么？江北宇大为意外，秦婉也感觉到很意外。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江北宇，他今日在京城街上遇到过陆轩的事儿。既然如此，那就取消婚约。可是北国公主是在我们江国境内被掳走的，我们也难辞其咎啊。查到此事是何人所为了吗？没查到，因为刚好经过遗嘱荒漠，贼人掩藏在沙丘之下，杀得他们措手不及，很可能是南国害怕我们与北国联合派来的。此事有没有可能是北国人自导自演？其实根本就没打算交出那10座城池，又或者是突然反悔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公主，不然我们对北国也无法交代呀。江北宇面色一暗，陷入思索。回宫之后，他立刻让马叔叔去打听叔父家有没有一位叫做陆轩的客人。有，就住在贵宾套房。住的是20两银子每晚的贵宾套房，哼，怎么没住至尊套房啊？看来这位小公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富有啊。根据前台的登记记录，她昨晚就入住了。好的，知道了。娘娘，你要的人已经抓到了。这立功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只要真公主掌握在手里，局面就是可控的，就看对面想使什么花招了。结果3日后传来消息，被掳走的北国公主连人带花轿的被扔回了北国境内，这就让人很难评了。这一举动对北国和那位北国公主都是奇耻大辱，而且成器丢失，和亲也无法再继续，事情陷入了僵局。婉婉，你来了。北国公主陆轩在我手里。什么意思？北国的送嫁队伍，花轿里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公主。这北国人狡猾，害怕途中遭遇什么意外，所以安排的是一个替身。替身？是啊，
真正的北国公主早已经提前来到江国，我前几日刚好在街上碰到了，回来就得知北国公主和成器被掳走的事儿。我担心这是一个阴谋，心想只要真正公主在手上，就不必受制于人。我的乖乖，此事不是个阴谋，派去掳走北国公主和成器的是朕派去的人有3000，朕不想你生气，明里不能拒绝，暗里只能让暗卫将他们丢回去。秦婉大惊，回想他得知北国公主和成器被掳时的反应，哎呀，江影帝果然不是盖的，连他都被骗住了。按道理，北国公主受此屈辱，依她骄傲的性格，和亲应该会就此作罢，却不想北国竟如此狡猾，派公主先行，送嫁队伍中的公主只是替身，掩人耳目。那眼下真正公主在我们手上，应当如何处理？要不再丢一次，把真的也丢回北国，就是路途有点遥远，朕担心在路上会遭遇什么不测。俩人一致决定把陆轩送到两国边界，丢回北国去的时候，北国传来一封国书。国书的大致意思是：无需惊慌，任何国家都不能阻挡江国和北国两国结成秦晋之好。北国为防止公主遇袭，被掳走的是替身，成器丢失可以再补。真公主已平安入住江国京城舒福家客栈，请速去迎接。原来陆轩在入住后就已经传书回去报了平安，真是狡猾呀！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在他的客栈。得知消息后，兵部尚书立刻派了一支队伍前往舒福家客栈，却扑了个空，便把客栈围住了。朕让你去了，为何自作主张？皇上派臣做好送嫁队伍的防护工作，先前送嫁队伍被贼人掳走，就是臣等的失职，所以臣一听闻消息便立即去了客栈，臣必须要保护北国公主的安危呀。你是江国的兵部尚书，还是北国的兵部尚书？北国公主丢了，你比朕丢了还着急。北国说她在舒福家客栈，就在舒福家客栈。要是说她在朕的寝殿，你是不是连朕的寝殿也敢搜啊？皇上，臣冤枉了，臣只想将功补过，不想北国公主出了什么意外，被人挑拨我们与北国的关系啊！可眼下，臣在舒福家客栈也没找到公主，这该如何是好啊？江北宇忽然明白过来了，在江国的朝堂里隐藏的北国势力之深。既然没找到，那便将你的兵收回去。江北宇的脸色格外冷沉。来人，兵部尚书柳木昌，在没有朕的旨意下擅自调兵，重打30大板子。眼下将他偷偷丢回北国已是不可能了，不如就在今晚将陆轩的眼睛蒙上黑布，丢到京城的街头，看他会去哪位大臣的府邸求助。那样咱们就知道谁与北国有牵连，如何呀？江北宇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月黑风高，在夜深人静的街头，陆轩又被蒙着眼放出来了。这个陆轩真是狡猾的异于常人，你猜他昨日去了谁的府邸？我哥。的确是够狡猾呀。他之前办成使节的时候，为了谈生意来过我哥府邸，所以认识陆，而且知道我哥耿直，一定会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现在暂时把他在京城其他客栈安置下了，等到北国的送嫁队伍来，就择吉日进宫。他来便来，反正皇上答应过我的，半年后就让我离开。哦，已经不到半年了，还有175天。江北宇心头涌上一痛，他是下定决心要走的，连时间都掐算的那么精准。胸腔里有千言万语，最终都如鲠在喉。婉婉，谢谢你，能够遇到你是朕的福气。好了，
朕的事说完了，朕回去了。10日后，北国送驾队伍抵达京城。北国的礼官带着承器，北国的侍卫们抬着连成一条长龙的一箱箱陪嫁，而陆轩穿上了传说中999颗珍珠制成的凤冠霞帔，风风光光的入了宫。是夜，陆轩在盖头下紧张地攥着小手，终于听到寝殿门咯吱一声推开，他下意识地屏住呼吸。近了，他越来越近了。忽然一个剑柄一挑，将他的盖头挑起，他的世界也照进了光亮。他期待地抬头，整张脸却骤然僵住。此时秦婉正拿着平板玩着小游戏，不知为何今晚总感觉心不在焉的。忽然他感觉到寝殿门被咯吱一声推开了，原以为是被风吹开的，一抬头看见眼前伫立着一道明黄色的身影。今日宣妃刚刚册封，她远道而来嫁给你，今个还是她的洞房花烛夜，你不去她那里？朕去了，婉婉怕是会打断朕的腿。我不会，你随意。快说你会，朕去了你就会打断朕的腿。秦婉忍不住被他逗笑了。朕就算来婉婉这里打地铺，也不去她那里。婉婉，你让朕今天就在你这里将就一晚，你让朕避避。随你。江北宇一只手撑着头，斜倚在草席上看着他，看他在玩游戏，有些好奇。婉婉，从前你玩黑色的盒子要来朕的寝殿里，因为只有朕的寝殿才有你说的 WiFi， 为何现在不用来朕的寝殿了？我回去了一趟，弄了个随身的 WiFi。江北宇心底一暗，原来如此。已经半个多月没碰那个黑色盒子，看他玩得开心，心里痒得慌。那婉婉现在有2个玩了，可不可以暂时借一个给朕玩玩？这他玩也不自在，秦婉便拿起了他的平板，扔到了他怀里。你会不会下象棋啊？朕当然会。那来不来？联机，你输了就给我弹一个脑瓜崩。朕要是赢了呢？赢了弹我一个。秦婉给他登上了爷爷的账号，他手机上用他自己的。要是朕连赢婉婉3局，婉婉就让朕睡这个小边边，怎么样？秦婉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得有点压力，玩的才有意思。再说，婉婉也不一定会输给朕啊。难道婉婉觉得自己的棋艺比不上朕吗？秦婉识破了他的绿茶，但熬不住自己的好胜心，于是说：好，玩就玩。啊，怎么是你？皇上派我来给娘娘掀盖头的，皇上让娘娘早些休息，她身体不适，不会来了。这不可能！恼怒外加羞愧，他冲动地下了喜榻，就想找他问清楚。娘娘，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就凭你一个奴才，还敢指教我，还不快滚呐！他自年少时，皇上还是皇子的时候，他跟在皇上身边做暗卫，身份虽是侍卫，但宫中所有人都对他尊重有加，这还是他人生中挨的第1个巴掌。属下告退。第2日，皇上让侍卫先头盖去了荣华殿打地铺，却没有去北明宫留宿的消息在宫里传的那是沸沸扬扬。陆轩昨晚一夜未眠，今日听到传言，那恨的是牙痒痒的。冷妃就是来克我的，不过花无百日红，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一定会翻身的。有事啊？学的还挺快啊。今晚朕想跟冷将军视频，想暂时借你的大黑盒子一用。这个 iPad 之前是给爷爷用的，里面比较干净，爷爷出去旅游了，他带上的。他
他也不是小气的人，一个工具而已，而且人家有正事儿。那朕今晚用完了就过来还给你。他暂停正在录制的视频，把 iPad 取下来递给他。倒也不急，你先用，下午让人送过来给朕就好。朕只是刚下朝，顺路过来看看你。其实他就是害怕他瘾大，拿过去之后忍不住刷视频，就无心批折子了。拿走拿走，下午我说不定就忘了。婉婉，你真好。婉婉，明日是朕的生辰，朕想跟你一起过。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明日是狗皇帝的生辰，给狗皇帝什么礼物好呢？哎，狗皇帝现在最需要的不就是一部手机了吗？可惜在古代又买不到。哎，如果回现代买呢？想到这里，他一怔，停住了。反正回一趟现代，在古代不过才过去几个呼吸的时间，要不然跟狗皇帝申请回去一次？如果能回一次现代，他不仅能给狗皇帝搞部手机，还能带回来很多东西，这不香吗？狗皇帝会答应他吗？在他跟冷冽视频讨论完兵器改良的事情之后，江北宇亲自把他的 iPad 送了回来。他都想好了在他宫里赖着不走的借口了，反正他不去他的宫里蹭 WiFi， 他就到他的宫里来。婉婉，朕怕你肚子饿，还给你带了夜宵来。谢了。没有半分想要挽留他的意思。婉婉，昨晚的象棋你还想不想玩？今晚看了他一眼，忽然心生一计。他明白吗？这狗皇帝是想要留下来，那么他想要狗皇帝答应他回去，似乎可以借助这个。皇上想玩，我可以奉陪到底，不过赌注要改改。改成什么？如果你连赢我3局，今晚你就可以留宿在这里。江北宇眸光骤然一亮。如果我连赢你3局，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让我回我的时代一趟。江北宇脸上的笑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哎呀，别慌，我的时代里的12天是这里的1分钟，就算我回去待12天，这里的时间不过才过去1分钟而已。你放心，既然我与你有过半年之约，必然会信守诺言，一定会回来的。更何况我的兄长和嫂嫂还在这里呢，我不会违背于你的承诺，弃他们于不顾的。我回去有事情要处理。来吧，不用连赢3局，3局2胜就好。既然你想回去，朕又怎么不会成全你？好。将军。难以置信的抬头，烛光下看见狗皇帝的薄唇缓缓勾起了一抹皎洁。婉婉，承让了。好，我的确输了。那今晚你想留就留在这里吧。这一句话如问天籁。江北宇等待许久，唇角的弧度愈加上翘。江北宇，你放开我，我不是你的冷妃，你放开我。愿赌就要服输，答应了朕的留宿，朕可没保证不对你做什么。放心，朕就抱抱你，什么都不做。可是你若再在朕的怀里挣扎，给朕撩出了火，朕可不保证不对你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这招果然管用，秦婉瞬间安静如鸡。都是成年人了，这话什么意思他自然清楚。他不敢挑战狗皇帝的定力，万一真的点了火呸！许是困了，不到一会儿他就沉沉睡去了。我靠，这是真的那幅，他。此时江北宇在朝堂上面对众臣小小的走神了一下，愉悦地勾起了唇角。这个点儿了，那头小懒猪应该已经醒了吧？看到画会不会很感动？
既然你想回去，朕又怎么不会成全你？就算你输了，朕依然会给你啊。虽然在他熟睡时把画放在他床头时的那一瞬也犹豫过，害怕他走了就不再回来，可想到他看见画时的惊喜，心里又会觉得是开心的。完了，他没救了。列了一大堆，然后又撤回了。我怕你拿不下，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去啊？也行，那你下午过来吧。下午，马叔叔就坐着马车进宫了。吃过晚膳，月亮也升起来了。今天是个好天气，操作过无数次，他的动作已经非常的熟稔，一下就找准了角度。哇，回来了！是啊，要喝水还是咖啡啊？哦，卡布奇诺。今晚走向了咖啡机。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就去逛商场。马叔叔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才晚上7点20，距离今晚上一次离开不过才过去了3分钟。啊，就是这个味道。哎，要不要洗个澡，换身衣服？要。啊，婉婉，我感觉啊，像在做梦一样。是不是？还是现代的生活舒服吧？是啊，现代的生活舒适，可在古代有我的家和爱人，这个咋选呢？不会不舍得回去了吧？哎呀，不会。两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手甩着一个包出去炸街了。车在本市最大的高奢商城门口停下了，他们直接上了第3层数码区。秦婉决定给狗皇帝买个最新款的太阳能手机做礼物，马叔叔也打算给冷冽买一个，这样他就不用每次都玩他的了。大胆，是何人？你猜。猜对了，朕有什么奖励？猜对了，自然有好处；要是错了，你想好要怎么接受惩罚了吗？是朕的小祖宗。转身看到站在灯火下的秦婉，他感觉心里被填得满满的，全是糖。秦婉脱掉了外面披着的古装，露出了里面的红丝绒吊带裙，也拿出了事先藏好的精致礼盒。嘿嘿，猜对啦！江北雨，生日快乐！没想到他竟然会给他准备礼物，江北雨满脸意外。拆开看看吧。江北雨小心翼翼地拆开，打开一看，瞳孔巨震。小黑盒子。这叫手机，安分守己。这是新的，给你的。你回了一趟你的时代，就是为了给朕准备礼物？当然不是，也就是顺手买的。那试试吧，看好不好用。江北雨也在他身边坐下，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拉过他拍了张自拍，然后熟稔地设置成了屏保图片。朕也有属于朕的小黑盒子了。秦婉望着他，目光一闪一闪的，就知道这次的礼物买对了。江北雨打开抖音，看到秦婉已经给他创建了账号，昵称叫是朕啊，刷了几个视频，很流畅。这个是靠太阳能充电的，它的屏幕就是块太阳能充电板，最好的充电状态就是平放在阳光下，阴雨天充电费劲点，但只要是在有光亮的地方就能充电，白天等于是无时无刻的在充电，晚上呢得省着点用。现在是新机，满电状态下最长可以支持6个小时，也就是3个时辰。
这里我给你下了几部电影，这个手机自带投影功能的，今晚我可以陪你看一部。秦晚随即点了一个电影，选择投影功能，将手机平放，将一侧对着白墙，墙壁立刻像电影幕布一样出现了画面。这些人怎么在墙上？这叫电影，上面的画面都是提前录制的，供人娱乐消遣的。皇上以后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开看看。江北宇这才恍然大悟。啊，等等，还有一样小礼物。那，你尝尝。这是糖？从秦晚意味深长的眼神里，他就知道这不是一颗普通的糖。他试探地放进嘴里。这块糖在给朕唱歌。的是，这颗糖并没有发出什么声响，可含在嘴里时，却能清晰地听到里面有音乐，有人声在响。好神奇的糖，不知是何原理，外人听不到声音，含在嘴里却能听到。如果将这技术用在战场上，岂不是能轻松传递情报？秦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时，手机忽然传来一条提示音：冷将军请求添加你为好友。看到消息，江北宇直接选择拒绝。秦晚满脑袋问号看向江北宇。不加，他这个时候添加朕做什么？朕要和婉婉看电影了。哈，好家伙，真是个好家伙呀！此刻，马车里的冷冽有些无语。虽然答应了叔叔，让他今日去宫中陪秦晚吃晚膳，或许会留宿一晚，但他隐约觉得不安。天一黑，还是坐着马车去了皇宫门口等着。这样，万一叔叔晚上回来了，第一时间就能把他接回家。嘿，丽丽！冷冽闻声放下了手中的兵书，下了马车。玩够了，回来了。呢？嘿，丽丽，快放我下来，我给你带了好东西。你们那里的世界是怎样的？就是这样的呀。你就是回这样的世界给朕带来的手机？江北宇若有所思，心里有一个念头在跃跃欲试。你回去了之后，那边的12日是这里的1分钟？对。那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够带朕一起回去？他嘴巴里的薯片直接掉了出来。不是，这狗皇帝要跟他去现代？皇上，你就不怕中间出现了什么失误回不来了吗？那江国怎么办？江国的百姓怎么办？会出现回不来的情况吗？这个我也没办法跟你打保票啊，我来来回回的没事儿，但你可是江国的皇帝呀，不该谨慎一些吗？是朕唐突了。那居然有回不来的风险，那婉婉在与朕完成约定之前，还是不要再回去了吧，朕害怕下次就见不到你了。秦晚震惊了，他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一场电影看完，狗皇帝没有像之前一样赖在他寝殿不走，而是识趣的起身。婉婉，这个生日朕过得很开心，谢谢你。第二日，看到朝堂上的冷冽，江北宇才想到昨晚冷将军加他的事儿。刚好他想跟他探讨一下古传岛棒棒糖。下朝后回到寝殿，他立刻用婉婉给他买的新的小黑盒子手机添加了冷将军。冷将军拒绝了你的添加申请。冷冽，是朕。过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冷冽才点的同意。嫂嫂，这是哪里来的味道？好香啊！咖啡，
要不要来一杯？好啊。把咖啡放到他面前，秦婉又将一个粉色的纸袋拎给了他。惦记着江南哥，昨天临走前，他又从商场里给他打包了一盒手工巧克力、一份泡芙、几个巧克力甜甜圈、一包棉花糖。那，拿去吃。给我的。嫂嫂，你也太好了吧！你的东西落在了我这儿了，哪天自己过来带走，不然我就丢了。哎呀，别呀，这可是我精心给你挑的，做闺蜜的哪能自己吃肉不给你喝汤啊？嘿，这都是我的心意啊！哼，我谢谢您嘞。他回了一个击毙你的表情，然后问他：“空了几盒啊？”嘿，2盒。6啊，老铁。现在他和冷冽人手一个手机，买了随身 WiFi， 也不用窝在树屋里。现在2个人在寝殿的软榻上，他就和那表情包上的黄狗一样，一边玩手机一边摸腹肌。秦婉此时一个人在寝殿的床上，狗皇帝今日没有了再来他这里的理由，他正乐得清闲呢。正在这时，他手机一震，抖音忽然收到一条消息：婉婉，朕已经披好折子，躺在榻上了。发完，居然还发了一个乖巧的表情包。秦婉惊呆了，这都会聊天了，连表情包也被他无师自通学会了。念在这是狗皇帝第一次找他聊天的份上，他回了一个字。谁知道他回了之后，那边就来劲儿了。婉婉，婉婉，婉婉，朕想跟婉婉下象棋。又跟了个乖巧的表情包。哼，我不想。难道婉婉甘心就这样输给朕了？切，睡了。马姑娘也想带着冷将军回去吧？啊，什么意思啊？你连赢朕3把，朕可以把话再见你一次，让你的闺蜜带着冷将军回去。你就不怕马姑娘把你的冷将军拐跑了，不回来了？朕赌得起。好。看那新手机上没有装下象棋的 APP， 江北宇有些期待。朕过来。不用，你在寝殿里等着。正当江北宇在心里暗自窃喜的时候，他让冷影把他的 iPad 给狗皇帝送过去了。酣战到半夜，秦婉发现每次他连赢2把的时候，第3把都会被狗皇帝赢回来，又或者接下去连输2把。好胜心隐隐作祟，他走到咖啡机前，给自己弄了杯咖啡。婉婉，朕困了，朕熬不住了。他明天还得上朝，秦婉猛地喝了口咖啡。不行，一直下到将近凌晨，隐约听到外面的鸡鸣响起，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江北宇强撑着，等了许久没有等到他继续落子，知道这小祖宗睡着了，才敢眯眼。才稍微眯了一会儿，喜公公就过来拍了拍他。皇上该去早朝了。朝堂上，他几次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着底下嗡嗡嗡说话的臣子，感觉就像小蜜蜂一样。皇上，皇上！站在前排的大臣眼睁睁地看见皇上的身子晃了晃，要睡着了，又被惊醒。现代，秦无涯刚爬完秦岭，躺在酒店的床上，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就看到了几条提示：您已失败，您已失败，恭喜您获得胜利。看到这些弹窗提示，他一脸蒙圈。他的手机和 iPad 是同步登录的，一个账号，所以他可以看到过往的战绩，是他和秦婉的。可是他最近没有和婉婉下过棋啊，谁下的呢？关键是他还赢了婉婉。小子，你是谁？为了方便棋友交流，这个 APP 是可以发消息的，自己的账号、手机和 iPad 也可以互发。什么小子，大胆！
但是看到那个老头的头像，他记得秦婉提过这是他爷爷的账号，一瞬间明白过来了什么，毕恭毕敬地回了句：“爷爷好。”消息一直在转圈圈，显示在发送中，又发不出去，他有点奇怪。我叫江北宇，是秦婉的朋友。秦婉并不知道狗皇帝跟爷爷暗戳戳联系的事儿，他在补觉，睡到直到快到了1点才起。几日后，江北宇收到了回复：“你家里是做什么的？”他一时有些蒙圈了，这可叫他怎么回呢？说皇帝，那不得把他老人家吓死啊！在家族传承的企业里工作，有机会我过来探望探望您。婉婉直到现在对他还是不冷不热的。他寻思，若是婉婉的家人接纳了他，那么对于婉婉接纳他，是不是一个助力呢？瓜泽二手新能源，源头时供更省钱。婉婉，干嘛？江北宇花了几天时间，刚画完一幅画，想对他展示成果。点开了视频邀请，秦婉连忙按掉。他继续发，他就继续按。在泡澡。江北宇发了一个小白兔流鼻血的表情包，然后给那幅画拍了张照片发过来，是一张气势磅礴的千里江山图。你画的？啊，如果把这幅画送给你爷爷，他会不会喜欢？爷爷平时最喜欢古董画了。喜欢呀。你问这个做什么？朕把这幅画拿给你，下次你回去的时候，把这幅画送给爷爷，告诉他是朕画的，好不好？秦婉凌乱了，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突然送画给爷爷呢？他跟他爷爷又是怎样扯上关系的？难不成他和爷爷还聊上了？江北宇把他和爷爷聊天的记录拍下来发给了他。江北宇，他3下5除2，洗好换上衣服，就杀气腾腾地冲向了他的寝殿。江北宇，你凭什么背着我联系我爷爷呀？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是他老先生先问起朕的，朕不回，是不是不太礼貌啊？那你说要见他又是什么意思？江北宇啊，你许诺过半年后要放我离开的，半年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朕知道，所以朕跟你爷爷说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婉婉，朕对你是认真的。朕期待着有一天，你能原谅朕，消除对朕的隔阂，亲自带朕去见你的世界，见你的家人们。所以，朕画了这幅画。如果你生气、介意的话，就让这幅画代替朕去见他。看见他那双忧伤的眼眸，秦婉心里也莫名难受了一下。可他知道，让他留在他身边半年就是他的缓兵之计，他有把握在半年之内拿下他，他可千万不能被他拿捏住了。娘娘，这是方才皇上让人送来的。知道了。接下来的几天，狗皇帝都没有再找过他。婉婉，你回去让皇上看一下他的手机。冷冽昨天给他发了消息，他一直没回。秦婉没跟他说他和狗皇帝之间的事儿。好，找他是不可能去找他的。回到宫里，他就给他发了条消息。你看一下手机，冷将军给你发的消息。发完，他看到了一个红色感叹号。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你不是他朋友，请发送好友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满头问号，好家伙，玩得挺溜啊，居然连拉黑也学会了。其实江北宇看到了冷冽发的消息，没回罢了。那天他伤了他的心了，他倒要看看他不去找他，他究竟多久才会想得起来找他？可是一天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他没有心。皇上，奴才是来给冷妃娘娘传话的。
你让他自己来说。小桂圆一脸为难，哪个字听不懂？是，奴才告退了。娘娘，皇上让您自己过去说。他知道，他就知道，他只好给马叔叔发条消息。冷冽昨天给他发了什么消息啊？是告假的事儿。先前我们成亲，冷冽有15天的假期没有用，他不好意思当面说，就给皇上发的消息。秦婉一听，这不就明白了。我昨晚刷抖音的时候，系统显示他在线，消息他应该已经看到了，只是不想回。我建议你还是让冷冽明日与他亲自说吧。好，这件事儿暂时算是解决了。黄昏时，秦婉拉着雄霸去御花园散步，他特地带上了几根烤甜玉米，让雄霸背在身上。然而路过小白时常待着的树丛时，却隐隐看见一白一灰两道身影。这件事儿他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天清早，狗皇帝下朝后来到他宫里，红着眼圈。小白走了。据侍卫说，昨晚有一只雌性野雕飞进御花园，深夜时那只母雕把朕的小白拐跑了。正常，应该是到发情期了。可是小白是朕从小养到大的，朕怎能任由外面的野雕拐跑？而且小白自小就有工人悉心照料，有专门的兽医，连场雨都没淋过。他在野外一定适应不了外面的环境，不出半个月就会死掉。秦婉了解，那大概就跟宠物猫一样。那还找得回来吗？大概率在京郊的高山上，你跟朕一起去找，他听你话。秦婉不由得审视了他一眼，莫不会又是套路？这小白是他故意放跑的？可看他焦急的样子，又不像是假的。这样，如果你帮朕找回了小白，朕就把话再见你一次，让你闺蜜带冷将军回去。秦婉眼睛瞬间亮了。好，小白他们随身带了几只猎犬和一队侍卫。要不要歇会儿？不用，山里天黑的早，先上去再说吧。靠近山顶了，江北雨一路拿着哨子吹着，侍卫们牵着猎狗分头行动。怕吗？不怕呀。江北雨将要伸出的手又握住了。山顶果然覆盖着积雪，他们搜索了一圈，一无所获。天即将黑了，他们下了山，驻扎在离山顶100多米的一块平地，准备等明日再去山顶搜寻。反正也不是俩人第一次住在一起了，秦婉也不矫情，躺下就玩手机。今天手机在口袋里一天，没怎么晒太阳，才稍稍玩了一会儿就没电了。他把手机放在枕头下，准备睡觉，一翻身看见狗皇帝背对着他，在不停地发抖。他把大块的兽皮毯给了他，自己只盖了一小块薄毯。江北雨，他背对着他没有回头，不过没发抖了。叫朕干嘛？我冷，把你身上那块毯子给我。他没有犹豫，也没有回头，直接拽下来朝他丢了过去。秦婉笑了笑，将2块毯子叠在一起，掀起毯子的一角对他说：过来。朕不冷，你自个儿睡吧，省得你又觉得是朕在演戏，让你出来找小白就是为了骗你跟朕睡一起，占你便宜。瓜泽二手新能源源头直供赠。我数到3，3、2、1。数到1的时候，他迅速挪过来，挪到他毯子下，依然傲娇地背对着他。这一瞬，秦婉忽然隐隐涌起想把这只小奶狗抱进怀里的冲动，但又克制住了。他才不是小奶狗呢，他是狼，是狼啊！他就会装可怜，我才不要上当，不要上当。第2日是暮休，所以他不用上朝。今日继续在山中搜寻，他起了个大早，牵着猎犬与他再次去了山顶。这么高的山，山顶怎么会有鸟呢？
该不会是小野雕吧？人循着鸟叫声绕到山背，秦婉也看到了鸟叫声的来源。石头上居然是2只奶萌奶萌的小雪豹。见到它们，2只小雪豹张着小嘴，发出的鸟叫声更大了。他忍不住想抓它们的脑袋。这时江北宇脸色一变，别碰，快跑，这里有朕盯着。这时天空传来一声嘹亮的雕鸣，是小白。小白一个俯冲向下，听见雕的声音，雪豹迅速将2个幼崽叼起，朝树丛里奔跑而去。啊，小白！小白跟没听见似的，试图叼走一只雪豹幼崽。快回来，我不喜欢你了！小白像是按下了暂停键，偷娃的动作戛然而止，接着落地转身，朝他啪嗒啪嗒地跑了过来。江北宇看呆了，这蠢雕怎么跟他一样是个趴耳朵呢？一句不喜欢他了，威胁咋就这么大呢？小白朝他跑了过来，一头扎进他怀里，委屈地呜呜呜了起来。哎呀，你的小母雕呢？小白呜呜呜的更委屈了。昨天那只母雕经过御花园，吃光了他的饭，住着他的房，霸占着他的窝，结果半夜就溜了。他追过去，才发现这只母雕是有窝的，还和别的雕生了几只小雕。他觉得太丢脸了，就不想回来，想在外面冷静几天。啊，好，不哭不哭，再让你主人给你找一只小母雕啊！王婉，谢谢你陪朕找回了小白。秦婉看见在天上飞的小白，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儿了。小白是认识路的吧？有没有可能，就算我们不找，过一阵子，他也会自己回宫？江北宇的表情一瞬间凝滞了，他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怎么脑瓜子这么聪明呢？看着他变得不那么丝滑的表情，秦婉一眼看破。哼，昨晚居然觉得他可怜，真是心机又绿茶的古皇帝。这个朕也不确定，或许是朕太心急了。回宫之后，皇上记得把画拿给我。儿来了。画儿，既然答应了你，朕就会做到。今日休沐，画，朕明日会让冷将军亲自来取的。好。说完，他转身要走，他喊了一声：“慢！”然后起身走到他身前，将他的风衣扣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你虽不是朕的妃子，但现在仍是用的冷妃的身份，这样穿成何体统？秦婉眨了眨眸子，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言者无心，却落在了门外的一个耳尖的侍卫耳朵里。好，我差不多还有1个月回来，到时候叫婉婉带你过来给爷爷看看。爷爷，要过1个月之后才回家吗？他若有所思。马叔叔发来一张照片，是那卷画。我家烈烈今天下朝时带回来的，皇上说是你替我争取的，暂借我们1天。婉婉，你是我的神。叫爹。爹，你回去吗？有什么需要带的吗？他思索了一下，他想再扛1袋咖啡豆过来，还有就是现在天热了，他想再整台空调过来，但是太大件了，让他们弄不合适。他回了2字儿：等我。临近黄昏时，他想要偷摸溜出宫，却被侍卫拦住了。狗皇帝真精明啊！朕答应你的事，让你的闺蜜和冷将军一起回去，可没有答应让你也回去。如果我愿意带你也一起回去呢？你说什么？我说，我也把你一起带过去，我们和冷将军一起回去，这样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将军
会沉溺在那个纸醉金迷的世界不回来了。反正爷爷要1个月之后才回来。婉婉，秀秀，秀秀，江北雨，放手！你真的愿意带朕去你的世界？快跟上吧，天快黑了，冷将军他们要走了。江北雨立刻跟了上来，想到了什么，对他说：“你等等。”回去捧起了他给爷爷画的《千里江山图》，抱在怀里。秦婉忍了忍，没跟他说这次去是避开他的家人。不多时，秦婉和江北雨便来了。为了隐秘，他们选择的地点还是他们的寝殿，然后屏退了所有的下人。走。醒来时，4人已齐齐坐在秦婉家那宽敞舒适的北欧风的沙发上。这是哪里？到家了。他们2个上次从这里回古代的时候才6点40多，在古代待的那些时间，这里不过才过去了2、3分钟，现在的时间才6点49。客厅的中央空调鼓鼓地送着凉风。要喝点什么吗？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去逛商场啊，这俩人这身行头得换。嘿，我卡布奇诺。我热水就好。我也热水。秦婉走向咖啡机，马叔叔陪他一起忙活，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次性纸杯，去饮水机那兑热水。冷将军有没有感觉这里阴风阵阵？2人的头颅刚好是一个空调的出风口。皇上，臣也感觉到了。嘿，是不是感觉凉飕飕的，还怪舒服的？是啊。那叫空调，调节温度的，可以在外面是寒冷或是酷暑的情况下，房间里一直保持适宜的温度。说着，他将2杯倒好的热水放在茶几上。这里纸都用来装水了。江北雨则继续在房中默默观察，诚不欺他，墙上果然挂了一幅和他那一样的画，就是老旧了一些，一看就是古物。秦婉也将他和叔叔的一杯摩卡和卡布奇诺端来，坐在沙发上。江北雨喝了一口热水，闻着他杯子里的东西怪香的，眼巴巴地望着他。冷妃，朕想尝一口你那个。秦婉把杯子递给他，他喝了一口，直皱眉头，但迫于寒痒，只能咽下去。接着猛灌了几口水。客厅里短暂的安静，秦婉一直在等待着冷冽会问他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神色如常。他打算等他问了再说，不问就不说。稍作休息，秦婉和马叔叔上楼换衣服，脱下了身上厚重的古装。因为知道底下有2个老古板，他们已经选择了相对保守的2条小香风连衣裙了。可2人下楼时，2个男人还是齐齐起身，要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披上。哎呀，这里的姑娘都是这样穿的，你们出去看看就知道了。既然来到这儿呢，就要入乡随俗。 2个男人面面相觑，但因为刷过视频，知道事情的确如此，2人彼此眼中都是深深的无奈。走吧，我们先带他们去买衣服。好嘞。跑车只有2个座位，他对冷冽说：“烈烈，先在这等我一下下，我先去把车开过来。”冷冽乖巧的点头。他的平衡车还在秦婉家客厅里，他踩上就走了。冷冽觉得很新奇，那又是何物？踩上不用动就能走？平衡车就是类似滑板的进阶版。哦。不多时，掐算着马叔叔快来了，秦婉领着大家出了门。马叔叔的车是紫色劳斯莱斯幻影，开到了院子门口，下车拉开了副驾，让冷冽坐上去。秦婉一从车库里开出了他那辆粉色的兰博基尼 Spider， 解了锁，对江北宇说：“上车。”不愧是睿智的狗皇帝呀！这江北宇有样学样，学着马叔叔的样子，第一次就成功的打开了车门，坐了上去。
这里的车比马车窄了点，而且没有马。婉婉，慢点，朕怕。秦婉这才发现自己忘记给他系安全带了，把车停下来，探过身去给他系上。忽然之间的近在咫尺，江北宇身子一僵。婉婉的车很香，婉婉的身上更香，真香。还来不及幻想，又是一脚油门。超跑气缸在突然启动时发出有力的嘶吼，像离弦的箭一样瞬间飞出。马路上车水马龙，包裹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到处是鳞次栉比的飞蛾高楼。副驾上，江北宇讶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幕幕，所见到的一切都让他叹为观止。在小黑盒子里看见和身临其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感受到了让他震撼的差距。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面排山倒海，这样高度的文明也只能出现在像小黑盒子这样的宝物里，和他所处的时代相隔了1000年。如果有朝一日这样的一个国家来攻打他们，那将是绝对的碾压。冷冽一睁大了眼睛望着车窗外的风景，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原来这里就是叔叔的故乡啊，所以叔叔愿意放弃这里嫁给他，是做了多大的牺牲啊。他内心震撼着，转头望着身侧的女子。马叔叔倒是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手上握着方向盘，夜风撩起了他的长发，这才是他最真实的样子，肆意洒脱，在自己的世界里游刃有余。这样的他真的很让人着迷。商场里因为俩人身上的古装，不时有人好奇地往这边看过来。秦婉和马叔叔将俩人径直带上了2楼的男装区，让店员按照他们的码数搭配了几件男装。你们在拍什么戏啊？剧组保密。店员心领神会，很快找了几套衬衣和西服给他们。俩人从试衣间里出来的时候，秦婉和马叔叔都惊呆了，简直是堪称完美的身材，换上西装后直接荷尔蒙爆表，让人呼吸一滞。那店员鼻血都快要流下来了。看了那么久的店儿，他还没有见过谁能把西装穿得那么好看的，还一来就是来了俩，都偷偷的在那拍照。婉婉，这衣服朕穿着不舒服，能不换吗？哎，在这里你不再是江国的皇，不能再自称朕了，要说我，不然别人要把你送到疯人院去的。什么是疯人院？哎呀，反正你就记住了就是了，这里的人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的，穿着你就习惯了。哦。小奶狗看上去很乖巧，毕竟他对这里一无所知，只能靠着他带着。另一边，马叔叔也替冷冽调整好了西装，还打上了领带，觉得蛮适合的，就买了几套带走了。差不多快到9点的时候，满载而归，收工回家了。江北宇两手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乖乖地跟着他。秦婉顿时有了一种包养小奶狗的感觉了。婉婉，朕内急。上这里，上完了之后呢，再摁一下这个开关，它就会自动冲水了。这个地方是洗澡的地方，上次带你住叔父家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了。打开这个开关，这个左边是凉水，右边是热水。那睡衣和毛巾刚刚给你买的，洗完澡了你自己换啊。今晚你就住在这里，洗完澡你就早点休息吧。说完，他打了个哈欠，上了楼。明天还要上班，不知道这个祖宗怎么处理。秦婉泡在浴缸里，给马叔叔发了消息。此刻，卧室里马叔叔坐在冷冽身上，才刚用牙齿撕开一包小雨伞，就看到了秦婉的消息。他直接往旁边一丢，拿起了手机回消息。冷冽直接拿出来用了，马叔叔还在拿着手机打字，不过这并不影响什么。双手握住他纤细的腰肢，玩味地看着他，轻轻喂了一声，似乎有点不满。下一秒，指尖一酥，差点拿不稳手机。
嫌打字太慢了，他直接换成了语音，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气息，保持着正常。我明天还是照常去公司直播啊。那个公司最近不是有几个模仿古人的主播吗？冷冽也可以去试试，去直播玩玩。好主意。秦婉的脚丫子在水里晃了晃，心想，如果是那样的话，狗皇帝也可以去了呀。刚巧他一个人在家里也没事儿，说不定还能给他赚点钱。等空闲了，再带他去公司周围逛逛。婉婉，朕一个人睡，朕害怕。害怕就把灯打开啊。朕不是怕黑，是朕第一次来到这陌生的地方，朕不习惯。你给我打住啊！秦婉脑袋里警钟敲响，眼看着他就要爬上来，制止他进一步靠近的动作。江北雨，我把你带来，让你住在这里已经够给你面子了。你要是再得寸进尺，你就给我去住对面的酒店。婉婉，江北雨知道他吃哪一套，没有继续往前，退而求其次，看到了旁边的沙发。朕今晚睡这里，朕今晚就睡这里，可以吗？秦婉看了他一眼，回想起他今天穿着西装俊美无愁的模样，再看看他现在穿着灰色棉麻睡衣，那可怜兮兮小奶狗的模样，心想这茶狗的演技和反差真的是天下无敌了啊！秦婉哼了哼，见他没有反对，他高兴地把枕头放在了沙发上。你说你放着好好的客房不睡，要来睡沙发，真不知道你脑子是不是有坑啊！秦婉掀开被子从床上下来，没好气地从柜子里拿了条毯子扔给他。她穿着件藕粉色的吊带真丝薄睡裙，觉得没有什么，可江北雨的目光却直了。这样的颜色好显白呀，那薄唇下是两条白皙笔直的大长腿，穿着这样的裙子在她眼前晃，就跟只穿着个肚兜没什么区别。她喉咙不争气地滚了滚。真想把香喷喷的婉婉抱在怀里。秦婉找到了之前没看完的电视剧继续看。你在看什么？电视剧啊。朕也想看。你看呗，又没挡着你的眼睛。朕想像朕上次生日那样，在婉婉身边看。还没有说完，就看见他斜睨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压迫感。等婉婉要睡觉了，朕就回那边去，好不好？不行。他知道他就是个绿茶，一点点的在试探，一点点在靠近，不断的在他的底线上来回的蹦迪。上次是你生日，生日的待遇已经过了。朕就是想来给婉婉当个靠枕，让婉婉看得更舒服一点。你没发现我的床是可以自动翘起来的那种吗？已经不需要靠枕了。哦。小奶狗瞬间失落自闭，他转身缩下来，睡在沙发上，把脸埋在了沙发里面，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绿茶狗，呸！另一边，冷冽把马叔叔抱进了浴室，一手抱着他，一手打开莲蓬头里的热水，很快玻璃上就氤晕了一层水汽。俩人身上都是一身汗，原以为休战了，准备好好洗一洗，谁知道他刚将它放进浴缸的边缘，又再一次的契合了。冷冽啊！小雨伞已经摘了，没想到他仍意犹未尽，难道这就是将军的铁格子吗？莲蓬头里的热水把他的额发都打湿了，他抱着他沉入水里。如果叔叔喜欢这里，回去之后我会努力让皇上记我话，多恩准我们回来几次。可是这个世界除了繁华，对于你来说什么都没有啊。有叔叔啊。伴随着一道力，浴缸里的水猛地一下漫了出来，洒落一地。第二日，江北雨这个习惯早朝的人6点就醒了，见他还在睡就没打扰，自己在周围转了一圈，回来慢慢熟悉这个地方。
早7点，扫地机自动开始工作。当那个圆不溜秋的盘子在地上忽然开始动的时候，猛地把他吓了一跳。哪里来的大白耗子？我不是大白耗子，我是扫地机器人。哟，大白耗子还会说话。我说了，我是扫地机器人，麻烦让一让。哎呀，就连一个扫地机器人也随主人，好大的脾气。今天早上一起床，不用上朝，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冷将军的假，朕已经批了。冷冽大惊，在这里12天就相当于在江国的1分钟，也就是说，就算他待满了12天再回去，实际上不过也才过了1分钟。他说他的假算在了在这里的时间里，不然冷将军认为朕怎么会借冷将军话？这冷冽还能说什么呢？1个字，绝。这台车就宽敞多了，原来你也是有车夫的。秦婉就笑笑，拿过了他的手机，在里面存了个号码。今天带你出来，没事不要乱跑。昨天出门你也看到了，过马路上全都是高速行驶的车，这和马车可不一样啊！要是一不小心被撞了，那可就是当场毙命，要不也是半身不遂了。那我在你手机里面存了个号码，万一有事儿你就给我发消息，如果我没回，你就摁下这个。同样，如果我有事找你，你的手机就会响，就像这样，这样滑一下，然后呢，把手机放到耳朵边上，记住了吗？听着秦婉的讲解，江北宇点了点头。秦婉点开了他屏幕上写着一个之字的蓝色 APP。你要是想在商店里买什么东西，你就点开这个，然后再点开这里，会出现一张图片，你让老板扫这张图片就可以了。我昨天在这里面给你打了10万块钱，你只要是不买大象，就买些吃的喝的，这段时间完全够花了。江北宇继续点了点头。这边买东西不用银子和银票吗？有啊，有钞票，不过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用了。想到什么，他从包里拿出钱包，还是从里面拿出了几张红票票，放进了他的包里，算是给他应急用。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称呼问题。现在你知道在大家面前怎么自称了吗？我。乖。一旁的冷冽即便是装作看外面的风景，但内心基本上也已经石化了。这真的是皇上，不会被调包了吧？秦总，到了。下来吧。几人下了车，司机把车开进地库，秦婉走在最前面，马叔叔跟在他旁边。大小姐，书姐。这一行4人直接上了总裁专用的电梯。电梯里没有人说话，江北宇偷偷望了他一眼。秦婉和马叔叔的办公室在同一层，但在不同的方向，所以出了电梯就要分道了。大小姐。秦婉了一声。这是我爸的公司，2年前丢给了我，现在是我在管。我手上呢有好几个公司，国外也有，管不过来。瓜泽二手新能源，源头施工更省钱。难怪你比朕还霸道，原来也是个2世祖。刚来的那段时间，用冷清清的身份和朕虚以委蛇，可真是委屈你了。可不是吗？所以这么优秀而又高贵的大小姐，又怎能放弃这个时代的优渥环境，跟她到落后的古代生活呢？即便是她把皇后之位捧到她手上，她都不屑一顾吧。干活儿，你坐那儿吧。助理小蜜蜂得知秦总来办公室了，也立马捧着咖啡屁颠屁颠的来了。没想到在他办公室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你给他沏一杯龙井吧。好。特助简安澜也闻风而动，紧随其后风风火火地捧来一堆需要他签字的报表和签报。秦婉看了一眼，放着吧。
接着将这一堆和一颗刻了他签名的章拿到了他面前，对他说：你看着啊，把每一个需要我签名的地方就盖一个章。可以直接签吗？可以，这些估计都是公司购买设备、耗材、物业水电费、员工福利，还有就是给外聘团队机票、餐饮、住宿等杂七杂八的报销吧。你直接签字就好，重要的签报我的特助会单独跟我解释。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江北宇在签报上盖章，盖了2张，恍然想起之前他在御书房当小宫女，在一旁的小案几上给他的奏章盖上朕以月的日子。真所谓是风水轮流转啊。另一边，冷冽也进了马叔叔的办公室。这里就是你的公司？嘿，对啊，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这家公司啊，是秦……差点就要说出秦婉2个字，好在是打住了。不过刚才楼下这么多人冲婉婉叫秦总大小姐的，很难保不露出什么破绽。秦川，这家公司的名字叫秦川，是吗？这是他进来时在公司大楼底下看到的。马叔叔点了点头，感觉冷冽也在刻意回避着什么。他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一点都没察觉到吧？如果秦婉真的是他妹妹，又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有车有房，还有间这么大的公司呢？你这地方还不错呢。还行吧。舒姐，助理敲了敲门，送进来几个蓝色的文件夹。这是本周想要与我们合作的名单。啊，好的，你去忙吧。现在他是千万粉丝的大主播，每天助理都会给他带来一堆商务资料，他会选择和其中一些明星和品牌合作。我呢，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来得早来得晚都可以，看看文件，和工作组和品牌方开会，下午呢或者晚上直播。现在呢，公司来了一批网红，扮成古人的样子直播，你要不要也玩玩试试啊？可以啊。马叔叔立刻找来了工作人员，给冷冽的手机创立了一个直播账号，昵称就叫冷将军。另一边，秦婉也让工作人员给狗皇帝的手机也创立了一个直播账号，昵称就叫是朕啊。都不用盘头，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自己盘好了。公司道具房里有很多古装，挑了件龙袍换上之后，又活脱脱的变成了皇上。他就试着开了一场直播，打算玩一下。看着右上角陆续涌入的人数，有点猝不及防。这个好帅呀！怎么人那么少？帅哥，你来自哪个朝代？我来自江国。我的天哪，好青涩啊！小奶狗。看到小奶狗几个字，他顿时生气了。放肆！大胆！你怎么能用狗这个词汇侮辱人？就算朕……他想说，就算朕来到了现代，虎落平阳，也不能任由你们欺凌。可想了想，又打住了。就算我第一天直播，你也不能这样欺辱我。小哥哥，你误会了，小奶狗不是侮辱人的话，是觉得你奶乎乎的，很可爱。好的，谢谢你的回答，不然我要蒙在鼓里。今天第一天直播，对这些不了解。秦婉去他的直播间看了一眼，才播了3分钟，就有人送棒棒糖了，人数也直逼200了。就算他没要大家点赞，也一直有人在点，评论区也很热闹。呀，看长相很漂亮，听声音却很 man 哎。小哥哥是演员吗？你长得像能改善基因的样子。我是演员吗？剧组保密。秦婉被这个回答顿时惊艳了。他只是在买衣服的时候和店员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他就是那种很聪明的脑子，你跟他说什么话，说一遍就记住了。教他做什么事儿也一样，只要教一遍，就保证都会了。怪不得人家是皇帝呢。他小手一动，给他刷了辆跑车。当跑车从屏幕里驶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他那双漂亮的凤眸里闪烁的光，
是单纯觉得这个特效漂亮，又有些新鲜感，眼神里很清澈，因为不知道这玩意儿代表着钱，所以没有那种世俗感。在他的带动下，直播间里的富婆接二连三地开始给他刷礼物，也许就是为了看他那惊喜的眼神，各种特效轮番炸了一遍。他大概知道了这是表现好感的一种方式，对大家说谢谢大家。到中午差不多12点的时候，他结束了直播。前晚看了下后台的收益，他一共播了将近2个小时吧。贝贝，你知道你刚才赚了多少钱不？听到他喊他这个称呼，他的眸子瞬间亮了。多少？除去平台分成，到手3000多块。就像今天早上吃的鸡蛋，一个是1块，一个普通人点一份午餐差不多是20块。太好了，可以给婉婉买好多好吃的了，证明朕在这里也是有能力赚钱养婉婉的。在她的意识里，丈夫养家养妻子是天职，无论这个妻子多有钱。秦婉的心里微微触动了一下。这时马叔叔带着冷冽过来了，4人一起坐在小餐桌上吃饭，看着精致的摆盘，江北宇有一些小小的惊讶。你在公司还有自己的御膳房？是有个房间专门给我做饭的，那叫营养师。啊，我看到你今天开始直播了，嘿，感觉怎么样啊？马叔叔一直都没有什么尊卑观念，和他说话就是正常的朋友口吻。还行。哦，我看了下，数据挺好的，嘿，练练一下直播，下午呀，我让他试试。江北宇揶揄地看了冷冽一眼。哟，练练。冷冽低头扒饭，根本不敢抬头。冷将军，看见没有？那轮船好大，船上还建了房子，1、2、3、4、5，有5层呢。那是观光游轮，里面有餐厅，有酒店。江北宇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和川流不息往来的大船，好奇地对秦婉说：这没有看到有桥，江这边的人怎么到对岸去？桥是有的，不过不在这里。那往前2、3公里呢，那个地方有个码头，可以坐轮渡过去，10几分钟就到了。20多年前只要2毛钱，现在是2块。不过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坐轮渡了，都坐公交或者是地铁。公交朕知道，何谓地铁？地下有铁？这滔滔的江水了没有？你能想到这江水底下挖了一条长长的隧道，能直接通到对岸去？谁能想到啊？想不到。在他的时代，这么宽的江面，别说挖隧道了，就连建一座桥都费劲儿。婉婉，朕想坐地铁。哎，冷冽有没有偷偷问你关于我的事儿？哦，我还奇怪呢，没有。真没有？啊，那如果冷冽问我关于你的事儿，我怎么说啊？那如果他真的问了你，你就让他直接来问我吧。好。他们在干什么？啊，拍婚纱照啊，就跟古代成亲一样。在这个时代呀，成亲之前还要拍一套婚纱照摆在家里，见证爱情。我们拍一套摆在我们寝殿里。江北宇一转头，深深望向了秦婉。婉婉，该回公司了。转身，一只白鸽扑腾着翅膀飞了起来。江北宇回头看了眼，看见那身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在摄影师的指引下单膝下跪，虔诚地望着穿着婚纱的新娘。等等。然后跑过去和摄影团队说了些什么，留下了联系方式。回公司，马叔叔叫了辆计程车。冷冽坐在副驾上，用手机偷偷搜索，发现除了婚纱照，还有钻戒，便宜的几万，贵的几10万、上百万。他暗暗决定要把钻戒的钱赚到手，所以刚回到公司就决定要开始直播了。哎，哥们儿，你新来的呀？看你从舒姐办公室里出来的，
和舒姐关系不错，舒姐介绍过来的。那是我媳妇儿。嘿嘿，你就吹吧，你能追到舒姐？再说舒姐一直单着呢，哪来的老公？吹牛不打草稿啊！冷冽蹙了蹙眉，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打开直播间，和镜头里的自己大眼瞪小眼。哎，不对，你这一看就不会直播，你要讲话，跟大家打招呼，找话题呀，别板着脸，观众又没欠你钱。啊，对，加点滤镜和特效。磕磕绊绊的一下午，冷冽也总算明白怎么直播了。见那人好心的教他，取下了手上的一个玉扳指作为答谢。哎，大哥，你这玩意儿帝王绿呀，要是假的一文不值，真的上百万，我敢收吗？收下吧，我府上还有很多。哎呀，那你留着自个儿玩吧。心想，他要真有那么多，也不用他苦哈哈跟他一样来做直播了。此刻季白还不知道，不久后得知真相的他即将拍断2条大腿。电影院里，秦婉和马叔叔坐在一起，2个男人坐在两边，人手捧着一份超大的爆米花。这是一部古装剧，里面免不了有一些打斗的画面和一些将军出征的戏码。冷冽看了，忍不住呼的一下站起来。这是哪里的军队？这是在把战场当儿戏。马叔叔连忙一把将他拽下来，捂住了他的嘴。哎呀，电影院内不得喧哗，这都是假的，看着玩玩得了。冷冽还是气呀。皇上，臣先告退了，这电影不看也罢。江北宇嗯了一声，这冷将军抖音还是刷少了呀。冷将军走了，刚好能和婉婉单独看。来到这里2天，感觉怎么样？商场逛了，直播做了，地铁坐了，电影看了，这里的一切对朕来说都很新奇，也让朕感觉到了江国对于这里的巨大差距。这里的一切都很便利，晚上灯火通明，不用仆人就有机器人扫地、洗衣机洗衣，出门不用带银子。这样的世界是朕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谢谢你，婉婉，遇上你，朕才有机会来到这里，认识这个世界。这一切只能说是机缘巧合吧。不过我始终不明白，这冷清清去了哪里啊？冷冽跟我们来了这里，发现我这么大的变化，居然没有反应。朕倒是听过关于冷家的一些传闻。什么啊？在冷清清6岁时，曾经意外坠马，后脑着地，人当时就不行了。冷家用重金寻了很多名医，找了很多方法，甚至是巫师给他治病。后来人又活过来，当时有人说是动用了什么邪术。这件事儿我也知道啊，可是都过去那么久了，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啊？那朕也不知道了。另一边，冷冽在卧房里抱着他的小娇妻，回想他今日盛装时的模样，再对照现在，只有一盏床头灯下的他仔细地看着。你还是我的媳妇儿叔叔吗？啊，我不是叔叔是谁啊？他们说你是单身，不相信你是我媳妇儿，说你很难追上，谁都看不上。姐是很难追啊，但姐也有姐看上的，不是吗？话音刚落，一个吻就落了下来，捻住了他那张红唇。接着，一只粗壮有力的手臂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却被一只纤细白皙的小手攥住了。啊，不用，更爽。第2日是周6，秦婉睡到日上3竿才醒。啊，醒了。秦婉怀疑自己起猛了，眨了眨眼，再仔细看了一看江北宇。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咋把头发剪了呢？朕买的假发套，昨天下单，今天早晨就到了，好快啊！冷将军看到了也买了一个，估计明天也能到。是你说要入乡随俗的，头发太长，和你走在街上的时候，总有人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朕。这衣服也是你自己给自己买的？这个宽松点儿，穿着舒服。
觉得这画面珍贵，秦婉拿手机偷偷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想不到你们还会包饺子呀，哼！你以为朕是个只会让人伺候的废人吗？朕小的时候，朕的娘亲就教朕学会织布、做饭，这是生存的技能。因为未来之事是谁都不能预计的，万一江国有了个万一，朕身边没人伺候了，也不至于没有了生存的能力。那，你的娘亲呢？朕的娘亲，朕9岁那年就病逝了，后来朕的父皇重新纳了熹贵妃为后，将朕过继给了她。9岁就没了亲妈，秦婉忽然对她有一点心疼了。不行，打住！啊，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我陪叔叔去趟陵园，见一见他的外公和双亲，也让他们见一见我。秦婉点了点头。江小奶狗北语眼巴巴地望着他。下午你跟我去个地方。好。马叔叔和冷冽出门了，听到院子里传来跑车发动机轰鸣声远去的声音，都不问要跟我去哪儿，就不怕我把你卖了？卖，只要你舍得，你就把朕卖了。你觉得我会不舍得吗？接着他拿起了手机拨了个电话，看着他说：爷爷，您上次说的事儿，我这刚好有个合适的人，待会儿我给您带过去看看。哎，好。爷爷回来了？不是，这是我爷爷的一个朋友，中年丧子，晚年唯一的孙子也车祸去世了，刚巧和你一样也姓江，他一直想找一个人过继到他家，做他的孙子。你让朕当他的孙子啊？是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你过继给他当孙子，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身份，否则你连张身份证都没有。按照我们这边的法律来说呢，那就是黑户，连坐高铁、坐飞机的资格都没有。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你昨天赚了3000块钱，如果还想继续赚钱的话，那就必须要纳税。那也就是说，你必须得要有个身份才行。如果朕想在这边跟你成亲，拍婚纱照，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身份？你跟谁结婚都得要有身份证。好，知彼知己，你跟朕说一下那个爷爷的性格特点和相处的注意事项吧。老爷子名叫江荣，年轻时走南闯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手上积攒了不少的人脉、资源还有财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人很随和，现在就是想要个孙子，你不用太多注意，有礼貌就行。对了，他平时很喜欢和我爷爷下象棋。当然，这事儿吧，还是要讲究一个眼缘的。今天就是带你去看看，最好是能让他认你。你在他面前就不要朕呀的了啊，大忌。如果他问起你的身份，就说和我是同学，父母都在国外，所以没有中国的身份啊。可是朕不想骗人。秦婉将车开到了旁边的公园，停下了。到了？没有，我只是想让你想清楚，想清楚了再做决定。先下车吧。反正呢，你来这里就是一个匆匆过客，玩几天就回去了，没有这个身份倒也可以。不高兴去的话，带你去市区兜一圈，我们就回去吧。那是什么？哦，那个叫摩天轮，小孩子坐的。可是朕也想坐，有没有大人也能坐的？有。朕决定了，朕和你去见那位江爷爷。那如果朕成功认了他做爷爷，作为奖励，婉婉可不可以带朕做一次这个？秦婉心想，他怎么跟个小屁孩一样的？再一想一下他的年龄，不就是现代大学生大3大4的年纪吗？只是最初相见时，作为帝王，他在众人面前扮得过于老成罢了。哼，你还不一定能让人家认你呢。老人家很喜欢朕，
记得朕7、8岁的时候入宫，朕的皇爷爷一看到朕就很喜欢，说朕是最像朕太奶的那一个。记得当时朕的父亲还不是太子，而且还是众皇子之中最为体弱多病的那一个。可是突然就立了他当太子，条件就是将来继位以后要立我为太子。后来我父亲继位后没几年就病逝了，由我继承了皇位。你皇爷喜欢你是因为你像家里人，外人可不会那样觉得。那拭目以待。今天起来的时候，2只喜鹊在我床头报喜，我就知道今天一定有好事发生。没想到是婉婉来了。我爷爷旅游去了，特意嘱咐我有事没事就多来这里陪陪您，也交代了让我帮您物色的事儿。他叫江北雨，是我是他朋友。爷爷好。好，孩子好，来坐。小伙子也姓江，家里什么情况啊？家中父母双亡。哦，是个可怜孩子。不可怜，男儿当自强，都长这么大了，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顶天立地。江荣的眼神里露出了欣赏。那你是做什么的？他刚来魔都，我打算今后让他来我公司上班，和叔叔一样做自媒体。你是婉婉带来的，我觉得你的人品一定有保证。我就2个要求：一个月你必须来看我老头子2次；2，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必须写进我家里的族谱，为我养老送终。你愿意做我的孙子吗？江北雨看向了秦婉，思索片刻，最终朝江荣点了点头。老爷子，我必须跟您坦白一件事。江荣看着他。你说。我因为特殊原因，并没有这里的身份证。没问题，小事。从此以后，你就是我江荣的孙子，我们江家的人。江北雨意外，他也没问他是什么特殊原因。从江老爷子家出来已是下午4点多了。今晚准备回家，江北雨牵了牵他袖子，给他看手机屏幕。屏幕上是一个巨大的摩天轮，五光十色。婉婉，去这个。今晚还以为他忘了这件事呢，果然是孩子心性。刚才和江老爷子交谈的时候，不是沉稳得很吗？说什么男儿顶天立地，结果在他面前就变成了一个小屁孩了。还坐吗？要等2个小时。门票我已经在我们出发时就买好了，应该快轮到我们了。他打开手机，给他展示了一个2维码。哟呵，挺溜啊，老铁。婉婉的车是粉色的，一定最喜欢粉色。并不是，我喜欢黑色。这车是马叔叔送我的，他喜欢粉色。怪不得，那下次朕送你辆黑的。你挣到钱再说吧。先生，这是您点的外卖。婉婉还有3个人就排到我们了，你先喝杯咖啡。觉得挺快的嘛。行了，到我们了，走吧。他们一起走进摩天轮的轿厢，有工作人员过来关门，接着他们的轿厢徐徐上升。这还是秦婉第一次坐摩天轮，此前好几次开车路过这里，对这里没有半分动容。他以为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做这玩意儿。江北雨倒是很开心。婉婉，朕之所以答应入他族谱，做他孙子，就是想在你的世界也拥有一个正儿八经属于自己的身份。我可以拿这个身份在这里堂堂正正的娶你，得到你家人的认可，和你结婚，拍婚纱照，履行这个时代的男人所有属于丈夫的义务和职责。在江国，朕肩上肩负百姓对国家的责任，无从选择，但在这个时代，朕是可以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秦婉心头一颤，发现他说最后一句话时眼尾稠红，嗓音里带着哽咽。忽然一阵大风，轿厢猛地一晃，他一把抱住了他。婉婉。轿厢晃了许久才渐渐平稳下来，而在这其中，他一手紧紧握着扶手，一手抱着他，呈保护的姿势。秦婉觉得自己纵有一颗石头心也该化了，毋庸置疑，这个男人他是真心喜欢自己啊。可是你是江国的皇啊，能把自己一劈为二吗？可是这里的12天才是江国的1分钟，这还可以陪你很久很久。可是你能保证自己在这其中不会老去吗？如果你一直在2个时空里穿梭着，在你臣子的眼中会看见他们的皇比常人更快的老去了，几天过去就老了很多，这不是很可怕吗？江北宇怔住了，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就算这样，就算会这样，朕也愿分出朕1半生命的时间给你，这是朕能为你做到的极致了。所以婉婉愿不愿意原谅朕，再给朕一个机会？顶谁都会画，关键还是要看你怎么做的。江北宇一把将他搂进怀里。朕会让你看见的。我只是答应你，再给你个机会看你表现，谁允许你对我动手动脚了？他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轻轻地把他推开了。他抱着臂，好似独自望着窗外的风景，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微微扬起。另一边，马叔叔和冷冽也才刚刚回来。叔叔的祖籍在苏氏，所以陵园在苏氏那边，驱车比较远。爸妈，我是冷冽，叔叔的夫君，叔叔嫁给我了，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他的。头顶上的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好像是在回应。冷冽起身时，身上的一粒扣子掉落在了坟头。嘿，我爸妈呀，记住你啦！你要是敢对我不好，哪怕是在江国，他们也能循着你的气息找到你。我怎么可能会对你不好？哎，打住啊！这可是我们这边的渣男语录。俩人洗完澡，躺床上各自玩手机。冷冽看到那天在公司看到的那个叫季白的主播正在直播，和另外一个扮成古人的主播在打 PK。俩人在同一个框里互损，嘴很快，礼物哗啦啦的。这种方式挣钱，但不适合我。大哥，你爹江国首富，你就来这边玩玩的，你挣什么钱啊？姐有的是钱。冷冽不想说，他挣钱是想拍婚纱照，给他买钻戒的事儿，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皇上也玩直播，我就是随便玩玩的。上次开了一场，才几十个人，我总不能玩的比他差太多吧？哎呀，你可以播你擅长的嘛，比如说啊，教大家学习兵法，或者呢，教大家练武什么的。你的身份呢是将军嘛，就在线练兵，把线下的观众都当成你的士兵，教他们武功。第2日早上8点，秦婉在梦中被一个电话惊醒，是江老爷子的一位助手，约他带着江北宇去派出所登记。江北宇没想到一切这么顺利，这么快他就即将要有这里的身份了。你说为何江老爷子连查都不查，就愿意让我过继到他这里呢？你怎么晓得他没查呀？以他的能力，昨天一个晚上就能把你祖宗3代查得翻来覆去，明明白白的了。可是朕并不是这里的人。就是因为不是啊，所以他才查不到嘛。他都查不到，别人就更加查不到。谁不喜欢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呢？他有恩于朕，朕必然会报答于他。他昨日说的条件，朕必然遵守。不多时就回了别墅区。叔叔，马叔叔。马叔叔一会儿才下来，下楼的时候扶了一下扶手，隐约看出有一点腿软。啊，你腿怎么了？哦，昨天爬山爬的。冷冽不动声色的一笑，
四人坐在餐桌前，马叔叔说：“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哦，去给他办张身份证。冷冽和马叔叔都不约而同的惊讶抬头。皇上打算长待了，得缴税啊。再说，如果要跟他在这里登记结婚，变成合法夫妻的话，是要身份证的。那我可不可以也办一张？马叔叔有些为难，这个该怎么办呢？皇上是认了江家，过继给了江老爷子做孙子，江家给他上的户口，但是江老爷子只需要一个孙子。如果你实在是想要的话，我再给你想想办法。不用了，这挺麻烦的。秦婉心里有些歉疚，他是在古代待他那么好的哥哥，也是他现在用的这具身体的亲哥哥。即便是现在，他可能知道他不是他妹妹，依然没有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把他当妹妹相待。他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事情。记得孟娇娇的老公也是身份比较特殊，但也和他登记结婚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办法呢？你说我老公啊，他的身份是合法的，他的家族自古就有，后面虽然衰败了，但他仍一代一代的认真延续着，每一代都是他自己，所以他是有户口本的。那如果说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没上过户口，也没有出生证明，这里也没有他的家人，那怎么才能有身份证呢？那你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他家里的族谱，找到他的族人，看是否有愿意接收的。过去这么多年，而且好像还是个架空的朝代，要找到他的族谱何其艰难呢？无论如何，他还是跟他道了谢。后来转念一想，让他家里接收也可以啊，就是不知道爷爷和他的爸爸妈妈同不同意了。这样冷冽在这里身份也是他的哥哥，但是这样的话就要彻彻底底将那张窗户纸给撕开了。婉婉，准备好了吗？秦婉将墨镜一戴，走吧。你这样看得清路吗？结果下了楼，看见从院子外朝他们走来的冷冽和马叔叔，也是一模一样戴着墨镜的造型。婉婉，这也要？不是怕看不清路摔着您的龙体吗？我没有男款，你去把冷冽的抢过来吧。这是这种人吗？一转眼他就走到冷冽身边，面无表情。冷将军，你黑色的眼镜借朕戴一下。冷冽敢怒不敢言，接下来那副墨镜就戴在了江北宇脸上。这么精彩的剧情把你看兴奋了吗？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兴奋的消息，新车降价快，买二手车省几万，真香！懂车帝尖货星期天，车还能补1万。那个岛距离陆地100多海里，原本江北宇兴致勃勃想体验一下这个时代的船舶和航海科技，谁知道秦婉和马叔叔把他们带到了别墅区后面的高尔夫球场。一架小型的私人飞机映入眼帘，江北宇和冷冽都很奇怪。这是何物？上次你看到在天空中有个奇怪的大鸟划过，云层里有奇怪的声响，就是这个，这叫飞机，也是这里的交通工具的一种。秦总，辛苦了。便带着大家上了飞机。江北宇在临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心里有点忐忑。根据婉婉刚才的描述，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它能飞。可是那么笨重的一个铁盒子又怎么能飞呢？不多时，飞机在草场上奔跑起来，起初感觉和坐在车上没什么区别，后来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冷冽也觉得不可思议，拿出手机隔着舷窗拍下了这壮丽漂亮的风景。原来这大铁盒子真能飞起来，还能飞这么高。婉婉，你能不能开下窗？趁很早的时候就想摸一摸白云是什么样的了。这会儿皇上就不怕了，不怕掉下去了。江北宇咳了咳。
皇上如果这会儿开窗的话，高空气流就会让我们全部归西了。哦。秦婉看着他失落的神情，又解释地说：“不是，这会儿我是真的没骗你啊。”朕知道婉婉对朕这么好，又怎么舍得骗朕？后排的冷冽憋笑憋得好辛苦，马叔叔掩嘴偷笑。飞机落地后，几个人拉着行李箱子去了岛上的别墅。冷将军，这个地方倒是不错啊。岛上很晒，冷冽只能一边用手放在额前挡太阳。冷冽了一声。江北宇和冷冽换上了沙滩裤，找了个树荫坐下钓鱼。看见马叔叔和秦婉抱着冲浪板往海中走去，看着他们畅快自在地在海上遨游，手上的鱼竿瞬间就不香了。不过他们的目光很快被别的东西所吸引。沙滩自行车，看着有俩人骑着双人自行车从俩人身后的沙滩经过，江北宇和冷冽俩人相互对望了一眼。江北宇模仿着别人的样子坐上了车，双手握着车把，试图蹬脚踏板，可他另一只脚还没来得及踩上去，车就失去平衡，只好用一只脚撑着地。他狠了狠心，将踏板往后晃了半圈，用力一蹬，车摇摇晃晃地往前骑去，可手上的车把却不听使唤，扭来扭去的，眼见就要摔倒。还好冷冽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后座，稳住了。冷将军，你帮朕扶着后面，朕在前面骑。遵旨。啊，婉婉，你快看！秦婉往岸上一看，就看到了这哭笑不得的一幕。江北宇越骑越顺，也就越来越快。冷冽跟在他后面跑，想着他夺墨镜之仇，就偷偷放了手。江北宇便一个人在前面骑着，起初他还觉得很舒适，尤其是完全驾驭了这个二轮车之后，扑面而来是令他畅快的海风。可骑着骑着就发现不对劲儿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他回头一看，啊，这冷将军人呢？冷将军，该死，这玩意儿要怎么停下来呀？冷冽，朕让你扶着，你却偷偷给朕放了手，朕摔了怎么办？快过来！皇上，您骑得很好，继续。冷冽，你等着，等朕回去就砍了你。这里环岛是一个海鲜养殖基地，有许多帝王蟹、海鲈鱼、波龙、象拔蚌，晚上呀，我们就能吃到啦。这个岛上离陆地那么远，该有的设施一应齐全，是怎么做到的？光是电就是一个问题。看到那几个大风车了不？海上风大，这座岛呀是靠风力发电的。还有啊，那些别墅的屋顶也全都是太阳能板。除此之外呢，岛上还有备用发电机。那水呢？啊，岛上有淡水处理系统处理海水，不过呢，饮用的水啊是靠船运过来的。江北宇点了点头，冷冽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晚餐是烧烤和海鲜。伴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露台上的氛围小灯亮了起来，一闪一闪的。江北宇知道玻璃瓶里的是红酒，和婉婉已经喝过几回了，对于另外一个瓶子里的可乐很是好奇。拧开一瓶倒在杯子里，看到杯子里滋啦上升的气泡，一下子站了起来。酒里有毒。没事的，这饮料就是这样的，你尝尝。江北宇尝了一口。冷将军，朕感觉有东西在朕的舌头上跳舞，麻麻的。臣尝尝。冷冽不拘小节，欲拿起江北宇的杯子，却被他率先夺去了，嫌弃地说：“你自己倒一杯，朕有洁癖，别喝朕的杯子。”马叔叔笑得整张脸趴在秦婉的手臂上。秦婉却想起，似乎很早很早的时候，好像才刚出冷宫的时候，狗皇帝就用过他的杯子喝水了。那时候那个洁癖在哪儿呢？有洁癖还像臣的墨镜，早知今日下午就让你摔死。你在说什么？什么死不死的？啊，臣是说这个好喝的要死。秦婉夹起了一片三文鱼，在醋里蘸了蘸，避过了一旁绿色的奶油。
你怎么不吃这个？这是抹茶奶油，最好吃的自然是留给皇上的呀。冷将军，你替朕尝尝。冷冽一眼，用象拔蚌刺身蘸了一点放进嘴巴里，面不改色，点点头赞道：果然是醇香无比。江北宇看了看冷冽，自己也拿筷子挖了一团放进嘴里，一吃整个脸都变了。呸！他和冷冽不约而同地将嘴里的东西吐到地上。江北宇感觉脸上噌的一下像起了一团火，连鼻腔和喉咙里都呛得他眼泪直流啊。冷冽，你有种，等朕回去就把你脑袋给砍了。那臣就不回去了。你敢？你老爹还在江国呢，还有整个冷府，你都能丢掉了吗？我爹也是青青的爹，皇上敢动一下试试？来吃菜啊！羊肉串再不吃啊，就要烤糊了。秦婉重新给自己倒了杯红酒，晃了晃。冷将军怕是还没有睡醒。江北宇，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小奶狗被训不说话了。冷冽用手扒了2只大烤虾，一只放在秦婉的盘子里，一只放在马叔叔的盘子里。谢谢哥。冷冽不在意地笑了笑。冽，我会永远把你当哥哥，但是今天我必须向你坦白一件事儿。闻言，江北宇和马叔叔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冷冽平静地注视他。他一口闷了杯里的红酒。其实我不是你的妹妹，我叫秦婉，我和马叔叔一样，都是这里的人。当初通过画无意闯入了那个地方，他为了找我，接着闯了进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当初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皇上戒备森严的寝殿里。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过来之后就和冷青青交换了身体，所以我现在是他的身份，而他不见了。对不起，如果还能找到他，我会想办法和他换过来。如果找不到，那我就是你的妹妹。傻丫头，你是不是我的妹妹，我还不知道吗？婉婉，你就是我的妹妹冷青青啊，你才是真正的冷青青。秦婉瞬间懵杯了，冷冽眼中的兴奋不像是装的，他放下了手中的可乐。你还记得你和皇上第一次来冷府，我们在冷家种满睡莲的湖边说的话吗？你说你记得小时候那片地方还不是我们的府邸，你和我经常来这里抓虾摘莲蓬。小时候踩着一裤脚的泥巴回去，那是在我们6岁以前的事了。6岁以后你身体不好，娘亲根本不会让你下水。还有，你和叔叔说过，我们小时候去别人家做客，2个人躲在石头后面分樱桃吃，这也是我们6岁以前的事。冷冽定定地望着他，笑容和煦。之前的那个妹妹不记得自己6岁以前的事，当你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什么？对不起，不应该瞒你这么久的，我怕这件事说出来你会接受不了。可现在看来，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马叔叔和江北宇再次倏地一抬头。小时候你骑马摔到后脑，一直昏迷不醒，每一个大夫都说你没救了，但是娘亲和爹爹不愿意放弃，因为你自小就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你出生那短暂的6年，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的快乐。后来娘亲去求神拜佛，寻了一个有名的巫医，在他家门前长跪不起，最终他答应救你。但他说现在的医术水平有限，要把你的身体送到一个医术更为发达的地方去。可是后来他失败了，你流血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娘亲依旧不肯放弃，
日以继夜地守在你身边照顾你，用千年参汤吊着你最后一口气。后来奇迹出现了，你的伤口逐渐愈合，也醒了过来。但是醒过来之后，你像变了一个人，自卑、怯懦，以前的事也不记得了，再也不像往日那般活泼伶俐的模样。我们以为你是伤到了脑子，能活下来已是不易，便没再计较。但后来我找大师问过，他说兴许是当初的巫医失误了，他的确给你做了调换，但交换的是神魂，而不是身体。秦婉听完只觉得浑身的血气逆涌，所以她才是真正的冷清清，那个现在失踪的女孩才是秦婉，她原本就该是这里的人。信息量太大了，她身子晃了晃，直接晕了过去。醒来已经回到房间了，江北宇用毛巾擦拭了一下她的脸颊。感觉怎么样了？要不要喝点水？秦婉点了点头。江北宇立刻倒了杯温水递给他，他起身咕咚咕咚地喝了2口，然后忽然抬起头，睁着眼睛望着他。我到底是谁？又是换了一次，1年前又换了回来。现在你严格意义上讲，你完完全全就是冷清清，你就是冷冽的亲妹妹。江国是你出生的地方，现在冷冽的父母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你只是因为意外，6岁那年灵魂暂时来到这个时代。哦，当然，你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江北宇勾了勾唇角，你还是朕的冷妃，朕的小祖宗。我不是，我不知道，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在那个时代，无论你答不答应，身为冷府的千金，冷将军的妹妹，适龄就要参加选秀，只要朕选了你，你就是朕的妃子。如果没有经历6岁那一遭，你仍是冷清清，那你现在也一定仍然安安分分，是朕宫里的妃子。那万一我逃婚了呢？在你眼里，朕就这么不堪，让你宁愿丢下父母兄长，罔顾族人死活，都要逃婚吗？可如果我是冷清清，那这里的父母怎么办？他们养育我这么多年，早就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了，我是不可能割舍下他们回江国做你的冷妃的。而且他们的女儿现在又在哪里呢？婉婉，朕的承诺不会变。朕说过，如果你割舍不下这边，朕会用自己剩下的1半的生命时间陪你，还有1半，朕必须给江国的百姓。时间不早了，睡吧，明天要回去了。半夜，秦婉实在失眠，睁眼看见房间灯已经关了，月光洒在落地窗外面的露台上，也洒在房间里。枕边，江北宇已经睡着了，虽然同睡一张大床，但他规规矩矩地睡在属于他的那半边。月光下，他的皮肤看上去更白皙了，鼻梁高挺，好奶呀！睡着之后更觉得奶乎乎的。秦婉端详了一会儿他，平躺着，看着天花板，就感觉今晚好像一场梦一样。怪不得马叔叔是身穿，而他是魂穿了，穿来穿去都是这副身体，原来这才是他自己的身体呀。冷将军跟朕比试一下，看谁先游到对岸。好。你们衣服不脱就下水啊？得换上泳衣才行。泳衣？我们没带啊。管理把他们带到了更衣室，里面有一条吸水的白色浴巾，一条为客人准备的一次性泳裤。皇上，还比吗？入乡随俗，入乡随俗。俩人换上泳裤，又遮遮掩掩地来到浴池前，脱下身上的浴巾，都相互偷摸地瞄了一眼。冷将军自己没有吗？要偷摸瞄朕？臣才没有，臣正大光明的。再说，都是男人，计较这些做什么？他们来了。两个男人看见了，都不约而同地扑通跳进了水里。那，好像在池子里。
江北宇的冷白皮在池子里一眼就可以看见，像条鱼一样在水里穿梭。旁边的应该就是冷冽。江北宇率先一步游到对岸，跃出水面，冷冽紧随其后。冷将军，承让了。皇上，抢！江北宇才不会说，他就是知道婉婉在边上看着，卯足了劲儿在游呢。刚才在底下不小心都喝了好几口水了。俩人又游了回去，披上浴巾，看见两个女孩朝他们走来，又不约而同的转身，把浴巾围在腰间，再转回来。两个老古板，游好了？朕赢了，刚才朕赢了冷将军。看到啦。接着在他腹肌上弹了弹。去洗个澡，我们待会儿就出发了。冷冽播了1个多小时，已累得满头大汗。看了下数据，直播间人数1000多人，也赚了点礼物，比上次好多了。有进步就是好的。那兄弟，累了吧？其实你长相身材挺好的，完全不用那么卖力。你可以做一个颜值主播的，就像这样。他给他看了条视频，视频上的人起初还正常，忽然之间砰的一个转场，然后上衣就失踪了，露出了身上的肌肉。冷冽的眉毛都要打结了。哼，就是这样的，不同场景的视频你多拍几个吸粉，小姑娘就喜欢吃这一套。你火了之后再直播，就陪那些小姐姐唠唠嗑，来钱肯定比现在快。可是我是有家室的人，我做直播就是想赚点钱，给我妻子买个钻戒，拍一套婚纱照。如果是这样赚来的钱，我想她一定不会开心的。哎，我记得你小子上次还说你老婆是马叔叔，你就不怕你老婆生气？冷冽给自己灌了口冰汽水，忽然发现自己很难跟他解释这个问题。啊，丽丽！季白目瞪口呆。丽丽啊，我的直播加时了，大概7点钟结束。我给你点了份炸鸡，先垫一垫肚子。好。季白揉了揉眼睛，是他魔幻了吗？他怎么感觉好像出了幻觉似的？工作重要，我等你。马叔叔直接踮脚，在冷冽下颚上亲了一下。你舒姐，这不会是你男朋友吧？不是啊。季白松了口气，就知道这小子不可能这么好运气。他是我老公啊。季白一整个石化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冷冽已经坐下来，打开了炸鸡的盒子，一股香味飘了过来。要不要？季白拿了个鸡腿坐到他身边。哼，哎呀，不对呀，以舒姐的财力，怎么可能会让你直播赚钱去买钻戒拍婚纱照啊？这不一样，我小白脸啊，用他的钱。有些事儿就该是男人要做的。不是啊，我无意冒犯。舒姐怎么会看上你呢？你是靠什么追到舒姐的？冷冽轻轻撩了撩衣服。他图我的色。秦晚先下班了，江北宇今天下午播了3个小时，赚了2000多，他的确适合做这个。赚的钱很快就要到每个月扣税的标准了，好在他马上就要有身份证了。晚上想吃什么？朕都行，婉婉要吃什么，朕就吃什么。有个很有意思的美食，皇上绝对没有吃过的，想不想尝尝？看着他那双明亮又期待的眼睛，他点了点头。到了。婉婉，要不我们换一家吧？这家卫生好像不太行，茅房的味道都弥漫到店门口了。这不是茅房的味道，这叫螺蛳粉，本身就是这个味道，就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真有食物是这个味道？若不是看他自己想吃，他都要怀疑是不是像芥末一样在故意整蛊他了。那朕尝一尝。你想喝什么饮料啊？茶就好。老板，1瓶王小吉，1瓶雪碧，2碗原味的螺蛳粉，加炸弹。
鸭脚，再来半个猪蹄。好嘞。看他如此手忍的点餐，就知道他是真的爱吃这个。此刻连店里的臭味都觉得淡了。你看着我做什么？臭婉婉爱吃这个，熏死朕了。秦婉伸手过去，一下就捏住了他高挺的鼻子。那这样呢？他居然往后一仰，挣脱了，然后张口像小狗一样的咬他的手。秦婉都要被他萌化了。这家伙简直是越来越离谱了。那满朝文武大臣知道他们的皇上私下里是这样的吗？江北雨啊，他了一句。你明明知道这里臭，为什么还要陪我来吃螺蛳粉呢？婉婉愿意跟朕分享喜欢的食物，朕很开心。就跟爱屋及乌一个道理，喜欢一个人就要陪他做他喜欢的事，和他一起经历过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来，2碗原味螺蛳粉，小心烫。你尝尝，吃不惯再带你吃别的。好。怎么了？这玩意儿很奇怪，1口臭，2口香，3口4口停不下。朕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让朕惊喜的食物。那吃吧。今后婉婉再回浆果，要开一家螺蛳粉铺子了吧？正在嗦粉的秦婉顿住了。怎么冷府那边才是你真正的父母，你真正的家？你不会真的完成了与朕的半年之约后就不回去了吧？忽然他想到了什么，一瞬间危险地眯起了眸子。你该不会为了让我留下来，故意跟冷将军合谋编的故事吧？朕发誓，朕完全不知道冷将军说的那件事。昨日朕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听到。秦婉低头默默嗦粉，吃完赶紧回家洗澡。婉婉，给朕吹头发。吹风机在浴室，自己吹。可是朕还不太会用那玩意儿，怪吓人的。那你就站在阳台上吹风，他自己也能干。站在阳台上实在无聊，江北雨打开了直播，直播起让晚风吹头发。由于颜值高，再加上长发有种雌雄莫辨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此刻他上身没穿衣服，虽然镜头里只露到了锁骨往下一点，但足以让人疯狂。此刻，一大堆老公涌向了评论区和弹幕。江北雨，你给老娘滚进来！江北雨火速关了直播，走了进来。怎么了？去吧，把浴室的吹风机拿过来。好了，干了。腿上的小奶狗一动不动，竟然睡着了。如果不是这个电话，皇上，待会儿有朋友要过来，要不要过来吃烧烤？朕不吃。那青青呢？我来啊，马上到。俩人一前一后的走进马叔叔家的院子，冷冽惊讶的看着他。皇上，你不说你不来吗？江北雨狠狠瞪了他一眼，恨不得把他大卸8块。皇上，待会儿叔叔的朋友要来，臣不能称你为皇上了，我们之间暂且以朋友相称。江北雨点了点头。几天不来，你的小院变化还挺大，这么快就添丁了？啊，这是冷冽，秦婉的远房哥哥，我的男朋友。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毕竟在这个世界还没办婚礼，没领证，只能这样介绍。肥水不流外人田啊，怪不得上次我跟他说要给你介绍，他马上就说你已经有了。冷冽腼腆地低下头。那这位是？江北雨那双漂亮的凤眸里露出了期待的目光。朋友。江北雨眼中的光芒缓慢熄灭了。你上次问我的事，我让我老公去打听了，看看他们圈里有没有人需要认义子。
如果需要查他的族人，你把所掌握的信息给我，我也可以让他帮忙查。哦，不用了，等我爷爷回来，我跟我爷爷说，看他是否能过继到我家。今天开心聊到很晚，秦婉回到家里已是半醉的状态，找到床就睡了，迷迷糊糊感觉有人搂着她的腰，亲吻她的脖子。江北宇啊，你电话。他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他才转醒，接通后是派出所的，通知他去领取身份证。秦婉把他送到离家附近的派出所，站在门口等他，看着他兴高采烈地从里面出来，扬了扬手上崭新的身份证。俩人正要离开，秦婉忽然被贴在公告栏上的大幅告示所吸引。认尸启事。在看清照片和展示女尸随身物品的那一刹，他整个人一僵，脸上血色尽失。女尸的部分地方打了马赛克，可是她身上穿的衣服和随身配饰，他却无比熟悉。这个女尸前天晚上打捞上来的，不知怎的掉到河里去了，泡了1个星期才浮起来，已经看不清容貌了。秦婉一下子握住了江北宇的手，身子抑制不住的颤抖。他是冷清清。江北宇也倏地一脸意外，看向了那张告示。半小时后，冷冽和马叔叔也来到了警局。秦婉坐在台阶上抱着膝，他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那个冷清清不见了，却是因为失足坠河。冷冽尤其心急，因为虽然知道那个女子不是他妹妹，却也做了10多年的兄妹，在他妹妹的身体里住了这么久，也有血浓于水的亲情。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妹妹找到了，他却意外离世。得知他要认尸，警察立刻把他带了进去，让他出示身份证。他愣了一下，他没有，而且就算有，也不能拿出与死者有关系的证明。警察是不会让无关人员进入停尸间的。这时，秦婉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我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她很像我的一个远房的妹妹，她也是在几日前失踪了，我们想辨认一下，麻烦行个方便。警察看了眼他的身份证，确认了他的确住在这附近，于是便说：去吧。一行4人进了停尸间，纵使做足了心理准备，当掀开白布看到那具尸体时，他还是猛地打了一个趔趄。好在他身后的江北宇用一只胳膊扶住了他，只看了一眼，他就不忍再看。这具身体他用了10多年了，亲眼看见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具难以辨认的尸体，是个怎样的感觉？冷冽上前仔细看了一眼，神情凝重，算是看他最后一眼，与他做最后的告别。婉婉，这好像真的是你之前的身体，现在要怎么办啊？秦婉拿起了手机，正要打电话，马叔叔握住了他的手腕。你要做什么？这才是我爸妈真正的女儿，我得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儿，他们也好看他最后一眼。你傻！如果这证明这就是秦婉，那你就要被销户了，你在这个世界就什么都没有了。秦川，你再也去不了了，你不再是秦家大小姐，你将会失去你所有的一切。而且秦家大小姐去世，这是震动股市的大新闻，对秦家也不利啊，慎重啊。秦婉如梦初醒。而且啊，你家就你一个孩子，你爷爷年纪又这么大了，你觉得他们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你就是在秦家长大的，在他们身边10几年了，你就是他们一直熟知的女儿，你好端端的什么事都没有，去告诉他们你其实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死了，不是让他们无端的伤心吗？不如就这样继续将错就错下去啊，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秦婉迷茫了。哎呀，反正这具身体辨不清容貌，只要无人认领，这件事就无人知道，我们悄悄地把它厚葬了就好了。秦婉整个人六神无主，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样？是你要找的人吗？秦婉抿了抿唇，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好意思啊，脸我们看不清了。警察没有多问，就让他们走了。北北，你说我该怎么做呀？许久他没有叫过他北北了，江北宇有点意外。我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总觉得瞒着他们是在欺骗他们，可又不想看他们伤心难过，这样对冷清清也不公平。她才是真正的秦家大小姐，可她至死都没有和自己的父母相认，死后也无人认她，就在他乡这样孤独的死去了。我觉得你应该理智一点，就像马叔叔所说的，除非这个世界你不想再待了，那么随便你怎么做，朕的处事准则就是，无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道理我是知道的，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冷清清她是怎么死的？真的是失足坠河吗？会不会有别的死因？还有，她随身带来的那个粉色锦囊，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认尸启事的照片里，尸体虽然做了部分模糊处理，但是他的手上紧紧攥着那个粉色的锦囊，至死都没有松开。你不要想太多了，他初来乍到，在这个世界肯定没有什么仇敌，大晚上的看不清路，一定是失足坠河的。那为什么他会如此慌乱？会不会来的时候有人在害他？与其你想东想西，不如想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毕竟他现在用的是你原来的身体，万一被警方查出，那就是秦婉，你该怎么解释你的存在？秦婉一直抱着膝，茫然地坐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黄昏时分。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公司，思考了再三，他还是拿起了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喂，爷爷。怎么了，我的小心肝儿？谁欺负我家婉婉了？没有。他理清思路，完完整整地把整个事情说了一遍。对面沉默了许久，久到他以为他挂了，才响起了一个声音：知道了，这件事儿爷爷会过来处理的，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要是你一个人心里难过，今晚就住到叔叔家里去。好。婉婉饿了吧？来吃饭。朕刚刚去警局打听了一下，他们现在在查看那条河周围近1周的监控，还调取了女尸的DNA。对，好像是叫这个，提取，然后跟本市的 DNA 数据库做比对，寻找尸体的来源。今晚听他说着，吃着小馄饨，脸色一直很平淡。婉婉，你要不要去打点一番？这样是不是很快就会查到秦家？那就顺其自然吧。你好，这里是户主为秦霄的秦家吗？秦霄是他父亲的名字。秦婉点了点头。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调查一下。进来吧。江北宇见状，悄悄走到一边，给马叔叔打了个电话。哎呀，请问户主现在在何处？你与户主的关系是什么？户主由于生意关系，一年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国外的，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问我就好。我是户主的女儿，秦婉。听到这个名字，在场的所有警察面面相觑，露出诡异的神色。倒是秦婉一脸淡定。这个……此刻坐在电脑前的那名警察也凌乱了，甚至觉得背脊发凉。我们这边有一段监控，需要你确认一下。好。那个警察硬着头皮摁了播放键，可以看到画面中一个穿着白色睡裙的女孩匆匆忙忙地从秦家的别墅里跑了出来。由于是夜间，画质有一些模糊，但依然可以辨认出画面上的女子和眼前这个淡定看着监控的女子容貌十分相似。秦婉仔细地盯着屏幕看着，甚至可以看到画面的最后，马叔叔那时远远骑着平衡车过来，刚巧与他错过了，
要是早那么一点点，说不定可以遇上他。3日前，我们在河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由于尸体在河道中泡了1周，已经辨不出容貌了。我们这些天排查了发现尸体的河段方圆1公里1周前所有路段的监控，发现了这段录像，尸体是从秦家出来的。根据从尸体身上提取的 DNA 和户主秦霄在本市 DNA 数据库留下的数据做对比，确认尸体的身份是秦家子女秦婉。他是秦婉的话，那我是谁啊？看到身份证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到涌上一阵恶寒，甚至有人还想壮大胆子碰他一下。你做什么？现在医美科技那么发达，拥有一样的脸不代表什么。你是不是秦婉？提取 DNA 检测一下，自见分晓。你愿意配合让我们提取一下你身上的 DNA 检测吗？不用测了，她就是秦婉。我也是住这个别墅区里的，是和婉婉认识10几年的闺蜜了。她是不是秦婉，我还不知道吗？怎么拿着一段模糊的视频就来质疑人的身份啊？其中一个人认出了那是网红女主播马叔叔，立刻道：马小姐，我们也是按照流程办事，毕竟停尸间那位女子的 DNA 通过对比是秦霄女儿板上钉钉，如果她的 DNA 比对不是秦小姐，并且还和秦小姐有相似的容貌，那么她就有可能有重大嫌疑。闻言，秦婉猛地抬头：秦小姐，只需要您一点头发就好，得罪了。住手！我看谁敢动我孙女。婉婉，你没事吧？秦婉摇了摇头。来之前他去过警局，也看过那个孩子了。打听到警局是拿他和秦霄的 DNA 做对比的，基因库里并没有秦婉的基因。警察同志，不必验了。可能我儿年轻的时候是有笔糊涂账，但眼前这个就是我的孙女，不会错的。为了不让秦婉被交互，甚至背上作案嫌疑，秦无涯只能这样做，让儿子背这个锅。秦老爷子，可是此事的确蹊跷，您真的不验一下吗？即便眼前这位的确就是秦小姐，验一下也无妨啊。我就问你，一个你自己的亲人，朝夕相处的人，可能会认错吗？还需要验？这样，对于你们来说，验一下也无妨，可对我们婉婉来说，是屈辱，奇耻大辱。我不会同意你们随随便便验她的 DNA 的。此事陷入了僵局。那秦老爷子、秦小姐，打扰了。关于那位小姐溺亡一案，我们会继续追查的，有消息会通知到您。一行人鱼贯而出，只留下江北宇、马叔叔和冷冽。没事的，婉婉，别害怕。天塌了有爷爷顶着，我看谁还敢质疑你不是秦家的女儿。爷爷还有爸爸妈妈都会保护你的。秦婉讶异地抬起头，神色黯淡，张了张口却没有说话。好孩子，你没有做错什么。昨天能够告知爷爷这些，你很勇敢。我跟你爸爸妈妈商量过了，会以私生女的身份将那个女孩认进来，这是保护你的最好方式。你在我们身边长大，永远都是我们的婉婉。爷爷，我还以为你们会不要我了。傻孩子，你是我们的心头肉，怎么会不要你？怎么舍得不要你啊？那个孩子也的确是个可怜的孩子，你就当是你的妹妹吧。下午陪爷爷去警局认尸。下午，尸体被秦家认领，转移到了医院。3日后将被火化，那些随身物品也被领了回来。这是青青的锦囊，
这个胭脂扣是我送给他的，和他约定，在宫中如有什么变故，可以通过这个传信于我。这上面是他的字迹。冷冽脸色晦暗。他当时一定在想办法传信于我，可惜直到死都没有将这胭脂扣传出来。他死的时候手里一直紧紧攥着这个锦囊，所以也随他一起带到了这里。说到这里，所有人脸上都浮现出难过的神情。我看过监控，可以看出他当时很慌乱，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倒像是有人在对他不利。那天是他第一次被翻牌侍寝的夜晚，究竟是有谁在对他不利呢？他的尸检情况出来了吗？出来了，法医检测就是单纯溺亡，身上无外伤无中毒。如果他的尸体有什么异常情况，我都逃避不了被审查，毕竟那天他是从我家出来的。所以他是在宫中出的事，有人想破坏他的这次侍寝。那时江国与北国正在交战，如若冷妃在侍寝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那么朕与冷将军之间也势必会反目。可对方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婉婉在这个时候阴差阳错的出现了。其实仔细回忆，朕也觉得那日有些不合乎常理的地方，比如当时他身上穿的是正常完整的衣裙，不像一般嫔妃侍寝时身上只穿着轻薄的亵衣，所以当时婉婉并不是被太监抬到朕的寝宫来的。这件事说完，所有人都觉得不寒而栗，细思极恐。回去之后，我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儿，给冷清清一个公道。你有个朋友叫江，哎呀，就是那个和你下象棋赢了你的是吧？秦婉了一声。那孩子呢？秦婉愣住，没想到爷爷还惦记着呢。他能告诉他今天上午的时候也在场，不过他没注意到吗？觉得合适就带到家里来，刚好你爸爸妈妈过2天就回来了。秦婉的心里在打鼓，这2天家里刚出这个事情，不太合适吧？等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把他带来。爷爷了一声。后来他怎么没跟我联系了呀？你叫他拿自己的号加我，空了跟我打量吧。哎呀，我的小乖乖，胖了。都不是他从前的那个身体。葛曼琪的手顿时一僵，当妈的是能感受到这种细微的变化的，眼神里有泪光闪动。没事，这个也是我们的婉婉。上了车，秦婉陪他们一起坐在后座，听他们说。其实在你小时候，我们发现你的变化了。小时候的你不爱说话，就喜欢一个人在小角落里搭积木。带你去医院，医生诊断为自闭症。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难以想象我们的小千金居然是星星的孩子。爸爸为了帮你治病，放下了工作，带着你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很多治疗，都没有效果。后来的某一天，你忽然好了，变得活泼开朗，人见人爱。我们还以为是你终于恢复了，开智了，哪里晓得，原来从那天开始，你就……对不起，孩子，你能到来我们家做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这是缘分。你从6岁那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孩子，也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只要你自己心里不介意。等处理好那个孩子的葬礼，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谁都不要再提了。
爸爸妈妈记性不好，很快就忘了。2日后就是冷清清的葬礼，他被取名为秦琼，埋进了秦家的墓地，许是希望他在下面能够阳光开朗。您放心吧，我会替你查到凶手。哎，婉婉，你知道你家皇上前天有场直播报了吗？啊，我不知道呀。那场直播的数据啊，实时在线达到10万加。因为有个国学大师来打假，跟他打 PK， 国学大师觉得呢，他空有其表，没有真才实学，对古代文学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就在直播间里对他。后来呀，就被他反虐了。当时啊，还有人录屏呢，那场直播啊，帅呆了。江北宇偷偷看了他一眼。他现在啊，可是全公司涨粉最快的，播了不到半月，粉丝已经破10万了，比我那个时候还猛。怎么没听你跟我说过呀？朕对你们的数据没有概念，以为人人都是这样的。朕只管勤勤恳恳的播，赚到钱了，就给婉婉买好吃的和漂亮衣服。冷冽感觉膝盖中了一箭。什么人人？好长呀！他那直播间里几百人，好的时候上千，烂的时候就几十人，他又不是没看到。他怎么好意思说以为人人都跟他一样干到10万加呢？要不是君臣有别，他早就掀桌子了。现在他只能吃着闷饭，只当自己耳朵聋了。不错，再接再厉，这名皇上还是有一技之长的，就算到了异国他乡也硌不死自己。江北宇心想，这算是在夸他吗？啊，你下午有直播吗？没有啊。那好，跟我出去一趟。哦，好。我们从古代淘制来的东西，我放在拍卖会上了，委托人去卖，看看能卖多少钱。这一堆还不是宫里的宝贝，是那天他和马叔叔在街边的古董铺子里花了750两淘制的一大麻袋，他想来投石问路，试试水。15万，20万，22万。一个普通的瓶子最终以32万的价格成交，这只是那一堆古董里极为寻常的一件。接下来，秦婉在展台上看到了那个杯子，就是他与陆轩斗气时买的鸡缸杯，10两银子一个。这个他记得很清楚，他一共买了10个，打碎的那个老板还没给他算钱。最终，这个杯子是以20万一个，200万10个的打包价被前排的一个商人带走的。把古代的东西拿到现代卖，10两买的一个杯子可以卖到20万啊！嘿，这些还都是品相一般的，应该越好的东西越值钱吧？婉婉，你这个脑瓜子绝了！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啊？拿古代的东西到现代来卖啊！哎呀，我也是来试试看的。这次他投石问路，只拿了从古董店里买的一半东西来的。最后离开拍卖会的时候，钱到账了，扣掉税1500万。回到公司，去了狗皇帝的办公室，他没在直播，坐飘窗上看着底下人来人往的车流发着呆，神色落寞。怎么啦？婉婉出去玩，把朕一个人丢在公司里。朕刚才一直在数车，从这一共过去了1800辆。今天有人联系到朕，给朕8万块钱，让朕拍一段视频，剧本和拍摄都由他们负责，拍好了用朕的账号发。不必去，你这个账号才刚开始，要珍惜羽毛。这大众最反感就是一有点人气就带货。不过如果你想去玩玩，就去玩玩吧。朕也拒绝了，因为朕明日想和冷将军去历史博物馆，看看这片大地这些年来的历史变迁，看看朕的江国之后是什么模样。还有个兵器陈列库，我们也打算一并去看看。我明天让司机送你去。不必了，冷将军已经查好了公交路线，我们可以自己找路去。这半月来，
朕和冷将军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也熟悉了这里的规则，可以单独行动了。那你去吧，有什么事儿马上给我打电话。你家皇上和烈烈去博物馆了，一大早一起乘公交车去的。马叔叔觉得好玩，两个人现在呀，就跟好基友一样。秦婉依稀记得刚来的时候，这俩人的关系是不太好的，因为他和马叔叔加上这次同游现代，关系才有了变化。他也觉得有意思，拿起手机问他：“到哪儿啦？”在和冷将军在面馆吃牛肉面，下午进馆。怎么才到啊？冷将军那头蠢驴地铁坐反了。他拍了一下冷冽，冷冽手上还拿着一张地图在研究，就跟10几年前出门旅游的人一样，估计还用不惯手机 APP 上的地图。俩人刚进博物馆还是兴致勃勃的，可晚上9点，秦婉忽然接到了马叔叔的电话。哎呀，出大事了，婉婉，你快过来看吧。到了马叔叔家里，一看江北雨和冷冽以相同的造型，直愣愣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句话都不说，僵硬的连眼睛也不眨，像两尊石像一样。这是撞邪了，还是魂被收走了？啊，该不会是柚子被人嘎了吧？秦婉一惊，撩起江北雨的 T 恤，看到那熟悉的腹肌完好无损，这才松了口气。啊，江北雨，你怎么了？别装死，说话呀！这个世界的文明顺序是夏、商、周、5代10国、汉、唐、宋、元、明、清。那朕的江国呢？在朕这一代已经连绵数百年的江国呢，甚至在历史上没有任意一笔。那么朕所处的那个时代又算得上什么？朕甚至做好了准备，看朕的江山传到哪一代会被覆灭，因为任何一个朝代的兴衰都是历史的必然。可是查无此朝是什么意思？这个或许江国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呢，又或者是处在历史的断层里呢。不但是江国，你看啊，什么北国、南国、庆国，不也照样都没有吗？哎呀，大家都一碗水端平的。江北雨更 emo 了，这让朕觉得朕所处的世界是假的。那你告诉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原来在这个世界，一颗导弹能够穿越一片大洲的领土，攻打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地上，不用一兵一卒，一颗炮弹就能让一座城池瞬间化成一片废墟。臣还觉得这个世界是虚幻的。秦婉和马叔叔相互对望了一眼，耸了耸肩。两个男人 emo 了一阵子，就化悲痛为食欲，拿手机点了个外卖，披萨、烧烤和炸鸡，那啃的叫一个嘎嘎香啊！这一日，江无涯在书房拿起老花镜戴了起来，正打算欣赏把玩他的宝贝字画，忽然发现多了几幅。除此之外，古董架上也多了几个新面孔，都是好东西呀！他拿起来仔细辨别的时候，手竟禁不住激动的一颤。婉婉，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呀？秦婉看了一眼，这些都是他从宫里带来的江北雨赏赐的一部分宝贝。这是我从拍卖会上买的。爷爷您喜欢吗？爷爷喜欢啊，喜欢的不得了，尤其是这个。他展开了一幅画，是江北雨亲手画的《千里江山图》，上面还有他的私章落款。这个也是你从拍卖会上买的吗？啊，这是北雨，江北雨亲手画了送给您的。没想到那小子还这么有才华呀！婉婉，
你什么时候把他带到家里来，带给我们看看啊？秦婉想了想，咬了咬牙，后天吧。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答应了，好像舌头比脑袋先快了一步，可是话已经说出口，就不好再反悔了。好，终于可以见到那小子了，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是何方神圣，能打败我们的婉婉。他深吸了一口气，去了江北宇的办公室。江北宇啊，后天来我家，我带你见见他们。真的吗？我爷爷看到了你的画，想见一见你。话音刚落，啪的一个吻便落在了他的额头上。婉婉，你终于愿意带我见你的家人了。别飘啊，我爷爷想见你才带你去的，见了他们不要乱说话。冷将军，你给朕看看，朕的眼睛是不是出毛病了？这个小数点在哪儿啊？到底有几个零啊？个十百千万，13亿。婉婉家现在住的房子13亿。这样看，婉婉的家族在这个时代应该是顶级豪门了。皇上要买房？朕在这边半个月，这边的货币挣了3万9。马姑娘说，这已经算是很好的数据了。按这个收入，朕要何时才买得起13个亿的房子？冷冽也沉默了，他吭哧的拨了半拉月，赚的钱刚刚够付婚纱照的定金，钻戒还都差得老远呢。这要是让他买房，就更吃力了。无论如何，朕先准备好眼前之事吧。后日，朕要见婉婉家里的长辈。恭喜恭喜！爷爷，这就是小江啊，感觉有点眼熟，话如其人，嗨，长得是真俊呀。这时，秦霄和葛曼棋也刚好从楼上下来了。爸，伯父伯母，来，小江，进来坐。平日里喝什么茶呀？龙井。龙井是好茶呀。怎么过来的呀？有个朋友刚巧住在这附近，借宿的朋友家，走过来的。我们1年时间有一半在国外，家里面都靠婉婉自力更生，要管理公司，所以他的性子强势一些。除了生意上的伙伴，很少结交男性的朋友。婉婉很好，我和她认识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我尝尝，这是雨前龙井，口感清甜，回味悠长。考考你，雨前龙井中的雨指的是什么？谷雨。产地在哪里呀？龙红。这时，一旁的秦无涯开口了：“小江，那幅千里江山图，真的是你画的？”“是。”“画了多久？”“在下不才，花了5天。”“5天？我以为你至少画了1个月。笔锋老练霸气，一看就是时常作画之人。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华国书画协会呀？”“可以。”“你从哪里淘来的宝啊？挺优秀的男孩，我怎么从来没听说魔都谁家有这样一位公子啊？”“他不是魔都人。”“那他是哪里人呢？我们可不行远嫁啊。”“反正你们在国外，我远不远嫁，你们也见不着我。”“我们1年还是有半年的时间在国内的，至少这半年可以天天见到你呀。”“那如果是远嫁的话，一半时间在外面，一半的时间在魔都，怎么样？”“你要是真心喜欢他的话，可以考虑。”“真心喜欢？”
你们怎么不问他的家世如何呀？不重要，只要是婉婉看上喜欢的人就好。我们秦家又不需要依附别人，要说找个有钱的吧，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钱。权呢，我们秦家在魔都也算有头有脸，只要不作死得罪上一层的人，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要来再大的权势也没有用。做我们秦家的女婿啊，最重要的就是清清白白，一个男孩子能堂堂正正的就好。伯父伯母对朕的印象怎么样？我妈说，想要做我们秦家的女婿，最重要的就是清清白白。这句话一发出，对面沉默了，今晚一颗心沉了沉。朕的身子自然是清清白白，不信婉婉以后验身。这个我怎么验得出来啊？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丽丽，喝口糖水再播啊。他有意看了眼镜头，笑了笑。哎呀妈，起猛了！看见马叔叔了？那个人是马叔叔吗？马叔叔？这里好像是马叔叔的家，他上次在这里直播过，还拍了视频。冷冽注意到，他就进来晃了一圈，直播间人数上百了，一下飙到了300。他继续讲，过了一会儿，他又进来了，站在他身后，捏了捏肩膀。丽丽，累了吧？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再播啊？不必，我讲完这场就下播。马叔叔站在他身后，捏了2分钟就走了。这一次直播人数上了1000。他面不改色，继续讲兵法，讲32计。过了10分钟，刚好讲到美人计的时候，门又开了。丽丽，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别闹，直播呢。哦，直播晚上就不吃了吗？是。听到这句话，马叔叔就伸手关闭了直播间。你在做什么？你呀，隔10分钟再重新打开直播试试啊。他自然知道冷冽最近直播受挫，而他又自尊心极强，只能用这种方式，用自己的流量帮他开点挂。冷冽瞬间意会，忽然把他抱在桌上。你似乎对我存在什么误解，10分钟哪里够？你疯了！皇上就在隔壁。甚至不用褪下身上的吊带睡裙，只需一撩一勾，有什么东西顺着纤细笔直的小腿幡然落地。我知道，你想利用自己的人气给我引来更多流量，但是我想让你明白，我冷冽不是需要依靠女人的人。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证明自己。马叔叔点了点头，但他并没有停止。马叔叔感觉到他有点生气了，似乎在生气他的干预。这个男人的自尊心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一点点。如果我说皇上的数据好，也有我的干预呢？你说什么？是皇上主动跟我讨教，跟我合作的，不然你以为他一个新人凭什么能够小火啊？你以为机遇和巧合是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吗？冷冽觉得不可思议。他比你腹黑，也更懂得变通，为了讨婉婉欢心，也为了急于证明自己，是他找我帮忙帮他运作的。他将一切都和盘托出。这是我利用经验为他量身打造的方案。在他直播砸场子的国学大师是我认识的主播，是我找他去的。在他们在直播间发生冲突最有看点的时候，我买流量引流。直播间他对国学大师的那段视频也是我录制找人发布的，还投了抖加，不然你以为凭什么一切都刚刚好啊？冷冽瞬间恍然大悟。好啊，居然是这样，怪不得。这件事你不能告诉婉婉啊，所以我能帮助皇上，为什么不能帮我自己的男人呢？冷冽瞬间觉得豁然开朗，emo的情绪一扫而空。所
所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瞒得我好苦啊！不坦白还好，一坦白又是新一轮的惊涛骇浪。朕的爱妃，请上车。他揉了揉眼睛，看到此情此景，很难不笑出声来。朕上次和冷将军从外边回来的时候，看见出了这里，前面一条巷子里，到了晚上会有很多好吃的，骑车大概10分钟的路程，很近，不用开车。秦婉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坐过自行车，今天算是尝鲜了。走晚了，小心！喂！秦婉想想就觉得好笑，明明是叱咤风云的一国之君，怎么到了现在和他就变成了穷小子和富家女的剧本了呢？皇上在这个时空里一无所有，如果无人帮扶，慢慢就会体会到生存的艰难。你还愿意花一半的时间留在这里吗？钱，朕可以赚。朕已经在看房子了。朕今日努力的直播作画，都是为了攒钱娶婉婉。你打算买房？你知道魔都的房价吗？知道。喜鹊娶妻都知道要筑巢。朕说要娶婉婉，不能全凭一张嘴巴。谁答应嫁给你了？你答不答应嫁给朕，都是朕的冷妃。朕只是想在你的世界里重新娶一遍你罢了。污烂！不多时就到地方了。有人愿意出价20万买下朕这幅花鸟画。秦婉意外，因为这仅仅是他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画的。别着急，可以等等再出手。神了，有人出22万了。秦婉低头继续吃麻辣烫。他们问这是哪位大师的画作？秦婉思索着怎么帮他回。这时江北雨说：婉婉，你爷爷出价了，出了30万，要不我直接把画送给爷爷吧？不用，爷爷在帮你抬价呢，那个问题不用回了。果然接下来就有人出了32万。秦婉也低头看了一下手机，不知道在看什么。吃了顿晚餐的功夫，这幅画最终以38万元的价格售出了。看到钱到账的消息提示，秦婉很意外。啊，你怎么把钱都转给我了？这是朕来这里挣的第一笔大钱，给婉婉。婉婉可以拿去买漂亮衣服、包包和好吃的。你不是要攒钱买房吗？赚到的钱都给我了，你还怎么买啊？钱要攒，婉婉也要宠，一边赚钱给婉婉花，一边攒钱娶婉婉。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手上的这枚扳指愿意回收吗？冷冽随手就摘了下来，心想这玩意儿他府里多得很，卖掉刚好给叔叔的钻戒添点钱，买个更大的。你收多少钱？您要愿意的话，这个数。多少？100万。看他震惊的表情，桂圆觉得他认为价格低了，咬了咬牙。冒昧了，您要是觉得低了，120万也是可以的。冷冽先是震惊了一下，再是震惊了一下，端详了一下桂圆的表情，眼尾划过微不可见的皎洁。说实话，这是家里祖传的，本来今天没打算卖的。你要是实在喜欢，150万。桂圆快把牙都咬断了，默不作声。冷冽也没什么表情，继续看他柜台里的戒指，看了几眼，转身就要走。桂圆喊住他，咬牙切齿：好，150就150。冷冽笑了笑，摘了下来，心想没想到这玩意儿在这里居然能卖到150万，当时差点就随手送人了。下午等冷冽回来时，一辆漆黑锃亮的劳斯莱斯也被吊车吊到了马叔叔家门口。虽然知道冷冽最近的直播数据有所提升，但他才不相信就这几天他就能买上车了。
还不是花马姑娘的钱。啊，丽丽，你哪来的钱啊？赚的。冷冽打开了车门，坐上了驾驶座上。这时副驾的门打开了，江北宇坐在他旁边。冷将军的钱是如何赚的？冷冽还是那个高深莫测的笑容，他是不会告诉皇上那个神奇的方法的。臣说了，是臣赚的。皇上不是也有皇上的方法吗？那臣自然也有臣的方法。有的时候江北宇真的好想刺死他。冷将军该不会卖屁股了吧？你做了对不起马姑娘的事？胡说八道。冷冽起初有些生气，后来察觉到了这是激将法，故意不说，继续悠悠哉哉的。皇上，就当臣买彩票中奖了吧。彩票？江北宇有些迷惑，用手机一搜，最近的彩票站点距离他们6000米。但是冷将军是靠彩票买车，他是不信的。网上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就是故意瞒着他，想有钱自己赚。北北也想要劳斯莱斯吗？不，朕不想。过来。江北宇不明所以，跟着他。这个呢，是我高中时开的车，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台车。那是为了低调，家里买的，就当是一个代步工具，好几年没开了。现在保姆偶尔开出去买个菜什么的，你想练车的话，用这台练最合适。你要教朕开车？你练会了，考个驾照，今后就可以替我开了，学不学？学。当然，驾校都是会教的，但毕竟江北宇和他跨了时代。连车的一些基本构造和常识都不了解，他怕他去了驾校后会出洋相。这个是方向盘，控制方向的，和自行车的车龙头是一个道理。这个是油门，踩下去车就会跑。这个是刹车，踩了就会停下。这片空地周围都没有人，秦晚跟他讲解过一番之后，将车启动，让他尝试着缓慢踩一下油门。车动了，动了！他的嗓音里抑制不住的开心。不愧是10分钟就学会骑单车的人，不过教了半个小时，江北宇就能缓慢地绕着场地开一圈了。想学的话，可以在附近报一个驾校，不是会开了就行。在这个时代，合法的开车上路还是需要学习很多规则，拿到驾照了才能开车上路，无证驾驶是会被拘留的，就是会被衙门抓起来。江北宇点了点头。回去之后，他就搜索了一个驾校，报了名。叔叔，嫁给我吧。这小道具还挺傻。这不是道具，是一颗真的钻戒。叔叔，虽然我们已经成亲，但我从来没有以你们这边的礼仪跟你求过婚。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我要把这个仪式补给你，嫁给我。忽如其来的惊喜，马叔叔忍不住捂嘴。摄影师趁现在最自然的时候，找准角度，哐哐那是一通拍。哎，那不是马叔叔吗？他结婚了？假的吧？拍视频呢，他怎么可能结婚？算借广告吧。我觉得也是。走吧，回家刷视频，过几天他肯定要发的。皇上呢？他说他还有点事儿，过一段时间再回来，让我们不用管他。咱们先走吧。那皇上知道怎么回去吗？应该知道，方法都已经跟他教过了，相信他的智商。此时江北宇已抵达林氏，拖着行李箱走进了一家5星级酒店。有电影剧组联络他，想邀请他参演一个角色，他是过去试镜的。放好行李，他去了隔壁的西餐厅，
点了份柳橙汁，一份番茄牛肉意大利面。菜很快就上了，意大利面看上去觉得不错，正要往口里送，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周围的空间瞬间扭曲。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置身那个熟悉的寝殿，手上还拿着个叉子，叉子上面还插着面呢。皇上，这没想过要回来，怎么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回来了？啊，原来这幅画为了避免产生时空错乱的 bug， 开启后一起去的人在画再度开启后必须一起回来，不然时间线就错开了。你们想啊，假如皇上没有跟我们一起回来，他自己在那边度过了2个月，等他回江国，与我们按道理应该只相差几分钟。可是等我们过段时间再度回去时，那边的时间按道理也应该只过去了几分钟。可是皇上却在那边已经度过了2个月，时间线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只有一起去的人一起回来才不会错乱。所以说皇上是被强制一起送回来的。那如果朕再单独过去一次呢？我曾经单独回去过一次，两边的时间是以阵法开启之后开始重新计算的。这其中一旦有人回去过，阵法开启一次，时间都会产生一次推移。就比如我在1月1号去了那边，我待了12天，1月12号回了江国，对于江国的时间只过去了1分钟。如果这其中没有人再次开启过阵法，我就算在江国继续再待1个月，再返回那边，那边的时间也仍然停留在1月12号，只过去了3分钟。但是重点来了，假如我在1月12号回到了江国之后，马叔叔又紧跟着从江国去了一次那边，就算他只待了3天，1月15号就回来了，那么我下一次返回那边的时间便不会停留在原来的1月12日，而是会随之推移变成了1月15日。哦，没错，我想起来了，我上一次回去的时候，公司里的人说好几天没看到我了，因为那几天婉婉单独回去过一次，而我呢人还在江国，所以那几天我的考勤都是空的。这么说的话，为了避免大家的时间线错乱，凭空失踪几天，大家还是要一起来回比较好。只放了2遍，吉祥便模仿着视频里的旋风开始唱唱跳跳，1比1的复刻起来。婉婉，给你看个好玩的。啊，他不跑吗？怎么会？就算朕把它卖了，都能自己飞回来。说完，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迅速撤回。啊！虽然只有1个字带1个标点符号，但江北宇瞬间就不寒而栗了。江北宇，怪不得吉祥飞跑的时候他那么不慌不忙的样子，想来从那时候狗皇帝就开始套路他了。还有哪些套路是他不知道的呢？另一边，江北宇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那句话，发了个乖巧的表情包。今晚没回。婉婉，朕要批折子了。秦婉依旧没回。过了差不多1个时辰，他发了个婉婉，朕要睡觉去了，晚安。秦婉直接设置了消息免打扰。江北宇看几轮未回的消息，彻底慌了。下朝后，江北宇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荣华殿。秦婉正爬在屋顶上连接太阳能电板的布线，一个泥瓦匠在他寝殿外的墙壁外打洞。你在做什么？你要把荣华殿拆了？是啊，我就想拆了，怎么了？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帮娘娘？背着娘娘了怎么办？皇上，娘娘都您完呢，娘娘是有正事要干，让我们别掺和。布好了线路，泥瓦匠把他宫殿的洞也打好了。秦婉从屋顶上顺着梯子下来，江北宇跟在他身后。婉婉，昨晚为什么不回朕消息？啊，皇上给我发了什么消息啊？我没有印象了。
江北宇明显看出来他在生气，也心知肚明，是因为那条撤回的消息被他发现了。有外人在，他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说晚些时候朕再过来找你。花了半个多小时，秦婉总算是把空调安装上去了，热得汗流浃背。娘娘，这里面的风好凉快啊！快把门窗关起来。娘娘，皇上来了。不见。皇上，娘娘身体不适，不方便见您。皇上来了。不见。皇上，娘娘身体不适，不方便见您。门开了，感受到里面吹出来的凉风，江北宇就知道他一个人搁里面吹空调呢。身体不适？他身体不要太舒适吧？娘娘身体不舒服，让朕看一看。婉婉，江北宇啊，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朕错了，朕那个时候就是想逗逗你，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和你待在一起的感觉，为了把你留在朕的身边，只好顺水推舟。我最讨厌别人骗我。那时候我以为我不小心放跑了吉祥，你知道我心里的负罪感吗？正是因为有愧于你，所以那段日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知道我有多憋屈吗？婉婉，朕错了，如果你愿意原谅朕，朕可以任由你罚。哦？秦婉脑海里划过了无数关上门让他跪榴莲、跪薯片、跪空调遥控器的场景，但毕竟这是在古代，让他这样做也不符合一国之君的体面。可是我想不到怎样来罚你，不如皇上自己想吧。朕来给你剥葡萄。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朕来给你扇风。不必了，这不吹着空调呢吗？江北宇搜肠刮肚的也想不出来什么，忽然福至心灵。那婉婉跟朕到国库去挑一件宝物。秦婉笑了笑，虽然那国库里随随便便一件宝物就能换得上亿的钱，但他也不是钱可以打发的。若让狗皇帝知道这方法可行，以后便会有恃无恐，大不了随便拿件东西哄哄他。我呢，也不是庸俗的人，那就公平一点。当初我平白给皇上做了10日的工，伺候了皇上10日，那就作为责罚翻个倍，应该不过分吧？在接下来的20日内，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让皇上做什么，皇上就必须得做，如有违背，就不要再来谈原谅的事儿，如何啊？别说20日了，什么时候朕没有听你话了？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切，给我削个苹果。得亏是冷妃那个贱人没来，不然这一路上又要搞得乌烟瘴气。吃着饭呢，体内晦气东西做什么？也就是有点好奇罢了。姐姐消息灵通，可知道皇上这次为什么没带她去秋首，好端端的就失宠了呢？花无百日红，帝王心本来就是凉薄，失宠难道不是很正常吗？戴着人皮面具光明正大偷听的秦婉忍不住笑笑。这泼天的宠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陆轩没好气地说。我都还没轮到，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上后头排队去吧。其实呀，上一次也出现了这样的事儿，只不过为了揪出藏在朝廷的北国内奸，就怕这次又是配合演戏，我们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吧。这一次就算是演戏，我也有办法置冷妃于死地。冷将军还在吃饭？冷冽了一声。婉婉也跟来了，就在我们周围。暗中观察，俩人都是有点不可思议的表情，互相看了一眼。在哪呢？朕也不知道，
昨日差点就把他找出来了。既然想要暗害婉婉的人在暗，婉婉隐藏在暗处，挺好的。既然他自己不愿意出来，就别找了。想出来，他自己会出来的。冷将军，皇上找您有事，让您去湖边的那棵大槐树下议事。冷冽觉得有些奇怪，自从皇上有了手机之后，有事找他都是给他发消息，而不是找小太监来通知。可他仍是过去了，就想看看对方在搞什么鬼。冷将军，我有要事要与你说，可否借一步说话？不太方便吧？如果我说这件事事关冷将军最疼爱的妹妹冷妃娘娘呢？不会耽误冷将军多少时间的，这件事却足以让冷将军觉得颠覆。首先，要告诉冷将军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冷将军，您的亲妹妹，真正的冷妃，已经被皇上暗杀了。听到这句话，他身后的秦婉差点打了个趔趄，而冷冽面不改色，面无表情地斜睨着他。打从冷妃被打入冷宫后第一次事情，真正的冷妃就已经不在了，被调包成皇上的人。而皇上为了让冷将军继续效忠于他，隐瞒了他的死讯。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不忍心看着冷将军被蒙蔽，好心帮冷将军查了下这件事。那一日，皇上寝殿里的侍卫根本没有看见冷妃娘娘被抬入皇上的寝宫。冷妃娘娘为何又会出现在皇上的寝宫中？并且从那之后，冷妃就开始性情大变了。冷将军，难道没有发现自己的亲妹妹被调包了吗？我自己的妹妹我会认不得吗？眼下这个就是我的妹妹。看来冷将军也被蒙蔽得太深了呀。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不过是来给冷将军提个醒，冷将军若是不信，可以自己查。查了，我自己的妹妹我自己清楚。你身为皇上的妃子，却在君臣之间挑拨离间，意欲何为？陆轩心头非常恼火，这怎么和他想的不一样呢？哼，如若冷将军不信，那便算了，打扰了。走了一会儿，陆轩忽然脚步一停，冷声对他说：在宫里当差，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知道吗？知道。好，要是被我知道你说了不该说的，小心你的舌头。害怕陆轩深更半夜将他灭口，回去之后他还是找了个机会，俩脚抹油溜了。夜幕降临，大家都搭好了帐篷，他悄咪咪地上了江南哥停在路边的马车。躲着吃泡面，这就知道是你。不是江美雨，你是狗鼻子呀！好好的饭不吃，营帐不住，非要像个老鼠一样跟朕玩这东躲西藏的游戏。黑灯瞎火的一个人躲在这儿吃泡面，好玩吗？方才他经过时，鼻尖闻到了一点泡面的香气，就知道这是来自现代的香精调味料，科技与狠活。第一次只是心头起疑，这一次他不会再错过了，逮了个正着。在我不想被皇上发现的时候，是不会被皇上发现的。原本就打算吃完这桶面就去找你的。你觉得朕是信你，还是信朕是秦始皇？秦婉白了他一眼，他却拿过了他的泡面，拿叉子吃了一大口。别吃泡面了，朕那里有好吃的。刚才朕在林子里打了一只野鸡，让工人摘了点鲜嫩的野蘑菇炖汤。夜色中，他一手拿着他的泡面，拉着他回了帐子。啊，对了，陆轩今日见过我了，以为我是他宫里的。你找套小太监的衣服给我，明日我扮成小太监。好。陆轩去查那件事了，他今日在冷将军面前拆穿了我，说我是个冒牌货。朕知道，冷将军发了录音给朕。溜啊，老铁啊！北国人狡诈，无非是想挑拨冷将军和朕之间的关系。陆轩嫁到江国，就是想暗中拉拢一些人与北国联盟。这个女人，朕早晚要收拾她。
何其皇上亲自动手？皇上，淑嫔娘娘中暑了。江北宇手上拿着手机，在看科目1的考试题，眼皮都没抬。中暑了找太医，找朕做什么？太医已经喂过藿香正气水了，不过建议娘娘待在阴凉的地方缓缓。娘娘说她有个不情之请，想在您的帐篷里待一会儿。所有人的帐篷里，只有皇上的帐篷配了降暑的冰，最凉快。既然知道是不情之请，怎么好意思跟朕提的？这么娇气，让人送回京城吧。偏偏秦婉这时候想看戏了，就对江北宇眨了眨眼。江北宇悠悠地看了他一眼。不多时，淑嫔来了，果然面色苍白，因为中暑，身上只穿着薄透的轻纱。多谢皇上。你起来吧。就让臣妾在这趴会儿，缓一缓就好。那你趴远点，莫要挨着朕。淑嫔没想到这样皇上都不为所动，咬了咬唇，趴得远了一些，却又不甘心。皇上恕罪，臣妾趴不稳，就让臣妾趴一会儿，趴一会儿好不好？放肆！朕怜你生病可怜，允许你在朕的马车上暂时缓一缓。你竟企图伺机勾引朕，朕看你一点事都没有。来人，拖下去，重打20大板子。皇上恕罪，皇上恕罪，臣妾没有想要勾引皇上，臣妾只是忍不住的想要跟皇上靠近，臣妾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很快就有2个侍卫上来，把淑嫔拖了下去。臣妾没有想要勾引皇上，臣妾只是忍不住的想要跟皇上靠近。他们觉得你失宠了，便有人想趁机取代你的位置。朕方才让淑嫔上来，就是为了杀鸡儆猴。如果淑嫔不处理，这一路上就会有很多人效仿淑嫔的行为，搅得乌烟瘴气。饿了吧？起来喝点吧。我失败了，差一点儿就要把虫子偷偷拿出来放在皇上脚上，被皇上一脚踢飞了。废物，给你机会也不中用，一次失败，下次想要再进皇上身你就难了。姐姐，还是你自己用吧，这泼天的荣宠我怕是轮不到了。陆轩当着他的面打开盒子，拿夹子把虫子放在烛火上烧死了。我一人享用，万一我一人得宠，你以后嫉妒我揭发我怎么办？你自己亲眼看看，蛊虫我已经烧死了。姐误会了，我不是这样的人，哪怕姐姐真的成功了，那也是姐姐凭本事做的，我怎么会嫉妒揭穿姐姐呢？倒是可惜了这价值千金的蛊虫。行了，你好好休息吧。却不知帐外漆黑的地方，一双眼睛将这里面的事看了个正着。冷云走到秦婉身边，小声说了什么。知道了。这位公公能否行个方便？今晚无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不要吱声。秦婉微愣，不动声色地将银子往袖中一拢。哎呀，您放心，今晚啊我瞎了眼聋了。接着就拎着水壶走远了。那位张公公一直站在帐帘外，朝着黑暗中做了一个手势，一枚吹管悄悄伸进了帐子里，袅袅迷烟被吹了进来。不多时，帐中的灯熄了，黑暗中一道披着黑色斗篷戴着斗笠的身影悄悄潜进了帐中。你是谁？滚！你给我滚！月光惨淡，陆轩穿着破碎的衣服，披上来时的黑色斗篷，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帐子。结束了。暗无伤嗯了一声。辛苦了，你身上的蛊虫回去之后朕找人给你清理。啊，无所谓。接着再次隐匿在了暗处。不好了，不好了，公主被蛇咬伤了。秦婉隐约听到这一句，立刻拉着江北宇策马过去了。这是七步蛇，好在公主被咬后毒血被大量及时的吸出，
中的毒不算太深，不过这一个可就麻烦了。冷可汗得知了此事，立刻送来了最好的抗蛇毒药。皇上既然说了这个围场是人工管制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烈性的毒蛇呢？围场的人的确会每日巡视，撒一些避蛇粉的，但难免还会有蛇从禁林里溜出来。毕竟围场能围住动物，但蛇这种无孔不入的生物确实很难防，每年都有人在秋收的时候被蛇咬伤的。既然江北雨都这么说了，他便没再说什么。他去帐篷里看了看江南哥，他仍昏迷着，长长的睫毛垂敛下来，看上去很乖。今晚从他的帐子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齐飞刚好从另一个帐子里出来，里面躺着的正是齐飞的兄长齐云轩。为了过来探望江南哥，他过来时恢复了冷妃的装扮。聊聊啊。齐飞有些意外，但还是跟他走了过去。两人走到湖边，秦婉开口：“我见到出逃了。”是，我也见到了，他来找过我，跪下说他错了，求我带他走。去年他被逐出宫，打得只剩一口气，被扔到荒地里。原本想把他喂狼，让他自生自灭，后来他竟被一个蒙族的农妇救了，带回去养伤，养了3个月，伤好后被迫嫁给了这个农妇的儿子。他说这个农妇的儿子是个酒蒙子，平日里对他非打即骂，家里又穷，他跪下来恳求我把他送出去，我拒绝了。我跟他的主仆情分已经尽了，我不会再帮他。所以说去年的那件事情的确是他干的。齐飞抿着唇不说话，目光注视着远方，忽然盯着一处地方，眼神有点惊恐。你看那是什么？今晚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太远了，有点看不清，定睛一看是一具浮尸，尸体打捞上来了，正是出逃。秦婉感觉到了震惊，而齐飞也是一脸惊愕的样子，用帕子捂住嘴，猛地倒退了2步。你怀疑凶手是齐云轩，可是齐云轩杀了他做什么呢？一个呢是相府里年纪轻轻意气风发的少爷，一个呢是曾经在相府长大年轻貌美的小丫鬟。你说你的意思是这两人之间有什么证据呢？没有什么的话，又为何要私下去见他？如今这个齐云轩可是一心想要做驸马的，自然是要清除过去的一些什么了。你说的这些仅仅是你的臆测，你说了他也找过齐飞，想要离开这里，作为相府的丫鬟找曾经的少东家求助也未尝不可。当然还可能是出逃现在的丈夫得知他要逃，恼羞成怒，一怒之下把他杀了。你这是在为他开脱吗？就因为他救了南哥，所以你对他的态度就改变？不是，正在帮你理思绪。当你在怀疑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罪名就已经成立了，往往就会忽视掉什么。出逃的尸体被当地的官府带走了，第2日官府抓走了农妇一家。娘娘，属实打听过了，根据衙门仵作的验尸结果，衙门初步断定出逃的死是由现任丈夫所为，所以出逃的丈夫鲁布和他的老娘蔡银花都被衙门抓住了。哼，果然如此。鲁布和蔡银花是做什么的？鲁布是个酒徒，偶尔会帮镇上的屠夫做些杀猪宰羊的工作。蔡银花平日里靠着为人织布为生，有周围的邻居听见昨日出逃曾与丈夫发过激烈的争吵。那凶器呢？是一个棒槌，在鲁布家的后院发现的。衙门认定杀人地点在鲁布家的后院，鲁布手劲大，一个棒槌足以把出逃尸首打死，但是鲁布拒不承认。此外，属下还发现有一个疑点。你说？属下发现鲁布家位于那个湖泊的下游，根据水流的方向，假如鲁布杀完人之后抛尸，尸体不可能游到那个地方，除非是鲁布走到上游抛尸。可是谁有可能背着尸体走那么远的路，特地跑到上游去抛尸呢？秦婉若有所思。没错，就算是鲁布其实是在上游杀的人，尸都抛了，又怎么会把杀人凶器再带回家里呢？所以这很明显就是栽赃。今日他们照例进山打猎，秦婉没跟去，但是冷妃去了，还是一人独自。这是一个绝好的给对方下手的机会。然而等到夕阳下山之后，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还带回了许多猎物。出来！江南哥低着头跟着他们走了出去。
江南哥，你堂堂一个公主，自己身体还没好，怎么能过来伺候一个男人？皇兄，嫂嫂，我知道你们不喜欢他，可是他救了我，就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林子那么大，那么多人，怎么偏就那么巧，他救了你？是我偷偷跟着他，那日看见齐公子在打猎，就好奇跟着他，想看他技术怎么样。秦婉听了就觉得眼前一黑，想伸手扶额。这兄妹俩果然是如出一辙的恋爱脑啊！皇兄不喜欢他，嫂嫂不让我见他，我很克制了。我听话的，没去联络他，也没给他任何机会，只是想自己再暗自考察一下。谁知道后来在林子里遇了蛇，我大声呼救，前面的齐公子听见就马上赶过来了，他替我杀了蛇，还不要命的帮我吸住了毒血，救了我一命。皇兄，嫂嫂，你们能不能看在他救了我一命的份上，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好。秦婉意外的看着他。皇兄答应了。朕答应了，你可以试着与他相处，多去观察他，了解他。谢谢皇兄。你当时为什么要救我？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就知道公主有危险，也顾不上别的。哦。过了一会儿，齐云轩忽然说道：“对不起。”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之前公主一直都不愿意见我，想必是很讨厌我，我却对公主做了那么冒昧的事，我真是该死啊！我没有讨厌你，没有讨厌你，真的没有。真的吗？嗯。那就好，我还以为公主讨厌我，你都不知道那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就这样答应了？朕没有答应，他们两个在一起，朕只是让他自己去观察，去发现。朕了解南哥，被抑制的爱会被更热烈的反弹，越是得不到的人，反而会被添上一层更美好的滤镜，所以朕让他自由的跟齐云轩相处。哎呀，你连滤镜这个词儿都知道了，行了啊！直播的时候马叔叔教的，说加了能让人更好看，不是吗？是啊。所以他一直没让狗皇帝得到他，是在他心里上了一层美好的滤镜吗？等他真的和他在一起，成为他真真正正的冷妃的时候，他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主播，你是谁？我是能救你出去的人，只要你实话实说。你休想要骗我招供，我没有杀那个娘们儿，鬼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我也想相信你，可是邻居都说她出事前曾与你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个你怎么解释呢？我没杀她，不过就是抽了她几个巴掌。哼，这婆娘之前是宫里的宫女，即便是被逐出了宫也不安分。听说宫里人又来求寿了，巴巴的从家里跑出去，想要找她之前的那个相好的。相好的？她之前有个相好的，跟我之前就被人破了身子，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听她说，好像是之前府上的少爷，有好几个丫鬟都跟了她。好，我知道了。那再最后问你一句，那件官府搜查出来的凶器，你碰过没有？没有。秦婉离开了监牢，回到营帐，秦婉把从鲁布这听到的告诉了江北宇。你现在怀疑鲁布说的那个少爷就是齐云轩？他不但睡过了出逃，还睡过了丞相府上的其他丫鬟。把怀疑去了，所以你同意南哥跟他相处，我觉得非常危险。所以你觉得是齐云轩把出逃杀了，嫁祸给了鲁布？他为什么要杀出逃呢？因为他想做驸马，害怕他和出逃之间的事被人知悉。可他应该杀了所有与他沾染过的丫鬟呀，所以出逃之死一定另有什么。衙门直接判了鲁布杀人罪，说15日之后行刑。可是那件杀人凶器，鲁布连碰都没有碰过。只要咱们能拿到那件凶器，用现代的科技，我有办法证明鲁布无罪，还能查到真正的凶手。只可惜现在话不在身边，回不去。哼，谁说回不去？如果说那幅画真带了呢？秦婉骤然一喜，他们计划着明天晚上回去一趟，于是去了冷将军的帐子里。那臣和皇上一起回去，再一起过来。反正他的劳斯莱斯还没有付完全款，趁这个机会偷偷把扳指卖了，那辆车就踏踏实实的全属于自己了。江北宇这次不想带这俩电灯泡，
想背着冷将军偷偷先把驾照先领了，探寻的看了眼秦婉。行，那咱们就一起吧。叔叔可是秦川的台柱子，不能旷工太久的，不然大众还以为他失踪了呢。冷将军的直播账号也刚有起色，停播久了话就会掉粉了，要不之前的都白干了。话也至此，江北宇也不好说什么，那就大家一起回呗。大部队又进山秋收了，今晚难得起了个大早，走到帐外，看见牧羊人在不远处的山头放羊。这！牧羊人嘴里叽里咕噜几声，一只羊便听话的朝他这边来了。他从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喂给那只羊，那只羊吃完，他拍了拍羊头，羊便撒欢的跑走了。他闲闲的在一棵树桩边上坐下，这时又来了一只狐狸，竟然直立在他的面前。他低声说了什么，狐狸跑进了山林里。不多时，狐狸回来了，嘴里叼着什么药材。他从包里给了狐狸一块肉条。您刚才是在跟狐狸说话吗？是，家里的羊生病了，让狐狸去山里找点药材，找到就给它肉干吃。那你怎么让一只狐狸听你的话呢？啊，这是授语啊。授语？联想到什么，秦婉猛然间醍醐灌顶。出逃是不是会授语？短短的一瞬，齐飞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是。听到他最终的回答，秦婉心里的一颗石头落了地，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其实你一直都知道，出逃是齐云轩的人。去年你就算平白挨了板子，降了飞位，也没有吭声，就是因为你从始至终都知道，暗害我的人就是齐家的人。齐飞没有说话，但这等同于默认了。去年你曾经对我说过，齐家想让你妹妹入宫，那个时候你已经被齐家当成了弃子，即便是降了飞位也无所谓了。可是后来你忽然被翻牌侍寝，齐家人在你身上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再后来，齐怀觉在中秋宴会上出尽了洋相，惹来了皇上的厌恶，他们便打消了让齐怀觉代替你的念头。你想要说什么？秦婉的胸口起伏了一下。齐云轩为什么要杀他？这件事儿他细思极恐。这件事背后一定也不是他，而是丞相。根据那时的推断，杀他是为了挑拨冷冽和江北宇之间的关系，而利于北国蚕食江国。他早就知道朝堂中的水很深，与北国勾结的人在朝中位高权重，没想到已经大到了丞相。我当时就不太相信是你，可即便不是你，你也在纵容你的父兄犯上作乱，你可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我还有选择的权利吗？有，怎么没有？你有选择自己生与死的权利。你的兄长齐云轩指使出逃利用授予引来毒蛇伤害公主，而后又将出逃杀人灭口。现在齐云轩把公主骗得团团转，我需要你来揭穿。你说的这件事我并不知情。那就说你知情的。之前齐云轩在丞相府上与很多丫鬟都有染，出逃并不是唯一，不是吗？我需要你把这件事告诉公主，将来若齐家出事，我可保你一命。若我不打算插手此事呢？那免死金牌可就没有了。你就不怕我非但不答应，还把这件事告诉齐元轩吗？秦婉拿出手机，让他看着江北宇的脸。没关系，那你就尽管把这件事告诉齐元轩吧。齐妃，皇上，您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呢？你别管。齐妃，这件事朕已经知道了，是冷妃求了朕许久，若你愿意配合的话，就让朕对你开恩。朕希望你能配合冷妃。接着，一队士兵从帐外进来，守住了他，防止他跟外界联络。偌大的丞相府，就要完了吗？好，我配合你。好，稍等，我把公主带过来。接着起身走了出去。秦婉去了江南哥的帐子里，里面没人。南瓜说公主一大早就进山狩猎去了，她自己一个人去的。南瓜欲言又止。看到这里，秦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心头涌起一股无名怒火。他给江北宇打了个语音，低声说：公主和渣男一起进山狩猎去了，快派人进山找回来，我怕他吃亏上当。好。满山都是搜寻的声音，他让小白也出动去找。小白在山头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愣是没有看到江南哥的踪迹。难不成去了晋林？那就麻烦了。不过
我想南哥从6岁就开始参加秋狩，对围场熟悉得很，应该不会被迷惑到这种程度。蒙可汗听闻公主失踪了，也派了一支蒙族侍卫协助寻找。然而同样，直到天亮都一无所获。别担心了，齐云轩这个老狐狸不敢对南哥怎么样的，除非想拿整个丞相府给他陪葬。他一早就和南哥去了外面狩猎，还不知道我们见过齐妃的事。他这样做，无非就是单纯的想让大家知道，南哥和他一起在外面待了一夜。他就是想用舆论把他送上这个驸马的位置。孤男寡女在外，齐云轩又是老手，朕能不担心？如果今晚南哥真的跟他有什么，朕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简婉轻轻叹息了一声，这话他也不好说，只希望南哥争气一点。云轩，有人来救我们了。公主，一会儿你先上去，之后再悄悄找人救我，不然对公主的名声有毁。怕什么？你就跟我一起上去，看谁还敢说三道四的。俩人一起大声呼救着，不多时就将人引来，将俩人拉了上去。皇兄，昨天玩得开心吗？我并非有心不归，昨日中午我就打算回营了，谁知道掉在了营地后面的坑里。江北宇知道他也是被套路了，不忍苛责什么，疲惫地说：起来吧，你皇嫂她有几句话想对你说，跟她去吧。今晚此刻是小太监的打扮，把他带到了齐妃的帐篷里。知道齐妃是齐云轩的妹妹，江南哥对他也没有了敌意，甚至还对他甜甜地笑了笑。公主，你被骗了，齐云轩他是个伪君子。江南哥的笑容顿时僵住了，他不解地看了眼站里但凡有点姿色的丫鬟都被他开过包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丞相府的少主，那些丫鬟是卖到丞相府里的奴婢，给他睡也无可厚非。有些只睡了一次，遇上喜欢的感受好的会继续睡，给点小钱买点胭脂水粉，大马路上随便买根簪子就能让他们心甘情愿了。就凭他这具还算过得去的皮相和相府公子的身份，没有一个闹的。前几天河上漂的那个出逃就是他的人。不可能。二桃走了过来，二桃低着头说：奴婢15岁就被大少爷破过身子。江南哥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下。在外他是洁身自好的齐公子，因为他只吃家里的，外头的嫌脏。还有出逃他也是懂兽语的，所以你被蛇咬的事大概是没那么简单。出逃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死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好了，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实在是不忍心看见公主被蒙蔽。公主信我也好，不信也罢，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了。江南哥整个人变得直愣愣的，他拼命掐自己，希望是在做梦，然而手心的疼痛却是那么真实。我知道了。南哥，嫂嫂，你说齐妃说的话是真的吗？是，这一切都是齐云轩骗你的，包括救你也是为了引你入局。他利用出逃引来毒蛇让你受伤，然后又将他杀人灭口。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相信。你说是齐云轩杀了出逃，证据呢？证据需要你给我。南哥，我知道让你一下子接受这个事情很难，好在可以及时止损，我们都是希望你能幸福的。如果你现在不信，那也没关系，更好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真相。他张开自己的手指对他说：你听着，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我现在有办法把打死出逃的那件凶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如果齐云轩的指纹出现在了那件凶器上，那是不是就代表着齐云轩就是凶手呢？江南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是我现在没有齐云轩的指纹，我需要你把他的指纹弄给我。你现在待他如常，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江南哥点了点头。搞定了，接下来南哥会去弄齐云轩的指纹，等弄到之后，我们把凶器带回现代，我请专门的司法机构提取指纹进行对比。江北宇点了点头。王婉，朕之前只是怀疑，这2天才想明白一些事情，怪不得当初北国拿来10座城池，要把陆轩嫁过来的时候，丞相这般极力促成此事。都过去了，好在不是一直蒙在鼓里。接下来，我们就将这枚钉子
从朝堂上拔除。公主昨日没有吃上的草莓，今日我亲自去摘了，没掉坑里。你有心了，南瓜，拿去湖边洗一洗。是。知道他是故意支开帐中的侍婢，他心领神会，勾起了唇角。公主，云轩，等这次秋收回去，你就跟我皇兄提亲，好不好？齐云轩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嗯了一声。那你喜欢我吗？喜欢啊。江南哥将那张纸放在桌上。你要是想成为我的驸马，和我成亲的话，就必须要签下这个。齐云轩笑着，心里想，小姑娘就喜欢弄这些玩意儿，等成了亲以后，就是废纸一张。好，我拿到了。干得漂亮。他用手机通知冷冽，准备在半个时辰之后出发。之后，江北宇下旨让刑部重新彻查此案，同时命按无伤从衙门取来凶器棒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轮金黄的圆月从草地上偃偃升起。冷冽和马叔叔齐聚在江北宇的帐篷里，画已经被挂起。江北宇屏退左右，秦婉挑起营帐中作为窗户的布帘，手持铜镜将外面的月光反射在画上。熟悉的光芒亮起，一行人走进了画里。但江北宇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了来时的那家餐厅里，旁边是他的行李箱，面前是一份意大利面，然而他手上却没有了叉子。他看了看面，看了看手上空空如也的手，有一些怔愣。服务员，麻烦再给我拿个叉子。啊，皇上呢？王婉，朕回到了那间餐厅里，明日有个试镜，你先联络你那位司法鉴定的朋友，等朕这边结束了过来找你。好。怎么说？看来这画是上次从什么地方离开的，回去后就会回到什么地方。上次皇上回来时与我们不在一起，所以皇上现在又回到了他上次去的地方。他明日有个试镜，我们先不管他了。好。第二日，秦婉和冷冽、马叔叔三人一起去了司法鉴定中心。他提交了那个证物棒槌，还有鲁布的指纹、齐云轩的指纹，要求和证物上的指纹做对比。他还额外加了钱，要求在取证过程和展示鉴定结果的时候录制一段视频。试镜的场地在酒店的礼堂，过程是全程网络直播的，搭了个台，导演和制片坐在台下，受到试镜邀请的演员们按照顺序陆续上台。秦婉走到礼堂后门不显眼的位置，抱着臂悄悄往那一站。早前就觉得他演技超群，背地里都偷摸的喊他江影帝，不拿奥斯卡都可惜了。没想到人到现代真的拍电影去了，别到时候真成了影帝。不是，你说谁家皇帝来现代拍戏呀？想都不敢想。江北宇在台上投入的表演着剧本里的那段内容，只有3分钟的表演，已经在他心里打磨了10几遍。这部电影的片酬还可以，比他目前做直播的收入要好很多。他要拿下这个角色，攒钱跟婉婉结婚。他投入的表演着，忽然余光瞥见了那一抹身影，心脏不经意地泛起一抹涟漪，不确定，但正在演，眼神也不能往他那儿看。江北宇莫名地开始紧张了起来。他拿出了最好的状态，直到试镜结束下了台。你来了？来了，演得不错嘛。这时礼堂里有一个人凑到制片人耳边悄悄低语了几句，制片人立刻起身。我先去换衣服。秦婉悠闲闲地站着，这时制片人蒋先锋朝他走来，见到他笑眯眯地说了句：哟，秦总，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哼，自然是蒋总这里的东风了。蒋先锋顺势一个邀请的手势，热情地说：来，过来这里一起看看，看看这些孩子们。你先回酒店，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他坐在了导演和制片中间，看着大家试镜，面前放着一份剧本。他随意翻看了一下，台上试镜的演员一个接着一个演，有几个也是竞争江北宇这个角色的。综合下来，他觉得还是江北宇演得最好。秦总觉得哪个演得好？我不过是一个局外人，我的意见不重要，我来这边不过是看个热闹，你们定。接下来前几排几个人窃窃私语的讨论。皇帝这个角色，我觉得33号演得最好，可惜了。33号好像就是江北宇的号牌。哦，为什么可惜了呀？这个角色已经内定了，其他的都是邀请过来陪跑的。
他心头赫然一惊，但脸上仍然保持着平静，甚至笑笑问：“内定的这个什么来路啊？”好像是一个投资商女儿的男朋友，那人投1000万。就1000万？那回到江北宇酒店的时候，他已经收拾好了行李，顺带洗了个澡，吹干了头发，剃干净了下巴，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衣，一身清爽。冷冽下午则是再次去了珠宝城，为了防止上一次被坑，他故意换了个摊位。哎呀，你手上的这个是个好东西呀！收的，上个月刚入。呀，你多少收的呀？没多少，150。哇，乖乖，多少？害怕摊主误以为是150块，冷冽又补充了一句：150万，怎么了？你这可是占了大便宜啊！冷冽瞬间吐血，因为上个扳指和这个成色差不多，他就是150万卖掉的，还跟老板讲了价，多要了点，结果还是被坑了。你这拿到国外，至少这个数啊。但是这玩意不好出关，在国内认真找找买家，卖300也不是问题。哎，这样，你说你上个月才买的200万转卖给我怎么样？你白得50万啊，我还得找找买家。250。哎呀，250怎么行呢？这可是骂人的话，也不吉利啊。就250，我手上还有别的，你要就要，不要我还懒得卖呢，也不差这50万。老板狠了狠心，买了。用同样的办法，在珠宝城的几层楼转了圈，就出掉了3颗，还剩下几颗还在钱袋子里。他第一时间去了车行结清了车款，还剩下了许多。这笔钱按照这里的物价，普通百姓可以躺3辈子了。有钱是真好啊，以后可以佛系直播了，多倒腾几次，带点将军府他之前收藏的品相更加好的宝贝，就可以在这里买大别墅了。只拿到这个角色，拍完戏赚到了钱，就带婉婉吃更好吃的。你就确定你能拿到这个角色？这段戏昨晚朕在房间练了很久，这个角色刚好也是伪帝王，没有人比朕这个真皇帝更懂得演绎伪帝王，舍朕其谁。再说，朕会察言观色，朕事情结束后，那几个人的表情朕都看到了，朕没有发挥失常，看着他们都入戏了。秦婉暗暗吸了口气，你真的喜欢这个角色？不喜欢啊，朕是一国之君，怎甘愿做一个戏子？只是朕在这个时空里一无所有，必须遵循这里的生存法则。朕要娶婉婉啊，拿到这个角色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就距离娶婉婉更近一步了。秦婉心里再次触动了一下，他转移了一下话题。哦，对了，今天我和冷将军将证据提交给了司法鉴定所，大概7个工作日之后就会有结果。江北宇了一声，那结果出来我们就回去。好。回到家，秦婉走到露台上，手上握着一杯加了白兰地的冰镇柠檬水，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我投3个亿，让33号出演角色。想不到这部戏居然得到秦大小姐的青睐，可不可以八卦一下，那位33号和秦小姐是什么关系啊？不想让别人误会江北宇是靠他上位，秦婉淡淡道：“不，只是今天偶然看见他的表演，觉得他是个好苗子，纯粹的欣赏。3个亿对我来说也就是个擦鞋的钱。”好，知道了，安排，放心吧，感谢秦总的支持。第2日一大早，江北宇接了个电话，惊喜地说：“婉婉，朕事情成功了，朕就知道朕可以，朕一定可以的。”好好演。你又把我家厨房拆了呀？朕想给婉婉做一份早餐，哪里知道……秦婉看到了他手上的煎蛋，也看到了他手上被油烫红的水泡。上来！你这个手，今天尽量不要碰水了。真好没用，连个蛋都煎不明白。皇上是一国之君，掌握的都是生杀予夺，治理天下，不用明白这点小事儿。可是，朕想更好的照顾婉婉。在江国，朕是一国之君，可在这里，朕就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好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下楼去尝你的煎蛋。
待会儿我就要去公司了。江北宇像是被点了穴一般，彻底僵住了。这是第一个来自婉婉的主动亲吻，虽然只是蜻蜓点水的那么一下，但他那是主动的，是发自内心的。他抿了抿唇，再回味刚才的触感，心里的小人儿欢欣雀跃，像甜蜜罐子被打翻了一样，甜水蔓延的他四肢百骸都是。婉婉，这还有个惊喜，你看。他将成绩单递给他，眯起了漂亮的凤眸，扬起了下巴，像个等着被夸赞的孩子。不错，不愧是你，还有3门，继续加油啊！接着，秦婉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我这儿也有个惊喜。江北宇一看，是一个明晃晃的车钥匙。法拉利。等你考到驾照，这台车就作为奖励送给你。好了，我去公司了，你一个人在家里看剧本，要乖乖的哟。江北宇原本想跟冷将军也炫耀一下的，又忍住了。冷冽还不知道他考驾照的事儿，万一知道了，他也去报考，赶在他前面拿到证就不好了。他一定要比冷将军先拿到驾照。冷将军这几天也没跟马叔叔去公司，因为上回马叔叔临走前发的结婚视频那件事儿，他们回来当天视频就爆了，这几天一直持续在发酵。因为这个事件的加持，冷将军的直播账号粉丝都快冲破了100万了。大家纷纷来吃瓜，一致想知道他和马叔叔的结婚照是真是假，只要他一直播就上来问，所以他直播间的人气居高不下，每天实时在线至少10几万加。粉丝们有的尊重祝福，有的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务广告，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场炒作。冷将军很狡猾，故意回避这个问题。江北宇把之前录制的上朝的视频作为直播放在平台上，由于场景逼真，服饰考究，再加上人物对话真实自然，古香古韵，观看人数就像滚雪球一样，评论区也热闹非凡。乖乖，大制作呀！这是在做什么？电视剧？模仿古人上朝直播？牛叉！66666，10几万粉丝啊，整1000万粉丝的活儿。还有人在人群中把冷将军认了出来。哎，那不是隔壁冷将军吗？冷将军？假的吧？冷将军在隔壁直播呢。江北宇看到评论区，打了个电话让冷冽下播，冷冽就下了。观看人数从几万滚到10几万、20万，一直到了50万。古代的早朝讨论的事务繁琐，从辰时到巳时，他录了整整2个小时，这其中他没有说一句话，礼物不断，粉丝也在涨。2小时下播后，他看了一下后台的打赏，10几万，粉丝也突破了20万了。看来大家喜欢看早朝，江北宇寻思着回去之后再录几期。经我们鉴定，提供的棒槌上发现的指纹至少来自3人，比较凌乱，但经过我们专业的处理，已经分别提取剥离，在证物上没有发现来自布鲁先生的指纹，而其中的一个指纹与提交的来自齐云仙先生的指纹高度吻合。今晚心头一惊，果然如此，转头看了眼江北宇。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已经将鉴定的过程以及结果录制视频，里面有详细的指纹对比画面，您查收。谢谢，辛苦了。夕阳西下了，为了尽早了解此事，几人决定今晚就回江国。一阵巨大的白色光芒之后，几人齐齐出现在了江北宇的帐篷里。不好了，冷妃娘的帐中起火了！几个工人慌忙的相互奔走相告。秦婉掀起帐帘，发现不远处他的帐子里燃起了熊熊烈火，整个帐篷都烧灼了起来，火光冲天。冷妃娘娘出事了！这个消息传到江北宇的营帐里的时候，秦婉已经换好了之前小太监的衣服，贴上了之前的人皮面具。怎会如此？他随着工人来到了冷妃的营帐外，秦婉也跟了过去。看到那个已经烧空的营帐还在冒着烟，地上是一具面目全非的焦尸。怎么回事？娘娘今天狩猎回来，大获全胜，打了一大堆猎物，非常开心，还分给了我们晚上做烤肉。我们想给娘娘烤一些，就在营前设起了篝火。娘娘吃了烤肉，还喝了点小酒，就在营帐里睡下了。她说有点头晕，想躺一会儿，让奴婢去找太医。奴婢就去找太医了。等奴婢回来，我发现营帐已经着了。酒是哪来的？酒是桂花酒，是公主给的。南哥？不对，南哥知道现在这个帐中的人是替身，就算要送酒，也不会送到这里来。
而且这个替身知道是公主送给他的酒，也不会贸然喝。问题出在哪儿了呢？你撒谎！把这奴婢给朕抓起来！秦婉大惊，而且目前这个身份也不好阻止，不知道江北宇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传公主！皇上，公主失踪了！还不快派人去找！江南哥的侍婢南瓜被带了过来。公主呢？傍晚的时候，公主说要去湖边散心，就一直没回来。你给冷妃送了桂花酒？送啊！我那时感觉心中苦闷，让人去镇上买的，买了2坛，想找嫂嫂喝酒，后来一直没找到她，便去了她的营帐。我知道那里面的不是嫂子，但她热情地邀请我吃了烤肉，礼尚往来，我便加1坛酒留下了，请她喝。怎么了？她死了，昨晚喝完酒后昏迷，帐中起了火。江南哥也不可思议的一惊，皇兄怀疑是我送的酒有问题。不管是不是因为酒，你现在有嫌疑。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或许能够找到凶手。什么办法？秦婉俯下身，凑到他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江北宇的神色慢慢的变化。娘娘，最新消息，皇上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蒙族巫医，说是能借尸还魂，让冷妃娘娘起死回生。啊，都烧成炭了，还能起死回生？这个消息无疑是炸裂的，大家都不信。直到看到营帐中央搭起了一个祭台。皇上，符纸散落，背面朝上，娘娘有冤。江北宇下旨，让所有人在冷妃的棺椁前的祭台前的器皿里滴一滴血。据说集千人指尖血，用这个方法能让冷妃娘娘的魂魄在头七之日归来，找到暗害她的凶手。这件事儿，所有人都当是个笑话，当这只是皇上的执念。直到此时 ，Lost Rivers 的歌声从祭台响起，空旷的草原上，和着风吹过帐外的野风一起传入耳膜，格外的瘆人。终于，在第6天的夜晚，一道黑色蒙面的身影出现在祭台外。他试图打翻那个盛血的器皿，被潜伏的侍卫逮了个正着。皇上，人已经被抓到了。江北宇放下手里的书，坐直了身子。是个蒙古人。江北宇有些意外，但又觉得一切又都在意料之中。那人不肯招出是受谁的指示，不过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死不了。继续审。另一边，蒙可汗听闻了消息，一匆匆赶来。今年他又背锅了，紧张不已。皇上，冷妃娘娘意外薨逝，本汗深感惋惜和哀悼，但娘娘的死和本汗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啊。放心，朕不会因为这个受人指使的人是蒙族人而怀疑可汗，待明日冷妃娘娘的魂魄便会归来，亲自指认凶手。都别走，谁要敢走，就按凶手处理。妃嫔们这才定住。不是，退！站在第一排的妃嫔们如释重负，作鸟兽散。第2排站着的是大臣，有一双鹰隼般的目光直直地盯着他的脸。杀害我的人就是……小心！妖孽！丞相猛地拔出了剑，正要刺向他，冷影一个暴冲，飞快地将那柄剑隔开了。周围一阵骚乱，众人纷纷退散。一支侍卫上前欲将丞相拿下，而丞相的暗卫也从暗中出来，双方打斗在了一起。最终，丞相一行人被拿下，关入了天牢。经本县查明，出逃之死是你所为，栽赃嫁祸给布鲁，你可认罪？荒谬！我与出逃姑娘无甚交集，出逃姑娘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他命人拿出放在透明塑料袋里的棒槌。此物你可熟悉？这个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为何这上面会有你的指纹呢？县令命人放下一块白色幕布，命人打开秦婉带来的小型投影仪。秦婉默默在手机上点击视频播放，通过蓝牙传送，视频清晰地出现在了白色幕布上。围观的群众全都发出了一阵惊呼。就算你们能提取出来那么多指纹，你凭什么说有我的？
这时，另一封契约也出现在了屏幕上。齐公子，这上面有你的名字，这封契约是你本人亲自签的吧？这上面的指纹和这其中提取出来的指纹一模一样，你怎么解释？齐云轩，你是丞相府的少爷，出逃她曾是丞相府的婢女，你利用她会授予，故意指使她让毒蛇咬伤公主，后在公主面前展示英雄救美。为了防止事情败露，你在利用完她之后就杀人灭口，你可认罪？去年将我引入森林，害我丧命虎口的事儿，也是出逃干的吧？是你还是丞相所为呢？去年此时我还在科考。哦，那也就是说是丞相所为了。去年丞相就要杀我，但是未遂。今年再次对我下手，对我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难道就因为我是冷将军的妹妹吗？杀了我就能离间皇上和冷将军，为北国大开方便之门？妙哉，妙哉啊！你胡说，这和北国有什么关系？冷妃，你独宠后宫却没有子嗣，让其他妃嫔都没有侍寝机会，是想让皇上绝后吗？我爹身为丞相，为了江山社稷，自然看不下去，欲将你除之而后快。冷妃，你就是个祸国的妖妃，妖妃！冷将军，你慢点儿，慢点儿。皇上，借画，借画！冷冽从外面跑进来，一向淡定的男人激动的语无伦次。他伸手拿着一根验孕棒，叔叔好像是有了。什么东西？拿上来。冷冽将验孕棒拿给他，江北宇接过，仔细端详着，看到那一深一浅的2条杠，再看到面前兴高采烈的冷将军时，眼中是满满的嫉妒。怎么好事都让他摊上了呢？朕的话拿去保养了，现在不方便见。皇上，微臣想带叔叔去医院做个产检，此事关乎到他的身体安危，刻不容缓，还望皇帝成全。不是有御医吗？御医的诊断毕竟还有些差池，现代有专业的仪器可以查看胎儿的发育情况，还能隔着肚皮看见胎儿。还能隔着肚皮看见胎儿？江北宇有了几分好奇，一根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击着桌面，若有所思。让冷将军先去也好，这样他和婉婉要是有了孩子，他就有经验了。要朕答应接你话也可以，但是朕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哼，冷将军必须告诉朕，在现代是靠什么赚的钱。冷将军有了，方才跟朕炫耀了一番，别提有多开心了。羡慕啊？不羡慕。哼，朕早晚也会有的。你跟谁少？真美人，真美人。秦婉也被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你答应给我哥接话了？他回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天黑了，带着马叔叔过来。我也要去，你去不去？在这里待了快3个月了，上次只是短暂回去了7天。按照朕给你的承诺，本来就该带你回去住一段时间了。这次回去，我们可以待得久一点。哎，你手里的麻袋装的是什么呀？没什么。皇上不愧是皇上，麻袋都比微臣的大。冷将军不愧是冷将军，冷将军手上也有个麻袋，你怎么不看看他的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听到这句冷不丁的话，冷冽抬头。要不怎么说这狗皇帝精呢？冷冽知道皇帝其实也不相信他，刚好趁这个时机顺坡下驴，查看他的麻袋。对哦，哥哥怎么也拿着个麻袋啊？里面是什么好东西啊？没什么。怎么都这么熟了，冷将军怎么还在我们面前藏着掖着？倒也没什么，你们想要看就给你们看看吧。他弯下腰打开了他的麻袋，都是一些我给叔叔准备的补身子的药，像是1000年的山参、灵芝、红景天什么的。我去现代的药店转了转，随便一颗几10年的人参都死贵死贵的，而且受到了工业污染，肯定没有我们这种原生态的好。冷将军可真是个好丈夫。那必须的。走吧，早去早回。老板，换钱。老板觉得自己起猛了，这么一大早就来这么大的生意，先是称重，然后放进了身后的纯度检测仪里，确认无误都是真金之后，老板小心翼翼地问：哪儿来的？祖传的。哟，大户人家呀，家里还有没有了？没有了，传到我这儿就分到3个了。好嘞，
账户给我一下。江北宇让他扫码，老板麻溜的给他转了账，热情的说：“下次有还来找我啊。”等他走远了，老板才在背后骂了句：“败家子儿！”这古董金元宝和普通的黄金可不是一个价，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把古董金元宝当做黄金来回收的大冤种。江北宇很快就收到了老板的转账，那3个金元宝都是20两的，总共60两，轻轻松松150万到账。做什么事情太顺利了，都让他觉得生疑。刚才看老板的眼神，觉得回收这个有风险，但还是爽快收了，说明利大于弊。为什么呢？今天暂且换这一单。他打了个车前往医院。你一大早去哪儿了？没去哪儿，正就出去随便晃了晃。马姑娘进去检查了。进去有一会儿了，他挂的专家号不用排队，应该很快就会出来。果然，不多时就看见马叔叔过来了。远远看着他一脸凝重，冷冽一下子站了起来。怎么样？好像是误判了，毕竟那条杠很浅。没事的，那小东西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过一阵子他就出来了。那你敲敲门，把他叫出来。人来人往的医院里，为了安慰他，冷冽配合地蹲下身子，伸手在马叔叔的小腹上轻轻敲了敲。喂，臭小子，别躲了，给老子出来！出来了。嘿，冷冽错愕地仰起头。嘿，冷冽，快看看你儿子。冷冽顿时狂喜，接过报告单坐下，一字一句地仔细看着，另外2颗脑袋也好奇地凑了上来。宫内早孕，孕7周，基层回声均匀，宫腔内可见一孕囊，大小约2.2乘2.4乘1.4厘米，内可见一胎芽及原始心跳搏动，胎芽长约0.5厘米。这就是胎儿在肚子里的模样，这个小花生米模样的东西就是胎儿。对啊，这个就是胎芽，并且已经检测到了胎心，宝宝已经有心跳啦。闻言，冷冽一脸喜色，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摩挲着那个小小的花生米粒儿，笑得就像隔壁村的二傻子一样。真是神奇，不用开膛破肚，居然真的能隔着肚皮看见胎儿的样子。那婉婉以后怀了，是不是也要做这个？秦婉顿时尴尬到脚趾抠地。嘿，那当然了。疼吗？不疼。那就好。江北宇欣慰笑笑，仿佛看到了今后陪婉婉过来产检的样子。哦，我们还要去见个档，你们先回去吧。好。伯父伯母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回来？你问这个干嘛？问问。上次他们回来过一次，短期内应该不会回来了。怎么，你找他们有事儿啊？婉婉喜欢哪里的房子？海边的。我喜欢一起来就能吹着海风，然后伴着海浪声入睡的感觉。但是海边离市区又太远，工作不太方便。江北宇默默记下了。你干嘛？没事。接下来秦晚开车回公司了，他继续换了一家黄金回收点。老板，我有个朋友手上有这个货，20两的，你看值多少？哎呦，这可是古董金器啊！如果是真的，那可值老鼻子钱了，一个得上百万了。江北宇一听，一个20两的金元宝就上百万了，那他早上卖了3个才150万，那不是血亏了？那老板，您这收吗？这个你得去古董行，我这收也是按回收的金价。像这种看上去新的，品相好一点的，可以卖到正常金价的2、3倍呀。刁民，上午果然是血亏。老板察言观色。不过这种东西你朋友自己卖可能会比较麻烦，我有认识的人可以帮你卖，抽3个点的提成。几日后，那一麻袋金子就变成了他账户里的5000多万。冷冽下午无事，被他抓了壮丁，陪他去看房子。这一套是这一片的楼王，最贵的，要5800。刷卡。冷冽和中介一脸目瞪口呆。中介头一回见着买房子像买大白菜一样的人，而冷冽也感觉到吃惊。上次掂了掂皇上的麻袋，里面最多100多斤金子，哪来的这5000万呢？
中介掐指算了算提成，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给砸晕了。您还要随我去店里签个合同？皇上，您有5000万。哼，朕没有，你借给朕。臣也没有5000万呢。那就把你卖了。他去店里签了合同，直接付了全款，拿到了钥匙。房子搞定了，还剩下婚纱和钻戒。婉婉，我有个朋友马上要结婚了，他让我帮他挑一个钻戒。哎，你觉得这些哪一个好看啊？不看，又不是我结婚，我觉得好看有个得用啊。他打了这行字，刚要发送，寻思着，这一定就是我有个朋友就是我的系列。叔叔有宝宝了，估计要和冷将军举办婚礼了吧。他心里暗戳戳的羡慕着，删了那行字，点开链接，他一个一个仔细的看着，最终在2个钻戒上犹豫不决，截屏发给了他。这2个都还行吧，恭喜呀。你有没有觉得你家皇上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秦婉看了眼一旁空荡荡的沙发，回了个啊，婉婉，这周6要不要去海边烧烤啊？好啊。周6那天又是一大早，江北宇就不见了。秦婉心头有些恼火，原本还想和他一起去的，但再一想，地球离了他莫不是不转了吗？他化了个美美的妆，穿上度假的漂亮小礼服，一个人开着跑车就出发了。哎呀，我都想象不到，我住在这个房子里会有多么活泼开朗啊！秦婉环视一圈，觉得这个房子格外的温馨，是她喜欢的配色，就连咖啡机的品牌都和她现在用的一样。不知为何，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这房子好大，烈烈，咱们上去看看吧。马叔叔拉着冷冽兴奋地上楼了。不想当电灯泡，秦婉就没上去，给自己泡了杯红茶，在楼下静静坐着。在哪儿呢？想了想又删掉了。等了许久不见马叔叔和冷冽下来，楼上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上了楼，才刚上来就听见礼花炸响的声音，他吓了一跳，还没回过神来，就看见了楼上的地面上撒了一地的花瓣。房间里布满鲜花和气球，大大小小的白色、粉色和透明色的气球做成了一个拱桥，底下堆满了白色和粉色的鲜花，暖白色的彩色灯带点缀其中。婉婉，你愿意嫁给朕为妻吗？他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戒指盒，里面正是他前几天精挑细选选出的那一枚。啊，你怎么在这儿？朕这段时间都在这儿，筹备给婉婉求婚的事宜。这栋别墅是朕买下来的，因为婉婉说过喜欢海边的房子，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是朕亲手布置的。因为朕想靠自己的能力给你一个温馨的家。婉婉，你愿意嫁给朕吗？马叔叔和冷冽远远看着，磕得正起劲儿呢。一个高贵的95之尊，为了他心爱的女子，愿意单膝跪下，这也太好磕鸟。秦婉却徐徐俯下身子，抬起了他的下巴，还以为这小白脸跟人跑了呢，原来是故意给他制造惊喜去了。我不喜欢这种惊喜，你没长嘴吗？非要让我先误会你。还有一次我问你在哪儿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明知道我最不喜欢被人骗了。还有这个钻戒，既然是给我买的，为什么不是你亲自问我？还有马叔叔拐弯抹角的问我，我自己挑的和帮别人挑的能一样吗？婉婉，别生气，你不喜欢，朕再陪你挑一枚就是了。哼，你整这一出，是不是以为我会感动的痛哭流涕的说一句我愿意？江北宇，我告诉你，我愿意。这2个字，江北宇如闻天籁，他从地上站起来，一把抱起了他。哎，婉婉，对了，我走的时候家里煤气好像没有关，我和烈烈先回去了啊。我家煤气好像也没关。说完也想溜，却被他一把抱住。你家不是用电磁灶吗？哪来的煤气？江北宇从身后抱着他，将戒指缓缓地推到他手上。面前的落地窗，外面就可以看见海，海浪层层叠叠地堆叠在沙滩上，安静的房间里可以听见海浪的声音，是他最喜欢的房子。秦婉原以为他认定他是他的妃子，就是娶过他一回，没想到这个古代的皇帝来到现代还知道求婚。朕看了，下周1是黄道吉日，要不把证领了？太快了吧，我觉得至少应该通知一下爸爸妈妈。好。
秦婉坐下来，给秦霄和葛曼棋打了个电话：“妈，我决定要结婚了。”和谁？和小江，您上次见过的那人。谁呀？就那个《千里江山图》。哦，画画的那个是吧？这么快的吗？秦婉反应过来，他忘记了两边的时间差，对于他们来说，距离上次见面过去不到1个月。他了一声。行吧。过2天我和你爸回来，你让小江叫上他父母，我们一起吃个饭。他没有父母。哎呀，小江的命这么苦啊，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人家呀。他家中还有什么长辈在世吗？有，还有一个爷爷。那好，你让他约他爷爷来。周日上午，俩人就从另一个半球杀回来了，约他在周一上午见面。一早，秦婉睡醒后就听到楼下传来嘎嘎嘎的声音。江北宇西装革履，雇了10个人，将成箱的聘礼抬了进来。打头的居然是一对大雁，大雁的脖子上还扎了一个大大的红绸花，伸着脖子。好家伙，鸿雁为聘，有点荣幸。这都21世纪了，还有以鸿雁作为聘礼的人。等等，我和他妈都还没答应呢，怎么就聘礼了呢？10个礼箱子抬进了秦婉家的院子，他跟着江蓉一起走了进来。秦霄从里面迎面走出来，来就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哟，江老爷子。回来了。江老爷子，您是媒人还是？这是我孙子。秦霄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毕竟江家那点事儿大家都知道，他那20岁的孙子要还在世的话，估计孩子大概都已经会走路了。所以这个江北宇不但无父无母，在这里的唯一一个亲人还是认的。哟，弄这么大阵仗啊！小江，上次见你还说和婉婉只是朋友，怎么这么快就定下了？缘分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冥冥中自有天机，时机到了，一切就都水到渠成。666啊！低情商闪婚，高情商天机。以狗皇帝的3寸不烂之舌搞定爸妈应该没问题。我之前也说过了，一切以婉婉自己的意愿为主，我们不反对你们结婚，但毕竟婚姻大事做不得儿戏，我认为时间上仓促了一些，不如两家父母坐下来再重新商定一下。江老爷子，你认为如何？应该的，应该的。那今日就当见一面，大家一起吃个饭吧。我也订好了餐厅，大家可以边聊边吃。冷将军，我觉得婉婉的父母不是很喜欢朕。皇上，你想要在婉婉的世界里重新取一遍她，必然是要经历一些磨难的。从古至今，成亲就不是一件小事儿，更何况秦家还不是一般的人家，等着吧。你老实告诉我，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是江老爷子的孙子。你别说这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江老爷子认他做孙子还是你引的线，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说他父母双亡，除了这个刚认的江老爷子，就没有别的亲人吗？你爸爸查了一下，他之前连张身份证都没有。我们秦家呀，可以不看重他的家世，但总不至于要个来路不明的人做女婿吧？他不是来路不明的人。那他是？这时，秦老爷子拖着行李箱，兴高采烈地从外面走进来，左右看了看。小江呢？人走了，中午一起吃了个饭。我这飞机刚好晚了个点，不然刚好可以见到了。见到小江的父母了吗？你让他说。他是。秦婉横了横心，其实他不是这个时代里的人。他拿出手机，点开他的账号，找到他曾经发布过上早朝的视频给他看。其实这个才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他来自一个遥远时代的王朝，他是那里的皇帝。轰的一声，葛曼棋的脑子懵了一下，就离了个大谱了。他伸手摸了摸秦婉的额头，确定他不是在说胡话，才开口：是皇帝？那他岂不是3妻4妾？哎呀，不行不行！怪不得小江的书法造诣那么高，原来是皇帝啊！之前婉婉说过，他无意中去了另一个时空，
原来是把那边的皇帝拐回来了呀。那他到咱们这边来了，他的国家怎么办？不上朝了？不要那边的子民了？不打紧的，这边的12天是那边的1分钟，就算他在这里待1个月，那边也只不过是过了一小会儿。如果这边去那边，则是相反的。所以，其实我和江北宇已经认识1年多了。哎呦，等等，先让我缓缓。哎呀，所以小江无父无母是因为他是皇帝，那他娶了你，你又是什么？他还有其他的老婆吗？结了婚以后你们怎么生活？他愿意和你在这里当个普通人吗？他愿意，在这里他就和一个寻常男人一样，会拿出自己生命1半的时间在这里陪我，剩下的要留给他的子民。现在他已经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哎呀，那以后你们的孩子呢？在哪里养啊？秦婉一下也懵波一了。江北宇是皇帝，他的国家要延续，江山要传承下去，那他的孩子必然是要继承皇位的。可他也是家里唯一的女儿，那生2个不就好了？一个留在他的国家，一个留在这里。好主意。啊，这连孩子怎么安排都想好了吗？而葛曼琪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拉着秦婉。婉婉，过去的1年都发生了什么？你快跟我说说。婉婉，怎么样？秦婉坐在院子里，戳了戳大雁的脑袋。你猜啊？到底怎么样？我妈问我你到底是谁，我没办法，就坦白了你的身份。我妈她不喜欢皇帝，说你老婆太多了。婉婉，你知道真的？真没有？冷冽吃瓜看戏，看着俩人联系上了，侧着耳朵在沙发的另一边坐下偷听。我妈担心我跟你那些3宫6院的争风吃醋的受气，说要是同意我们2个人结婚，你必须得答应我，要是我在那边待得不开心了，你就必须无条件的让我回来，并且你不能继续过来这边纠缠我。朕答应你，朕一定答应你，并且朕答应绝不让你受气。我妈算了一下，说下个月初3是黄道吉日，你看这个日子怎么样啊？同意了。还有今天我跟他们聊了一下午，说了一些我在江国的经历，我还顺便跟他们提了一下冷将军的事儿，他们愿意认冷将军为干儿子，这样冷将军的身份证也有着落了。婉婉，户口本在2楼我和你爸房间的保险柜里的第2层的抽屉里，我和你爸有急事先去那边了，祝你新婚愉快。他从楼上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家里的身份证，给江北宇发消息。出发了吗？马上到。秦婉出了门，看到了门口停了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朕心爱的女王，请上车。秦婉弯腰上车，发现副驾驶上放着一束红玫瑰，拿起来抱在怀里。冷冽前2天身份证也拿到了，他们约定今天在民政局会合。到了地方，马叔叔和冷冽先到一步，在民政局门口的停车坪等他们。哟，今儿个怎么是你开呀？江北宇直接从口袋里甩出一本崭新的驾照。江北宇等这一幕已经等了很久了，满意的翘了翘唇角。起猛了！皇上什么时候拿到的驾照啊？昨天。冷冽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呢。冷将军先买车有什么用？还是朕先开？皇上先成亲有什么用？还是臣先做爹爹？朕又不急。他和婉婉证都领了，做爹爹还远吗？今晚他要一击必中。终于轮到他们了，刚好排在相邻的2个窗口，工作人员从窗口里伸出了2张表格。先填资料。用不惯现代的笔，江北宇拿出极细的狼毫，写了一手漂亮的小楷。原本填得挺顺利的，填到学历的时候，他问旁边的秦婉：小学、中学、高中是什么？就是你上学的地方，你的学校。江北宇想了想，填上了3个字：上书房。之后，工作人员收了他们的表格，检查过证件后，开始在电脑上做登记，拿出2个红本打印信息，最后在俩人的结婚证上用力地盖上了鲜红的钢戳。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朕吗？我不愿意。我要皇上把你自己交给我。红杖一个翻涌，他俯身再次吻住他。怎么了？朕
江北宇尝试了好几次，震了半天也没好意思说出口，最后在他耳边小声说了3个字：放着，我来。他雄赳赳气昂昂的把他往那榻上一按，反客为主，最终躺到了一边，拿起了手机，默默查起了度娘。原来小说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见网友说进不去也是正常现象，他才把手机一扔，睡觉。昨天叔叔做完了 NT 和唐筛，宝宝一切发育正常，他们想回去了，说那边府上人多，照顾得更细致些。刚好，朕也打算回去了，要等到开机之后，可能就没那么方便回。这2天你准备一下，有什么要带的，后天晚上一起回去。皇上现在风生水起，怎么也打算回去了？原本过来就是打算跟婉婉结个婚的，领完证就可以回去了。除此之外，朕回去还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做。什么？你只知道黄金可以从那边带来换取这边的钱财，但你没看到的还有更多无形的财富。冷冽心头咯噔了一下，原以为被他发现了还有翡翠、文玩、古董等更值钱的东西，谁知道他徐徐地说，这边缺失了有关江国的一切历史，从江国到这个时代，每个朝代不知已经更迭了多少，还有许多我们那个时代璀璨的文化遗产，到现在也已经失传了。婉婉可以把这里的高新科技带到江国来，朕亦可以把这些失落的文明带回这里去。比如说已经失传的龙泉藕丝印泥，1颗价值1000万，现代无人知道配方，还比如秘色瓷等此类种种。冷冽大吃一惊，要不怎么说人是皇上呢？这高度一下就上去了。冷将军想到的是钱财，朕想到的不但是钱财，还有文化的传承。你就是冷妃？太后娘娘吉祥。太后淡淡的嗯了一声，接着就把目光落在了一旁的齐妃身上。这怀玉啊，比小时候看着更漂亮可人些了。过来，过来，再走近些，让哀家呀好好看看你。他又往前走了2步，低着头。你这孩子是哀家看着长大的，在外3年没少惦记你，在回来的路上，哀家才听了你家里的事儿。放心吧，只要哀家在，没人敢欺负你。要是皇上敢委屈了你，今后你就到哀家身边来，陪着哀家。谈及家事，齐妃的眼睛一下就红了，而秦婉的脑子里一下就警钟敲响了。这太后不是省油的灯啊！让太后娘娘见笑了，臣妾在宫中一切都好，不过臣妾既然是皇上的妃子，那么臣妾的一切处置都是听凭皇上的。没关系，你若想来呀，哀家跟皇上提一嘴就是了。皇上自小就孝顺，一向都是，哀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听到这句洋洋自得的话，秦婉在心里已经开始悠悠悠的翻白眼了。别说你不是巩皇帝的亲娘了，就算是他也不相信他家北北是个妈宝男呢。接下来宣妃也上前给太后请安。这北国呀，果然是人杰地灵，钟灵毓秀啊！瞧这公主长得水灵的，哀家一见呢就觉得甚是欢喜。从太后这里回来后，秦婉就去了江北宇的书房。太后和丞相是表兄妹关系，属于青梅竹马，但太后15、16岁就进宫了。齐妃小时候，丞相时常把齐妃带到宫中，他在书房和朕的皇祖服议事，就让齐妃在太后宫里陪太后。太后与他很熟识，所以想要庇佑他。皇上认为这是庇佑，这可不就是站队吗？太后在让他选。你认为太后这次回来是要与朕对立？哼，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丞相倒台之后回来。还有，他为何偏偏要在你登基后不久带着儿子外出为你祈福啊？表面上是祈福，其实啊，这何尝又不是一种逃避呢？因为他心有不甘，不想每天看到已经身为皇帝的你，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可以把你的朝堂混得一团浑水，却又可以完美的躲在暗处。婉婉，未知全貌，你不要妄加揣测，这是不敬的。秦婉一惊，他想起了太后说的那一句得意洋洋的话，江北宇很听他的话，难不成是真的？我只是给你提个醒，让你有所防备，别被卖了还跟人家屁股后面数钱呢。前王到。婉婉，朕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朕待会儿过来找你。秦婉看了他一眼，拿起了江北宇桌上的手机，给自己打了个语音，又放回去，这才走出了书房。哈哈哈，见过冷妃娘娘。贤王殿下。走远了，秦婉戴上蓝牙耳塞，里面的声音清晰地传入耳朵里。皇帝，皇兄。皇上，这是我打坐3年为皇上求来的金蝉大师法器，36颗嘎巴拉佛骨念珠，可去除邪祟，保皇上平安。秦婉心笑，哼，好一个兄友弟恭啊！何为嘎巴拉？就是得道大师的眉心骨。那朕还是不要了。哎，圣物，这是圣物。眉心骨是人身上最纯净、最有灵气的一块骨头，再加上这是取自于得道高僧36颗佛骨，就来自于36位得道高僧，此等圣物世间难求。那这既然是你求来的，你自己带。打从一开始我就跟方丈说了，这是为皇上求的。我夙兴夜寐，打坐整整3年，为皇上求来的，方丈才肯把此物给我，因为是通过我的手把此物给皇上。再说此物给我带，我怎么可能压得住啊？闻言，江北宇只好佩戴在了腰间。秦婉听了一路，接下来俩人坐下普通喝茶叙旧，他便挂了语音，回了荣华殿。啊，睡不着啊。你现在感觉还好吗？有没有孕吐啊？没有啊。说来也奇怪啊，本来在现代的时候还时不时感觉有的，我现在一点孕期反应都没有，特别舒坦。那找大夫看过了没？别太停了。今天中午还切过脉，没事的。现在每天中午，冷冽都会让府上的郎中给我切脉，天天给我炖猪脚汤喝，我都要喝腻了。哦，没事就好。嘿，你呢？什么时候也怀一个啊？到时候2个崽崽好有个伴啊。我还早呢。啊？你跟他在现代也把证领了，不会还在避吧？秦婉想想就生气。我避你个头啊！啊！你们该不会还没有？哎，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啊？不用。哎呀，姐是过来人，有些事啊你不懂可以问我。我和你哥呢，从一开始就很顺，咱俩谁跟谁啊？把视频挂了，打字。第2日，马叔叔就匆匆进宫，递给了秦婉一个小瓶子。哎，这个啊是之前买小雨伞送我的，我们一直没用不着，你给它涂上就好，还是草莓味的。今晚啊你们再试试，不行再找我。秦婉瞬间从头发丝儿尬到了脚后跟啊！有的时候啊也要借助下现代的黑科技嘛，早生贵子嘛。冷将军，您这里还有没有从现代带回来的感冒药和止泻药？皇上，怎么了？朕这2天有些着凉了，肚子难受。看过了太医吗？看过了，吃过的药不管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又开始了。只要朕往这书桌前一坐，就肚子疼。江北宇不好意思跟秦婉说他拉肚子，只能求助于冷冽。有，臣给您送来。冷冽见到江北宇的时候，看见他的脸色有些苍白，自然的伸手附在他额头上。这也不烫啊。估计现在换季，皇上晚上你盖好被子，多喝热水。吃了冷冽送的药，江北宇感觉到有所缓解，提步去御花园透了透风。婉婉，这次朕不能再小心翼翼了，可能会委屈了你。没事儿。实在不行，你用这个，自己抹。这是什么？江北宇接过瓶子。你自己看说明。江北宇看着上面的说明，有片刻的茫然和无措，接着耳尖爆红。好。吹了灯，暗夜里一阵衣服抹撒的声音。秦婉躺在榻上，闭目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好了吗？好了。江北宇自己按照使用说明抹好了，看着安静躺在枕上闭目的女子，心脏跳动得很快。婉婉，上次你对朕说，人一旦得到了一样东西，就会忘了当初垫脚爬窗看他的感觉了。朕想告诉你，朕不会，你永远都是朕的月亮。闻言，秦婉睁开了眸子，下一秒被他汹涌地吻住。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这一次有了那瓶东西的加持，江北宇感觉不像上回那样艰难了。
一切正要水到渠成，忽然他听到了肚子里传来的咕噜噜的一阵响。抱歉，婉婉，朕先出去一下。一盏茶的时间后，江北宇再次回来时，床榻上已经空空如也。他脑袋嗡的一下，这误会不就大了吗？婉婉，他瞬间慌了，追出去拿起手机给他发消息。屏幕上赫然看到了红色的感叹号，消息已经成功发出，但对方拒收了。江北宇，我要是再理你，我就是狗！娘娘，皇上来了，就在外面。放狗！效果怎么样啊？今晚不想说话，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没关系啊，现在医术这么发达，要实在不行，下次回去的时候你带他到医院看看。怪不得呀，他刚来的时候侍寝，狗皇帝手里攥着那个玩意儿。他原以为他是多么守身如玉、爱干净的男人呢，事实证明他那是真不行啊。婉婉此时正在院子里和叶薇一起习武，这时一架无人机越过院墙翻了过来，底下挂着9朵刚从御花园采来的玫瑰花，无人机直接载着花去了秦婉面前。小姑奶奶，昨晚是朕失态了，但朕绝不是你想的那样，再给朕一次机会，好不好？昨晚是朕身体不舒服，不信你问冷将军，朕中午才问他拿了药，不好意思跟你说而已。皇上身体不舒服还要翻牌？朕原本以为好了，谁知道晚上又发作了。哎，行了，别说了，你今日别来烦我，能不能原谅你，看你之后的表现。江北宇下朝之后，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发现秦婉把他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于是他立刻去了荣华殿。婉婉，你不生朕气了？身体好些了吗？方才冷冽给他发了今日朝堂上他拒绝群臣让他选妃的视频，他这才打算堪堪原谅了他。下次回去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医院已经给你找好了。朕那里没病，朕为了不再立妃，和众臣子保证过，未来的3年一定会有孩子，不然朕就主动退位。朕若真的不行，哪里敢这样保证？秦婉抬眸，冷不丁地看了他一眼。婉婉，接下来朕只能和你多努力努力了，争取3年抱俩。你想得美，最多给你生一个。那今晚朕到你这儿来，再给朕一次机会。婉，朕生病了。他给他看了带血的帕子，秦婉心里一咯噔。太医诊断不出来，说朕只是气血虚，朕感觉这2日越来越严重了。马上跟我回去，去那边的大医院检查一下，我通知一下冷冽和马叔叔，我们今晚就走。回到现代，马叔叔感觉到胃里一阵强烈的恶心，连忙跑到了洗手间里，一阵干呕。而秦婉立刻联系了最好的医院，连夜把江北宇带了过去。这是由中毒引发的急性肠炎，并且已经引发了轻微的肝炎和肾炎。中的是什么毒？溴化汞。江北宇感觉当头棒喝，可还是不敢相信。肯定是你生活中不小心接触到这类物质，自己不知道。还好，你现在这个毒算是比较早期的，要再晚上1个月，就会引发肝肾功能的衰竭，3个月就治不了了。回去之后好好排查一下，看你周围有哪里接触到溴化汞吧。秦婉一眼瞅见他手上戴的嘎巴拉手串，愤怒的一把扯下。我就知道一定是这个。他带着手串雷厉风行的去了化验科。这是一串由人骨制作而成的手串，为了漂白，浸泡了高浓度的溴化钾，从而从手串的表面检测出了含有溴化钾的成分。浸泡溴化钾本就是制造这种手串的工艺，这种分量的溴化钾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一旦接触到了汞，便会生成剧毒的溴化汞啊。江北宇没有上过化学课，听的是云里雾里，但是却听到了一个关键字汞，他豁然开朗。朱砂里有汞，朕每日批折子用的都是朱砂笔，怪不得朕每次坐在书桌前的时候就反应强烈，感觉到恶心，开始本能的厌恶批折子。你还认为贤王和你是哥俩好吗？江北宇不说话了，神色暗淡下来。他这样做必是受了高人指点，他必然知道皇上日常都会接触到朱砂，2个无毒的东西相遇变成了一个剧毒之物，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套路。溴化汞慢性毒药，可导致药源性肠炎、腹泻。只要皇上长期生活在不断释放溴化汞的环境中，3个月必然会暴毙，因为毒药会不断的腐蚀皇上的肝脏和肾脏，
并且在那个环境下，太医根本无法诊断出皇上是中了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皇上的肝肾走向衰竭，药石无灵。江北宇站得笔直，眸色却愈加沉骇晦暗。走吧，还好发现的早，可以治，吃半个月的药就能好了。我们现在去找马叔叔。怎么了？这2份报告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宝宝的大小几乎是一样的，都是11周。那在江国的这半个多月来，宝宝在叔叔的肚子里没有长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另一个时空里，我们在古代的时间基本上是停滞的，不但是通俗意义上的时间停滞，停滞的还有我们本身机体的发育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就算在古代待10年再回到这里，我们都不会老，因为古代的10年在我们现代的时空不过才过了5个小时，我们的机体的年龄是以现代的时间为准的。顿了顿，他又继续说，所以叔叔的宝宝在江国是几乎不会长大的，只有在现代这个时空才会长大。他在江国养了半个月胎，等于才养了1分钟，就是养了个寂寞。那皇上和婉婉是不是也一样？就算是怀上了，宝宝要在这个地方才会长大。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之前还担心会不会露出破绽，因为我在医院见了当，把在江国的时间算上，宝宝就有13周多了。相隔1天，宝宝从11周变成13周，医生肯定会觉得起猛了，觉得我是个怪物。现在好了，完全不用担心了。你现在还好，万一肚子大了，挺着个肚子到江国却迟迟不能生，也是蛮遭罪的。那我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得趁着今晚再赶回去，因为这里的时间如果再继续，这明日就要禁足了。这一次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几人再次回到江国，那边只不过过了一个呼吸的时间。娘娘，皇上今日在朝堂上咳嗽不止，看样子已经是病得厉害了。让洛儿前去探望一下吧，送个汤药什么的，别像个死人一样。虽然因为冷妃的事儿，他最近与哀家有些不快，但毕竟还没走到最后一步呢。送去了，一下朝王爷就熬了一些药送过去了。目前呀，最大的阻碍是冷冽，因为冷妃的关系，他成了皇上的死忠，哀家怕他最后出来搅局。这个简单，冷冽身为将军，若边关出现了什么骚乱，他必定要身先士卒前去平定叛乱，等他回来，大局已定。你昨夜去了哪儿？属下该死。你是该死。你去了那里，为何不与朕汇报？难道已经成了习惯，还是以为朕真的马上就要死了？属下不敢。属下从未想过皇上会有那么一天，更没想过对皇上不敬。打从皇上把属下带回宫的那时，属下的命就是皇上的，因为没有皇上，属下很难活过那个冬日。皇上要真有什么闪失，属下愿追随皇上而去。可你昨日的确未经与朕报备，擅自见了宣妃，自己想想怎么罚吧。属下愿领30板子。去领罚吧。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受伤了怎么不说？今后没有皇上的允许，我不会再见你。你回去吧。躺下，趴着。这是我出嫁的时候，皇兄给我带来的北国神药，千金难买，能止疼和加快伤口愈合。我给你上一点，过2天你就好了。这不合适，娘娘请回吧。有什么不合适？你身上我哪里没见过？你不让我上药，我就不回去，跟你在这里耗着。朝堂上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第2日，江北宇在朝堂上正在和百官商讨着国事，忽然一阵猛咳，然后噗的一口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快传太医！恭喜娘娘，您有喜了。什么？你说我肚子里有孩子了？老臣这就给皇上汇报这个消息。知道了，赏。太医领了赏钱出去了，整个皇宫都知道了宣妃娘娘有了身孕的消息。你都听到了？属下该死。
该死什么？这个孩子是朕的，和你没有关系。暗无伤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应该是名义上的。江北宇现在正需要这个孩子来稳固他的江山。是。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都感觉晕晕乎乎的，脚下像踩在云雾里，精神也恍恍惚惚的。你怎么又来了？我有了，孩子是你的。是我的？我要当爹的了。陆轩很满意他的反应。跟我回北国吧，你带着我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回去，做我的驸马。暗无伤却像一下子抽离回了现实，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收住了。不行，现在皇上身边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况且我身是江国人，打算一辈子都留在江国，我是不可能跟你去北国的。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就把这个孩子弄掉呢。不行，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再跟皇上商量一下。而且眼下大家都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皇上的，你要怎么走？此去北国山高水远，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难免不遇上什么意外。可你觉得皇上会放我们走吗？暗无伤只能继续哄。放与不放，我们与皇上现在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他知道皇上让他接触陆轩的初衷是为了让他反水，让他为江国所用，可以说这是一条美男计。虽然他自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魅力能让这个小公主折腰，可眼下他好像真的做到了。那暂时先这样，我再想想办法。然而一墙之隔的皇上的寝殿，4个人的群聊格外热闹。今日冷冽作大死发了一个戴绿帽子的表情包，恭喜皇上喜得龙子。江北宇发了个别逼我扇你的表情包，马叔叔在下面跟了一个吃瓜的表情。打起来打起来！皇上明日还上朝吗？上。皇上，臣刚刚得到消息，我们与南国的边境有人滋扰，南国的士兵与我们边境的百姓发生了冲突。这应该就是他们计划中的，冲突会愈演愈烈，引发动乱，接下来就会让朕派你去平乱。若大家一致推选，让臣平乱，臣当如何？冷将军罹患恶疾，忽然中风倒地。可臣没有皇上那么好的演技啊。江北宇甩给冷冽2本资料书的 TXT 压缩包，演员的自我修养和演员的表演技巧基础训练。那你明日干脆不去上朝，直接对外称病呗？别，此时称病太过蹊跷，而且容易让对方生疑。就算告病，对方也可换个将帅，将冷将军的兵力调走。婉婉有何高见？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变动，那就是现在宣妃有了皇上的孩子。下诏。朕今日身患恶疾，所幸老天垂怜，宣妃的腹中终于有了朕的子嗣。恭喜皇上喜得龙子。由于朕身患恶疾，恐将不久于人世，故朕拟定了一个诏书，将宣妃腹中的孩子立为储君，继承朕的皇位。不可呀！宣妃娘娘腹中的孩子还未出生，即便出生，一个刚满月的稚童怎可继承皇位？朕还没死，你担心什么？可是宣妃娘娘肚子里的孩子还未出世，皇上怎么就能认定那位是太子呢？这个简单，朕已经让太医查验过了，宣妃腹中的确是个男孩。怎么样，诸位，还有什么疑虑？昨天才传出宣妃有喜的消息，今天就立了太子，群臣都觉得自己被撞飞了，大家面面相觑，也一时不知道该说点啥。那退朝吧。哀家有些话想对你说。太后从袖中掏出了一个锦囊，放在上面，冷声说：“这个孩子不能留下。”为什么？因为皇上已病入膏肓，不到1个月便会驾崩。你确定你要一个人守着这孩子，在江国的后宫度过这一生吗？如果我决定要把他留下来呢？你保护不了他。我保护不了他，偌大一个北国也保护不了吗？还是说，太后今日要强制我吃下这堕胎药？哼，区区一个婴孩，就算被立为太子，也不具备把持朝政的能力。你是意图把这个孩子当成傀儡，利用这个孩子控制江国吧？你是北国人，这孩子占有一半北国的血脉，
你们北国狼子野心，妄想用这种方式控制江国。告诉你，哀家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哼！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孩子在我肚子里，我说不打就不打，看你能奈我何吧。孙嬷嬷，奴才在。他给了孙嬷嬷一个眼神，孙嬷嬷立刻拿起了桌上的药，强制着要塞进陆轩的嘴里。陆轩欲反抗，才发现自己的手脚瘫软，原来这狡猾的老太婆刚刚让太医诊脉的时候，就让太医偷偷给她下了麻药。这小贱人嘴还真紧。朕看谁敢动朕的宣妃。太后，你为何会在此处啊？我带太医来给宣妃诊脉，然后还有几句体己话要说。是这样说的吗？是吗？太后是来跟你说体己话的吗？不是，他想谋害我肚子里的孩子。他在污蔑哀家。来人！大胆！谁敢碰太后？地上的孙嬷嬷奋力爬起，结果也被侍卫捉小鸡一般的一下子给拎走了。传朕旨意，从今日起，太后开始禁足，没有朕的允许，不得踏出凤安宫半步。宣妃娘娘受惊了，今日好好休息，传太医再为娘娘诊治，莫要动了胎气。说完，江北宇被抬回长清殿，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虽然他今日出了面，但宫中的宫人都看到了他已经江河日下。有传言皇上活不了多久就要油尽灯枯了，后宫所有妃嫔都忧心忡忡。皇上，宣妃乃是北国公主，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一半是北国的血脉，万万不可将宣妃之子立为储君呐！皇上，如若您有什么意外，宣妃之子尚且您用，他便可以太后之名垂帘听政，江国便会被北国所控。江国的皇位绝对不能落入拥有北国皇室血脉的皇子之手，三思啊，皇上！皇上，如若皇上自觉已时日无多，先王殿下正值盛年，正直贤明且忠于江国的江山社稷，已是前朝嫡出的皇子，是继任皇位的不二人选，恳请皇上传位于贤王。恳请皇上修改诏书，传位于贤王。寝殿的门上安置着一个正在录制的手机。此刻，江北宇在门里，手上拿着手机，门外发生的一切一览无余。来了，全都来齐了，就在这儿等着朕呢。来这逼宫，逼迫朕将皇位让给贤王。江北宇用力按下截屏，将那些大臣的脸全都截了进去。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皇上，为了大江的江山，哀家请求您收回成命，更改诏书。这宣妃腹中的孩儿尚小，目前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能力。况且，宣妃身为北国的公主，诞下的孩儿也有一半北国的血统，并不适合作为储君。哀家绝不是为了帮助贤王夺权，但是贤王的确是现在唯一适合继承皇位之人。哀家是贤王的生母，为了避嫌，本不该出面。但哀家作为太后，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江的江山被人窃取，请皇上传位于贤王。恳请皇上修改诏书，传位于贤王。太后难道不也是南国人吗？秦婉从长清殿另一端绕了过来，站在殿前，而冷冽带领着另一帮臣子从后面走来，整个朝堂的人几乎都集齐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在说什么？太后必然清楚啊，黄埔翠花女士。此语一出，众臣一片哗然。翠花是太后的闺名，极少有人知道，大家只是知道太后出生于民间，谁知道竟然是南国人。来人，把人带上来，仔细看看，这个是不是你们当年的小姐？是，就是我们小姐。我们老爷当年来北国做生意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在酒楼吹拉弹唱的歌女，后来和歌女有了孩子。可我们老爷在南国是有家室的，就不能把孩子带回去，就派我们来照顾他们母女。头几年还好，可渐渐的，老爷把这对母女给遗忘了，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后来乡里选秀女，一个大官的女儿要被送进宫，那位小姐不肯去，就花了点银子把我们小姐买了，让我们小姐认了那位大官做干女儿，代替她进宫。
你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你以为随便找2个人就可糊弄编排哀家的身世吗？你是何居心？就凭这一次南国突然入侵，就是南国那边在配合你。你平日表现的亲北国，殊不知南国才是你的后盾。你在成功入宫之后，又联系上了你的渣爹黄埔商，因为他是南国著名的商人，他的财力可以为你铺平在后宫的路。然后你通过你的渣爹，又联系上了南国的皇帝魏冲。这些都是这段时间他平日通过窃听奉安宫时获得的蛛丝马迹，再让尹三千和冷府的暗探分头查探得到的结果。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就是你寝殿软榻下面的暗格里藏着你与魏冲长达10多年的互通文书，而打开那道暗格的钥匙现在就挂在你的腰上。你这贱婢居然出卖我！事已至此，一切都已变得豁然开朗。所以事已至此，大家还要让生母是南国人的贤王继承皇位吗？事已至此，就算不支持贤王为帝，又能如何呀？皇帝马上就要驾崩了，你以为玄妃肚子里的孩子还能等到9个月之后？谁说朕要死了？太后难以置信。太后通敌，与南国、北国私通，还与贤王联合给朕下毒谋害朕，拿下！张大人、李大人、郭大人。他一下忘了，抬起手机看了眼刚才的截屏。还有杜大人、朱大人、陶大人，私通北国，统统打入天牢。第2日，整个朝堂空空荡荡，昨日被打入天牢的大臣就有20多人，还有几个人在昨日的宫变中不小心受伤了，告假了。江北宇看着眼前空空荡荡的朝堂，心里却是欣慰的。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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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官齐齐下跪。平身。他伸手让百官起身。历经一场宫变，百官在看这个皇帝的神情已是不同，而他面色比往日更加沉稳，目光坚毅，有种千帆过尽的感觉。母后，帮灵儿把这个打开好吗？灵儿，小宝贝，你叫什么名字呀？母后，你失忆了吗？怎么连灵儿的名字都给忘记了？灵儿叫江。今晚差点就要听到后面的字了，可眼前的画面突然变得模糊。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婚纱要做好的时候了。这一日，今晚刚结束一场会议，坐在沙发上，忽然感觉到小腹一阵刺痛传来。前几日就是本该来大姨妈的日子，结果没来。他寻思着应该是最近太过劳累推迟了，以为终于要来了，拿着卫生棉冲进了洗手间，却发现小裤裤上干干净净。心头隐隐有了一个猜测，他坐在马桶上，手机下单了一盒验孕棒。没事，遇到烦事不要慌，淡定。半个多小时后，当盒子送到手里，他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手抖了。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用这玩意儿，这是咋整的呀？10分钟后，他看着验孕棒的检测的结果发呆。验孕棒上有一条浅浅的灰色印记，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亲妈灰？原本想单独发给马叔叔看看，一不小心发到了群里。哎呀，什么亲妈灰啊，这明显就是怀了呀！这谁的？你猜？冷冽发了个吃瓜的表情。恭喜啊！江北宇打字的手都在颤抖。你的？今晚捂脸，张开手指的缝隙，看到屏幕上又出现一行字：婉婉，我马上过来。婉婉，谢谢你，朕终于要有孩子了。